小莫，快给我！师姐，不行啊，让你给就给，怎么那么多废话？师姐这些年可曾亏待过你？没有吗？沈墨嘴角微微上扬，浑浊的双眸中露出一丝耐人寻味的表情。还当他是以前那个傻子吗？他是一个穿越者，来到这个修仙世界已经整整30多年，也就是昨天炼丹走火入魔，意外晕倒，这才觉醒了上一世的记忆。至于为何要炼丹，还要拜眼前这个美妇人柳如烟所致。沈墨出身贫寒，从小便失去了家人，后来被隔壁村的王三麻收养。由于他当时还未觉醒记忆，一直以痴傻形象示人，王三麻直骂晦气，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加。后来王三麻娶了柳如烟，一心沉迷温柔乡，根本没空搭理沈墨，他的日子才变得好了起来。没过多久，王三麻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嗝屁了，只剩下这个便宜嫂嫂和他相依为命。少了王三麻对于沈墨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原以为叔嫂二人会这么平淡的过完这一生，直到那天他俩看到了一个人在空中御剑飞行。那人见柳如烟长得俊俏，起了贪恋之心，没想到自家嫂嫂非但没有拒绝，还主动攀附，这也使得对方心情大好，高兴之下便将沈墨和柳如烟带到了如今的宗门青山宗。柳如烟非常有仙缘，是水土灵根，沈墨可就没这么好运了，金木水火土五行他全占了个遍。从那之后，柳如烟对他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大转变，嫂子的称呼也变成了师姐。既然无法修仙，那便强迫沈墨炼丹。沈墨这一练就是10几年，头发练白，眼睛练花，脸上的皮肤都出现了松弛，一个30岁的小伙看起来有70、80岁。昨晚柳如烟又来说自己即将突破炼气7重，要沈墨再加紧炼制一批聚灵丹出来。为了报答柳如烟的养育之恩，他二话没说，纵使自己寿元无多也没有拒绝。但心力交瘁下，炼丹出了岔子，丹炉爆炸，这才激活了沈墨尘封多年的意识。呵，作为一个穿越者，混得真是够惨。想到此，沈墨不禁叹了口气。检测到宿主找回自我意识，系统激活中，激活剩余时间10年。干你娘！你怎么不等我死了再来？沈墨内心咆哮。检测到宿主寿命不足1年，系统激活成功。本系统为超级炼丹系统，宿主可查看丹药完美配合比，100%炼制，每次炼制新丹方必定暴击，可消化羁绊点，迅速领悟丹方，不同丹方所需羁绊点不同。姓名沈墨，性别雄性，年龄31、32，体质五系杂灵根，境界炼气3重，神通5，丹方聚灵丹0%，羁绊值0，可通过苦修获得。看着自己的系统面板，沈墨惊了尼玛，能不能再坑点？自己的寿命真的不足1年。小墨，考虑的怎么样？就在这时，柳如烟打断了沈墨沉思，开口道。沈墨抬起头，双眸在系统的加持下变得清晰起来。柳如烟身穿一袭紫色纱裙，高耸的胸脯缓缓起伏，煞是惹眼，脸上微施粉黛，秀眉深深蹙起，一平一降间充满了少妇的味道。察觉到沈墨的目光，柳如烟赶紧侧过身，面露不悦道：昨晚你不是答应给我炼制一颗聚气丹吗？今天怎么突然反悔了？沈墨知道他后面有人，没有明着拒绝，轻轻叹了口气。师姐，你有所不知，我昨晚炼丹炸炉，导致气血亏空，所剩时日无多了。那我给你的药材没事吧？还能炼制几炉？柳如烟慌忙开口道。沈墨见状，心中对柳如烟的好感也降到了冰点。都这个时候了，居然还想着丹药。柳如烟见他神色难看，立刻挤出一副关切模样。小墨，你伤得重不重？还能活多久？哼，这女人眼里只有利益。沈墨双眼微眯，无奈笑道：估计还能活个1年半载吧。接下来我就不炼丹了，全力冲刺下，看能不能突破境界，提升寿命。不行！柳如烟当即就拒绝道。许是察觉到语气不妥，他又安抚道：那个小墨，你也知道嫂嫂最近到了修炼的最关键时刻，你看能不能帮我开2炉后再去闭关？听到这话，沈墨无语了。本想着和平解决，将柳如烟劝退，自己好狗起来微缩发育，没想到对方竟然这么咄咄逼人。沈墨也不打算装了，直接摊牌喝道：柳如烟，当初你怕我跟你沾亲带故，让我不准叫你嫂嫂，现在你自己又以嫂嫂自居，无非就是想榨干我最后的价值，真把我当傻子。柳如烟一脸难以置信。你说什么？我说的还不够清楚。从今往后，你与我再无任何关系。柳师姐，请回吧。
沈墨回答道：“我可是你大哥的女人，你的亲嫂嫂啊，你怎可如此？”表的。沈墨反驳道：“好，就算我表，你难道不念旧情吗？告辞。”沈墨转身便走，不再搭理他。柳如烟见状，顿时慌了神，她伸出颤抖的手指，下意识想要呵斥沈墨。这些年，要不是全靠沈墨没有保留的提供丹药，以他的双灵根资质，没有资源，根本不可能这么快达到炼气7重。眼看沈墨即将回到房间，柳如烟终于放下了身段，小跑上前，一把拉住沈墨的胳膊：“小墨，我知道错了，这些年是我鬼迷心窍，你要闭关就闭关吧，只要你还认我这个嫂嫂就行。检测到柳如烟身上存在羁绊点，请速主想办法获取。”沈墨回过头看向柳如烟，顿时眼前一亮。以前当傻子不知少妇好，现在这个视角看去，自己这师姐还挺有韵味，既然是表的，他也没有任何负担。这思路一打开，灵感顿时爆棚，当即便开口道：“师姐啊，刚刚我也是在气头上，只要师姐答应我一个条件，我立刻开炉为你炼制聚气丹。”柳如烟本来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沈墨居然真的回心转意了。小墨，你说别说一个，就算是10个，师姐也答应。沈墨嘴角微微勾起，双眼直接落在对方那片高耸上：“师姐，我时日无多，说不定哪天就走了，我想在临走前和师姐睡一觉。”你说的睡觉是名词。柳如烟生怕自己听错了，确认道：“毕竟沈墨老实巴交几十年，突然蹦出如此虎狼之词，饶是他见过了大风大浪，也不免心间一颤。嫂子，你说呢？”沈墨坏笑道。说着，他伸出手搂住柳如烟的蛮腰。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吓得柳如烟嗔叫一声，看着面前满脸皱纹的沈墨，他脸上露出一丝不悦。“不愿，那算了，道友请回吧。”沈墨嘴上拒绝，但手却并未从柳如烟腰间移开。柳如烟被齿轻咬，内心天人交战。他既不想陪沈墨睡觉，又不想放弃资源。沈墨哪会给他过多思考时间，双手早已按耐不住，一只上移，一只下移。柳如烟反应过来，这才发现已经到了床上，撕拉，紫色衣裙被暴力撕开。柳如烟不禁感到好奇，明明都行将朽木了，哪来这么大力气？哼！他侧过头，似乎是默认了沈墨的行为，轻轻哼声。沈墨埋头就啃。柳如烟索性闭上双眼，不去看沈墨那张苍老的脸。咔！突然动作停止，他好奇睁开眼，满是疑惑。只见沈墨揉着自己的腰，一脸尴尬道：“那个师姐，腰闪了，要不你主动？你这样能行吗？”柳如烟白了他一眼：“没问题的，你先轻点，我指挥你。”沈墨也不在意柳如烟嫌弃的眼神，扶着床头缓缓躺了下去。柳如烟清啐一口，翻身坐起。嘎吱嘎吱。5分钟后，柳如烟从储物袋中拿出一件新的紫色长裙换上，头也不回地走向房门。临到门口，他顿住脚步，语气冰冷，很是不满足道：“记住你答应的事情，明天我来取药。羁绊值加10。”柳如烟好感度10。沈墨侧头望向柳如烟，姓名柳如烟，性别雌性，年龄40150，体质水土双灵根，境界炼气7重，好感度-50。根据系统对好感度的定义，正数代表和善，负数代表厌恶。好感度在0和50之间，只是单纯的厌恶，还没到拔刀相向的地步。但数值一旦跌过50，那代表对方随时可能发动攻击。沈墨摇头轻笑，就算跌到100，又如何青山宗门龟森岩，禁止内斗，除非柳如烟想死，否则绝不敢动他一根头发。在柳如烟离开后，沈墨也是扶住老腰站了起来。马德，柳如烟也是狠，差点把自己仅剩的半条命也给做没了。他来到炼丹炉旁，看向一旁剩余的材料，消耗10点羁绊值，聚气丹单方升级。灵心草，一阶灵草，镇气，性寒1。蛇眼果，一阶草药，御气，性热加3。沈墨眼前一亮，系统居然真的可以识别草药名称以及属性。按照系统升级的丹方来看，只需要将3株灵心草和1株蛇眼果放入丹炉，便可开始炼制。可聚气丹的丹方上明明写着4株灵心草和2株蛇眼果，难道系统错了？谁对谁错，一试便知。沈墨不再迟疑，将3株灵心草和1株蛇眼果投入丹炉。就在这时，眼前的丹炉瞬间浮现出几个大字：小火0.0分30秒。沈墨不敢大意，连忙调动其体内那微乎其微的灵气，施展出最基本的控火术。随着倒计时结束，
系统又提示改为大火。操！沈墨大喝一声，再次催动灵力，火焰瞬间将整个丹炉覆盖。整整持续了1刻钟，一股浓郁的香味飘了出来。总算是成了。他喘着粗气，擦掉额头的汗珠，紧张兮兮地看向丹炉。要是系统出错，那可就完犊子了。自己这点灵气可是积累了好久才有的。沈墨走上前，打开丹炉，只见丹炉中间静静躺着10颗棕色药丸。恭喜宿主成功炼制聚气丹，首次炼制，暴击 X2， 共获得10枚。聚灵丹熟练度提高 1%， 当前暴击率 1%。 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沈墨呼吸急促，赶忙将10枚丹药拿出。完美聚灵丹，服用后少量增加体内灵气，丹毒灵，居然真是完美丹药。他双手颤抖，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喜悦。根据之前的记忆，是药3分毒，但凡是丹药，那都是有丹毒存在，只是品质越高，其中蕴含的丹毒越少。长期服用会在体内形成丹余，久而久之便会产生抗药性。轻则修为停滞不前，重则腐蚀修为，境界倒退。这也就有了修仙界广为流传的那句话：丹药虽好，可不要贪吃哦。修士每次服用丹药都会用大量时间去清除丹余，这也就导致丹药只能作为突破时短时间增幅的手段。可经过自己这么一炼制，不但完美的清除了聚气丹中的丹毒，还降低了药材的损耗。望着手中这10枚聚气丹，沈墨深知自己这本领一旦流传出去，那将引起修仙界修士的疯狂。他没有丝毫犹豫，一口接着一口将10枚丹药吞进肚中。伴随着丹药入体，一股磅礴的灵力瞬间涌入他4肢百骸，沉寂多年的丹田也在这一刻活跃起来，疯狂吞吸着残余的灵力。沈墨立刻盘膝坐下，运转起青山宗最基础的引气诀。几个时辰过去，沈墨睁开双眸，一改之前的浑浊，变得炯炯有神。感受着体内流淌的力量，他兴奋地握紧拳头。修为达到了炼气4重，身上的隐疾被修复。查看系统面板，寿命也随之增加了5年。看着丹炉旁剩下的药材，沈墨当即站起身，又开了一炉。时间过去半个时辰，这次并没有产生暴击，只有仅仅5枚丹药，所幸熟练度又上涨了 1%。 眼看天色还早，沈墨用最后一点残余药材再次开炉。只不过这次他并没有按照系统的提示炼制，毕竟这是答应给柳如烟的。10几分钟后，丹炉轰然炸开，要不是沈墨躲得快，差点又被重伤了。他走上前，在黑漆漆的丹炉中翻出了2枚聚灵丹。残次聚气丹，服用后增加些许灵气，丹毒10。吞服了3枚完美聚气丹，沈墨美滋滋地进入了梦乡。第二天，咚咚咚，小墨，我可以进来吗？沈墨眼前一亮，真是想啥来啥，刚好早上起床有点反应，在经过丹药的辅助下，自己早已恢复，今天就要一雪前耻。门没锁，师姐你进来吧。柳如烟推开门走了进来，看到床上沈墨的状态，忍不住轻啐一口，个老不死的，一天净想些什么？仅是一瞬，他便恢复，脸上堆满笑容。小墨啊，师姐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豆腐，快来尝尝。柳如烟将篮子放到桌上，拿起茶壶斟满一杯，早上起来喝点茶对身体有好处。要不是沈墨对他充分了解，任谁见到这一幕都会夸赞一番。他站起身，径直走上前，目标明确，一把从背后搂住柳如烟。柳如烟娇躯一颤，脸上明显露出一丝不悦。小墨，不能这样。他使劲握住沈墨的双手，不让其乱动。沈墨根本不理，手被锁住，但嘴没有沈墨。你再这样，我生气了。柳如烟体内灵力爆发，将他震退。沈墨揉了揉胸口，眼中闪过一丝阴翳。马德，这小娘皮就没打算留手啊！要不是自己身体恢复，再加上境界提高，刚那一下，换作是昨天的自己，肯定早就去天道了。柳如烟见沈墨没有受伤，眼中露出好奇，紧接着他便快步走上前，担心道：小墨，你没事吧？嗨。沈墨咳嗽2声，我没事，只是太想念师姐了。柳如烟轻啐一口，直奔主题。小墨，不知聚气丹。哼，多亏师姐昨天替我完成心愿，幸不辱命。话落，沈墨从怀中掏出1枚黑漆漆的丹药。柳如烟看着这枚丹药，似乎见怪不怪了。以前沈墨给他提供的丹药10颗，有7颗都长这样，偶尔运气爆棚才会出现1、2颗颜色稍微正常的聚气丹。他拿起丹药，转身便走，没有任何留恋。等等，怎么？柳如烟转过头，冷声道：师姐，留下来，想都别想，你昨天已经够僭越了，记住，我是你师姐。是吗？本想着再送1颗丹药给师姐，
既然不要，那便算了。沈墨耸了耸肩，遗憾道：“等等。”柳如烟惊呼道：“师姐愿意了。”沈墨笑道。柳如烟银牙紧咬，狠狠瞪着沈墨，再加一枚。那算了。沈墨摇头，直接拒绝了这个提议。开什么玩笑，肯定不能涨价。今天他敢多要一枚，明天就敢要完美聚灵丹。女人永远不能太过满足。柳如烟面色一变，再次开口叫住了沈墨。她实在放不下这唾手可得的资源。虽说这丹药成色不咋地，但用短短5分钟就可以换取，想来也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再配合叫上几声，说不定5分钟都用不了。但这种关系一旦被发现，那后果不堪设想。就在柳如烟纠结之际，沈墨走上前，将手伸了过去。不行！柳如烟理智重新占领高地，紧紧握住沈墨的手，不让其有下一步动作。师姐，不想要聚气丹了。既然强的不行，沈墨决定用软的。不是的。柳如烟回过头，一脸郑重。那你拒绝我干嘛？柳如烟死死地扣着他的手臂，心中挣扎万分。师姐，你弄疼我了，要是我的手受伤，以后可就没办法炼制丹药了。沈墨痛呼一声。柳如烟吓了一跳，立刻松开双手。就在这时，沈墨嘴角微微上扬，一把扯下了衣带。没了衣带的束缚，面前风光展露无遗。黑色的亵衣紧紧贴合在柳如烟紧致的娇躯上，雪白的香肩暴露在空气中。啊！柳如烟双手环抱，肌肤泛起点点红晕。沈墨埋头苦修。半个时辰后，丹药。柳如烟神色复杂地看了沈墨一眼，摊开手掌。沈墨嘴角微微勾起，从怀中摸出一枚漆黑的丹药扔了过去。嫂嫂，下次还想要丹药，记得找我。柳如烟收起聚气丹，没有说话。羁绊点加10，柳如烟好感度加20。听到系统传来的提示音，沈墨愣在原地。这是啥情况？好感度不降反升？难道是你和我的关系？犹豫片刻，柳如烟迟疑道：“你是我最敬重的师姐，我是你最疼爱的小叔子。”他微不可察的点点头，很满意沈墨的回答。柳如烟没有多待，拿到丹药后便扶着门框离开。沈墨也随着出了门。如今既然知道自己可以炼制完美丹药，那所谓的丹毒也就不复存在了。不就是5灵根吗？大不了嗑药，嗑到渡劫，嗑出一个万古长生。记忆中，青山宗是一个正道宗门，其门下分为外门和内门2大区域。外门中建制齐全，藏经阁、灵药园、外事堂等一应俱全。沈墨此行的目的便是灵方阁，那里可以购买到丹炉，还有一些基本的灵草。至于灵药园，以他目前的身份去了那里，不但采不了药草，反而会被抓起来干杂活。走了没一会儿，灵方阁出现他视野中。他来到灵方阁后，径直走向柜台。柜台后，一名慵懒的女子斜靠在躺椅上。女子一头乌发挽起，别上一枚玉簪将其固定。她双眼紧闭，肌肤吹弹可破，一袭宽松的黑色罗裙也挡不住那丘壑分明的身材。沈墨一时间看痴了，直到女子眼皮轻颤，似有苏醒的迹象，他赶忙低下头，抱拳道：“弟子沈墨，见过李长老。”李婉柔双眼微合，扫了沈墨一眼，又接着闭上，语气冷淡道：“出售还是购买？弟子想购买1件1品丹炉，还有一些丹方、灵草。”沈墨没有在意李婉柔的态度，毕竟人家可是长老，没必要跟自己这种小卡拉米客气。听完沈墨的诉求，李婉柔不再假寐，她从椅子上站起，走到身后的柜子中翻找起来。不一会儿，一个破破烂烂、明显被用过很多次的丹炉被扔到了柜台。1品丹炉，最后一个了，2000灵石，不还价。李长老，这是个2手的。沈墨张了张嘴，还是忍不住开口道：“特么的，这不欺负老实人吗？明显是个公交车丹炉，张口就要2000下品灵石，抢吗？”“不要。”李婉柔瞥了一眼沈墨，当即就要收回。“要！”沈墨哪会放过，毕竟这是最后一个丹炉了。再等炼气峰那群懒货炼出新的丹炉，不知道要等多久，自己的寿命可经不起他们霍霍。他一时激动，竟不小心抓住了李婉柔的纤手，好软！顿时一股杀机弥漫。沈墨赶紧松开手，陪笑道：“李长老，您看能不能便宜点？宗门内的定价我改不了。”李婉柔冷声道：“如果你急需，可以去炼气峰找他们单独炼制。”听到这话，沈墨当场就蔫了。去炼气峰不被宰才怪，说不定2万灵石都不够那帮修士打牙祭。想到此，沈墨立刻拿出储物袋翻找起来，可把储物袋翻了个底朝天，也没能凑齐2000灵石。那个李长老，可以以物换物吗？李婉柔看着沈墨这狼狈模样，叹了口气：“可以，但你拿出的东西要价值高于丹炉才行。
得到肯定回答，沈墨不再迟疑，将2颗完美聚气丹拿了出来。李长老，您看看这2枚丹药值多少？起初李婉柔还不在意，毕竟就一个炼气3重的外门弟子罢了，能拿出什么好东西？直到看见那2枚通体圆润的丹药，这才有了点兴趣。他将其中1颗拿在手上，仔细观察，又放到袖鼻轻轻嗅了嗅，顿时眼前一亮。这2颗是你炼制的？沈墨没有隐瞒，点点头。他只是一个从未离开宗门的外门弟子，如果编造谎言，反而会引来李婉柔的不满。再说这聚气丹又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丹药，只是对炼气境有用罢了。只要不是直接拿出几10颗出来，那还是不会被人怀疑的。毕竟在他记忆中，凌芳阁也常常有完美丹药出现。一个异阶的炼丹师运气好，几十炉能出现1颗也是极为常见。1颗2000，这是剩下的2000灵石。李婉柔将2颗完美聚气丹收下，翻手间2000下品灵石出现在柜台上。那个，李长老，我不要灵石，劳烦您将这些灵石换成灵心草和蛇眼果。好。李婉柔收回灵石，一招手，几10株灵草飞来，15株灵心草，1500灵石，5株蛇眼果，500灵石。多谢李长老。沈墨将灵草收入储物袋，转身离开。刚到门口，李婉柔的声音再次传来：炼丹师虽然尊贵，但也要有命才行，你再不突破，恐怕寿元无多。多谢。沈墨回头深深鞠躬，直到沈墨消失在视野中，李婉柔这才重新躺下。我刚为何要出言提醒呢？他喃喃自语，难不成真以为沈墨这小子能成为2阶炼丹师吧？想到此，他忍不住轻笑一声，只是碰巧炼制出了2枚完美丹药罢了，竟然让他产生了如此错觉，看来是体内的伤势加深了。沈墨的大名可是在外门人尽皆知，30岁的年纪，80岁的身体，天生武灵根，几乎与筑基无缘，无法筑基，何谈成为2阶炼丹师？要不是柳如烟是他嫂子，别人都会认为他是个忠实的舔狗。沈墨离开外事堂，没有耽搁，直接回到了住处。对于他来说，现在时间就是金钱，早一点突破，寿命就会得到延长。回到屋内，将房门反锁，拿出20株灵草，他眼睛闪烁亮光。按照聚气丹配比，能炼制5炉，保底能出25颗。想到此，沈墨立刻盘膝坐下，将3株灵心草和1株蛇眼果扔进丹炉。时间1分1秒过去，伴随着浓郁的香气布满整个房间。沈墨陡然睁开眼，暴击了。他将10颗丹药取出，立刻吞下。刚刚损失的灵力瞬间得到补充，多出来的灵力则被丹田吸收，但更大一部分则是流出了体内，消散在空气中。沈墨额头浮现一道黑线，这就是传说中的武灵根吗？真的牛批，就跟上学时知识穿大脑而过，却不留下一点痕迹一模一样。再来。沈墨仿佛较上了劲，再次投身炼丹事业中。这一练便是过去了好几个小时，他人品大爆发，期间又暴击了一次，再次获得了25颗完美聚气丹。没有丝毫犹豫，他直接将丹药吞入腹中，庞大的灵气席卷着4肢百骸，最后涌入丹田，又流出体外，主打一个片叶不沾身。好在量大，在吞到第23枚丹药时，突破了，达到了炼气5重，寿命再次增加5年。姓名沈墨，性别雄性，年龄31、42，体质五系杂灵根，境界炼气5重，神通5，丹方聚气丹 6%， 羁绊值0，可通过苦修获得。终于不再是仅剩1年寿命了。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沈墨松了口气，跟时间赛跑的感觉真是太不是滋味了。要怪就怪柳如烟。咦，想到柳如烟，沈墨狐疑起来，自己这个便宜表嫂今天怎么没来拿丹药？该不会被毒死了吧？那乐子可就大了，自己还指望着在他身上多刷点羁绊值呢。再说了，光炼药也太无趣了点，一连等了半个月也没见到柳如烟。沈墨决定再次前往外食堂换取灵草。之所以等这么久才去，一方面是这段时间他尝试修炼青山宗的引气诀，结果修了这么久，吸收的灵气还不足聚气丹的一半，他直接放弃了。另一方面便是只间隔1天便又拿出2枚完美聚气丹，容易惹人怀疑，引火上身。目前他的实力还很弱小，自当以狗为主。再次来到外食堂，李婉柔还是那副慵懒模样，这次穿的白色丝裙，一双洁白的玉腿若隐若现，高耸的山峰快要撑爆胸前的衣襟。他不禁在心中和柳如烟对比起来，除了屁股没有柳如烟大，其他每一方面都是碾压。突然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很好看吗？还行。
沈墨下意识说出口，就开始后悔了。只见整个灵方阁空气都变得寒冷下来，他咽了咽口水，赶忙从储物袋掏出2颗完美聚气丹，想要以此转移话题。李长老，我来卖丹药。果然，李婉柔看到2颗完美丹药，瞬间卸下了杀意。他伸出纤手轻轻一招，2颗丹药自动落入其手中，又是完美。一番检查后，他忍不住看向沈墨，眼中充满了好奇，还有些许期待。你炼的？凑巧，可能是上次李长老给我的草药比较好的缘故吧。沈墨躬身回答道：这是你自己的能力，与我无关。李婉柔对于他的彩虹屁根本不感冒，冷声道：还是老规矩，1颗2000下品灵石。你这次要灵石还是要草药？那个，李长老，这里有没有单方卖？沈墨搓了搓手，询问道。李婉柔眯了眯眼，沉声道：既然你聚气丹的完美率这么高，何不一心就放在这上面？要是你能达到50%的完美率，估计宗主都会出面替你续命。你本就是5行灵根，悟性极差，还想要新丹方，你的寿命够你领悟吗？面对李婉柔的好心提醒，沈墨不敢反驳，只好解释道：我就是想看看其他丹方，触类旁通，增加下聚气丹的完美率。随你。李婉柔不再劝阻，毕竟沈墨与他非亲非故，只是看在短时间又炼制出2枚完美聚气丹的份上，这才出言提醒，既然对方不领情，一心找死，那就随他去吧。这是外侍堂所有丹方。李婉柔一挥手，几个木盒飞出，木盒上分别布下了简单的禁制。沈墨伸手就要去拿，被李婉柔一巴掌拍在手上，他痛呼一声收回手，发现整只手掌都红肿起来。马德，这是在报私仇啊！但他不敢表现愤怒，只能表现得一脸委屈。见沈墨吃瘪，李婉柔心情顿时大好，轻笑道：宗门规矩，只有购买才能查看里面的内容，可我也不知道这丹方是什么呀。沈墨反驳道：这木盒上不是写了字吗？难道你不识字？闻言，沈墨尴尬地挠了挠头，他自然认得这上面的文字，可这10几年他只接触过聚气丹，对其他丹方一无所知。见面前的小老头露出如此憨态可掬的模样，李婉柔难得展眼一笑。素金丹提高自身体内的金灵根对金属性感悟提升，售价2000下品灵石。万木丹提高化瘀丹，能少量减少体内丹毒，售价2万下品灵石。龙虎丹少量增加体内灵气，是聚气丹的升级版，售价1万下品灵石。5行丹方自动被他排除，本来就是5行灵根了，再吃这类丹药，是嫌自己的天赋还不够差吗？化瘀丹自然也排除，他所炼丹药都是完美，不存在单独一说。沈墨将目光落在了龙虎丹丹方上，但售价1万下品灵石，也不是他如今能够买得起的。略一思索，他轻轻叹了口气：李长老，劳烦将4000下品灵石换作聚气丹所需的药材吧。话音刚落，李婉柔就将药材递到了他身前，似乎早就准备好了。一共30株灵心草，10株蛇眼果，够开10炉了。沈墨收下药材，拜别后直接离开了外侍堂。李婉柔看着沈墨离去的背影，陷入沉思。上次给了他5炉的药材，居然出了2枚完美丹药，这效率已经远远比炼丹峰上的那群弟子强了。难道他真是个炼丹天才，还是运气使然？想到此，他晃了晃脑袋，看来自己的伤势是真的加重了。一个5行灵根，再天才又如何，还不是只能止步筑基。沈墨刚回到房间，就听到外面传来一声大喝：沈墨，你给我出来！这声音有些熟悉。沈墨将丹炉收好，打开了房门，只见楚萧然和柳如烟正站在屋外。沈墨，听小烟说你时日无多了。楚萧然打量着沈墨，疑惑道。看见来人，沈墨眯起了双眼。楚萧然正是当年将他和柳如烟带到青山宗的大恩人，也是柳如烟如今的道侣，炼气9重的修士。嗨，应该还能活个1年半载。沈墨低下头，不想让对方看清自己如今的状态。哼，既然都要死了，那抓紧多炼几炉聚气丹，外门大比即将开始，我急着使用。楚萧然根本不和沈墨客气，在他眼中，沈墨不过是一个炼丹工具人罢了。柳如烟站在原地，低着头默不作声，既不敢看楚萧然，也不敢看沈墨。半个月以来，楚萧然曾多次催他去找沈墨拿药，但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推脱。虽说沈墨第2次给他的感觉已经明显超过了楚萧然，但介于2人这种身份，一旦暴露，迎接他的便是无尽的骂名，还有楚萧然的击杀。堂堂炼气境9重的修士被戴了绿毛，那后果不堪想象。楚前辈，我也想练，可是上次炼丹嫂嫂也看见了，丹炉没了，药材也没了。沈墨躬身回答。哼，我自然是听小烟说了，特意去炼气峰帮你炼制了一尊丹炉。楚萧然似乎知道沈墨会如此开口，
随即从储物袋取出一个崭新的棕色丹炉，扔到他面前。药材也给你备好了。说着，又是扔出一堆药材。他嘴角勾起，眼神戏谑，看你还能用什么方法搪塞。沈墨看见这些东西，顿时眼前一亮。大好人呀，多谢楚前辈，我这就开始炼丹。他躬身一拜，表现得极为谦逊。楚萧然看到这一幕，心中的戒备放下了许多。沈墨还是那个沈墨，大傻子一个。换做寻常人来，寿命都快没了，还被强迫炼丹，肯定会发飙。需要多久？1-2个月吧。沈墨回答道。楚萧然眉头皱起，当即反驳，不行，太长了。可是，没什么可是的。楚萧然直接拒绝，转头看向柳如烟，轻声道：小烟，这段时间你就不用回去了，留下来好好照顾小莫。什么啊？楚萧然眉头皱起，有些不悦。小烟啊，不是我说你，这可是你师弟，他都这样了，照顾一下怎么了？不是，夫君，你听我说。柳如烟抬起头，满脸慌乱，但话到了嘴边，却又不知如何开口。难道告诉楚萧然，他和沈墨睡觉了？他可不信楚萧然会这么大度，乐意分享。你想说什么？面对楚萧然的询问，柳如烟摇摇头，没有，我是担心我不在的日子，夫君寂寞。小烟，你的心意我已知晓，但我辈修仙之人，只要境界提高，寿元悠久，短短几十天罢了。楚萧然心间一暖，轻轻握住柳如烟的小手，当着沈墨秀起恩爱。那好吧，我回去拿几套衣服。柳如烟轻声一叹，不敢直视楚萧然，但他内心却有些小窃喜，又不是出去游山玩水，还拿什么衣服？楚萧然开口道。说罢，他转头看向沈墨，给了对方一个极其鼓励的眼神。小墨啊，你好好干，事成之后，我一定会替你想办法续命。多谢楚前辈，我一定好好干，定当不辜负师姐和楚前辈。沈墨赶紧拱手抱拳，只不过把甘字说得极重，楚萧然没听明白话里的意思，可柳如烟却是清楚得很，他的小脸一下子就红了起来。楚萧然也没在意，见沈墨答应，他也没了心情再留下来继续寒暄。直到楚萧然走远，沈墨这才转身走进屋内。师姐，你还站着干嘛？快进来帮忙呀！来了。柳如烟嘴上回应，刚一进门就被沈墨强压到门上。撕了！别，我没带衣服。柳如烟被吓了一跳，赶忙伸手阻止。穿我的，等晚上吧，现在先炼丹，我怕他突然回来。炼丹不急，先把我身上的毒解了。楚萧然回到居所，总感觉有些心神不宁，但又找不出源头。难道是长期吃沈墨炼制的丹药的原因？他知道沈墨所炼丹药并非上乘，但也没办法，他也不过是个金火双灵根，能走到如今炼气9重，沈墨占了很大一部分功劳。区单独，等我这次外门大比进入前时，就能获得筑基丹，突破到筑基。到那时，借助天地灵气洗礼，肯定能将体内的丹淤冲洗得七七八八。楚萧然摇了摇头，心中有些忧虑起沈墨的身体，倒不是怕沈墨突然死了，而是想他在临死前将丹药炼制出来。有烟儿在那悉心照料，想来应该不会那么容易死。想到此，楚萧然压制下心中的那股不安，打坐入定。羁绊值加50，柳如烟好感度加70。整整3天过去，沈墨脸色苍白，望了眼躺在床上熟睡的柳如烟，他不敢耽搁，赶紧坐下调息。又过了半个时辰，身上的力气有所恢复，他这才将丹炉取出，准备炼药。柳如烟是炼气7重，而他只是炼气5重，想用武力让他神不知鬼不觉昏迷，明显是不太可能。没办法，为了自己的秘密不暴露，沈墨只能出此下策。缓了缓心神，他将药材一一投入炼丹炉。没过多久，房间中就飘起了香味，这可把沈墨吓了一跳。他赶忙回头查看，发现柳如烟只是秀眉微蹙，没有要醒来的意思，这才放下心来。不出意外，这一炉并未暴击，只有5粒完美聚气丹，但他并不在意，继续投身炼丹事业。一夜过去，沈墨眼睛充血，总算是炼制的差不多了，还剩下一些劣质药材，足够给楚萧然炼制一炉，他这才松了口气。看着手中整整35颗完美聚气丹，他顿时精神起来，再次确定柳如烟没有苏醒。沈墨留下5颗，将剩余30颗完美聚气丹尽皆吞入腹中。霎时间，一股庞大的灵力在小腹蔓延，流经4肢归入丹田，再从5官飘出。这次服用的太多，导致灵气太足，凡是有孔的地方都在冒烟，不知道的还以为得道成仙了。看着满屋子的灵气，沈墨无动于衷，还能怎么办呢？总不能用嘴吸回来吧。姓名沈墨，性别雄性，年龄31、47，
体质武系杂灵根，境界炼气6重，神通5，丹方聚气丹 16%， 羁绊值50，可通过苦修获得。将注意力转移到系统面板上，沈墨心情瞬间大好，境界提高了1重，还增加了5年寿命，浑身上下的疲惫更是一扫而空。好香。柳如烟睫毛轻颤，缓缓睁开了双眼。小墨，你炼丹了？沈墨立刻摇头否认，没有，师姐，经过你昨晚的指导，我突破了。柳如烟微微一愣，反应过来后，俏脸瞬间变得通红。她别过头，轻啐一口，老不正经。沈墨顿时来了兴趣，他径直走到床边，将柳如烟压下。你干什么？现在是白天。由于沈墨境界提高的原因，脸上的皱纹不似之前那么松垮，仔细端详，反倒是有点返老还童的感觉。柳如烟也不再如之前那般厌恶。昨天不也是白天吗？沈墨掀开被子，顿时房间内春光乍现。先炼丹，没事，流程都一样。整整1个月过去，沈墨的日常便是吃饭、睡觉、睡觉、睡觉。期间，楚萧然来过一次，得知沈墨将药材用得七七八八，原本有些生气，但见到沈墨拿出一颗成色不错的聚灵丹后，又心满意足地离开。临走，还特意嘱托柳如烟一定要好生照顾沈墨。柳如烟满脸潮红的答应。楚萧然不以为意，只当是照顾沈墨这个废物太累了。又过了1个月，柳如烟的好感度都被沈墨刷到了90，系统的羁绊值也突破200，是时候去灵方阁换取龙虎丹了。在和柳如烟告别后，沈墨来到了灵方阁。李婉柔这次并没有在躺椅上打盹，看见沈墨到来，她眼中闪过一丝惊喜。李长老，我想要换取龙虎丹。你突破了。李婉柔注意到沈墨的境界，吃惊道。这几个月来，一共和沈墨见了3次面，每次见面境界都不一样。起初他还没在意，毕竟炼气期突破快很正常，有些天骄甚至可以1日数境，但沈墨不一样，他是极品废灵根，这突破效率已经快赶上天灵根了，可能是死亡的威胁吧。沈墨拱手搬出之前想好的说辞。李长老有所不知，前段时间我炼丹出了意外，丹炉爆炸，受了重伤，导致寿元无多。李婉柔点点头，表示理解。绝境中突破，在这方修仙界早已被当作了共识。一些寿元无多的大能，为了逼自己一把，甚至会独自闯入某些绝地，为的就是能在九死一生中找到突破的可能。龙虎丹丹方可是要1万灵石，你凑齐了吗？沈墨尴尬挠挠头，笑道：李长老，你也知道我是外门弟子，哪有那么多灵石，我还是打算以物换物。说着，他从储物袋拿出5枚完美聚气丹当丹要摆到柜台上。李婉柔眉头深深蹙起，不是运气，1次2次也就算了，这都第3次了，你能100%炼制出完美丹药？李婉柔刚一开口，便察觉到这个问题有些无知，看来自己的伤势真的加重了。这世间哪有人能保证100%成功率？就算那些8阶甚至9阶的炼丹宗师来炼制聚气丹，也不敢保证100%能出。李长老，您是在开玩笑吗？沈墨心中咯噔一声，立刻回答道。李婉柔俏脸微红，连忙别过头。沈墨看到这一幕，眼睛都直了。没想到青山宗外门3大美人之一的冰山美人居然会露出这副表情。察觉到沈墨的目光，他赶忙转过头，脸上再度恢复冰冷。5颗完美聚气丹，刚好1万下品灵石。这是龙虎丹丹方，你收好。检测到新丹方，是否花费羁绊值领悟？领悟。检测到龙虎丹丹方内容有误，花费50羁绊值以修正领悟。听到系统传来的提示音，沈墨立刻查看起龙虎丹配方。原版的配方是灵心草8株，何首乌2株，而系统更改后变成了灵心草6株，凝血草3株。在他印象中，何首乌可不便宜，好像是1000下品灵石1株，而凝血草就便宜多了，只需要100下品灵石，其中差这么多。这狗屎的丹方是哪个鳖孙写的？沈墨不禁暗自吐槽。还有什么事吗？那个，沈墨搓了搓手，有些不好意思道，能不能赊一点灵草呀？听到这话，李婉柔冷笑道，你当灵方阁是做慈善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沈墨道歉，转身便要离开。等等，可刚转身，李婉柔的声音再次传来。沈墨回过头，只见一个小号的储物袋向他飞来，他慌忙接住，仔细一看，里面居然放了24株灵心草和6株何首乌，这些算我借你的，够你炼制3炉了。啊！沈墨大脑宕机，他也只是试试，根本就没打算能从灵方阁这里白嫖到资源。
原本打算回去找柳如烟去处萧然那吹耳旁风呢，如今看来是不需要了。啊，什么啊？一共8400下品灵石，半年内还我。不是，多谢李长老。沈墨立刻躬身道谢。行了，快回去炼丹吧。李婉柔摆了摆手，她也不知为何突然就大发善心了。也许是沈墨带给她的惊喜太足，又或是伤势太重，病急乱投医。龙虎丹不比聚气丹，虽说都是一阶丹药，但炼制难度、操作手法已经接近2阶丹药了。现在想想，他感到有些后悔。你怎么还不走？李婉柔见沈墨还站在原地，心中不免有些烦躁，冷声道：那个。沈墨有些尴尬，索性将头埋下，我还想要12株凝血草。我虽然不炼丹，但龙虎丹根本用不着凝血草。你真把我当傻子了。李婉柔眼中含怒，要不是青山宗有明文规定，她真想好好收拾一下沈墨。不是，李长老误会了，我不只炼龙虎丹，还有其他丹药。沈墨赶忙解释，他可不敢说这龙虎丹丹方写错了，只好用其他借口搪塞。李婉柔美眸眯起，目光直视沈墨。沈墨抬起头，两人就这么对视着。良久，李婉柔轻声叹了口气，素手一抬，12株凝血草飞出。贪多嚼不烂，专注炼一种丹药才是正途。多谢李长老，弟子明白。沈墨接过灵草，转身快步离开灵房阁，生怕他后悔。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李婉柔目光深邃，自己的伤真不能拖了，居然会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武灵根身上。也罢，不过就几千灵石，失败就失败吧。想到此，他心中舒服了许多。另一边，沈墨马不停蹄地赶回到住所，按照系统配比，将一株猪灵草投入丹炉中。1个时辰过去，不出所料，龙虎丹成了。首次炼制，必定暴击。整整4枚完美龙虎丹，他当即便吞下1颗，丹药入体，瞬间化作一股粘稠的灵液，在他体内四处乱窜。啊，好爽！沈墨忍不住叫出了声。可惜这种状态只持续了1分钟，灵液便化作灵气从他体内排出健壮。他立刻将3颗龙虎丹全吞下。3分钟过后，一道强横的力量从沈墨身上散发出来，房间中的家具都被吹得东倒西歪。他陡然睁开眼，眼神变得锐利。炼气7重，不愧是完美龙虎丹，一丹顶10丹。在他的设想中，还需要吞服大量完美聚气丹才能突破。没想到仅用了4颗龙虎丹就突破了。又是1个月过去，这段时间柳如烟悄悄来了几次，两人互相深入交流后，得知楚萧然闭关了，据说是丹药吃多了，需要闭关清除。柳如烟的好感也在他精心呵护下达到了98%，距离满值所差不远。沈墨依旧是炼气7重，但在吞服了3颗龙虎丹后，距离8重已然不远。时间到了，该去见见李婉柔这个美人了。李长老，好久不见。看着一身红裙的李婉柔，沈墨眼前一亮，秀色可餐，果然不是假的。每次见到她，沈墨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并不是单纯的想睡觉，可能是李婉柔太美所致吧。突然被吵醒，他扭了扭纤细的腰肢，睁开了惺忪睡眼。是你啊，这才过去1个月，来还钱了吗？沈墨赶紧从他那饱满的胸脯挪开双眼，不知这颗丹药能换多少灵石呢？原本还充满睡意的李婉柔看到他地上的丹药，瞬间清醒。这丹药，他一把将丹药夺了过来，仔细查看。没错，的确是完美龙虎丹。李婉柔神色突然变得郑重起来。你用了多少炉才炼制出来？我找师姐借了些灵草，大概10几炉吧。沈墨赶紧撒谎道。李婉柔点点头，他知道沈墨口中的师姐是柳如烟，10几炉出1颗完美丹药，也算炼丹天才了。可惜你是个武灵根，不然宗门肯定大力培养你。李长老说笑了。沈墨谦虚道，我这辈子要是能突破到筑基，就算是烧高香了。听到沈墨的话，李婉柔这才将注意力放在他身上。你又突破了。寿元无多，没办法呀，吃了些龙虎丹，这才侥幸又突破了1层。沈墨张口就来，声音中充满了无奈。听完他的解释，李婉柔神色恢复如常。龙虎丹虽好，但还是要少吃点，别到时候境界没能突破，先被丹毒给毒死了。多谢李长老关心，我会注意的。李婉柔将丹药收起，轻声道：完美龙虎丹价值2万灵石，还了我的灵石后，剩下1万1，还是换成灵草。我感觉宗门发放的基础隐气诀有些不适合我，不知还有没有其他隐气诀？沈墨开口道：当然不适合你，那本隐气诀是适合单灵根和双灵根的。李婉柔白了沈墨一眼，继续说道：你可知为何武灵根修行缓慢？沈墨立刻摇头，原因很简单，武灵根顾名思义就是对金木水火土这5行元素都能亲和。
但也正因为如此，导致所吸纳的灵气会均衡分配到5种灵根上。同样的境界，5灵根所需要的灵气是单灵根的5倍。前面炼气期可能还看不出差距，但越往后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可能单灵根修士达到元阴境了，5灵根修士还在炼气和筑基徘徊。我说这么多，你懂了？沈墨赶紧点头，询问道：“那肯定有适合5灵根的功法吧？”李婉柔摇摇头，叹了一口气：“看来你还是没懂。我的意思是让你专心丹道一途，别想着修行了。”沈墨，李婉柔一脸恨铁不成钢道：“将丹道走到极致，未必不能正道长生。你没听说过很正常，大道万千，并不是只有修行一途才是最正确的。有些地只能结出西瓜，就莫要强求它能长出玉米。杂交可以。”沈墨小声嘟囔道：“我是说，我知道了。”沈墨立刻改口：“专注炼丹吧，我相信你能在有生之年达到2阶炼丹师。”李婉柔招手，按照沈墨的要求，将何首乌换成了凝心草。拿到灵草后，沈墨直接拜别离开。就在他前脚离开，后脚便迎来了一位女子。她容貌绝美，肤色如雪，一头长发随意披散在身后，一身白色纱裙拖在地上，将纤细白嫩的小腿完美隐藏。胸脯鼓起，规模或许不及李婉柔，但也算得上是大气磅礴。李长老，不知这个月外市堂有没有龙虎丹售卖呢？姬夜雪轻声开口，宛如一只百灵鸟，煞是好听。见到来人，李婉柔收起笑容：“有是有，不过价格有些高。”“价格就不劳李长老操心了，劳烦给我来几颗。”姬夜雪笑道。李婉柔轻哼一声，似乎有些不满他的态度：“不就是外门排名第2吗？牛什么牛？自己当初还是以外门第1的身份进入的内门呢。”想到此，他将沈墨刚给的完美龙虎丹拿出，又拿了5颗存货。这没2万，其他的2000，这么贵？听到价格，李婉柔不禁倒吸了口凉气。什么丹药这么贵？难道里面镶钻了？还是炼丹峰那群弟子又缺灵石了？一枚龙虎丹也就值个1000左右灵石，品质好点能卖到2000，可那枚丹药看面相明显不值2万。不买就算了，宗门定价，我无权修改。李婉柔冷声道。换做别人，他肯定会解释一番，为何卖这么贵，因为那颗是完美丹药。但鉴于姬夜雪的态度，他选择沉默，这样既没有违反宗门规矩，又出了口气。察觉到李婉柔面色不善，姬夜雪这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肯定是自己刚才说话的语气得罪了他，这才导致价格被翻了倍。自己是外门第2不假，可眼前这大佬可是宗门长老，以后自己升入内门，肯定还会经常打交道。想到此，姬夜雪一咬牙，决定顺了李婉柔的意，算是赔罪。我买，这6颗丹药我全要了，这是灵石，劳烦李长老点点。说着，他抛出一个储物袋，将龙虎丹收下。李婉柔任由储物袋落在柜台上，活了这么久，他岂能看不出姬夜雪的意思？心中不免失笑。等你知道这枚丹药的好处，就不会是这态度了。姬夜雪拿到丹药，不再逗留，躬身行礼后，迅速离开了外食堂。没过多久，又一名女子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看见来人，李婉柔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一丝笑容，倒不是和这女子熟悉，而是眼前这名女子几乎是隔3差5都要来外食堂。前段时间，江林无意间在这买到了沈墨售卖的完美聚气丹，在尝到甜头后，他便跟风了一样，天天蹲守在此。李长老好，不知今天有完美聚气丹卖吗？江林拍了拍高耸的胸脯，将气捋顺后，躬身道。李婉柔摇摇头，开口道：“没有，这可怎么办啊？”江林急得直跺脚。既然你这么着急，我直接告诉你炼丹之人吧。可以吗？听到这个消息，江林都愣了半拍。有什么不可以？外食堂又没有明文规定要给售卖之人保密。可是，江林低下头，犹豫片刻，开口道：“我听说灵丹峰那群弟子贪得无厌，再加上是上门求要，所以价格肯定会超出原有的价值。我只是外门弟子，就算是买，估计也买不了几颗。”江林一下子说出了心中的担忧。面对他的坦率，李婉柔在心中给他加分不少。这种性格深得他喜欢，比那个骄傲自负的姬夜雪要强太多了。这点你无需担心，他不是灵丹峰之人，就住在外门。真的？江林眼睛都亮了几分。那是自然，他便是外门弟子沈墨。沈墨，听到这个名字，江林略一思索，便想了起来。毕竟沈墨的大名在这外门可是如雷贯耳。是他呀，他不是武灵根吗？江林明显有些不信，他曾经可是见到过柳如烟手中的丹药，黑不溜秋，一看便知道不是什么好成色。武灵根又如何？
炼丹一道不比修行，一朝开悟也不是不可能。再说了，我还能骗你？听见江林看不起沈墨，李婉柔下意识出声维护道：“不是，弟子知错了。”江林赶忙躬身抱拳道歉。见到他慌乱的模样，李婉柔扑哧一笑，一扫心中的不快：“你又没做错什么，道什么歉？有所怀疑很正常，就连我当时也怀疑过。多谢李长老告知，我明天再来。”江林抱拳道：“李婉柔有些疑惑：“你不去寻他？沈道友既然没出现在外事堂，想必是在专心炼丹吧？这样冒昧前去打扰，我怕打扰到沈道友，再等几天看看吧。”江林再度躬身行礼，一溜烟跑没了人影。见到这一幕，李婉柔莞尔一笑，真是个急性子，还打算告知他沈墨刚来过，肯定没在炼丹呢。算了，明天再给他说吧。他重新躺回摇椅，喃喃自语。之所以会告诉江林沈墨的身份，一方面是江林这女孩挺讨人喜欢，另一方面是想将沈墨的名气打出去，让其他弟子上门求药，那样沈墨就没有时间专心在修炼一途，能更好的沉浸在炼丹世界中。这也是他的一点私心，让沈墨早点突破到2阶炼丹师，他的伤势才有一丝机会能够得到治愈。另一边，姬夜雪回到住处，看着身前的6颗丹药，眼中隐隐有怒火升起。哼，不就是外门长老吗？我也是天灵根，将来未必不能成为长老，这个仇我就先记下了。说着，他捻起一枚龙虎丹吞了下去。丹药入体，他赶忙催动引气诀修炼。不多时，姬夜雪睁开美眸，眼中怒气更多了。呸，果然是劣质丹药，可惜大比时间不多了，虽然以我的实力进入前3都没问题，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得再提高一些才行。想到此，他又拿起1颗丹药吞下。接连往复2天过去，再消化了5颗普通龙虎丹，姬夜雪的境界来到炼气8重巅峰，距离炼气9重只差临门一脚。他每吃1颗，心里就忍不住对李婉柔怒骂一声：“希望你不要太让我失望，否则这笔账我跟你没完。”姬夜雪拿起最后1颗龙虎丹，一口吞下。丹药刚一入体，他就发现不对劲了。啊，这感觉太舒服了！他忍不住惊呼出声。不同于沈墨暴力吸收丹药，他赶紧屏气凝神，运转功法。又过了2日，外事堂，姬夜雪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李长老，请问那种丹药还有吗？他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了周围人的围观。这不是姬师姐吗？哇，居然是真的活的姬师姐！我来青山宗这么些年，还是第一次见到活人。不是马上就要大比了吗？他还有时间来外事堂？哼，咱们姬师姐早已锁定了前3，就算这2个月不修行又如何？姬夜雪并不理会旁人，目光灼灼地盯着李婉柔。看见她这副模样，李婉柔心中感到痛快无比。什么丹药？就是前几天我来买的龙虎丹。哦，龙虎丹呀，还有。话落，李婉柔掏出了几颗龙虎丹摆在柜台上。姬夜雪看见丹药，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她知道李婉柔这是还在生气，但一想到要是能得到更多完美龙虎丹，或许大比第一也可以争上一争。她立刻换上笑脸，诺诺道：“李长老，之前是我不懂事，还请莫要与我一般见识。”李婉柔摇了摇头：“我这真没有你所需要的那种丹药。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炼制丹药的人是谁。”原本姬夜雪都打算发飙了，可听到李婉柔后面一句话，她瞬间又变了脸色，一张脸同时变换2种颜色，差点都把李婉柔逗笑了。还请李长老指点，日后必将厚报。姬夜雪将腰弯成90，十分诚恳道：“罢了，起来吧。”李婉柔不再卖关子，开口道：“是外门弟子沈墨。”沈墨，听到这个名字，姬夜雪微微一愣，使劲在脑海中翻找这个名字的记忆。隔了片刻，她终于想了起来，那个柳如烟的舔狗，是那个老头。她有些不敢确定，试探性问道：“如果我记得不错，沈墨好像才30左右，你这样称呼他，小心人家不给你炼丹。”李婉柔轻笑道：“真的是他。”姬夜雪收起震惊，朝李婉柔躬身告辞。沈墨回到住所后，便马不停蹄地开始炼制丹药。接连几天过去，保留4颗龙虎丹，将剩下的10几颗吞服后，要不是期间还要分出一部分药材来精心为柳如烟炼制丹药，他的实力肯定还能往上走一走。就在这时，房门被敲响。沈墨微微一愣：“啥情况？柳如烟不是刚走吗？难道还没满足？”房门打开，并不是柳如烟。姬夜雪头挽银簪，乌发披肩，未施粉黛，却素叶生光，一身白色道袍将玲珑曲线紧紧包裹。姓名：姬夜雪，性别：雌性，
年龄29150，体质水灵根，境界炼气9重，好感度负10。看着面前浮现出的面板，沈墨有些疑惑。姬夜雪，外门3美之一，可是自己和他从未有过任何交集啊，怎么这个时候找上门了？难道是柳如烟把自己的英勇战绩炫耀出去了？那也不对吧，青山宗毕竟是正道宗门，况且柳如烟还有道侣，不可能会宣扬此事。那么他来这是干什么的？见到沈墨面露痴呆，姬夜雪心生傲气，不由得挺直了胸脯，朱唇轻启道：沈师弟就是这般待客之道，不请我进去坐坐？沈墨没有回答，依旧思考着脑海中的问题。沈师弟，姬夜雪试探提醒道：哦，师姐里面请。伸手不打笑脸人，既然对方一直示好，沈墨也只好伸出手邀请他进门。进入房间，看着屋内简陋的设施，姬夜雪俏眉忍不住轻轻皱起，眼中露出一丝嫌弃。他不等沈墨开口，径直走到桌前坐下。嘎吱，刚一坐下，凳子就传来脆弱的声音。低头一看，才发现凳子竟是被一根绳子缠绕捆住。再往旁边一看，桌子也是如此。沈墨身为炼丹师，日子过得这么拮据吗？吓得姬夜雪立刻蹦起身，生怕一个不稳摔倒。殊不知这些桌椅板凳全是他和柳如烟的杰作。嗨嗨，姬师姐找我所谓何事？沈墨尴尬道。姬夜雪看向沈墨，将眼中的嫌弃尽数收回，美眸弯起，展颜笑道：沈师弟，可否替师姐炼制几颗丹药？可以是可以，不过师姐应该也听说过，我炼制的丹药10颗有9颗都是残次品，剩下1颗也仅仅是刚好成丹。沈墨没有明着拒绝，转移话题道：沈师弟这就说笑了，那枚完美龙虎丹的药效我可是亲身体会过，不然也不会上门求药啊。姬夜雪见沈墨拒绝，笑得更加灿烂，还主动拿起桌上的茶壶替沈墨斟满一杯。这要是放在从前，那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但眼下有求于人，他只能将姿态放低。沈师弟，别站着了，来喝茶。面对如此盛情，沈墨双眼微眯，思绪飘远。看来是李婉柔泄密了，还好自己当初留了一手，每次就只拿1-2颗出门。但转念一想，他便弄清了李婉柔的意图，想让自己早点晋升2阶炼丹师，这样一来，免去中间商赚差价，自己或许还能大赚一笔。看来他的时间不多了。之前沈墨就注意到，李婉柔身为极品火灵根，居然只有筑基圆满，又是一名长老，这太不符合情理了。要知道，青山宗只有达到金丹境才有资格成为长老，再结合之前李婉柔表现出来的种种嗜睡，对2阶炼丹师上心，他一定是受了重伤。沈师弟，见沈墨一直站在原地，姬夜雪脸上露出一丝不悦，催促道：哦。沈墨回过神，走到桌边一屁股坐下，将茶水一饮而尽。姬师姐，你刚说啥？听到沈墨心不在焉的询问，姬夜雪笑脸一僵，合着他刚才说的话，对方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她可是滇州姬家的掌上明珠，就算在青山宗外门也是天之娇女，平常别的弟子见到她都是笑脸相迎，恨不得给她舔脚，但沈墨却给了她一个下马威。他何时被人如此轻视过？但一想到只有沈墨这个老东西可以炼制出无丹毒的完美龙虎丹，随即又压下心中怒火，脸上重新挤出笑容道：师弟，我是说能否替师姐炼制几枚完美龙虎丹？没问题。理清思绪后，沈墨直接一口答应。有钱不赚不是傻子行为吗？不知姬师姐想要几颗？2颗，没问题。5颗，没问题。10颗，当然没问题。见沈墨答应得如此痛快，姬夜雪脸都笑开了花。这老不死的刚才肯定是走神了，果然自己的魅力还是一如既往。交易达成，姬夜雪不再逗留，转身便要离去。等等，姬夜雪转过头，只见沈墨伸出一只手，满脸期待。他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疑惑道：师弟这是干嘛？灵石呀。沈墨直言不讳道：1颗完美龙虎丹售价2万灵石，10颗售价20万，师姐也可以用药材抵换。1炉完美龙虎丹所需灵心草8株，何首乌2株，大概10炉能出1枚完美龙虎丹。再考虑到炼药途中的损耗，师姐估计要准备120炉的药材。听完沈墨的解释，姬夜雪人傻了。我没灵石。师姐是在寻我开心？沈墨愣了半秒，笑道：给我炼丹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分，还好意思找我要灵石？姬夜雪恢复生人勿近的姿态，抬高眼眸俯视着沈墨。只要给我炼出丹药，我便在宗门内宣称你是我干弟弟，如何？以我的名气，其他人肯定不会再敢对你有任何非分之想。沈墨收回手，算是听明白了。合着
姬夜雪是想白嫖呀？你那香灵石了？姬夜雪微微一愣，顺着沈墨的目光看去，瞬间反应过来，房间内突然升腾起冷冽的杀意。念你是炼丹师，我饶你一命，下次再敢污言秽语，信不信我直接杀了你？不信，有种你杀我！沈墨梗着脖子笑道：开什么玩笑，当他是被吓大的。青山宗的规矩他比谁都清楚，他不信对方敢出手，就算出手，现在自己也是炼气7重，跟对方也差不了多少。姬夜雪美眸蕴含杀机，冷声道：哼，你确定不给我炼制？你把下面的灵石取来给我，我考虑一番。砰！面对沈墨的调侃，姬夜雪忍无可忍，直接一掌隔空拍碎了座椅。做完这一切，他转身直接离开房间，刚出去就迎面撞上了前来求药的江灵。江师妹，你也是来求药的？同为3美之一，姬夜雪自然是认得江灵。姬师姐，你也在这啊？姬夜雪没有正面回答，冷笑一声，开口道：回去吧，这老东西不会给你练的。多谢师姐提醒，我还想试试。面对姬夜雪的好心提醒，江灵并没有放弃。他不比姬夜雪，没有强大的背景，也没有极高的天赋。如果能攀上沈墨，是他这辈子仅有的希望。就算是千难万险，他也要试一试。你这是什么意思？师姐还能害你不成？先是在沈墨那吃瘪，如今一个炼气7重的师妹也敢反驳。姬夜雪立刻来了脾气：吵什么吵？这可不是你姬大小姐的住所。就在这时，沈墨的声音从房间传出，只见他面带笑容，缓缓走出了房间。江灵率先反应过来，朝着沈墨就是深深一拜：在下江灵，见过沈前辈。今天是什么日子？外门3美齐聚一窝。沈墨看到江灵，眼睛都直了。姓名：江灵，性别：雌性，年龄30150，体质：水木灵根，境界：炼气7重，好感度0。不过15灵根的废物，你居然称呼他为前辈？江灵，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姬夜雪瞧见江灵这副态度，当即不乐意了。他们可是外门3美，有容俱荣，这不是在打他的脸吗？我自有考量，无需师姐关心。江灵抬起头，毫不客气回怼道：况且修仙界达者为尊，沈墨能够炼制完美丹药，我称呼一声前辈并不丢分。沈墨炼制完美丹药的成功率远比其他人要高太多，别人不知道，他天天蹲守在灵阁坊可是一清二楚。再结合沈墨和姬夜雪前后的态度，便意识到二人肯定是发生了矛盾，他的机会也就来了。哼！姬夜雪眼中杀意涌现，抬起手指着江灵，怒道：你如此这般作践，对得起咱们3美的名头吗？3美？呵！江灵摇摇头，回怼道：没想到姬师姐居然如此注重虚名。听到这话，姬夜雪被气得够呛，饱满的胸脯止不住上下起伏。好了，要吵换个地方，别打扰我清静。沈墨乐子看够了，立刻开口道：江师姐是吧？进来我给你炼丹，不要你任何东西。沈墨你……听到沈墨这么轻易就答应，还不收取费用，姬夜雪心态顿时炸了。沈墨懒得再看，转身走进了房间。江灵回过头，不忘补刀笑道：师姐，那我就先进去了。说罢，不等姬夜雪回应，他赶紧跟上沈墨的步伐。好。姬夜雪脸上表情快速变化，一双素手捏得咯咯作响。别让我在大比上碰见你们2个狗男女。房间内，江灵手指缠绕在一起，安静站在门口，等待沈墨开口。他知道沈墨刚才只是想要气一下姬夜雪，不可能会免费赠送丹药的。沈墨见状，不由得轻笑一声，指着一旁的椅子柔声道：江师姐不必拘束，坐。好。江灵点头，缓缓来到桌边坐下。不知江师姐想要几颗？10颗，可以吗？刚一开口，他就发现沈墨的脸色变了，慌忙改口道：沈前辈要是嫌多，5颗也行。说着，他拿出储物袋翻找起来。不多时，整整9000颗灵石摆到了桌子上。江灵看了沈墨一眼，有些尴尬道：还是4颗聚气丹吧，多余1000灵石就当给您的辛苦费。聚气丹？沈墨微微一愣，之所以刚才面露不悦，还以为江灵和姬夜雪一样，张口就要10颗龙虎丹呢。搞半天是聚气丹，他都准备好开队了。按照现在炼制聚气丹的手法，9000灵石的药材大概能炼出上百颗，稳赚不赔。前辈要是不愿，我下次再来。见沈墨半天没回复，江灵心中一凉，站起身来。等等，江灵抬头看向沈墨，有些疑惑，难道反悔了？为何你们这段时间会突然这么缺丹药？沈墨问出了心中的不解。这也太巧了，1个2个，
外加之前的楚萧然，最近丹药的需求量增加太多。沈前辈这些年一直沉迷炼丹，有所不知。江陵看了眼沈墨，脑海中组织了下语言，这才开口道：青山宗每10年有一次外门大比，恰好还有2月便开始了。只要能闯进前50，就能获得1枚筑基丹；闯进前10，直接升入内门，待遇提高不说，并且还可以选1名弟子跟随参加即将开放的真龙朝秘境中。本来以为炼气7重的实力进入前50的概率还是不小，但好巧不巧，撞上了50年一开的真龙朝秘境。见沈墨还是一脸疑惑，江陵停顿片刻，等他消化的差不多，继续开口道：真龙朝秘境含有大量稀世珍宝，但只允许炼气境进入，所以宗门内很多师兄弟放弃突破筑基，以炼气大圆满的境界来争夺这一造化。这也就导致我的炼气7重有些不够看了。怪不得呢。听完江陵的解释，沈墨瞬间明悟，笑道：这些灵石拿走吧。他将桌上的灵石推到江陵面前。江陵眼眸低垂，似有不甘，但又无可奈何。我说过会替你免费炼丹，给灵石不是在羞辱我吗？沈墨话锋一转，开口道。江陵闻言眼睛都亮了起来，立刻抬起头迎向他那双直勾勾的眸子，感激道：多谢沈前辈，多谢沈前辈。再有10颗完美聚气丹，他有把握能突破到炼气8重，到时候再拼上一拼，说不定真能进入到前50。不过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江师姐能否满足？沈墨抹擦着下巴，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江陵的娇躯，开口道：沈前辈请说，只要我能办到，一定办。江陵目光灼灼，丝毫没注意到他的眼神不对。你先坐，咱慢慢说。听到沈墨开口，江陵不敢反驳，立刻坐了下来。你也知道我碌碌无为这么多年，眼看大限将至。沈墨说着站起来，缓缓走到江陵身后，不知在临死前能否和江师姐到床上去深入了解下。啊！江陵千想万想，没想到沈墨会提出这种要求，他整个脑瓜子都是嗡嗡的。沈墨见状，眼前一亮，没有明着拒绝，那就是有戏。于是他继续开口道：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不只会炼制聚气丹，龙虎丹听说过没？刚才姬夜雪就是来求这种丹药。完美龙虎丹可不便宜，1颗的售价就是1万灵石，按照林芳阁的尿性，估计会卖到2万也不一定。而你只需要付出身子就可以轻松获得完美龙虎丹。江陵轻声念道：难怪以姬夜雪的身份背景都需要亲自前来求药，怪不得。可是一想到要付出自己的清白，他又犹豫了。你放心，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死后就没人知道这件事了。见江陵有所动摇，沈墨加大马力继续忽悠：有龙虎丹相助，你进入前50不是板上钉钉，拿到筑基丹，突破至筑基，甚至将来还有可能达到金丹之境，难道你不心动？金丹，江陵想都没敢想过。就在这时，沈墨的手轻轻落到了他袖肩上，他浑身一颤，如遭雷击，刚想爆发灵力反抗，但一想到沈墨的承诺，他犹豫了。就是这犹豫之际，一双大手穿过道袍滑落下去，江陵美眸睁大，不可置信地看着胸前的大手。不可以。哦，那我松手了。不，江陵脸蛋羞红，赶忙将头扭至一旁。他现在是骑虎难下，都已经这样了，不让沈墨继续，总感觉自己吃了很大的亏，但让沈墨继续，又感觉吃亏更大。一时间，他竟不知如何是好。沈墨见状，立刻反手将他抱起。1个时辰后，羁绊值加100，江陵好感度加20。沈墨眼前一亮，不愧是处女，一次顶柳如烟1个月的工作量了。江陵离开后，沈墨也是马不停蹄开始炼丹，一连炼制12炉，期间只暴击了1次，共产出26颗完美聚气丹。没有丝毫犹豫，他直接服下20颗。在庞大的灵力冲刷下，沈墨的境界再次达到新高度，炼气8重。果然，武灵根还是太废物了，越往后所需的灵力也就越高。尽管他已经全力催动引气诀，但还是依旧挡不住大片灵力流逝。不过这也无所谓，他别的不多，就是丹多。该去准备筑基的材料了。沈墨离开房间，朝林芳阁走去。距离筑基还有炼气9重和大圆满2个境界，但根据之前的灵力损耗，他可不认为1颗筑基丹就能突破。多准备点，有备无患。就算到时候没用上，拿出来卖也肯定能卖上好价钱。刚来到林芳阁，李婉柔眼中爆发金芒，强大的气息直接将沈墨笼罩。沈墨感觉呼吸一滞，赶忙开口道：李长老，劳烦收了神通，我有些吃不消。李婉柔眸光如鹰，直勾勾地打量着沈墨，并没有撤回威压。
炼气8重，被直接点破修为。沈墨尴尬一笑，这不死亡危机逼近吗？没办法，李婉柔可不信他的鬼话，1次2次也就罢了，这都炼气8重了，少说寿命也增加了几十年，还死亡危机，骗鬼呢。但他并没有拆穿，沈墨实力提高，对他而言有利无害。李婉柔收起灵力，展颜笑道：“说吧，这次又来换什么？”好美。沈墨下意识开口，听到这话，李婉柔笑容瞬间消失，冷声道：“调戏宗门长老，你是不知死字怎么写？”沈墨立刻反应过来，从储物袋拿出2颗完美龙虎丹放到柜台前。老规矩，见到丹药，他没再和沈墨一般见识。不，这2枚丹药是孝敬您的。李婉柔没有接受，反而饶有兴致地看向沈墨。这1年来，多亏了长老多加照拂，我才有机会苟住性命。前段时间我丹道有所突破，观察到长老似乎受了内伤，想着这龙虎丹应该能帮上忙。听到沈墨的解释，李婉柔心中一暖，脸色不再冰冷。你有心了，龙虎丹对我无用，收回去吧。你要是真想帮我，那就快点达到2阶炼丹师。话落，他素手一抬，价值2万的药材整齐落在柜台上。但沈墨不为所动，再次躬身道：“请李长老收起龙虎丹，不然我心难安。心难安，则道心受阻，无法全力冲刺2阶炼丹师。”沈墨现在说起谎来，草稿都不需要打。他今天来这的目的，就是为了赠送丹药，教好李婉柔。只要他收下丹药，作为长老，肯定能获得远比丹药更珍贵的物品。李婉柔好感度加10，我不白拿你丹药，以后遇到困难可以来找我，我可以替你出手一次。李婉柔见沈墨如此执拗，只好收下龙虎丹。沈墨心中一喜，原来不用睡觉也能增加好感度呀，这不早说嘛，害得他每次都跟个大灰狼似的，还有事吗？确实有事。沈墨搓了搓手，再次拿出3颗完美龙虎丹。看到这一幕，李婉柔眼睛都直了。之前如果说沈墨能达到2阶炼丹师，他还有所怀疑，现在的他已经笃定沈墨必能突破到2阶炼丹师，前提是寿元足够。沈墨的见识还是跟李婉柔差远了。灵丹峰那群自以为是的炼丹师，1年内也拿不出几颗完美丹药，沈墨倒好，每次出手都是完美。有那么瞬间，他都觉得沈墨是被天道捅了屁眼。说吧，你想要什么？我想要筑基丹丹方，可以吗？不行。没想到刚一开口就被李婉柔拒绝，也许是察觉到自己的语气不善，他又柔声道：“筑基丹属于宗门直接管辖，我这也没有。这件聚灵阵旗你先拿去用，突破到大圆满后，我会替你想办法弄来筑基丹。”话落，他一招手，4杆金色大旗从储物袋飞出。这是？沈墨疑惑问道。将它布置在身侧，可以聚拢身边的灵气，使其短时间内无法流失。你是武灵根，无法有效聚集灵气，有了这4杆阵旗，情况会好转不少。李婉柔温柔解释道：“多谢李长老。”沈墨没有客气，立刻收下。在换取足够的药材后，他便离开了灵方阁。就在他离开的瞬间，一道娇媚的女声响起：“哟，地阶聚灵阵都送人了，李师姐下一步是不是打算以身相许呢？”“哼，聚灵阵旗已经被师尊赐予我想给谁就给谁，还轮不到你来管。”看见来人，李婉柔收起好脸色，不屑道：“师姐，别生气嘛。”钟灵儿娇笑一声，直接来到后台，将她的专属摇椅霸占，躺了上去。“你不是在闭关吗？来我这灵方阁所为何事？”李婉柔瞥了钟灵儿一眼，冷声道：“这不是想师姐了吗？”钟灵儿自顾自地晃着摇椅，委屈巴巴道：“少跟我来这一套，你会想我？”李婉柔美眸微眯：“你巴不得我早点陨落吧？师姐这是哪里话？你如今可是要嫁到上眼宗，师尊肯定不会让你死的。”听到上眼宗这3个字，李婉柔瞬间变了脸色，她一把将钟灵儿从摇椅上拽起：“你如果是来气我的，那么恭喜你做到了，没事的话可以走了。”“别呀，师姐。”钟灵儿见李婉柔生气，也是不再继续刺激：“我这次是奉师尊他老人家的命前来，有事转告。”“师尊他说什么？”李婉柔露出恭敬之色，询问道：“师尊他说放你出来散心这么久，该收心了。要是大比后你还是没能恢复伤势，就要和他老人家一起去一趟上眼宗。”钟灵儿轻声道：“可惜啊，我倒是想替师姐去，只不过师尊说我太浪荡，有辱门风。既然话已带到，你可以走了。”李婉柔别过头，伸出手指向门口：“走。”“我才不呢。”钟灵儿走到柜台前，娇笑道：“好不容易闭关结束，我得玩2天再回内门。”“随你。”李婉柔冷哼一声：“先去哪玩呢？”钟灵儿玉手拄着下巴思索起来：“那个叫沈墨的弟子有些意思，我去看看。”“你敢？”
李婉柔转过头，眼中杀意浮现，四周的空气也跟着下降了好几度，一下子变得寒冷起来。好在是现在已经是晚上，林芳阁并没有其他人。要是看见李婉柔为一个男人居然如此暴怒，恐怕会惊掉一众人下巴。咯咯咯，钟离儿轻捂小嘴，难掩笑意。师姐，你真动情了，就不怕我告诉师尊？见李婉柔还是一副拼命的姿态，钟离儿耸了耸肩，继续道：师姐，受了您的神通吧，我可是金丹境，以你现在的状态，可奈何不了我。李婉柔闭上眼，深呼一口气，将杀意尽数收敛。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一个寿命无多却又天赋异禀的炼丹师罢了。我知道，以师姐的天资，怎么可能会看上这么一个废物？钟灵儿轻声笑道：刚跟师姐开玩笑罢了，我还要急着回去给师尊复命呢。听闻此言，李婉柔微不可察地松了口气，殊不知这一细微动作被钟灵儿捕捉进眼中。沈墨是吧？我偏要看看是什么人物。他转身离开，这次李婉柔并未阻止。另一边，沈墨前脚刚走进房间，江林后脚便跟着上了门。他当然知道所为何事，也没藏着掖着，直接就将仅剩的一颗完美龙虎丹给拿了出来。江林看见丹药，眼睛都直了。回去后他思来想去，总觉得沈墨不会给他完美龙虎丹，最多也就完美聚气丹。想着白天人多眼杂不方便，晚上偷偷来送点药材，让沈墨炼制龙虎丹。但没想到沈墨居然来真的，直接就给了完美龙虎丹。江林好赶度加时，他也不再藏拙，立刻就递上了一个储物袋。沈墨微微一愣，哑然笑道：这是你应得的，我说过不要你的零食。不是。江林俏脸羞红，别过头开口道：这是我上次下山偶然得到的一个丹方，还有一些药草。我不是炼丹师，看不懂这丹方。哦。沈墨一听来了兴趣，检测到新丹方，是否领悟？领悟。检测到御仙丹丹方内容有误，花费100羁绊值以修正领悟。御仙丹，一阶丹药，服用后浑身气血流动增加数倍，大大提高战斗力。怎么样，是什么丹方？江林一脸好奇道。沈墨古怪地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看这名字也不是啥好丹药吧？御仙丹是一阶丹药，所需的药材也不是很苛刻，江林给的储物袋中恰好有这种药材，刚好可以开一炉。想知道？你等等，我炼一炉给你尝尝。沈墨笑道：不了，我先回去将这枚丹药先消化了来，贪多嚼不烂。自从跟沈墨发生了那层关系，江林的胆子也变得大了起来，跟沈墨眨了眨眼睛，便立马跑离了房间，只留下一阵香风。沈墨摇头失笑：咋了？我看起来真像个老色胚。调整好心情后，他立刻进入炼丹状态，不出意外，御仙丹暴击了。看着瓶子中2颗鲜艳欲滴的红色药丸，沈墨笑了笑，直接将其放在桌子上，又全身心投入到龙虎丹的炼制上。一连过去好几天，终于将手中药材消耗殆尽，一共获得了62颗完美龙虎丹，期间暴击了2次。有了这么多龙虎丹，再加上聚灵阵旗的辅助，沈墨有信心能冲击到炼气大圆满。他晃了晃发酸的脖子，刚准备站起身，突然一股冰冷的杀意将他牢牢锁定。哼，真是有意思，不愧是李婉柔看上的男人。听闻这话，沈墨如坠冰窖，后背瞬间被冷汗打湿。被发现了，他僵硬地转过头，只见一名穿着黑色纱裙的女子正站在房门。纱裙是高开叉风格的，一双笔直白皙的大长腿直接裸露在空气中，好在里面穿了底裤，不然就走光了。可沈墨却没有心情欣赏，因为他看到了女子的面板。姓名：钟灵儿，性别：雌性，年龄50600，体质：金灵根，境界：金丹初期，好感度0，金丹期大修士。他咽了咽口水，喉咙发干，就是不知道他是何时出现在这的。要是来了很久，那自己肯定已经暴露了。就在这时，钟灵儿风情万种一笑：好一手炼丹手法，真是叹为观止。林丹峰那群自诩天才的修士跟你一比，简直就是废物。前辈谬赞了，弟子只是运气好罢了。沈墨慌忙低下头，不敢与之对视。然而钟灵儿根本不接话茬，他走进房间，环视一周，后来到沈墨面前，伸出手托起他的下巴。啧，老师老了点，寿元也无多，年轻时应该挺俊俏，怪不得能被我师姐看上。沈墨尴尬一笑，往后退了一步，询问道：不知前辈师姐是何人？你怕什么？我还能吃了你不成？钟灵儿眉头微挑，有些不悦。不知前辈找我所为何事？沈墨见势不妙，赶忙岔开话题道。钟灵儿美眸眯起，一眨不眨地盯着沈墨。隔了许久，他娇笑一声：有没有兴趣跟我去内门？
前辈来自内门。沈墨惊呼道。他早就有所猜测，在这外门，他所熟知的长老中并没有钟灵儿这号人物，那就只能是来自内门。而且他一口一个师姐，外门中能知道自己炼丹手法的也就那几个人，逐一排除后，那便只剩李婉柔了。但对方既然不愿告诉自己，那自己就只好配合表演了。钟灵儿看到沈墨的表情很是满意，不由自主地挺直了酥胸，煞是惹眼。没错，我是来自内门，怎么样，有没有兴趣？进入内门可就是鱼跃龙门了，只要你表现得不错，宗门会大力栽培你成为2阶炼丹师，甚至3阶。听闻此话，沈墨脸上顿时装出纠结之色。现在肯定是不能进内门的他，可不想被当成猴子。美其名曰栽培，说白了就是一个炼丹机器。况且自己的炼丹手法一旦暴露，立马便会被囚禁起来。钟灵儿也不急，静静等待沈墨考虑。他相信自己开出的价格已经很高了，毕竟对于一个5系灵根来说，能有机会进入内门，那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一想到沈墨即将被带到内门，他就止不住想笑。他和李婉柔是一起长大的姐妹，但李婉柔从小便展露出惊人的天赋，师尊以及其他前辈都毫不吝啬地夸奖李婉柔，这就导致了钟灵儿被忽略。她只是比较贪玩，天赋其实并不差。日积月累下，他对李婉柔这个姐姐的态度也随之变了，从一开始的羡慕、嫉妒，再到最后由爱生恨。只要是李婉柔的东西，他都会想方设法夺取，包括男人。既然沈墨是李婉柔的炼丹师，那么他自然不会放过。咦，这是什么丹药？闲着也是闲着，钟灵儿突然发现了桌上的红色丹药，不等沈墨开口，他探出玉手隔空一抓，就出现在手中。沈墨还是晚了一步，没能阻止。这可不是什么好丹药，前辈，这是我炼制的废丹。废丹？钟灵儿面露疑惑，从丹瓶倒出一颗放在手心仔细打量，他又拿到鼻尖嗅了嗅，只感觉浑身血液流动突然加快，呼吸都跟着急促了下。对，就是废丹，前辈要是想要丹药，不妨试试这个。沈墨说着，从储物袋掏出一颗完美龙虎丹，想要换回他手中的御仙丹。钟灵儿瞥了他手中的丹药一眼，忍不住嗤笑一声。虽然我不懂如何炼制丹药，但还是能分辨出来的。我手中这颗圆润饱满，鲜艳欲滴，一看就是完美丹药，而你手中的也是完美丹药。你想用完美换完美？如果我猜的不错，这红色丹药是给李婉柔准备的吧？不是，这是个误会。沈墨赶忙摆手解释，这都扯哪去了？可是他越这样，在钟灵儿看来，他的猜测越正确。他嫉妒心一下子又上来了，凭什么所有人都要围着李婉柔转，想要恢复修为，重新崛起？想都不要想。想到此，他直接一口将御仙丹塞入嘴中。随着御仙丹入体，他体内的血液开始急速流转，白皙的皮肤瞬间变得嫣红。钟灵儿忍不住喘了口气，果然是大补药。沈墨愣在一旁，有些傻眼。不是，这丹药也抢着吃。察觉到沈墨的表情，钟灵儿嘴角微微上扬，扯起一抹微笑。被我猜中了吧？这丹药效果如此之好，想必所需药材极为珍贵吧？短时间想要再炼制出来，肯定是不行了，哈哈哈。说着，他将丹瓶中剩余的一颗御仙丹也倒入嘴中。你去哪？钟灵儿发现沈墨想要开溜，厉声喝道。可突然，他就发现不对劲了，体内的血液流动速度太快，有些超过他能压制的极限了，他的呼吸也跟着变得有些急促。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旖旎的画面，钟灵儿顿时反应过来，这不是什么补药，而是春药。好你个老不正经的，解药呢？没有解药。沈墨咽了咽口水，拔腿就跑。回来。他刚跑出房间没几步，就被钟灵儿探出手抓了回来。之前只是血液流动变快，可在接触沈墨后，他体内的欲火瞬间被点燃。快，给我！钟灵儿失去理智，像只八爪鱼一样紧紧缠绕在沈墨腰间。不好吧？沈墨并没有被冲昏头脑，对方可不是一般人，要是醒来发现自己被玷污，他可不觉得自己能够抵挡一位金丹期大修的怒火。钟灵儿哪还管那么多，红唇直接吻上了沈墨，贪婪地汲取着，越吻越激烈，他直接将沈墨抵在了墙上。不是，前辈你清醒下。沈墨使出浑身解数，好不容易将他推开，赶紧开口道。钟灵儿浑身一震，眼中恢复一点理智，他知道现在在干嘛，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我和李婉柔谁更漂亮？他鬼使神差地问出了这么一句。啊！沈墨有些懵逼，这是哪跟哪啊？都这样了，还要攀比吗？见沈墨纠结，钟灵儿火气一下就上来了，欲望也重新占领高地。他再次狠狠吻上。
沈墨想要反抗，却被他封禁修为，双手被拽住抵在墙上。不多时，房间内春色一片，整整持续了1天，钟离儿的药效才消失。当他反应过来，脸上瞬间阴沉下来，瞳孔中杀意跳动，房间中气氛压抑。我杀了你！羁绊值加200。钟离儿好感度10。沈墨侧过头看向钟离儿，满脸无语。明明自己才是受害者。他此时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身体早已经被榨干，连抬手都是一种奢望。钟灵儿读懂了沈墨的表情，他举起的手一时间僵在空中。确实是他主动的，沈墨期间还想反抗，还被封了修为。想到此，钟灵儿俏脸红一阵白一阵，恼羞无比。哼！思索许久，他狠狠跺了下脚，冷声威胁道：你要是敢将今天的事情说出去，我有你好看。话落，钟灵儿身形一闪，消失在房间中，仿佛从未出现过。沈墨松了口气，好在是保住了小命。羁绊值获取超过500，奖励随机单方。随机单方抽取中，获得新单方开悟丹。开悟丹2阶丹药，服用后短暂增加自身悟性，有一定概率进入顿悟状态。开悟丹。死！沈墨看到单方说明，忍不住抽了口凉气。顿悟啊，这种状态他可是早有耳闻。只要进入顿悟状态，废材也能立马变天才。以前看不懂的天书，直接变成1+1等于2这么简单。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他身体的禁制才被解除。沈墨赶紧翻坐起来，吞下一颗龙虎丹。随着丹药入体，他的四肢再次充满了力量。实力还是不够啊！沈墨轻声念道。刚要是也有金丹境，就不会被钟灵儿骑在身上了。真是丢脸！想到此，他直接从储物袋将聚灵阵取出，顿时蓝色的结界将他笼罩在其中。结界上空，一道小型漩涡浮现，正缓慢汲取着天地间的灵气。他反手间再次取出龙虎丹，一口吞下。时间1分1秒过去，整整持续了3天3夜。随着第50颗龙虎丹被他吞下，他体内的灵泉早已演变成了磅礴的灵海。沈墨陡然睁开双眸，眼中金光一闪，炼气大圆满。不愧是聚灵阵，之前吞服丹药后灵气溃散，转化进体内的灵气少之又少，但有了这聚灵阵旗，就算灵气从他体内溢散出来，也无法消散在天地间，而是在他的身侧环绕，聚而不散。武灵根的弊端就是无法主动吸收天地灵气，可有了聚灵阵旗就不一样了。随着灵气越来越多，就算他不使用引气诀，他的身体也能少量吸收掉四周的灵气。在引气诀记载中，炼气境以灵海成型为准，灵气化全代表正式踏入修仙一途，泉水越宽，境界越高。通常达到炼气4重，灵泉便会化成灵河，以经脉为路，游走全身。炼气7重，灵河化湖，彻底稳固在丹田中。炼气圆满，灵湖化海，奔腾不息，体内灵气达到所能储存的巅峰。在之后便是在灵海再筑起道基，也就是踏入了筑基境。此时沈墨已经达到炼气圆满，可他发现自己的灵海并未达到圆满之境，还在吸收四周的灵气不断扩张。沈墨不信邪，又吞了几颗完美龙虎丹。死！他彻底沉默了。灵海吸收了灵气后又扩张了一截，他也搞不懂这是什么情况了。在将聚灵阵中的灵气吸收后，已经过去了半个月。沈墨决定前去找李婉柔咨询一下，毕竟他的灵海再这样扩张下去，他自己都感觉有些心慌。不多时，沈墨来到灵方阁。当李婉柔看到沈墨后，眼睛睁大，嘴巴都可以塞下一个鸡蛋。他不信邪，揉了揉眼，再次查看，瞬间呆立当场。在确定沈墨达到圆满之境后，他上前一把抓住他的肩膀，将其带到了2楼。你何时到的炼气圆满？李婉柔沉声道。就今天，还多亏了李长老的阵旗。沈墨嘿嘿笑道。少贫嘴！李婉柔瞥了他一眼，继续发问。吃了多少完美龙虎丹？啊，1、2颗吧。沈墨愣了2秒，撒谎道。哼，你不会是认为我想夺你机缘吧？听到这话，李婉柔冷哼一声，脸上满是戏谑。聚灵阵旗的作用我可比你清楚多了，那玩意吸收的天地灵气，让你突破炼气9重都够呛。真当我傻吗？听闻此言，沈墨尴尬地挠了挠头，不做解释。见他这副态度，李婉柔轻叹一声。罢了罢了，这都是你自己的机缘，与我何干？这块玉佩你收下。说着，他直接扯下脖颈处的白色玉佩，扔给了沈墨。这块玉佩有遮蔽天机的作用，你戴在身上，非元婴大能，无法探知你的真实修为。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沈墨被吓了一跳，赶忙双手递上，将玉佩归还。让你拿着就拿着，
肯定不是白送你的。李婉柔没有接手，她走到一旁坐下，拧了拧眉头，继续开口道：我需要你去一趟真龙巢，取一件物品给我。沈墨没有答话，依旧侧耳倾听。李婉柔轻笑一声，倒是沉稳：实话告诉你吧，真龙巢之行不止青山宗，还有其他宗门一同前往，秘境内充满了各种危险，你可以选择拒绝，事关你的伤势。沈墨疑惑道：李婉柔微不可察地点点头：那我去。不再考虑下，李长老对我恩重如山，要是没有李长老的提携，估计我早就寿元耗尽了。这趟真龙巢之行，我必须去。沈墨郑重道。李婉柔好感度加20。听到这话，李婉柔看向沈墨的表情都温柔了许多。想要去真龙巢，必须在外门大比中进入前10才行，所以外门大比你必须参加。可是，李长老，我只会炼丹呀。你让我去参加大比，是想要用丹药砸死对面吗？沈墨尴尬道。呵，这个你无需担心，接下来1个月，你就留在这，我传你功法。李婉柔轻笑一声，似乎早就猜到了他的想法。算了吧。沈墨挠挠头，不是进入前10，可以额外带入一个名额吗？凭您的关系，到时候给我 PY 一个不就行了？没志气。李婉柔低喝道：你先参加大比，如果到时没能进入前10，你就当从来没见过我，我与你的合作到此为止。沈墨有些无语，他并不想抛头露面，只想勾起来猥琐发育。可接下来李婉柔的话却刺激到他了。你知道真龙巢这个秘境存在多久了？沈墨摇摇头：少说也有上百年了。你不是炼丹师吗？告诉你个秘密，真龙巢内有一座元婴老怪留下的药田，里面有着数不胜数的灵草，还有一些绝世丹方，甚至可能还有灵火存在。当真？沈墨呼吸急促，别的奖励他不在意，可关系到丹方，他可就来了兴趣。毕竟他有着能100%炼制出完美丹药的系统，这关乎到他的崛起之路。哼，我还不屑用这种消息来诓骗你。李婉柔皱鼻，轻哼一声：而且我还有真龙巢的地图，只要你闯进大比前10，我就给你。沈墨闻言顿时变得激动起来。大比前10嘛，看来得准备下了。想到此，他从储物袋拿出5颗完美龙虎丹，递到李婉柔面前。李婉柔虽然早有猜测，沈墨的炼丹技术不像表面这样，可当他看到5颗完美丹药，还是忍不住眼前一亮。他愈发相信沈墨能够突破到2阶炼丹师，自己的伤势也必定能够得到救治。你想换药材？见沈墨点头，李婉柔轻笑一声：你都炼气圆满了，还炼这龙虎丹干什么？不如留在身上当补气丹用。沈墨闻言有些尴尬道：李长老，这也是我有些疑惑的地方。他将自己身体的情况描述出来。李婉柔听后眉头也是深深蹙起。沈墨所说的情况他从未听说过，哪有人灵海达到圆满后还可以扩张的？5颗完美龙虎丹价值10万灵石，你想全部换成龙虎丹的材料吗？不是5万吗？沈墨疑惑道：对于他们来说是5万，但鉴于你的天赋，原价售卖这点权利我还是有的。李婉柔莞尔一笑。沈墨哑然，早知道就早点搭上他这条船了，白瞎了自己前面出售那么多丹药，搞半天全是半价出售，真是坑爹啊！李长老，不知灵方阁有没有开窍草、冰灵果、火焰须这3种灵草呢？这3种正是开悟丹所需的药材，灵方阁并没有这些药材。李婉柔听见这几个名字，眉头再次蹙起，话锋一转：不过我可以去灵草峰帮你看看。虽不知沈墨要这些灵草想要干嘛，但以他对沈墨的了解，肯定是不会胡来。在和李婉柔告别后，沈墨拿着价值10万灵石的药材回到了房间。姓名：沈墨。性别：雄性。年龄：31、80。体质：五系杂灵根。境界：炼气大圆满，1阶炼丹师100%。神通5。丹方：聚气丹100%，龙虎丹70%。羁绊值250，可通过苦修获得。1阶炼丹师熟练度已经满了。炼丹师的等级不比其他大道，从低到高分为1到9级。想要提升炼丹师等级，没有其他捷径，只有靠大量炼制丹药。所以在前面，低等级的炼丹师并不被人所待见，原因无他，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寻常炼丹师10炉能成个5炉，就算是天才了。这5炉中，品质上好的丹药却寥寥无几，就算是拿出去进行售卖，也赚不回10炉的灵石。这就导致，除非天赋异禀或者家世雄厚，不然没人会选择成为炼丹师。而炼丹师一旦达到3阶，就开始慢慢展现出自身的潜力。随着等级越高，地位也就变得越高。
一些大势力为了能求得高阶炼丹师开炉，不惜欠下重情，奉上大量资源才行。好在沈墨没有这种烦恼，他有卦。至于怎么提升炼丹师等级，他早就打听好了。1阶到2阶，无非就是由反转灵，能够稳定控制灵火，便是达到2阶炼丹师的标志。可惜沈墨目前还只能操控反火，需要寻找到对应灵根的灵火，将其纳入体内炼化才行。这也是为何沈墨要答应前往真龙朝的原因之一。那里既然有元婴老怪的药田，其间必有灵火存在。至于是哪种属性的灵火，他倒不在意。想到此，沈墨不禁自嘲一笑，没想到5行灵根还有这种好处，跟任何属性的灵火都可以完美适配。调整好心态后，他很快进入了炼丹状态。整整半个月过去，他一共炼制了近200枚完美龙虎丹。这效率，3阶炼丹师来了都得跪下拜师。将聚灵阵铺开，他又开始专注炼化起来。随着200颗丹药入体，他体内的灵海以疯狂的姿态进行扩张，10丈、100丈、1000丈、万丈灵海疯狂的扩张步伐逐渐减缓，但依旧没有停下的意思。沈墨麻木了。根据李婉柔的描述，100丈就已经是宗门天骄了。他当初突破住基石体内灵海也不过1000丈，自己这个万丈是怎么回事？该不会是嗑药嗑多了吧？还剩半个月，他决定去找李婉柔拿几本战绩，临时抱下佛脚。叶雪师妹，明天就是大比了，你还这么努力啊？外门聚灵阵内，处在阵眼附近的姬叶雪陡然睁开美眸，瞧见来人是外门大弟子何不凡，这才微笑回礼道：“原来是何师兄，你不也一样吗？”哈哈，我倒是没有师妹你这般勤奋，只是闲得无聊，出来走走。何不凡摆摆手，他对姬叶雪爱慕已久，今天刚出关，就向下面的师弟打探他的下落。得知姬叶雪在聚灵阵中待了近2个月，他这才前来。师兄谬赞了，这次大比太激烈了，我要不努力下，估计前50都进不去。姬叶雪捋了捋额前的秀发，展颜一笑。他岂会不知何不凡的小心思，也不挑明，就这么吊着。前面之所以对沈墨那般态度，背景强大是一方面底气，另一方面便是对自身容貌的无比自信。外门第一又如何，还不是当自己的舔狗？师妹放心，只要有我在，保你进前3。何不凡当然不会放过此等表现的机会，立刻就拍起胸脯保证道：“那师妹在这里就多谢师兄了。”姬叶雪站起身，欠身行礼道：“师妹别这么客气，这都是师兄该做的。”转眼到了第2天，外门大比正式开始。演武场上聚集了上千名外门弟子。首先登场的是上一届外门10大弟子。姬叶雪赫然在列，他旁边站着何不凡。哇，姬师姐今天好漂亮，何师兄也好英武，他俩真是般配啊。就是可惜了，这是他们最后一届外门大比了，下次想要看到，只能进入内门才有机会了。别光看姬师姐啊，那不是还有夏师姐吗？再看呢，一想到外门3美这次大比完就要达到筑基，我心难受。师弟，你这就说错了，只有姬师姐和夏师姐能达到筑基，江师姐上个月才炼气7重呢，距离筑基还早着呢。整个演武场热闹非凡。然而姬叶雪的目光却锁定了人群中的沈墨。满脸和煦笑容的何不凡察觉到这一情况，也顺着目光看了过去。姬师妹，这老头你认识？姬叶雪微不可察的点点头。需要我帮忙照顾下吗？何不凡试探问道。不需要。好。何不凡点点头，不由得多看了沈墨一眼。炼气4重，不足为虑。肃静。就在这时，一名白衣老者从天而降，全场瞬间安静下来。沈墨的目光也落到了老者身上。王强，外门执事长老，上一届大比也是他主持的。废话，老夫就不多说了，大比开始。随着王强话音落下，演武场上再次爆发出浓烈的欢呼声。1000名弟子很快被分成了500组，分别对战。决出的500名弟子又被对分，仅仅是一个白天就决出了前50名。其中10大弟子几乎没有参与战斗就晋级了，排到他们的弟子只有1-2个不知天高地厚，想要挑战下。其他弟子都是以认输结束。江林作为一匹黑马，也强势挤进了前50。其他人还认为他只有炼气7重，殊不知在上1个月内，在沈墨完美龙虎丹的灌输和深入交流下，他早已达到了炼气圆满。比肩10大弟子，要不是不会炼制筑基丹，沈墨都能直接让他筑基。另外一匹大黑马就是沈墨了。在外人看来，他明明境界不高，却每次都能惊险取胜。所用的术法来回也就那2招，一是火球术，二是锋刃术。这还是沈墨花了近半个月才勉强学会的招式。倒不是他不想学其他更加厉害的法术，而是天赋受限，加上李婉柔也没能在灵草峰上找到开悟丹所需的材料。好在是他灵海庞大，
别人的火球术，那真就是火球术，他的火球术比人还大。要是他愿意，甚至可以释放出比肩整个演武场那么大的火球术。虽然威力不强，但胜在唬人。很好，接下来便是10大弟子争夺战。王强来到演武场上空，笑道：“还是和上一届规则一样，分为10个擂台，每个人有一次守擂和挑战机会。机会用完，则退出争夺，留下来的10人便是新一届的10大弟子。”他凌空一指，10座巨型擂台从天而降。开始。话落，上一届10大弟子不约而同地分别跳上各自擂台，剩下几十人则一一打量起擂台上的人。这种情况，谁都不愿当出头鸟。毕竟攻擂容易，守擂可就难多了，几乎是要面对车轮战。擂台上，何不凡直接盘膝而坐，调息起来。早在上一届，他便是练气大圆满修士，更是打出了赫赫威名，没有人会找死来他的擂台挑战。要不是为了真龙巢之行，他早就突破到筑基了。沈师兄，我该去挑战哪座擂台？江陵第一次进入前50，有些不知所措起来。以你现在的修为，除了避开何不凡，其他几人你都可以挑战。沈墨笑道：“不过还是先观望吧，这才开始，距离结束还早着呢。”看着两人这般亲密，擂台上姬夜雪满是怨毒。本想着在大比抽签的时候好好羞辱一下沈墨和江陵，可惜没对上。他也没有在意，一个5灵根的废物，还有一个双系灵根的垃圾，如果在海选都碰不上，那么之后也不可能碰上了。然而当他看到前50名单上这两人的名字，心中很不是滋味。如今再看到二人这般亲密，心中的怒火早已被点燃。哼，两个狗男女。他和江陵以前谈不上有多要好，但同为3美之一，也是有过了解。江陵以前不过是练气7重罢了，可短短2个月不见，他今天表现出来的实力已经完全不下于自己了，肯定是在沈墨那获得了大量丹药，不然就凭一个双系灵根的废物，怎么能追上他这个天灵根？江陵的背景可没他这般强大，一定是出卖了自己的身子换来的。想到此，姬夜雪更加愤怒了。凭什么？难道自己的样貌身材还比不过江陵？沈墨当初为何不开口提这件事？虽然他会拒绝，但你不开口，这就是你的问题了。所以他现在对沈墨的仇恨远比江陵要大得多。对于姬夜雪这边，何不凡可是一直关注着，要是有不开眼的东西妄想抢夺姬夜雪的名额，他不介意浪费一次守擂机会前去灭了对方。顺着姬夜雪的目光，他再次看到了沈墨。又是他，难不成夜雪喜欢老头？怪不得每次都对自己忽冷忽热。想到这，何不凡也对沈墨仇视起来。阿嚏！沈墨揉了揉鼻子，阿嚏，连打2个喷嚏。沈师兄，没事吧？江陵从怀中拿出自己的贴身手帕，温柔地递到他面前。没事，估计是有人在咒骂我吧。沈墨接过手帕，放到鼻尖闻了闻，真香。他这一举动惹得江陵娇嗔一声，扭过头，俏脸绯红。而台上的姬夜雪看到这一幕，彻底炸毛。他从地上站起，指着江陵，厉喝道：“江陵，上来一战！”此话一出，一旁的何不凡也不甘示弱，站起身俯视着沈墨：“沈墨，上来与我一战！”卧槽，啥情况？就在何不凡和姬夜雪出声后，全场先是为之一静，然后便爆发了激烈的讨论。姬师姐这是何意？她和江师姐看起来平时关系还不错啊。哼，师弟，这你就不懂了吧？女人心海底针，姬师姐怎么可能会和同为3美之一的江师姐关系好？那都是表面，现在已经确定要筑基进入内门，没必要隐藏罢了。原来如此，可是何师兄出言挑战一个废物，这又怎么解释啊？估计是想替其他人将废物先赶出局吧。人群中，柳如烟目睹了全过程。就在宣布50人大名单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就全放在沈墨身上，特别是在看到沈墨和江陵的亲密举动后，他心中更加不是滋味。嫣儿，那是沈墨。楚萧然满脸怨毒，他早早就被淘汰出局，连250名都没进去。柳如烟轻声回应：“马德，这个废物一定是将好丹药藏了起来，给了我们劣质丹药。”得到肯定，楚萧然再也克制不住，当场就骂了起来：“要不是他给的劣质丹药，导致我单独提前爆发，我未必不能进入前50。”话落，他转头看向一旁的柳如烟，疑惑道：“不对啊，你不是一直在监视他吗？”听到这话，柳如烟脸上明显一阵慌乱。“夫君，好了，我知道了。”楚萧然大手一挥，阻止柳如烟继续开口。“不是的，夫君。”柳如烟吓了一跳，难道被发现了？他张嘴想要解释，毕竟他和沈墨的事情要是传出，这青山宗就没法待了，肯定是那废物等你离开后才悄悄炼制的。
楚萧然双眼眯起，一股无形的杀意在身体蔓延。对了，你刚想说什么？没，我想说的也是这样。柳如烟赶忙搪塞道。另一边，江林有些慌乱，拿不定主意。他转头看向一旁的沈墨，询问道：沈师兄，我要上去吗？去就行了，他不过炼气9重，你炼气圆满，怕什么？沈墨笑道。好。江林点点头。台上的姬夜雪早已等得不耐烦，特别是江林做出那一副柔弱的姿态，更是让他火冒三丈。江林，你个臭婊子，为了提升实力，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真是丢咱们青山宗弟子的脸。那样的老东西，你也下得去嘴，真是厉害。此话一出，原本还喧嚣的演武场再次安静下来，弟子们瞪大了眼睛，一脸震惊地看向场中的江林和沈墨。什么？江林和那老头在一起了？一众男弟子在这一刻只感觉天都塌了。那老头谁啊？怎么没见过？好像是叫沈墨，是个炼丹师。江师姐眼睛出问题了，怎么会看上这个废物？不对啊，江师姐看上谁那是她自己的事，姬师姐出来掺和做什么？难道不要啊？姬师姐也看上那个废物了？现在流行老年风，还是我跟不上这个时代了？面对众人口诛笔伐，江林先是俏脸一红，紧接着便是眼中含怒，怒视着姬夜雪。什么外门三美，他从未在意这些虚名，他一心只想正道长生，向往更高的境界。但说沈墨，那就不行。他当初对沈墨只是虚以为蛇，换取丹药提升修为，但一段时间接触下来，他发现沈墨并不是废物，而是真正的天才。以武灵根的废物体质走到炼气大圆满这一步，这都是废物的话，那在场所有人都是废物中的废物。而且沈墨脾气也很好，对自己人毫不吝啬，能跟这样的天才结为道侣，他觉得反倒是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就在这时，沈墨轻轻拍了下他的袖肩，小声道：别生气，他是在故意激怒你。听到沈墨的提醒，江林闭上眼，深呼吸一口气，这才平复好心态。接着他猛地睁开美眸，直视着姬夜雪，眼中满是战意。师兄，我去了，加油，你行的。沈墨扬起拳头打气道。江林缓缓走向擂台，突然他转身小跑到沈墨身前，踮起脚献上香吻，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态度。看见这一幕，在场所有人都傻了。不出片刻功夫，哀嚎声响彻天空。这还是大比吗？怎么我感觉我嘴里全是狗粮？尼玛的沈墨，夺妻之仇不共戴天，我跟你拼了！师弟冷静，等大比结束再动手。角落中，钟离儿双手抱胸，美眸眯起，无形的杀意在四周流动。好你个沈墨，没想到是这种沾花惹草的人。当初那2枚御仙丹一定是你故意放的，对不对？江林脚尖轻点，如人间仙子般轻飘飘落在擂台之上，而他对面姬夜雪早已按捺不住，一柄蓝色长剑握在手中，止不住颤鸣。江林不敢大意，同样换出武器，同样是一件水属性的灵剑，只不过他手中的这柄灵剑闪耀的蓝光更加耀眼，是沈墨用了4颗完美龙虎丹找李婉柔换的。自从和李婉柔达成交易，沈墨不再藏拙，每次拿出的丹药也多了起来。姬夜雪自然是发现了，他忍不住轻哼道：婊子就是婊子，只不过沈墨这个废物为了你这婊子还真是舍得下血本呢。姬师姐，你过了。江林被他激起了怒气，一口一个婊子，任谁来都会生气的吧？我说错了，难道这柄灵剑是你自己得来的，不是沈墨那废物送你的？姬夜雪冷笑道。他对江林的身世可是一清二楚，自己的灵剑都只是中品灵气，而江林手中的却是上品灵气。你说我可以，但你不能说沈师兄。江林将灵剑横于胸前，脚下的擂台迅速结冰。一口一个沈师兄，江林，你真是疯了！那样的老头也看得上？姬夜雪见江林如此维护沈墨，也是动了真怒。那是我的自由，总比你好。当初送上门给沈师兄，沈师兄都不要。江林嘴角微微勾起，回腔道。江林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进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我听见了什么？师兄，快捅我2剑，我中幻术了。师弟，互捅吧，我也中了幻术。3美之2都跟沈墨那废物有染。最关键的是，沈墨居然还拒绝了姬师姐，这个世界疯了。不对，10分有12分的不对。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沈墨那头白发。这次大比回去后，我要去灵丹峰问问，有没有将头发变白的丹药。你放屁！姬夜雪被气得浑身发抖，胸脯止不住上下起伏。哦，你当初没去找沈师兄，没从他房间出来。江林笑道。我那是。姬夜雪无力辩驳，他当初的确是去找沈墨拿丹药来着。一个天才
居然上门去求一个废物，但以他的自尊心却无法说出口。此言一出，全场不再喧闹，所有人都沉默了，但更多的是麻木。一旁的何不凡眼中早已被杀意灌满，他看了眼姬若雪，满是失望，又转头看向台下的沈墨，大喝道：沈墨，还不快上来受死！沈墨扭头瞥了何不凡一眼，根本不做理会，继续观看起江林所在的擂台。他并不想当出头鸟，只想安安稳稳苟个前10就行。至于和何不凡交手，那是脑残行为。且不说能不能击败何不凡，就算真击败了，他不成众矢之的了吗？你是懦夫吗？江林都可以为你一战，你却不能像个男子汉一样上来与我一战。何不凡气急，手指着沈墨怒喝道：我是懦夫？沈墨耸了耸肩，你满意了吧？你……何不凡一愣，手指僵在半空，半天憋不出一个字。另一边，江林见姬夜雪分心，果断出手。他挥舞灵剑，四周温度陡然下降，一道蓝色剑气直奔姬夜雪而去。姬夜雪回过神，连忙挥出一道剑气进行抵挡。有心算无心，他仓促之下的反击明显挡不住江林的攻击。眼看剑气逼近，他脚尖轻点，想要跃起躲避，可刚一跳起，姬夜雪就发现不对了。江林居然提前一步预判了他的动作，出现在其上空，又是一剑狠狠斩下。姬夜雪只能被迫将灵剑横于胸前进行抵挡。砰！姬夜雪被砸入擂台，溅起一地烟尘，仅用2招便将姬夜雪击败。在场众人看见这一幕，被惊得无以复加，远比刚刚的惊天大瓜更为震撼。我的天，今天是怎么了？姬师姐上届可是排名第2，居然败了。刚她那爆发的灵力明显已经是炼气9重，没想到江师姐一直在隐藏实力。外门3美果然名不虚传，不仅人美，实力更是强得不像话。何不凡手指捏紧，眼中杀意沸腾，他直接放弃自己擂主的身份，往前一步就要跃上姬夜雪所在的擂台。就在这时，烟尘中飞出4、5道蓝色剑光，江林严阵以待，手持灵剑一一格挡。他可不信姬夜雪会这么脆弱。看到这一幕，何不凡顿住脚步，双手环抱于胸前，仔细打量起来。烟尘散去，姬夜雪脸色阴沉，但并没有受伤。在他体表，一件淡蓝色的盔甲缓缓浮现。倒是小瞧了你，要不是我有这件上品灵甲，恐怕还真就阴沟翻船了。姬夜雪收起轻视，体表的灵甲也完全显现出来。江林不语，跃上天空，再次朝着姬夜雪斩去。大海无量，霎时间，漫天剑气化作一道奔腾的海流，扑向姬夜雪。姬夜雪轻笑一声：你怕是忘了，我可是天生水灵根。狂潮！他将灵力灌入长剑，朝着江林遥遥一指，剑气如银河倒旋，一道更为宽阔的浪潮浮现。2股灵气汇聚的巨浪顷刻间碰撞到一起，整个擂台都跟着颤抖起来，浪花声不绝于耳。四周的观众更是看傻了眼，这就是10大弟子全力出手吗？太可怕了！还好我当初碰见他们就直接认输了，要是被这浪花卷一下，估计半条命都没了。擂台下还未登场挑战的几十名弟子看见这一幕，纷纷在心中进行模拟。片刻后，不少人都叹了口气，这座擂台凭他们的实力是争夺不了了。擂台上2道浪潮抵消，谁也没占到便宜。江林先发制人，挥舞着灵剑，打算近身分出胜负。姬夜雪不甘示弱，同样抄起灵剑迎了上去。当当当，2柄灵剑互相碰撞，四周剑气纵横，擂台早已被切割得4分5裂。姬夜雪和江林都发现了，按这种节奏打下去，短时间内肯定分不出胜负。他俩对视一眼，都明白了对方的想法。2女不约而同再次冲上前，灵剑相撞在一起。砰！2股强横的灵力爆发，观众席众人看见这一幕，纷纷疑惑起来。他们这是干嘛？怎么不比拼招式和术法了？师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江师姐和姬师姐都处于同一水平，短时间内谁也奈何不了对方。但这是大比，有时间限制的。2个时辰一到，2人要是没能分出胜负，就会被视为淘汰。所以他们俩选择比拼灵力，谁的灵力更强，谁就能获胜。原来如此，多谢师兄解惑。那以师兄的眼界，他俩谁能取胜呢？姬师姐无疑了，她是天灵根，体内灵力精纯雄厚，而江师姐是双灵根，体内灵力驳杂，毫无胜算。其他几座擂台此时也停下了战斗，不约而同看向了中间的擂台。姬夜雪脸上露出得意之色：江师妹，你还是太年轻了，我可是天灵根。此时2人纠缠在一起，谁都无法安全脱离，除非他们俩能同时收起灵力，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是吗？江林嘴角微微上扬，他也不再掩藏，
炼气大圆满的灵力瞬间爆发，直接碾压姬夜雪。不可能！姬夜雪面露惊慌，他本想着两人都是炼气九重，凭借自己天灵根的优势，应该是稳稳拿下才对。但看到江灵爆发的气息后，他瞬间慌了神。江师妹，我们俩不必如此的，收手吧。江灵微微一愣，没想到姬夜雪会求饶。就是这愣神的功法，姬夜雪眼中迸发出浓烈的杀机。与此同时，他的气息也达到了顶峰。你卑鄙！江灵此时也反应过来，怒视着姬夜雪。姬夜雪不语，只是一个劲地催动着体内灵海的力量。江灵见状，不再留手，炼气大圆满的实力彻底爆发。砰！两股气息互相碰撞，整个擂台彻底承受不住，轰然炸碎。呵！江灵大喝一声，绿蓝两种属性的灵气直接将姬夜雪的蓝色灵气碾压，整个擂台升起一阵白色雾气。四周观众都紧张兮兮地盯着里面，想要知道最后关头是谁赢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白雾中出现了一道影子。不多时，影子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是江灵。全场一片哗然，怎么可能？居然是江师姐获胜了！手心手背都是肉，江师姐获胜我开心，姬师姐获胜我也开心，只是希望他们俩没受伤就好。江师姐藏得好深，居然会这么强，恐怕与和师兄对上也不遑多让了吧。面对全场恭维，江灵视而不见，他的眼中只有沈墨。师兄，我做到了。他展颜一笑，甚是灿烂。他知道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沈墨，要不是沈墨，他连前50都进不了，更别提现在击败上届排名第2的姬夜雪了。做得不错。沈墨点点头，给予鼓励。小心！就在这时，白雾中一道蓝光一闪而逝，瞬间出现在江灵身后，扑哧！只见姬夜雪手持灵剑，一剑插入江灵胸口。要不是沈墨及时提醒，江灵下意识偏移了身形，恐怕此时早已被命中心脏死去。江灵喷出一口鲜血，立刻调动全身灵力，朝着姬夜雪一掌拍去。姬夜雪并不恋战，见势不对，立刻舍弃灵剑，急速后退。砰！江灵这一击落空，结结实实打在擂台上，唯一残存的一块擂台也在这一击下化作齑粉。他再次喷出一口鲜血，忍着剧痛将胸前的灵剑拔出，咣当一声扔到地上，怒视着姬夜雪。对面的姬夜雪也不好受，他大口喘着粗气，身上的灵甲早已破败不堪，衣上都出现了破损，露出一截白皙的皮肤。两位师姐别打了，再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就你话多，没看见江师姐刚刚已经手下留情了吗？是姬夜雪不讲武德，突然偷袭。放屁！擂台上的事情怎么能叫偷袭？明明是江灵缺乏实战经验，姬师姐英明果断，她才是真正的胜利者。你们能不能要点脸？江师姐都已经炼气大圆满了，看不出来？捏死姬夜雪还不是轻而易举？境界高有什么用？明眼人都能看出，姬师姐所掌握的功法更胜一筹。刚刚还和谐的观众席瞬间被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江灵，另一派支持姬夜雪。擂台上的两人还没开打，观众席感觉要先打起来了。肃静！作为主持人的王强额头青筋蹦起，怒喝道。接着他又转头看向擂台上的两人，在他的感知中，此刻江灵已经必败无疑，再打下去恐有生命危险。江灵，不用打了，你的实力已经完全配得上10大弟子的称号，你现在下台，我私人奖励你1颗筑基丹。话落，他的目光又看向剩下9座擂台，你们当中如果谁能守下擂台，进入前10，可否卖老夫一个真龙朝名额给江灵？王强开出的条件已经很优渥，其目的还是为了给青山宗保下一个天骄。要是江灵意气用事，伤了道基可就废了。其他几座擂台弟子并没有急着回答，而是看向何不凡。很明显，他们是知道何不凡一直在追求姬夜雪。虽然王强身为长老，但威慑远没有何不凡来得大。何不凡双眼微眯，朝着天空的王强深深一拜：王长老，恕难从命。擂台上生死各安天命，有本事就拿走名额，没本事就回去多沉淀。您这样娇惯江灵，就算他拿到名额，进入真龙朝也只会死得更快。有了他带头反抗，其余几座擂台的主人也纷纷躬身，虽未说话，但意思也很明显，不会让出附带名额。好吧，王强点点头，并未生气，也不敢生气。何不凡是内门中那位长老的亲传弟子，他可惹不起。可就在这时，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江师妹，认输吧，留得青山再不愁没柴烧，我愿意给你一个真龙朝的名额。何不凡眉头微皱，顺着声音望了过去，观众席的弟子也纷纷侧目。谁啊，胆子这么大，敢忤逆何师兄？是夏师姐，那就很合理了。三美聚首了呀，这是姬师姐好像跟夏师姐没有矛盾吧？
谁知道呢？3个女人一台戏，咱们负责看就行了。察觉到何不凡不善的目光，夏卓瑜秀眉轻挑，扬了扬粉拳，挑衅道：“何不凡，少拿那种眼神看我。你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大可以来我这擂台挑战我。上一届外门大比我没参加，让你拿了个第一，还真以为自己无敌了。”哼！何不凡一挥衣袖，不再看夏卓瑜。倒不是他怕了，而是姬夜雪的名额还不稳定，他要确保姬夜雪晋级。江陵面露纠结，此时他的身体状况确实出了问题，再打下去估计也很难取胜。但他当初可是和沈墨保证过，一定要进前10，带沈墨去真龙巢。想到此，他朝着夏卓瑜微微欠身：“夏师姐，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我答应过某人，一定会进前10，我不能就这么退下。”说罢，他再次唤出灵剑，整个人气势开始攀升。“回来吧，你做得够好了。”就在这时，沈墨突然开口了。可是江陵微微一愣，转过头纠结道：“没什么可是的，回来听话。”沈墨微笑道。姬夜雪看见两人如此肉麻，火气再次上来，他扯起嘴角，眼中尽是嘲讽：“江陵，你的野男人都叫你回去了，还不退下？”听到这话，原本都打算下场的江陵顿时停下脚步，他转过头盯着姬夜雪，眸中满是杀意，一字一句道：“你再说一遍。”哼，怪不得你喜欢这种废物老头，原来是有特殊癖好。姬夜雪冷笑一声：“你听好，我说沈墨是野男人。”砰！话音刚落，江陵手持灵剑直接冲了上去。姬夜雪不甘示弱，同样飞身上前，两女再次大战到一起。一时间场中凌厉肆虐，每一次碰撞，两女都是可血倒退，但落地后又不约而同冲向对方。这种不要命的打法看呆了一众围观弟子，这哪是大比啊，明明是生死战才对。很快时间过去半个时辰，两女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她们体内的灵气近乎干涸，一招一式对碰间已然没有了灵气波动。姬夜雪和江陵现在都是强弩之末，最后拼的就是意志，但二人都有不能输的理由。江陵是为了给沈墨证明，姬夜雪则是为了心中的自尊和骄傲，她不允许败在自己视为废物的人将手中。沈墨没有上前阻止，只是静静地注视着台上，他尊重江陵的选择。如果江陵愿意当一只金丝雀，他愿意护他一生，但江陵选择了战斗，那么他就愿意站在身后当他最后的底牌。就在他思考之际，擂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见江陵重新占据主动，每一次出手都压着姬夜雪打。姬夜雪很快便扛不住，就要跌下擂台。他满脸惊恐，失声道：“你疯了，居然燃烧灵海！”此言一出，全场震惊。什么？江师姐燃烧了灵海？为了争一口气，值得吗？灵海要是没了，那就彻底与仙道无缘了。哎，这场比赛已经失去悬念了，除非姬师姐也燃烧灵海。疯女人，我不陪你玩了！姬夜雪怒骂一声，转身就要跳下擂台。她可不会为任何人燃烧灵海，除非是自己到了生死攸关之际。我让你走了吗？江陵双眸一片冰冷，身上的气息还在节节攀升。话落，他化作一道蓝色残影，瞬间出现在姬夜雪面前，不由分说就是一剑斩下。砰！姬夜雪横剑格挡，还是被这一击给击飞到擂台中央。噗！姬夜雪爬起身，一口鲜血喷出，满脸惨白。你这个疯子，到底想要怎样？道歉。江陵双眼微眯，冷声道：“或者燃烧灵海，与我一战。”说着，他手提灵剑，一步一步朝着姬夜雪逼近。听到这话，姬夜雪脸上青一阵红一阵。道歉这个词就没在他字典里，但燃烧灵海，这代价太大了。以江陵目前不要命的状态，除非将整个灵海燃尽，才有机会将其击杀。但这样做真的值吗？随着灵剑与地面的摩擦声越来越近，姬夜雪长叹一声，做出了选择：“对不起。”此言一出，全场安静无比，落针可闻。谁都没想到一向高傲的姬夜雪会主动认错，就连何不凡也微微一愣。他都做好了准备，如果姬夜雪燃烧灵海，就算违背规则，他也会出手将其保下。不是跟我道歉，而是沈墨。江陵停下脚步，瞥了姬夜雪一眼：“江陵，你别太过分，你的实力够强，配得上我道歉。”沈墨，他凭什么？姬夜雪怒道。江陵点点头，没有过多解释。江陵剑指着姬夜雪：“燃烧灵海吧。”你！姬夜雪怒目而视。3、2，江陵不做理会，开始倒数。就在即将说出最后一声时，姬夜雪彻底崩溃了。啊！他先是发了疯的仰头怒吼一声，
接着才站起身，朝着沈墨屈辱躬身：“沈墨，对不起。”话落，他直接跳下擂台，逃离了演武场。赢了！江师姐居然笑到了最后。我就说咱江师姐厉害吧，你们现在信了？从今天开始，我便是江师姐的铁杆迷弟，什么肌肉血，我不认识。随着姬夜雪离开，整个演武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喧闹声。他们统一呼喊着江陵的名字，江陵朝着四周观战席微微鞠躬，表达谢意。做完这一切，他整个人一下瘫坐在擂台上，他的脸色惨白无比，胸前的血液也再次流了出来，但他却并不在意，而是看向沈墨，嘴角挂起微笑，仿佛在告诉沈墨，他做到了。沈墨点点头，你很棒，下来吧，这擂咱不守了。听到这话，江陵虽有不甘，但也只能遵从。就在这时，一道白色身影突然出现在了江陵所在的擂台，在下何不凡，前来挑战。我认。江陵刚准备开口，就被何不凡打断。只见他身影快如闪电，一脚踹向江陵。江陵只好住嘴，横剑格挡，却也被击飞出去。观众席上，众人看见这一幕，群情激愤起来。此刻，他们乃还管何不凡是不是外门第一？敢打他们女神，就算是内门第一又如何？何不凡，你这卑鄙小人，你的脸呢？趁江师姐不备，偷袭！你还是不是外门第一？外门第一就这素质，我真是耻与你为伍。面对众人的嘲讽，何不凡双眼微眯，杀意浮现。闭嘴！仅是一声冷哼，就吓得众人不敢开口。在他心中，只有道和姬夜雪，其他人都是废物。江陵敢如此羞辱姬夜雪，那就要付出代价。他双手背负，扭过头看向江陵：“你不是喜欢燃烧林海吗？我给你这个机会。”江陵拄着长剑，颤颤巍巍站起身。他没有生气，更多的是不屑于对何不凡的小人行径生气。那我倒要看看，外门第一真如传言那般强大吗？话落，他一掌拍向自己的丹田，就要强行再次燃烧。就在这时，一只温暖的手握住了他的素手，使他不能更进一步。江陵微微一愣，抬起头，这才发现沈墨不知何时竟出现在了擂台上。傻丫头，你不要命了！听到这话，江陵一下子没绷住，眼泪夺眶而出。他一把扑进沈墨怀中，轻声啜泣：“我要食言了，不能带你去真龙巢了。”沈墨闻言一愣，真是个傻丫头。原来江陵一直在为这个他根本没放在心上的誓言而战。想到此，沈墨轻轻拍打着他的后背，温柔道：“没关系，这次换我带你去。”好。江陵不再犹豫，挣脱沈墨怀抱，直接跳下了擂台。对此，何不凡并没有阻止。既然始作俑者出现了，他也没必要揪着江陵不放。身为师兄，我也不欺负你，让你3招。何不凡双手负力傲视沈墨，冷声道：“完了。”沈墨想要英雄救美，但也不看看对面是谁。何不凡早在10年前就达到了炼气大圆满，反观沈墨，看起来好像才炼气5重吧。那又如何？沈师弟敢站上去，就算是败了，那也是赢了。换作是你，你敢上吗？众人看见沈墨上台，不由得一阵唱衰。角落中的钟灵儿见到这一幕，摇头轻声叹息，显然他也不觉得沈墨能够获胜。还有一人此刻也是焦急无比，那便是李婉柔。当何不凡出现在江陵的擂台上时，他就已经确定以沈墨炼气圆满的境界，只要不对上何不凡，就能稳稳进入前10。按照规则，一个人只有1次挑战的机会，也就是说，何不凡只能待在江陵的擂台。但千算万算，没算到沈墨会如此冲动。即使他不上去，何不凡最多也就是羞辱一下江陵，并不敢下杀手的。但事已至此，他只能动用关系，从其他弟子手中买下一个名额送给沈墨了。外门第一嘛。沈墨严阵以待，这还是他第一次正面与人对战，刚好也可以借此机会磨练他的实战经验和术法。那师弟便得罪了。话落，沈墨双手结印，火球术啊！沈师弟在干嘛？火球术这么基础的术法都使出来了。哎，没有悬念了，还想着沈墨赶上台应该会有所准备，说不定还能见到一场精彩的战斗。但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面对何不凡，火球术和其他高阶术法有区别吗？当众人看见沈墨结印的手势，一个个都大失所望。毕竟火球术是他们入门学习的第一个术法，也是最基础的术法，只要是达到炼气1层，能都使用，毫无技术可言。何不凡看到这一幕，眼中轻蔑之色更为浓郁。下一秒，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只见沈墨结印完成，整个擂台的温度陡然升高，就连观众席都看见了升腾的气焰。擂台上温度逐渐蔓延，很快观众席也感受到了一股热浪袭来，但就是没有见到火球出现。
一名弟子转头看向身边人，好奇道：“师兄，你的脸怎么这么红？”“你不也一样？”那名弟子鬼使神差地抬起头，看到了令他此生难忘的一幕。他颤抖地举起手指向天空，哆嗦道：“那是何物？”有了他的提醒，众人纷纷抬起头。卧槽！救命！整个观战席慌乱一片。只见天空中一颗巨大的火球正朝着下方急速坠落而下，火球的面积足以将整个演武场覆盖。这哪是火球术，明明是陨石术才对。王强见状，立刻朝观众席大喝道：“不要慌，所有人不准离开！观战席防御阵法已经开启。”有了王强的提醒，众人这才心有余悸地坐回到座位。擂台上，何不凡仰起头，眉头轻挑，但没有任何行动。他作为外门第一，自有他的傲气。既然说过会接沈墨一招，那就不会逃跑。小道儿！就在火球即将到达擂台之时，何不凡动了，他手中浮现出一柄金色长剑，朝着火球就斩了下去。金光斩！死啦！只见一道金光冲天而起，瞬间穿透火球。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火球被一分为二，落向两侧的观众席，轰隆隆。火球与观众席上的白色结界撞击在一起，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观众席上的弟子看着头顶近在咫尺的火球，一个个被吓得呆立当场，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华而不实。何不凡冷哼一声，积攒所有灵力，就为了释放这么一个毫无攻击力的火球，你太让我失望了。所有灵力？沈墨微微一愣，没那么夸张吧？他感觉刚才动用的灵力，连他体内九牛一毛都没达到。真要是调动所有灵力，他想了想，好像调动不出来，太多了，光蓄力估计都得续上好几天，除非是获得那种高阶术法，一下就抽干他体内的灵海。还有2招。何不凡催促道：“想必你现在体内已经没有多少灵力了吧？我建议你直接燃烧灵海，或许还能伤到我。”听到这话，台下的江林立刻变了脸色。他知道沈墨是武灵根，且寿元无多，真要是听从了何不凡的建议，搞不好会惨死当场。师兄，不可！沈墨转头看向江林，温柔一笑：“没事，我不会燃烧灵海的。”燃烧灵海？他需要吗？况且他也不会啊，压根就没学过这门术法。突然，沈墨灵光一闪，又不是真的打生打死，只要赢就行了。何师兄，准备好了吗？我接下来要使用锋刃。何不凡不理解沈墨为何要出言提醒，转念一想，他便明白了沈墨的想法。打不过，想要保留尊严吗？哼，想多了。尽管来吧，我不会躲的。说过让你3招，就让你3招。好。沈墨点头，他疯狂调动起体内灵海的力量，汇聚于手中。擂台上，无形的刀刃隐隐将空气都给切割开，剩下的8座擂台也受到了锋刃的干扰，不得不停止战斗，等待沈墨这边结束。他们对沈墨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从一开始的废物，到现在能和何不凡正面交手，已经赢得了他们的尊重。作为3美之一的夏卓瑜，此刻的目光也落在了沈墨身上，他美眸亮起，似乎在盘算着什么。锋刃术。就在这时，沈墨突然大喝一声，他猛地挥手，瞬间刮起一阵狂风，白光闪烁，一道巨型月牙出现在整个演武场。这哪是锋刃术，叫他切割术也不为过。其他几座擂台上的弟子纷纷叫苦不迭，但他们没承诺过沈墨3招，为了保存实力，只好弯下身子进行躲避。何不凡轻笑一声，丝毫没把这道锋刃放在眼里。只见他将金色灵剑横于胸前，迎上即将到来的锋刃。当，两者碰撞到一起，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何不凡很快就发现不对劲，这次的灵力居然比上次还要多。他不得不严阵以待，拿出全部实力。给我破！一声怒喝响起，面前的锋刃瞬间被撕成碎片，散落空中。呵呵呵，有点意思，不过也就这样了。何不凡将灵剑放下，看向沈墨，嘲讽道：“还有一招。”然而沈墨此时也挂着嘲弄的笑容。看见这个笑容，何不凡隐隐感觉有些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沈墨仿佛看白痴一样看着何不凡，嘴角微张：“拜你，2招足矣。”话落，还不等何不凡反应过来，沈墨看向天空，高高举起一手：“裁判，他出界了。”沈墨的声音回荡在整个演武场，所有人都始料未及，没想到这场比赛会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由于此前姬夜雪和江陵大战，导致擂台分崩离析，在承受了沈墨火球术的高温下，擂台早已化作齑粉。要不是沈墨出声，所有人都没注意到何不凡此时正站在场外。何不凡低头看向脚下，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下一刻，他直接无视在场众人的目光，朝着沈墨走去。就在这时，一道白色身影突然出现，挡住了他的去路。见到来人，何不凡双眼微眯：“王长老，让开！”你说了。王强冷声道：“规矩就是规矩，谁也不能改变。”话落，他让开身形。如果你执意要上前，我会出手，就算周师兄出面也保不住你。听到王强口中的周师兄，何不凡身形一滞，眼中的杀意也随之消散。在深深看了沈墨一眼后，他转身径直离开了演武场。随着何不凡的身影彻底消失，演武场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沈墨牛皮，外门第一，外门第一！老子早就看何不凡不爽了，不就是仗着有个好师傅吗？还不是输了？无论在哪里，这种以下课上的戏码都能瞬间点燃人们的激情。特别是何不凡身为外门第一，居然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废物给击败了。虽然其中有取巧的成分，但他们不在乎。往后一段时间，甚至可能持续到下一次大比，这场战斗都将是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江林第一时间就冲上了擂台，紧紧抱住沈墨，泣不成声。沈墨轻轻拍打着他的后背：“好了，好了，别哭了，这么多人看着呢。”听到这话，江林不做理会，反而抱得更紧。马德，赢了何不凡，还要为我们吃狗粮，真他妈畜生啊！能不能来人上去挑战下那个擂台？我受不了了。你行你上，何不凡都败了，其他人恐怕不敢再上了吧？观众席上传来阵阵嘘声，王强见状也忍不住轻咳两声：“嗨嗨，适可而止，现在还在大比呢。”听到王强的声音，江林这才反应过来，他赶忙挣脱沈墨的怀抱，脸上早已熟透，朝着王强躬身行礼后，他如同一只惊到的小鹿，瞬间窜下了擂台。王强大有深意地看了沈墨一眼，腾空而起，飞回到上方的观战席。沈墨尴尬地摸了摸鼻子，盘膝坐下。原本是不打算出风头的，现在好了，所有人都认识他了。既来之则安之。他稳住心神，索性将眼睛闭上。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正如所有人猜测一样，没有任何人再去挑战沈墨所在的擂台。直到最后一人跌下擂台，大比前实已然出炉，几乎是和上届一样的阵容，只是多了沈墨和夏卓瑜。王强来到众人身前，满意的点了点头：“很好，你们便是新一届10大弟子，但作为10大弟子，更应该有争强好胜之心。接下来，宗门会提供丹药给你们恢复伤势，1刻钟后，你们将进行2两对战，赢的人积1分，输的人不得分。对战完毕，按照分数高低和胜负关系进行排序。”话音刚落，沈墨就举起了手。王强眉头轻挑，疑惑道：“怎么？有何问题？”沈墨尴尬道：“不是，我退出。”此话一出，全场观众全都愣住。沈墨疯了，以他的实力，完全有可能去争一争外门第一的位置呀。就是以外门第一的身份突破筑基进入内门，极有可能会成为宗门内核心长老的亲传弟子。到时候有了靠山，就不惧何不凡了。估计是刚刚取巧获胜，他接下来的战斗现出原形，想装一下高手吧。沈墨没有理会在场众人的议论，直接从擂台上跳了下来。沈墨，你不再考虑考虑？王强急切道。不了，我还要带江林回去疗伤呢，没空。沈墨咧嘴一笑，搂着江林的纤腰就朝场外走去。王强伸出的手顿时僵在半空，整张脸黑得如同锅底。好你个大情种，进了内门，看我不好好收拾你。夏卓瑜似乎也没想到沈墨轻描淡写间就放弃了资格。从他的视角来看，沈墨确实不是装的，他是真的丝毫不在意外门第一的身份。夏卓瑜嘴角微微勾起，同样从擂台上一跃而下。夏卓瑜，你又干什么？王强脸色再次一沉，虽然猜到了他的想法，但还是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惑。沈墨都走了，这些废物不值得我出手。夏卓瑜摆了摆手，直接离开。后方擂台上的8人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但他说的确实是实话，无法反驳。刚才的擂台争夺战中，要数轻松，夏卓瑜敢说第2，没人敢说第1，没人能在他手中撑过一招。回到住所，沈墨直接反手就将门关上。小琳琳，快把衣服脱了，我看看结疤没。师兄，现在还是白天。江林哪能不知道沈墨在想些什么，红着脸小声回答道：“呸，你把师兄当什么人了？”沈墨轻啐一口，佯装生气道：“师兄是担心你的留疤以后就不好看了。”真的？江林狐疑道：“那肯定是真的，师兄还能骗你不成？”沈墨说着就将江林揽入怀中，狠狠吻上了他的红唇。江林反手抱住他的后脑，激烈的回应着经过擂台争夺战险象环生，他早已明白了自己的内心，此生唯沈墨不嫁。2人缠绵在一起，房间的温度也在急剧升高。不知不觉间，
江陵的外衣已然被吞下。正当沈墨还想更进一步之时，江陵恢复了理智：“师兄，晚上吧，万一待会来人了。”可沈墨此时哪还管得了其他，内心的欲火早已被勾起，直接拦腰将江陵抱起，朝床上走去。怕什么？他们现在正在争夺外门第一呢，没人会来。好吧。江陵俏脸羞红，将头深深埋下。咚咚咚。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谁啊？沈墨怒气冲冲地打开房门，顿时傻了眼。只见李婉柔站在门口，嘴上噙着一抹冷笑。怎么，打扰到沈大天才的好事了？哪有？沈墨尴尬一笑。我能进去吗？当然。沈墨刚一开口就后悔了。此时江陵还在里面光着身子呢，他本想伸出手阻止，奈何李婉柔直接无视了他，径直走了进去。沈墨吓了一跳，立刻冲进房间，这才发现江陵已经将亵衣穿上。哟，这不是外门三美之一的江陵吗？你不是受伤了吗？怎么出现这？李婉柔阴阳怪气道。听闻此言，江陵脸蛋瞬间羞红，赶忙低下头。沈墨解释道：“江师妹不是受伤了吗？我给她检查身体呢。”呵，李婉柔瞥了沈墨一眼，冷笑道：“给她检查身体，你脱衣服干嘛？”啊，哦。沈墨低头一看，自己的衣服居然大大敞开。回过神，他一路小跑到床边，将衣带捡起，拴在身上，尴尬道：“那个，天气比较热。好了，别解释了，你喜欢就好，这是你的作风，我无权干涉。”李婉柔打断沈墨发言，转头看向江陵，笑道：“江大美女，可否出去一下？我与沈墨有事要谈。”好。江陵小声回答，一溜烟就跑了出去。他早就想逃了，不知为何看到李婉柔，总感觉有种被捉奸的感觉。李婉柔见沈墨闯进前时，本来很是开心，想要来这祝贺一番，但看到江陵也在，还有二人衣着凌乱的模样，他顿时就升起一股无名火，就像是自己的东西被人给夺走了。沈墨低着头不敢开口，生怕哪句话不对付撞到枪口上。二人就这么沉默着，谁也没有先说话。过了许久，李婉柔沉声道：“既然你闯进前十了，那我们的合作可以继续。”说着，他从储物袋拿出一张泛黄的牛皮纸递到沈墨面前。沈墨抬起头，满脸疑惑：“这是真龙朝的地图，虽说只记载了一部分绝地的位置，但也够用了。你只要按照上面的路线前进，想来应该不会遇到危险。”李婉柔耐心解释道。听到这话，沈墨立刻拿起地图仔细查看起来。上面不仅标注了地点，还用红色记号标记出了各个绝地的位置。大致浏览一番后，他将地图收回储物袋，郑重道：“多谢李长老。”“你先别急着谢我。”李婉柔出声打断：“我需要你前往传承之地取下一株9曲玉树的枝丫，事关你的身体。”沈墨询问道。李婉柔点头回应，有些心不在焉：“我一定会取回你要的东西。”沈墨伸手拉住他的芊芊玉手，保证道：“啊！”李婉柔下意识收回手，俏脸一片羞红。沈墨也察觉到自己冲动了，尴尬的挠了挠头。这也不怪他，谁叫李婉柔这么好看？关键是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很难不让人想入非非。要怪就怪李婉柔，非要打扰自己的好事。对不起，有些激动。沈墨小声道。李婉柔站起身，没事，我就先离开了。话落，他逃也似的走向房门。就在即将离去之际，他突然顿住脚步，扭过头提醒道：“这次奖励的筑基丹先别吃，一旦筑基就不能进入真龙朝了。还有，进入真龙朝后，也别先急着突破筑基，去传承之地一趟，说不定能获得意想不到的好处。尝试完美筑基，对你今后的仙途更有帮助。至于灵火，你无需担心，在你进入真龙朝这段时间，我会替你去寻一道助你突破2阶炼丹师。”江陵见到李婉柔出来，立刻垂下头，不敢与之对视。李婉柔瞥了他一眼，没有言语，瞬间消失在原地。直到李婉柔离去，江陵这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明明他和沈师兄的关系现在已经人尽皆知了，为何要怕李婉柔呢？想到此，他扬起粉拳，目光坚定，下次一定要正面和李婉柔对视，宣示主权。沈墨还沉浸在和李婉柔的对话中。完美筑基，他确实听说过。先人曾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他们眼中，3为极。所谓筑基，便是在灵海中成功筑起道基，就算是踏入了筑基境，这种筑基称为普通筑基。上一层便是筑起2道道基，此为先天筑基，寻常天灵根都会选择这条路。再往上便是筑起3道道基，达到极限，也就是完美筑基。这种道基一旦成功，那便是铜镜无敌。
筑基初期甚至可以逆伐筑基后期，甚至圆满的存在。沈墨目光坚定，他想要尝试完美筑基，这次真龙朝就是他崛起之地。沈师兄，你在想什么？江林观察了沈墨许久，发现他一会傻笑，一会严肃，忍不住问道：哦，没事。沈墨回过神，伸手将他揽入怀中。江林惊呼一声：别，我怕。没事，不会再有人来打扰了。沈墨直接将手伸进了他亵衣中，不断揉搓。不多时，江林娇喘一声，缴械投降，软倒在他怀中。沈墨反手将其抱起，走向木床。半个月过去，沈墨每天就是炼丹，和江林深入交流，他的羁绊值达到了惊人的1000点，灵海也再次得到扩张，隐隐达到了2万丈。按照他的猜测，既然3为极，应该会扩张到3万丈就会停止。期间，王强来了一次，沈墨令他有些头疼，身为10大弟子，居然缺席颁奖，不得不让他这个长老亲自拿着奖品跑一趟。要不是沈墨表现得足够惊艳，他说什么也不会前来。因为是弃权，所以在10大弟子中排行老10，只获得了1枚筑基丹和1本地阶功法。因为沈墨只施展过火球术和锋刃术，王强特地为他选了1本赤焰9叠筑基期的功法。又过去半个月，尽管沈墨全身心投入到功法的领悟上，但也只领悟出了1叠的效果。就在他还想继续领悟之际，钟灵儿找上了门。你他妈敢背着我在外面养亲人？钟灵儿上来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问候。沈墨满脸懵逼，不知道他是唱的哪出。怎么1个月了，我整整等了你1个月，不给个解释？钟灵儿双手环抱，俯视着沈墨。解释？沈墨疑惑道。呵，男人有了新欢忘了旧爱，夺走我第一次，不打算负责。钟灵儿继续开炮。既然这样，那我阉了你，谁也得不到。听到这话，沈墨下身一紧，差点跪下。眼前这位可是金丹境大佬，真要是想阉自己，那还不是动动嘴的事情。他抬起头哀求道：那个钟灵儿看见沈墨这副表情，捂住嘴哈哈大笑起来。有趣，真是太有趣了。得知被戏耍，沈墨满头黑线，但又无可奈何。他恶狠狠地盯着钟灵儿，心中暗暗发誓，等自己将来达到金丹境后，一定狠狠教育他一顿。你再用那种眼神看我，信不信我杀了你？突然钟灵儿脸色阴沉下来，沈墨赶紧低下头。马德，这女人翻脸比翻书还快，惹不起哈哈，不逗你了，我是来带你去真龙朝的。啊！沈墨抬起头，满脸惊讶。啊什么啊，我可是为了你特地申请带队，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呢？钟灵儿娇笑道。我特么谢谢你。沈墨撇撇嘴，嘟囔道。钟灵儿语调都上升了好几度。沈墨赶紧开口道，我是说有美女长老相伴，是我的荣幸。呵，油嘴滑舌。钟灵儿抬起手就是一个脑瓜崩。沈墨吃痛，抱住脑袋就蹲了下去，一阵龇牙咧嘴。别装了，我又没动用灵力。钟灵儿白了他一眼，正色道，我这才来找你，还有件事需要你帮忙。不等沈墨表态，他继续开口道，我需要你去传承之地取回一截9曲玉树的枝桠。话音刚落，沈墨立马抬起了头。看你这副表情，还有人找你要9曲玉树的枝桠？钟灵儿审视着沈墨，笑道，让我猜猜是谁呢？好难猜哦。他手拄着下巴，思索道，是李婉柔吧？沈墨瞪大了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口。那看来是我猜对了。钟灵儿俏皮一笑，钟长老果然神机妙算。沈墨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恭维道。钟灵儿轻哼一声，少拍马屁，我见他前几日在打听灵火的消息，想必是给你准备的吧。一道灵火换9曲玉树的枝桠，这算盘打得真是好啊。这话一出口，沈墨已然清楚，很明显钟灵儿和李婉柔之间有仇恨。他低下头，不敢插嘴。你将枝桠给我，我送你一场天大的造化，如何？钟灵儿笑道。沈墨依旧低头不语。见他这副态度，钟灵儿也不急，他很是自信道，你既然身为炼丹师，肯定知道天地灵火吧？我有天地灵火的消息，你想不想知道？只要你答应将枝桠给我，这个消息就提前告诉你，如何？沈墨猛地抬起头。天地灵火他当然知道，不同于其他灵火，天地灵火不仅可以辅助炼丹，大幅度提高结丹质量，更是可以辅助修行，使人修行1日千里。每一种天地灵火都有其独特的属性，也是唯一的。所有炼丹师的毕生追求，便是拥有一道属于自己的天地灵火。钟长老，你的条件确实很诱人，但我拒绝。沈墨沉声道。他不是那种为了利益就倒戈的人，要不是李婉柔替他保守秘密，期间还提供各种资源，
他很难这么快达到炼气大圆满，体内灵海更是扩张到2万丈。排名第7的古灵生焰也没兴趣。钟灵儿轻声开口，美眸直视着沈墨双眼。沈墨摇摇头，几乎没有思考就拒绝道：就算是排名第1的天地灵火，我也没兴趣，这是原则问题，抱歉。你不怕我杀了你？钟灵儿声音一下子就冷了下来，她身上散发出滔天杀意，似乎沈墨回答错一个字，她就会毫不犹豫动手。沈墨当然怕，但他早已摸清了钟灵儿的态度，毕竟当初将他第1次夺走都没见他出手，现在更不可能为了一劫之压杀他。钟长老，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我选择信守承诺而死。说罢，沈墨身体前倾，闭上眼，伸出脖子。果然，在听到沈墨大义凛然的慷慨陈词后，钟灵儿美眸闪烁亮光。他本以为沈墨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炼丹师，后来无意间被夺走了第1次，他便暗中观察上了沈墨。这2个月看下来，沈墨除了好色外，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如今又听他从口中说出这样一番话，钟灵儿发现自己还是小看了他。有意思，不愧是被李婉柔看上的男人。听到这话，沈墨松了口气。小样，老子前世看的狗血剧比你吃的盐还多，拿捏你还不是轻轻松松。看你这么勇敢的份上，那我就告诉你吧，古灵生焰就在真龙朝的寒潭中，是一处绝地。李婉柔肯定没告诉你吧？这个消息也只是传闻，去不去由你自己决定。钟灵儿轻笑一声，转身朝山下走去。走吧，该前去集合了。寒潭吗？沈墨轻声念道。他确实在地图上看见过这个地方，的确是一处绝地，但他并不打算前往。都说了绝地，还前去，傻子行为。不多时，沈墨和钟灵儿出现在演武场上，这里早已聚集了10几人。沈墨一看去，发现熟人不少，姬夜雪、何不凡、夏卓言都在其中。钟灵儿来到沈墨身旁，笑道：真不考虑将枝丫给我？沈墨摇摇头，钟长老，真不行，我已经答应李长老了。是吗？钟灵儿凑到他耳边，小声道：如果你将枝丫给我，我奖励你1次。沈墨转头看向钟灵儿，瞪大了双眼，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可以先预知吗？想得美。钟灵儿瞪了沈墨一眼，快步离开。演武场上，众人早已等候多时。钟灵儿走上前，素手一抬，一艘长达10几米的宝舟出现在场中，所有人即刻登船。众人看着这艘宝舟，都露出震惊之色。沈墨同样是一脸震惊，看其表面流转的光华，最次也是一艘中品宝舟。灵气是炼气期和筑基期修士使用的仙气，而灵气之上便是宝器，只有金丹期修士才能使用，而诸多灵气宝器间又属飞行类和保命类最为珍贵。没想到钟灵儿还是个小富婆。真龙巢位于滇州极南边，从青山宗出发，整整飞了1月有余才到达。真龙巢到了，钟灵儿的声音传来。所有青山宗弟子立刻从船舱中走出，来到甲板上。沈墨抬眼望去，是9条连绵起伏的山脉，从上看下去，就如同9条青翠巨龙蜿蜒盘旋。下方9条真龙如同活物，散发着阵阵威压，它们的龙嘴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道白色光照。呀，这不是钟灵儿吗？青山宗这是后继无人了，居然让你亲自带队。突然，一道不和谐的声音传来。沈墨转过头，只见一艘宝舟从天边迅速驶到跟前，宝舟上人影攒动，为首一名中年女子，身穿白色道袍，手拿一杆拂尘，正笑盈盈地看着钟灵儿。姓名：李灭绝，性别：雌性，年龄200600，体质：水灵根，境界：金丹初期，好感度负30。司又是一名金丹大佬，听这口气，还有这好感度，明显是和青山宗有仇。沈墨赶紧收回目光，下意识后退了几步，来到众人身后。呵，老婆婆，30年不见，你还没死呢，要不要考虑找个老伴？算了，看您这体态，还有水吗？估计早就干涸了吧。钟灵儿轻笑一声，回怼到李灭绝微微愣神，立刻就明白了话里的意思。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钟灵儿，冷笑道：你还是这么伶牙俐齿。不过你好像忘了，上次真龙巢我太上宗可是得到了50枚传承之地的信物，按照规矩，这次真龙巢我太上宗可以进50名弟子。李灭绝说着，侧过头轻声唤道：凌天，弟子在。听到呼喊，一名气宇轩昂的白衣道袍弟子走了出来。咱们同为正道势力，进入真龙巢后，你可得好好关照下青山宗弟子。李灭绝冷笑道：弟子一定会好好关照的。叶凌天躬身一拜，
缓缓直起身，看向沈墨所在的青山宗。姓名：叶凌天，性别：雄性，年龄55200，体质：火灵根，境界：炼气圆满，好感度-50。沈墨躲在人群后，仔细打量起对方。此人名叫叶凌天，太上宗大比第一，10年前和何不凡切磋过，最终何不凡不敌败走。钟离儿的声音突然传来，沈墨咂巴嘴，又是一个炼气圆满，有意思了。察觉到有人窥视，叶凌天猛地将目光锁定到沈墨身上，沈墨赶紧低头躲避。卧槽，看样子真比何不凡强，这样都能感知到。他唯一有优势的便是那2万丈灵海提供源源不断的灵力，但没有适配的术法也很难发挥出这优势，所以目前来看还是得低调为主，让何不凡去躺枪吧。青山宗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一个老头也能进入外门前10。叶凌云发现了沈墨，嘲笑道。此话一出，他背后的众人跟着哈哈笑出声。青山宗一众弟子怒目而视，据理力争道：哼，狗眼看人低，你们太小看沈墨了，他可是击败了何不凡。听到这话，叶凌天收起笑容，脸色变得沉重。你叫沈墨？沈墨将头扭至一旁，不予回答，心中早已将青山宗弟子骂了个遍，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见他这副态度，叶凌天又看向何不凡，求证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何不凡冷哼一声，同样将头扭至一旁，虽未说话，但已经用实际行动证实了这条消息的真实性。叶凌天双眼眯起，瞳孔中杀意旺盛。既然你击败了何不凡，那足以成为我的对手，待会进去后我一定会全力以赴。马德沈墨无语至极，这叫什么事？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早知道当初大比的时候就低调点了。就在这时，又是2道宝舟急速驶来，一艘宝舟黑气冲天，另一艘则是香气扑鼻。姐，看来咱们厉鬼宗来晚了呀。黑舟上，一名头戴兜帽、手持魂幡的修士出现在众人眼前。钟灵儿姐姐，好久不见。又是一道声音传来，另一艘宝舟上出现了一名衣着暴露的粉衣女子，其身后的弟子尽是女修，都如她一样，只用了几缕布片遮住了关键部位，他们一个个搔首弄姿，眼神妩媚。沈墨虽然不认识这些人，但其身上的特征太明显了，只是瞬间便猜到了他们的来历。合欢宗，小心那名穿黑衣的女子，她叫朱叶青，是合欢宗外门第一，天生媚骨。听到钟灵儿的提醒，沈墨抬头看去，果然在合欢宗人群中有一名黑衣女子，她穿着得体，一袭黑裙将凹凸有致的身材牢牢包裹，与其他弟子显得格格不入。察觉到有人窥视，朱叶青猛地回过头，瞬间就锁定了沈墨。当他看到沈墨的样貌，先是微微一愣，紧接着甜美一笑，仅是一眼，沈墨就感觉后背发凉。要不是钟灵儿提醒在前，恐怕他此时已经着了他的道。好可怕的媚术！沈墨赶紧将头埋下。沈师兄，怎么了？江林发现沈墨的异常，赶忙开口询问道。没事。沈墨小声回答。媚术被破，朱叶青哑然一笑，轻声呢喃道：有些意思。大家都到齐了，看来这次又是我到玄宗迟到了。就在这时，一座散发着仙气的宫殿突然从天而降，一名白发老者端坐在宫殿中，下方则是一群充满正气凛然的弟子。齐道陵。4宗长老同时看向来人，不约而同地喊出了他的名字。宫殿直接降落在4宗中央，隐隐将4宗隔绝开。齐道陵起身睥睨在场众人，法号司令道：既然人已到齐，那么各位将令牌拿出，开启真龙朝吧。姓名：齐道陵，性别：雄性，年龄800、1000，体质：金火灵根，境界：金丹后期，好感度-50。好吧，该你装。沈墨看到齐道陵的面板，顿时被吓了一跳。在场4宗领头之人都是金丹初期，他一个金丹后期，不是成年人殴打小学生吗？钟灵儿几人虽然不悦，但碍于齐道陵的身份和境界，还是将手中令牌递了出去。齐道陵摊开手，同样飞出1道令牌，5道令牌出现在空中，瞬间合拢到一起。一道刺眼的白光从令牌上迸射而出，直接与下方的白色光罩连接在一起。旋即，一个蓝色的空间洞口缓缓张开，真龙朝已现，所有人即刻入内。齐道陵大喝一声，下一刻，所有弟子如同下饺子般，纷纷从各自宝舟上一跃而下。沈墨伸出手，握紧江陵，也跟着跳了下去。在进入洞口后，沈墨眼前一黑，四周好像一股无形的力量试图想要将他身体撕碎。这种感觉刚升起便消失，突然他眼前一亮，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一片陌生的世界。
环顾四周，空无一人。天空中无数灰色尘埃飘荡，大地被黄沙覆盖，放眼望去，如同身处一片沙漠之中。沈墨赶紧拿出地图，仔细对比，这才发现自己身处真龙巢最北端的归途沙丘。地图显示，这里的机缘很少，反倒是怪物很多。沈墨不敢耽搁，认准一个方向，朝前走去。嘶嘶，刚走出没多远，一道细微的声音传入他耳中。下一刻，一只巨型蝎子从黄沙中冒了出来。沈墨下意识手掐法诀，天空中降下一团炽热的火球。巨型蝎子想要钻的逃跑，可根本逃不出火球笼罩的范围。火球落到蝎子身上，顿时发出惨叫。不出片刻功夫，黑色的巨型蝎子被烤成红色，鸡肉味香气传了出来。只是炼气3重吗？看到这一幕，沈墨有些尴尬。这也不能怪他，别人口中的大招，到他手中只是一发瓶，这就是2万丈灵海带来的底气。咔咔！就在这时，巨型蝎子身体传来一阵细微声响，紧接着它便化作一抔黄土，消失不见，独留一颗散发着黄光的珠子飘荡在空中。沈墨伸手一招，黄色珠子就落到了他手中。此物名为沙珠，是归途沙丘独有之物，只要集齐100颗就能进入流沙之地，那里有众多珍贵灵药宝物。但根据地图记载，一些强大的宝物早已被前人取走，留下的不过是一些残次品。沈墨将沙珠放回储物袋，不紧不慢朝前走去。此次真龙巢开启足足有1年的时间，他来此的目标很明确：第一，使灵海圆满，突破筑基；第二，进入传承之地，获取李婉柔所需之物；第三，有机会的话，去找一下那排名第7的古灵盛宴。真龙巢比想象中还要大。1连半个月过去，沈墨一路走来，竟没有遇到任何人，就连归途沙丘都没能走出去，反倒是多了10几颗沙珠。他的战斗经验也在一次次战斗中飞速成长。不知江灵怎么样了？沈墨再次击杀一头沙丘生物，喃喃自语道。不过转瞬，他便释怀了。江灵现在是炼气圆满之境，自己更是将筑基丹给了他，只要不是遇到叶灵天之类的超级天才，他应该不会有事。嗡！就在这时，整个沙丘突然一震，他脚下的黄沙竟朝着下方凹陷下去。沈墨眼神一凝，赶忙朝反方向加速逃离。沙丘的塌陷速度越来越快，很快他就被黄沙裹住双脚，朝着中心地带拖去。沈墨满脸惊骇，马德，这是流沙巢。地图上记载，一旦被进入流沙巢，只能看天意，要么被卷入地底，实力强点还能破土而出，要么就是被卷到一些从未被人探索过的绝地，听天由命。但眼前的流沙巢，沈墨仅是看了一眼就感觉头皮发麻，他目之所及的地方都在往下面塌陷。这个时候除了御空飞行没其他出路，但他只是炼气圆满，想要飞行至少也得突破到筑基期才行。沈墨有些慌了，流沙已经将他的双脚尽数没过，但还没到中心地带。由此推测，这次流沙巢覆盖面积极为广阔，搞不好整个归途沙丘都被波及了。就在沈墨内心焦急之际，天空中突然飞过一道身影。沈墨眼前一亮，立刻高呼道：道友，救命！刘树生站在飞剑上，不断庆幸自己真是英明。他有自知之明，比不得那些天骄。为了能在真龙巢分得一杯羹，他一进来就选择吞下筑基丹进行突破。虽说只是普通筑基，但也算是能和天骄有一战之力了。刚突破没多久，归途沙丘就爆发了流沙潮。他一路飞来，目睹了好几名修士被吞没，这不又有人求救了，但他依旧选择无视，毕竟少一个人获得机缘的概率也就更大。喂，胖子道友，别走啊！沈墨焦急的声音传来。刘树生瞥了他一眼，不断在脑海中翻找属于沈墨的记忆，可他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沈墨是谁。不是天骄，还是个老头。刘树生胆子一下大了起来。喂，老头，把之前的宝物扔给我，我拉你上来。听到这话，沈墨满头黑线，他挤出一丝笑容道：宝物在我裤子的口袋中，你将我拉起来，我取紧你。呵，当我傻吗？拉你起来，万一你反悔怎么办？刘树生冷笑一声，就要离去。马德，死胖子！沈墨心中暗骂一声，脸上依旧保持微笑道：胖道友，我真没骗你，而且你看我这副身体，明显就寿元无多了，怎么可能打得过你？刘树生思索片刻，摇了摇头，算了，我不想冒险。话落，他手掐法诀，就要御剑离开。你逼我的！沈墨大喝一声，疯狂抽动体内的灵海，一颗巨型火球划破天上的云层，朝着刘树生坠落而下。刘树生看见这一幕，亡魂皆冒，他立刻催动全部力量，
整个人化作一道流星，朝着远方疾驰而去。马德，拼了！大不了都给我陪葬！沈墨发狠，体内灵海翻腾，霎时间地面被染成血红色，几十颗巨型火球瞬间破开云层，朝着下方无差别落下。刘书生下意识回过头，一个踉跄，险些从飞剑上跌落。眼前的场景，他这辈子没见过。只见天地间到处都充斥着火球，无论他怎么跑，都跑不出去。这一幕仿佛世界末日。尼玛，龟图沙丘什么时候出现这等天灾了？救命啊！谁来救救我？谁说龟图沙丘是最安全的地方？老子打爆他狗头！与此同时，龟图沙丘各地响起此起彼伏的哀嚎声。作为始作俑者的沈墨却一脸平静地坐在一柄飞剑上。刘书生自知无力逃脱，只能返回将沈墨给拉了起来。老前辈，您还是收了这神通吧。收不了。沈墨回答道，我只会施展，没学如何收回。刘书生，好吗？碰见了个火祖宗。刘书生只能驮着沈墨四处躲避，好几次都差点被火球淹没，但他不敢将沈墨丢下去。万一这火祖宗发狠，他可能真要交代在这。他们俩还好，还能躲。地面上深陷流沙中的修士可就遭了殃，只能施展术法进行硬抗。整片天地不时响起阵阵轰鸣声，或许是被沈墨大范围的火球影响。就在这时，流沙突然停止蠕动，前方数里处一道乌光直冲天际。宝物！刘书生眼前一亮，不等沈墨开口，他加快速度朝前方赶去。龟图沙丘多少年没出过重宝了，看来我运气不错。一道踏剑而行的身影笑了笑，旋即加快了速度。与此同时，身处龟图沙丘的各修士都看到了这道乌光，他们不约而同朝着乌光的终点奔袭而来。尽管刘书生已经施展全力，还是没能第一个到达现场。在他之前，已有数人正围在乌光四周，随时准备出手。沈墨眉头皱起，这几人中居然有他的熟人姬夜雪。钱青书。刘书生从乌光中移开目光，发现了姬夜雪身旁的钱青书，脸色顿时难看起来。咋了？你认识？沈墨笑道。道玄宗排名第2的超级天才。刘书生沉声道。察觉到有人窥视，姬夜雪回过头也发现了沈墨，他目光顿时一凝。小雪，你同门？钱青书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眉头挑起。一个想窥视我身子的老色胚。姬夜雪眼珠一转，轻笑道。听闻此言，钱青书剑眉倒竖，他手中飞出一把灵剑，指着沈墨喝道：老东西，过来受死！前辈，怎么办？刘书生咽了咽口水。凉拌。沈墨白了他一眼，转头看向乌光。钱青书眉头皱起，他身为道玄宗排名第2的超级天才，哪个见到他不是低声下气？原本只是想在女神面前表现一下，如果沈墨配合，他最多也就废掉修为，任其自生自灭。但现在他改变主意了，他要杀了沈墨。老东西，念在你与小雪是同门，我本不打算为难你，但你急着找死，那就别怪我了。说罢，他手中长剑嗡鸣，泛起阵阵金光。就在这时，乌光陡然消散，一道通体乌黑的令牌浮现在空中。重宝！众人止不住惊呼。钱青书立马调转剑锋，一道剑光斩向在场众人。与此同时，他迅速朝着重宝急速奔去。钱青书，你卑鄙！众人施展术法抵挡他斩出的剑芒，忍不住破口大骂。哈哈，自古以来，宝物都是有能者居之。钱青书伸出手，一把抓向重宝。看到重宝的真实面目，他顿时眼前一亮。九幽令，没想到会是九幽令。这块令牌已经好几百年没出现过了，持有这块令牌就可以进入真龙朝的九幽楼，那里可是存有极品宝器的地方。他已经开始幻想进入九幽楼获得一件极品宝器，出来后横扫真龙朝，就连他师兄金不悔也只能望其项背。嗡！就在这时，四周突然凭空出现数道锋刃，钱青书脸色微变，立刻收回手，横剑格挡。沈墨抓准机会，猛地窜出，一把将九幽令收进储物袋。姬夜雪最先反应过来，他突然发难，朝着钱青书就是一剑斩去。小雪，你……钱青书满脸不可思议。对不起，我是青山宗弟子。姬夜雪大喝一声，再次调动体内灵海的灵力，顿时四周浮现出好几道滔天巨浪，巨浪分别压向在场众人。沈墨，快逃！姬夜雪宛若离弦之箭，朝着沈墨的方向就追了上去。沈墨双眼微眯，有些惊讶，姬夜雪转性了。这个想法刚一升起，就被他否定。他可不信姬夜雪会是如此大义之人。那么目的就显而易见了，九幽令。
姬师姐，多谢。沈墨回头致谢，速度再次提高。姬夜雪暗骂一声，脸上挤出笑容。沈师弟，你等等我。半个月过去，归途沙丘深处，沈墨还在逃命，姬夜雪在身后紧追不舍。沈师弟，你等等我，他们已经被甩掉了。姬夜雪气喘吁吁道：还没呢，我看到钱青书的身影了。沈墨扭过头，佯装惊慌模样，速度再次提高。他岂能不知姬夜雪的目的？想追我，那就看你的灵海能否支撑住了。沈师弟不必惊慌，钱青书真没追上来。姬夜雪有些吃不消了，他好不容易突破到炼气圆满，体内灵海更是达到了1000丈，可连追了半个月，他的灵海储存的灵气都消耗殆尽。反观沈墨，跟个没事人一样。姬师姐，我看你好像支撑不住了，要不你留下来断后，我先走。沈墨微笑道。姬夜雪眼前一黑，险些栽倒。这是人能说出的话吗？难道他不会怜香惜玉？姬夜雪脑袋灵光一闪，他突然摔倒在地上，抬起头，楚楚可怜道：沈师弟，我好累，过来扶我一下好不好？扶你妈！沈墨根本不理，速度再次加快。楚萧然呀，楚萧然，你胆子挺肥啊！归途沙丘某处，一名身穿白衣道袍的修士带领着3、4人将楚萧然给围了起来。楚萧然心中挖凉，陪笑道：赵师兄，你这是干嘛？咱们青山宗和太上宗不是世代交好吗？他嘴角苦涩，为了能来这真龙朝寻得机缘，几乎是花光了他所有积蓄才购买到一个名额。没想到刚落地就碰见了流沙，还好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具被烤焦的尸体被流沙卷到了他面前，尸体的储物袋居然有一颗筑基丹，他没有丝毫犹豫便吞服下去，成功筑基。转眼又碰上了太上宗排名第2的赵启元。赵启元只是炼气圆满，而他已经是筑基，这给了他很强的自信，当即就准备勒索一番赵启元。但没想到刚出手他就后悔了，对方居然带了剑下品宝器进来。世代交好，笑话！上一届真龙朝之行，你青山宗可是斩了我太上宗好几位天骄。赵启元冷笑连连，那不是钟离儿长老干的吗？跟我可没关系。楚萧然满眼绝望，看样子是逃不掉了。哦，你的意思是钟离儿不能代表青山宗，还是你不是青山宗弟子？赵启元戏谑道。听到这话，楚萧然眼前一亮，有转机。他立刻爬上前抱紧赵启元的裤腿。赵师兄有所不知，我早就有了加入太上宗的想法。滚！赵启元满头黑线，一脚就将他踹飞出去。太上宗不收废物。说罢，他话锋一转，除非你能拿出相应的宝物，我可以选择不杀你。楚萧然眼中闪过绝望，他哪还有什么宝物？全身家当都拿去购买名额了。要不是对方修的是无情道，他都想将柳如烟给当了。等等，柳如烟？对啊，我怎么没想到？楚萧然浑身一震，似乎看到了活下来的希望。赵师兄，我有一件仙缘送给你。仙缘？赵启元眉头轻挑，伸出手，拿给我吧。不在我身上。楚萧然立刻开口道。你敢耍我？赵启元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他身后的几人见状，立刻将灵剑唤出。明晃晃的剑刃看得楚萧然一阵心惊肉跳，他赶忙解释道：是这样，赵师兄，您还记得当初在灵州上的沈墨吗？沈墨，就是那个击败何不凡的家伙。怎么了？赵启元仔细回忆了下，疑惑道：对，就是他，他身上藏有仙缘。楚萧然再次爬到赵启元脚下，察觉到赵启元脸色不善，他不敢再抱对方大腿，继续开口：赵师兄有所不知，这个沈墨半年前还是炼气3重，仅仅半年时间就达到了炼气圆满，并且击败何不凡，他肯定是获得了不得了的仙缘。听完楚萧然的解释，赵启元眯起双眼，半年连破7境确实有些夸张，但也有可能是人家厚积薄发，一招顿悟也说不准。你说的仙缘有些太牵强了，所以你还是去死吧。话落，赵启元抬起手就要将其击毙。楚萧然惊恐大叫道：他是个武灵根。赵启元眼中爆发出金光，一把将他给提了起来。你说什么？武灵根？对，此事千真万确，我道侣曾经是他大嫂，当初还是我将他从凡间带到青山宗的。楚萧然不敢再卖关子，将自己所知道的全部和盘托出。他刚才明显感受到了死亡的危机，在藏拙，搞不好真要把小命丢在这。赵启元将楚萧然扔回到地上，眼中充满了贪婪。照你这么说，沈墨和你关系应该很好。那是自然，我道侣可是他大嫂。楚萧然见他态度转变，也是赶忙扯起虎皮做大旗道：
每隔一段时间，我道侣都会去照顾沈墨几天，甚至在我闭关的时候，沈墨还会让我道侣带回一些丹药供我修行。由此可见，沈墨对我还是十分尊重的，给了这么多丹药，从未要过报酬。他越说越激动，仿佛自己真成了沈墨的亲哥。赵启元观他不似作伪，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好，很好，既然你和沈墨关系这么好，关键时刻被刺他一下，我想你做得到吧。沈墨能击败何不凡，实力肯定和他是一个层次的。虽然他有信心能击败沈墨，但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决定留楚萧然一条狗命。毕竟他从未和沈墨交过手，对方有什么底牌也不知，特别是在这随处可见危险的真龙巢内，要是受了伤，那可就得不偿失了。当然，只要赵师兄饶我一命，我定当全力以赴。偷袭！楚萧然立刻跪倒在地，磕头道：“哎！”赵启元伸出手将他扶起，咱们以后就是师兄弟了，这就太见外了。听到这话，楚萧然顿时感恩涕零起来。就在这时，远处一道乌光直冲天际，那是重宝出世。赵启元先是一愣，紧接着脸上露出狂喜之色。归途沙丘被誉为宝物荒漠，被传送到这里的人几乎都是第一时间离去。他被传送到这，错失更好的开局，本来心情就不爽，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归途沙丘居然出现了重宝。沈墨盯着自己发光的手心，满头黑线就在刚才。他将基叶雪彻底甩掉，闲来无事，决定看一看传说中的九幽令到底有多神奇。可他刚将九幽令从储物袋中拿出，就发生了变故。只见九幽令突然散发出强烈的乌光，射得沈墨一时间睁不开眼。等他再次睁眼，发现九幽令如同纹身般刻在了他的手心，关键是这纹身还散发着耀眼光芒。他尝试调动体内灵力，想要将其逼出，可试了好几次，九幽令非但没出来，反而在吸收了他的灵力后变得愈发璀璨。他现在活像一个黑夜中的灯泡，还是几千瓦那种。与此同时，他的脑海中响起一道清脆的声音：九幽传承考核已开启，九幽令将会持续吸收考核者灵气，坚持1个月不死，获得九幽楼具体位置。进入九幽楼，奖励极品宝器1件。我操你妈！沈墨彻底无语了。按照刚才脑海中的声音描述，九幽令会一直发光，这不成人形靶子了吗？不过转念一想，他不禁庆幸，还好自己是在归途沙丘，要是在中心地带，指不定会将所有人都给引过来。他还没自信到一打所有，光一个叶灵天，他感觉就够他喝一壶了，更别提最后出现的道玄宗弟子了，那更是狠角色。这位发光的道友可否割爱，将重宝交出来？就在这时，赵启元一行人来到了此地。在他的视角中，沈墨浑身发亮，就宛如一个黑夜中行走的灯泡。看不清对方的长相，他决定先礼后兵，万一是道玄宗那群疯子，也算是给自己留了条后路。沈墨，你踏马才发光，你全家都发光，十分抱歉，这宝物已经认主了，没法交给你。沈墨收起心中郁闷，开口道：原来如此，道友运气真好。赵启元心中咯噔一声，这声音他从未听过，很明显，大概率就是道玄宗之人。道玄宗那群疯子对内重拳出击，对外更是拼命，打了一个，说不定会引来一群，得不偿失。就在他准备离去之时，楚萧然突然发声了：沈墨。他试探性询问道：神你妈个头，赶紧滚！沈墨压低声音怒道。他刚就发现了楚萧然，见他对赵启元唯唯诺诺的样子，一下就猜到楚萧然肯定是叛变了。这个时候承认自己是沈墨，那跟找死没什么区别。对不起前辈，认错人了。楚萧然被吓了一跳，赶忙抱拳道歉。哼！沈墨冷哼一声，转身飞速逃离。这个时候只有不断变换位置才是上策，一旦停下来，人就会越聚越多，总有胆大的会出手。他不敢赌。沈墨，你别跑！楚萧然的目光一直落在他身上。就在沈墨转身的刹那，他看清了他的侧脸。听到这话，赵启元猛地回过神，没有任何拖泥带水，他直接祭出手中灵剑，斩向沈墨。楚萧然，你买了个表！沈墨气急，赶忙手掐法诀，一道几百米宽的锋刃凭空出现，瞬间撞上灵剑。当，灵剑抛回，赵启元脸色凝重无比。刚那一道锋刃太大了，损耗的灵气应该很多。正常修士就算是释放这种最低级的锋刃术，仅需一小道即可阻挡灵剑。可沈墨却搓出如此巨大的锋刃，但考虑到沈墨此前可是击败过何不凡，想来应该不会做出如此事倍功半的事，一定有阴谋，但他却发现不了其中到底暗藏着什么阴谋。于是他决定跟沈墨保持距离。沈墨回过头，
见赵启元一直紧咬在身后，不由得烦躁起来。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要是不甩掉赵启元，待会可能人会更多。一旦被包围，那乐子可就大了。火球术！沈墨手掐法诀，大喝一声，原本灰暗的天空瞬间被点燃，一颗直径数千米的巨型火球从天而降，甚是骇人。赵启元面色沉重，考虑到沈墨可能藏有杀招，他果断祭出了随身携带的下品宝器翻天印。一道金印从他指尖飞出，迎风便长。翻天印上散发出炽烈的金光，火球还未触碰到便被蒸发殆尽。沈墨一下便认出了翻天印是件宝器，其上流转的光华和钟灵儿的宝船一模一样，只是光芒暗淡一点。踏马的大炮打蚊子，现在的天骄都这么奢侈了，自己就是一个基础的火球术罢了，尼玛得用宝器反击。沈墨不敢停留，疯狂催动体内灵海，他的速度再次加快。赵启元立刻跟上，依旧保持着一定距离。在没想清楚沈墨的杀招到底是什么之前，他是绝对不会冒险的，毕竟再珍贵的宝物也要有命花才行。玩弄猎物吗？沈墨脸色阴沉到极点。赵启元始终掉在身后，他停下，赵启元停下，他加速，赵启元也加速。你究竟想干嘛？有本事就上来一战。沈墨不想被当猎物了，这种感觉太难受。赵启元停下脚步，眉头深深皱起，果然真有杀招，已经按捺不住了吗？真当我赵启元是傻子？呵呵。沈道友，咱们不妨各退一步，你将宝物给我，出去后我用同等价位的灵石购买，如何？赵启元主打一个拖字诀，反正他下定决心，只要和沈墨保持距离，就不会被杀招伤到。等到其他天骄到来，让他们先去把杀招吃了，自己再坐收渔翁之利就行。最好是能等来叶灵天，以叶灵天的性格，肯定会大打出手。想到此，赵启元嘴角上扬，脸上露出一副得意之色。他妈的，欺人太甚，老子跟你拼了！沈墨看见这一幕，心中顿时变了滋味。他双手结印，体内灵海瞬间翻腾起来。天空中数十上百颗巨大火球朝着下方坠落，地面上巨型锋刃肆掠。赵启元脸色大变，他寻思着自己也没说错什么话，沈墨这就放杀招了。没有丝毫犹豫，他祭出翻天印，转身就逃。马德，站住，有本事别跑！被追了这么久，沈墨早就憋了一肚子火。赵师兄，得手了！楚萧然和其他几人紧赶慢赶跟上来，迎面撞上了赵启元。别废话，快逃！赵启元朝着他的追随者低喝道：“快看，众宝！看个屁看！快逃啊！”没看见赵启元都在逃命啊！归途沙丘上发生了诡异的一幕，一个浑身发光的众宝正追着几十名修士，众宝出现的地方还伴随着陨石坠落，锋刃切割。这个消息如同长了翅膀，在真龙巢迅速传开，分散各地的天骄都朝着归途沙丘聚集而来。叶灵天脚踩飞剑，在空中急速前行，他已经成功在灵海中筑起一座道基，迈入了半步筑基一列。启元都在逃命吗？看来是件不得了的宝物啊！你说什么？赵启元有些发懵。沈墨只会火球术和锋刃术，当初在大比上是靠着规则取巧才将何不凡击败。楚萧然郑重道，在他看来，沈墨修行时间短，一个像样的高阶术法都不会。按理来说是无论如何都打不过赵启元这种在炼气圆满沉淀好几年的老油子，可赵启元见到沈墨却开始逃跑，这一跑就是近1个月。楚萧然吃不消了，这才问出了心中的疑惑。当赵启元说出沈墨藏有杀招之时，他整个人都傻了。有狗屁杀招，就单纯的获得仙元后灵力多而已。赵启元大脑宕机，等他反应过来，哪还有沈墨的身影，就连光芒也跟着一起消失了。找，掘地3尺也要将他找出来。赵启元失声咆哮。赵启元是吧？人还怪好捏。寒潭外围，沈墨的身影出现。几天前9幽令的考核达到1个月，光芒消散的瞬间，他便逃了。说起来，要不是赵启元带头逃跑，他根本没这么顺利完成考验。下次遇到，一定好好请他喝一杯。沈墨心情大好，他跟随9幽令的指引，离开归途沙丘，来到了寒潭这处绝地。此刻他却纠结起来，要不要相信9幽令描述的路径前行？万一路径是错的，他就算有10条命也不够。李婉柔给他的那份地图中显示，寒潭是真龙巢最为凶险的绝地。自真龙巢被发现以来，上千年没有任何人能进入其中后活着出来。算了，还是去找其他宝物吧。沈墨只是思考了1秒便放弃了，多犹豫1秒都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他刚准备离开，一道阴恻恻的声音响起：结！那群傻子
还在归途沙丘寻你呢，没想到你居然来到了寒潭。沈墨猛地回过头，一行面板浮现了出来。姓名：厉无咎，性别：雄性，年龄100150，体质：木灵根，境界：炼气圆满，好感度-100。操，这好感度，我是干你娘了！小子，将重宝交出来，我饶你不死！厉无咎从袖间探出一只骷髅手，冷笑道：呵，要是没面板，我差点信了。沈墨满头黑线，看来只能正面一战了。锋刃术，哼，小道儿，你当我是赵启元？厉无咎观察了沈墨近1个月，来来回回就那2招，早就摸透了。他伸出手，一剑魂幡出现，抵挡在身前。可想象中的锋刃并未出现，反而是背部感到一阵灼烧之感。他猛地回过头，才发现背后竟然出现了一颗巨大的火球。你他妈不是锋刃术吗？怎么变火球了？厉无咎忍不住爆了句粗口。对啊，火球术。沈墨咧着个门牙大笑道。厉无咎刚将火球击散，锋刃紧随其后。火球术、冰雹术、金光斩、狂潮。沈墨想到啥念啥，但施展出来的来来回回就那么2招。厉无咎彻底被激怒，他双手合十，将魂幡插入地底。鬼牢！霎时间，魂幡涌出无数厉鬼怨魂，遮天蔽日，俨然形成了一个牢笼，将沈墨包裹在其中。沈墨赶忙施展火球术、锋刃术，试图破开，可尝试了几次，发现这些怨魂似乎杀不尽。刚破开一个口子，又立刻被堵上。就在这危机关头，金光斩、阴阳破、狂潮、无敌拳，数道攻击齐至，瞬间就将鬼牢打散。沈墨重见天日，脸色却比在鬼牢中还要阴沉。只见空中数道熟悉的身影悉数出现，何不凡、叶灵天、朱叶青、钱青书各大宗门的顶级天骄齐聚，他们一个个都脚踩飞剑，很明显都踏入了筑基之列。沈墨，将重宝给我，我保你。何不凡率先开口，似乎已经将沈墨视为囊中之物。话音刚落，叶灵天戏谑的声音便传出：呵，何不凡，你本事不大，口气倒不小。叶灵天，你想要一战吗？何不凡丝毫不怵，虽说曾经败过一场，但这10年来他早已不是当初的自己。他有信心能将叶灵天斩掉。2位哥哥，既然你们有私人恩怨，那不妨去外面一战，小妹我就在这帮你们看着他，如何？朱叶青突然插嘴，媚功发动。哼！金不悔重重一喝，一股杀气弥漫全场。妖女，你对2个废物使用媚术也就罢了，但你居然敢对我发动媚术，看来你是活腻了。他伸出手，朱叶青几乎没怎么反抗，就被他掐住了喉咙。何不凡和叶灵天回过神，2人对视一眼，纷纷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忌惮之色。他俩刚刚居然被朱叶青媚术影响，而金不悔居然一点事没有。先天筑基。朱叶青脸色大变，你怎么这么快？蝼蚁岂能对抗仙人？金不悔冷笑连连。此话一出，所有天骄脸色大变。他们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来真龙朝，就是为了进入传承之地，完美筑基。但金不悔还没进入传承之地，就已经先天筑基了。要不是沈墨获得重宝，提前暴露了金不悔的实力，扪心自问，他们单独一人与之对上，都将被斩杀。场上的形势瞬间扭转，他们不约而同远离金不悔，聚在一起，大有联盟之势。金不悔嗤笑一声，瞥了眼身后的钱青书：青书，你要不要去对面？师兄说笑了。钱青书擦掉额头的冷汗，有些心虚。他此前居然想借助重宝压制金不悔，现在想起来就是一阵后怕。还好当初沈墨将九幽令抢走了。结，诸位怎么说？厉无咎自知无法独享重宝，索性将话题挑明。还能怎么说？先联合斩杀金不悔，再凭实力瓜分沈墨。好。叶灵天话音刚落，立刻就得到了在场天骄的一致认同。你们太让我失望了。金不悔丝毫不慌，反而有些兴致阑珊。斩了你们，我再去九幽楼。话落，金不悔瞬间爆发出强横的实力，以他为中心，挂起阵阵凌厉旋风。其他天骄脸色阴沉，各自唤出武器，严阵以待。就在这时，一道冷笑响彻全场位：你们也太不把我当回事了吧！金不悔瞥了沈墨一眼，完全将其无视。他扭头看向众人：你们是一起上，还是一个一个来？一众天骄眉头紧锁，无人答话。他们可是各自宗门的超级天才，没想到在真龙朝中被人如此侮辱。既然你们不选，那我帮你们选吧。金不悔冷笑一声，翻手间一尊宝塔出现在手中，宝塔上布满各种玄奥符文，光是看上一眼就令人心生胆寒。通天塔。
道玄宗真是好大的手笔，上品宝器都让你带进来了。叶灵天声音有些沙哑，境界比不过，宝物也比不过，他升起一阵深深的无力感。同样无力的还有沈墨。就在刚才，他还打算威胁一番，但金不悔都拿出上品宝器了，明显是不打算让在场众人安稳离开。特别是他这个持有九幽令的正主，如今看来只有进入寒潭这条路可走了。想到此，沈墨抬起头，嘴角微微勾起。金不悔是吧？下次再见，我必斩你。话落，他纵身一跃，跳进了寒潭中。众人看到这一幕，顿时变了脸色。没想到这沈墨也是个狠人，这可是真龙朝最为凶险的绝地，无数年来从未有人走出来。哼，沈墨是吗？我记住你了。金不悔没有生气，反而难得正色起来。比起这些所谓的天骄，你更值得让人尊敬。众人听到金不悔的评价，自觉被羞辱，脸都涨成了猪肝色，但却拿他毫无办法。既然沈墨已死，我也懒得再和你们这群废物出手了。金不悔认定了沈墨必死无疑，收起宝塔，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原地。叶灵天、何不凡几人对视一眼，默契四散离开。他们要寻找机缘，早一点完美筑基，一雪前耻。寒潭深处，沈墨满脸好奇，四处打量。乍一听寒潭这个名字，会以为是冰冷的湖水，可真实的寒潭犹如一面镜子。当沈墨进入寒潭，才发现这里有山有水有天空，与外面几乎一致。唯一不同的是，寒潭中昏暗无比，外面的阳光不能进入分毫。就在这时，一道凄厉的吼声传来。沈墨下意识手掐法诀，一团巨大的火球凭空出现，火球闪烁炽烈的光芒，一瞬间就将四周点亮。沈墨看清了周遭的情况，他不禁感到头皮发麻。眼前不知何时出现了一群身穿各色道袍、双眼漆黑、没有瞳孔的修士。姓名：寒奴，性别：未知，年龄：未知，体质：未知，境界：筑基圆满，好感度0。看到浮现的面板，沈墨咽了咽口水。这样的寒奴少说也有上百只，难怪是真龙朝第一绝地，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筑基圆满。他紧紧练气，这怎么玩？好在这些寒奴好感度不是负数，看起来也没有攻击欲望，不然他早就被撕碎了。噗嗤，火球熄灭。沈墨赶紧再次施法，照出一道火球。下一刻，他差点被吓尿。只见寒奴们就在刚刚火球熄灭的瞬间，已经来到他四周不足2米的位置，隐隐将他包围起来。卧槽，不会真要交代在这了吧？火球再次熄灭，沈墨都感觉到后背传来一丝凉意，搞不好这寒奴都已经对到脸上了。就在这危急关头，他手中突然绽放出一道乌光，瞬间点亮了全场。果不其然，这些寒奴距他仅一步之遥。沈墨轻嗤一声，一道道风任凭空出现，斩向一众寒奴。他打算先下手为强，坐地等死可不是他的习惯。寒奴们没有反抗，锋刃撞击在他们身上发出当的一声，他们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就连身上的道袍也未曾损伤。沈墨嘴角发苦，看来今天是要交代在这了。就在这时，他右手的光芒越来越亮，九幽令突然脱手而出，漂浮在空中。一众寒奴见到这块令牌，竟不由自主的后退，似乎有些害怕九幽令缓缓向前飘去。沈墨眼前一亮，立刻跟上。不知过了多久，沈墨在九幽令的引导下来到了一幢漆黑的塔楼，牌匾上的文字充满玄奥，似乎并不是这个时代的文字，但依稀可以辨认出九幽塔3个字。沈墨内心巨震，这就到了传说中的九幽塔，沿途居然没有遇到任何危险，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就在沈墨愣神之际，九幽令光芒一闪，径直飞入了塔楼，四周的火盆瞬间被点燃，塔楼散发出七彩光华。有了光源，沈墨这才看清，九幽塔四周汇聚了上千名寒奴，他们虽没有瞳孔，但沈墨却感觉他们一直在看着自己。嘎吱，九幽楼大门打开，散发出刺眼的白色光芒。考核者，入内。一道清冷的女声兀地在场中响起。沈墨被吓得一激灵，左顾右盼，这才发现考核者似乎说的是自己总不会是这些寒奴吧。考核者，入内。女声再次传来，声音冷漠，不带任何情感。沈墨咽了咽口水，看向四周，好像除了进去没有其他退路了。想到此，他一咬牙，径直走了进去。就在他消失的瞬间，一众寒奴眼中闪过一丝光亮，他们迷茫地看向九幽塔，眼神中流露出一抹期待。还没持续一息时间，他们瞳孔再次覆盖上一层漆黑。刚进入到九幽塔内部，一束光柱直接落到沈墨身上，他只感觉浑身暖洋洋的，
体内的灵海也跟着沸腾起来。可下一秒，女声再度响起，请考核者放松心神，正在检测考核者体质是否能参加接下来的考核。卧槽，还有考核！沈墨大吃一惊，不是说坚持1个月就能来领奖吗？然而他的疑问并没有得到回答。别检测了，我是武林根，肯定过不了测试，不如直接将宝物发放，然后送我离开寒潭吧。沈墨仰起头，朝着光柱上方喊道：考核者是否要放弃考核？女声传来：放弃有什么后果？沈墨下意识询问道。放弃视为未通过考核，抹杀灵魂，炼为寒奴。考核者是否放弃？放你妈个切！沈墨头都大了，原来外面那群寒奴全是失败者，一上来就测体质，这未免有点太不厚道了。身为武林根，自己骄傲过吗？需要这样制裁？但眼下除了继续参加考核，也没其他办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不放弃！沈墨咆哮道。检测结束，完美体质，符合参加考核规则。啊！随着冰冷的声音落下，沈墨傻眼，呆愣在原地。武林根也是完美体质，9幽楼年久失修了。这样看来，自己还真有可能活下去。检测考核者是否有丹药师潜力？又是一道光柱将沈墨笼罩。是不是没有丹药师潜力也会被炼成寒奴？沈墨下意识开口问道，也没指望能得到回答。是的。可这次女生出奇地回答了他的问题。沈墨瞬间变了脸色，难怪外面那么多寒奴，这考核也太苛刻了。首先要实力强大，能够在一众天骄手中支撑1个月。其次检测什么狗屁体质，最后还要查验是否是炼丹师。前面还好，最后这一环可就太难了。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如他一般，既是炼丹师，又有庞大的灵海。检测完毕，一阶炼丹师符合要求。考核正式开始。随着9幽楼声音落下，一道刺眼的光芒袭来，眼前的场景陡然变换。沈墨再次睁开眼，发现自己身处一座丹房内，面前摆放着一顶火红色的丹炉，光看品相就知道非同寻常，搞不好是一件宝器。丹炉四周是一排排架子，上面摆满了药材。第一关，石炉内炼制出一枚完美聚气丹，限时1天，失败抹除灵魂。计时开始。话落，房间中央顿时出现了一根巨型线香，正在缓慢燃烧。啊！沈墨有些懵逼，这也叫考核？完美聚气丹不是有手就行。他当即盘膝坐下，探出手，在他的指引下，药架上飞出好几株灵心草和蛇眼果，落入丹炉。1刻钟不到，10枚完美聚气丹从丹炉激射而出，一炉成丹，品质完美。10枚，9幽楼传出的女声都带有了一丝情感，似乎被惊住。第一关通过。第二关，石炉内炼制出一枚完美龙虎丹，限时3天，失败抹除灵魂。龙虎丹。听到这关考核的内容，沈墨嘴角都咧到了耳根子。这9幽楼还怪好念，全是他的拿手绝活。他再次取下药材，扔入丹炉炼制，动作行云流水，炼的不是丹，反倒是像一件艺术品。1刻钟过后，4枚完美龙虎丹飞出，一炉成丹，品质完美。4枚。随着声音落下，一道虚幻的窈窕身影浮现在丹房。沈墨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一跳，他尝试窥探对方面板，却一无所获。这种情况还是头一次，肯定是一位超级强者，超出了系统的能力。他立刻反应过来，站起身躬身抱拳，晚辈见过前辈。古莲幽没有应答，眼中只有空中漂浮的4枚丹药。良久，他薄唇轻启。第二关通过。沈墨抬起头，想要看清对方长相，可映入眼帘的只有一道身影，脸上被一团迷雾笼罩。醒来！听到古莲幽的轻喝，沈墨猛然惊醒，这才察觉到一旁用来计时的线香居然已经燃尽，仅是一眼便沉沦了3天。这是何等恐怖的力量！沈墨只感觉后背一阵发凉，没等他作何反应，古莲幽清冷的声音再次回荡在丹房。第三关，石炉内炼制出一枚完美筑基丹，限时1个月，失败抹除灵魂。鉴于你是1阶炼丹师，筑基丹属于2阶丹药，难度降低，只要炼制出成品就算过关。话落，他伸出纤纤玉手，一页仙纸飞出，检测到筑基丹丹方是否花费羁绊值领悟。领悟，筑基丹丹方有误，花费200羁绊值以修正领悟。伴随着系统声音落下，一串串讯息粗暴地灌入沈墨脑海。玄冰花取蕊，天元果取核，辅以百草露。筑基丹丹方上的文字晦涩难懂，让人摸不着头脑。好在他有贵，仅仅一个呼吸，他便将筑基丹丹方悟透。筑基丹作为2阶丹药，对于药材的用量更为苛刻，
光辅药就有2种，这还是其次，最难的便是灵火。他只是一阶炼丹师，还未曾寻得灵火。古莲幽似乎是猜到了沈墨此时的尴尬，他轻挥衣袖，丹房中瞬间出现了数十种2阶灵火，这些灵火都已经被驯化过，你可以放心使用。古莲幽清冷的声音传来，沈墨立刻伸出手，丹房中一团红色的火焰如同有了灵智，瞬间跃上他手心。感受着手心传来的温暖，沈墨浑身一震，太奇妙了，这就是灵火吗？仿佛是自己的手臂般挥洒自如，没有丝毫犹豫。他立刻盘膝坐下，左手抬起，隔空一点，药架上飞出3种药材，分别是玄冰花、天元果、百草露。去！随着沈墨将灵火置入丹炉，空中的药材也纷纷自动取蕊，去和灵火在他的操控下不断变化温度，时而升高，时而降低，药材也跟着消耗殆尽。1个时辰过去，丹顶猛地一震，2颗晶莹剔透的白色丹药瞬间冲出。古莲幽探出玉手，将2颗筑基丹夹住。在看到这2颗筑基丹的瞬间，他脸上的浓雾一时间变得更加虚幻。告诉我，为何将9叶枝换成了天元果？突发奇想，几乎没有任何思考，沈墨就做出了回答。总不能告诉对面自己有挂吧？好一个突发奇想！当初那群老顽固，要是有你一半的思维，不固步自封也不会导致。古莲幽察觉到自己有些失言，立刻改口道：第3关通过。随着他话音落下，白光一闪，丹房瞬间消失不见。沈墨睁开眼，发现自己进入了一间书房。书房中漂浮着3样散发着玄奥符文的宝物，分别是一件梭子、一枚古印、一张仙纸。如你所见，这3件宝物的品质都不低于极品宝器。听到这话，沈墨下巴都快被惊掉了。不愧是九幽楼，随随便便就是3件极品宝器。既然你已经成功闯过第2阶段的考核，那么你可以有2个选择：一，继续挑战第3阶段的考核，也是最终考核，失败依旧会被抹去灵魂，炼成寒奴；二，放弃考核，这3件极品宝器任选1件带走，不会被抹除灵魂，但需要立下天道誓言，不许将考核内容泄露。你选吧。古莲幽有些期待地看向沈墨，这还用选？多犹豫1秒都是对生命的不尊重。鬼知道第3阶段是什么考核，他可不想将小命搭上。我选2。听到这个回答，古莲幽娇躯一颤，有些意外，但下一秒他便恢复如常，清冷的声音再次传出：很好，你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那么接下来开启第3阶段考核。原本还一脸得意的沈墨瞬间傻眼。啊，不是，我选的2啊。面对沈墨的控诉，古莲幽充耳不闻。他玉指轻点，面前的场景再度发生变化，一座高耸的石碑赫然出现在沈墨面前。你看起来有些不开心。古莲幽笑道。沈墨抬起头，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我选的2。哼，我辈修仙者本就是逆天而行，与世无争，谈何长生？古莲幽似乎很不喜欢沈墨的态度，教训起来。我选的2。古莲幽有些无语，轻叹一声：这关就1个考核，我会给你降低难度。考核不过会死吗？沈墨眼睛一亮。会。古莲幽犹豫片刻，回答道：我选的2。古莲幽，考核开始，触碰石碑，检测灵海容量。鉴于天地有变，难度降低，达到万丈即可通关。他不再理会沈墨，自顾自地讲起本关规则。万丈，沈墨有些傻眼，又是送分帖。古莲幽明显是误会了沈墨，不屑一笑。区万丈就惊讶成这样？放在上古时代，万丈只是起步，真正的天骄灵海可达5万丈，甚至7万丈。听到这话，沈墨满脸震惊，不是3万丈就圆满了，还能达到7万丈？哼，谁跟你说3万丈就是圆满了？古莲幽自傲道。7万丈也不是极限，9万才是。但纵观古今，能达到9万丈灵海的，无一不是人中翘楚。我当初便是9万丈灵海。9万丈，古莲幽一席话彻底刷新了沈墨的认知。原本他达到2万丈灵海，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没想到跟眼前之人一比，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见沈墨神情落寞，古莲幽宽慰道：别气馁，好在你是武灵根仙体，老是老了点，但还有得救。听到这话，沈墨顿时变得古怪起来。武灵根、仙体，这2个词他都认识，但组合到一起就变成了天书。武灵根不是废体吗？放狗屁！古莲幽下意识爆了句粗口，老娘就是武灵根，哪废了？不照样河道了？河道沈墨脑袋嗡嗡作响，眼前之人居然是一名河道境。炼器、筑基、金丹、元婴、化神、炼虚、河道、大成、渡劫马德。
超级大佬，难怪系统显示不出他的面板。要是能将他带出去当保镖，这修仙界不是横着走。别想了，古莲幽轻声一叹，我早已陨落不知多少岁月，你现在看到的不过是我当初留下的一缕残魂。离开九幽楼，我就会消散。你会读心术？沈墨瞪大眼睛，他内心的想法居然被古莲幽发现了。不会。听闻此言，沈墨松了一口气，要是会读心术就太可怕了。但你心中的强烈欲望，我可以窥探一二。沈墨，这不还是读心术吗？河道境强者果然恐怖如斯。他赶紧岔开话题，询问道：不是丹灵根才是仙体吗？古莲幽嗤笑一声，回答道：武灵根之所以被称为仙体，是因为天生亲和五行元素，更能轻易领悟五行法则。丹灵根只亲和一种元素，领悟其他法则远没有武灵根来得快。呵，那群老东西，为了一己私欲，居然捏造是非。可是，我感觉我吸收灵气极为缓慢，确实是废体啊。沈墨问出了心中埋藏已久的疑惑，那是因为这方天地没有武灵根适配的功法罢了。他悠悠一叹，探出手朝着沈墨眉心一点，霎时间一道讯息钻入脑海：五行补天录。随着时间流逝，沈墨领悟了这门功法。他取出一颗完美龙虎丹吞入腹中，运转这门功法。完美龙虎丹的灵力被他尽数吸收，没有一丝一散。体内的灵海在吸收灵力后再次得到扩张。沈墨彻底惊了，原来武灵根真不是废体。古莲幽很满意沈墨的表情，笑道：九幽楼将无限提供完美丹药供你修炼，半年过后触碰灵碑未达到万丈灵海，依旧会被抹除灵魂。不是我。沈墨刚想说自己已经达到万丈灵海了，可古莲幽却打断了他发言，似乎消耗了太多灵力，他的身形变得更加虚幻。我现身时间太长，需要休息了，半年后再见。希望你别让我失望。话落，古莲幽身形消散。与此同时，一枚完美龙虎丹符现在沈墨眼前。无限供应吗？有些意思。没了生死危机，沈墨整个人变得轻松起来。他张开嘴，完美龙虎丹自动飞入，配合施展五行补天录，这枚丹药很快便被消化。紧接着，他面前又出现了2枚。距离进入真龙巢已经整整过去半年。沈墨盯着眼前空荡荡的九幽楼，有些无语。说好的无限供应呢？怎么停止了？这半年来，九幽楼先是提供各种丹药，到后来丹药用完，直接将各种宝器轰碎，化作灵力流入沈墨体内。他的灵海得到了飞速扩张，达到了惊人的8万丈。就当他准备朝着9万丈进发之际，九幽楼居然不提供资源了，你做了什么？就在这时，古莲幽的身影再次浮现。沈墨抬起头，瞬间呆立当场。只见他的身形变得更加透明虚幻，似乎被抽干了。古莲幽盯着沈墨，失声道：8万丈，跟前辈的9万丈灵海比起来，还是差远了。沈墨立刻站起身，躬身一拜，谦虚道：听到这话，古莲幽身形一僵，有些尴尬地摆了摆手：你还年轻，还有机会能达到9万。可我感觉达到8万丈后，体内的灵海似乎趋于圆满，这是为何？沈墨疑惑道：这是因为8万就是人体的极限，至于9万，需要外物辅助才行。古莲幽郑重道：何种外物？沈墨继续追问。需要将天地间具有唯一性的宝物纳入体内炼化。古莲幽轻声一叹：天地灵火。是，也不是。天地灵火只是其中一种。古莲幽犹豫片刻，开口道。他突然转过身，直视着沈墨：你想不想达到9万丈灵海？听到这句话，沈墨迟疑了，说不想，那是假话。他跟眼前的女子非亲非故，按他的说法，9万丈灵海放在上古时代也是屈指可数，对方凭什么这么帮他成就9万丈灵海？面对这么大的诱惑，还能保持本心，不错。古莲幽满意点头。下一刻，他脸上的浓雾消散，露出一张极其惊艳的脸庞。他眉如远山寒带，眼若星河，唇似染霞，嘴角微微勾起，噙着3分似笑非笑。姓名：古莲幽。性别：雌性。年龄：2000。体质：武灵根。境界：河道初期。好感度：20。沈墨一时间看呆，这是何等的惊艳，配上那一袭白裙，他都以为是仙女下凡。我时间不多了。古莲幽苦涩一笑，眼中满是无尽悲凉。你可听说过古灵生焰？古灵生焰。沈墨瞳孔震动，他之前听钟灵儿提起过，但并未放在心上。现在想想，好像钟灵儿说过古灵生焰就在寒潭中。难道看来你是知道了？古莲幽直勾勾地看着沈墨，
嘴角微张，一字一句道：“我就是古灵生艳。”啥玩意？沈墨瞪大了眼睛，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排名第7的天地灵火，居然是一位仙女，这说出去谁信？反正他是不信。前辈，你开玩笑的吧？我没有开玩笑。古莲幽瞥了他一眼，青葱的玉指伸出，下一刻，整个空间遍布森白色火焰。尽管被火焰包围，但沈墨却未感受到丝毫灼烧的气息，反而是大脑有些眩晕，仿佛灵魂快要被蒸发。这就是古灵生焰的能力，不同于其他灵火的狂暴，它是直接灼烧灵魂，作用于灵魂。这可太夸张了！凡是跟灵魂有关的宝物，都能掀起修仙界腥风血雨。青山宗的宗主就是凭借一件灵魂类宝器，使得宗门近100年来无人敢犯。沈墨再次被古灵生焰的能力给震惊到，这还只是他其中最浅显的能力。古莲幽轻声叹息，伸出手，白色的火焰在他指尖辗转腾挪，似乎在跳舞。他眼中落寞之意更甚，只是可惜，我得到他的时候已经是河道尽了，也就仅仅就开发出一个能力。说罢，他衣袖轻挥间，一名寒奴出现在身侧。如你所见，这些寒奴便是古灵生焰的杰作。所以，告诉我，你想要古灵生焰吗？古莲幽转过头，目光直视沈墨，似乎想要看穿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想要吗？当然想要。沈墨低下头，眸光闪烁，但他依旧相信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更别说这吃人的修仙界了。古莲幽要是没有苛刻的条件，他是完全不信的。想到此，沈墨抬起头，郑重道：“说吧，什么条件？”条件。古莲幽闻言嗤笑一声，他堂堂河道境大能，没想到会有一天跟一名炼气境的小修士谈条件。放在以前，炼气境界他一面的资格都没有，他身上掉落的一根头发都能轻松碾死沈墨。我古莲幽骄傲一声，还没沦落到像一个小辈提条件。况且，你以为古灵生焰是那么好融合的？别看他在我手中这么温顺，一旦我解开他的束缚，顷刻间就能将你碾成飞灰。说罢，古莲幽直视沈墨，告诉我你的选择。听到融合还有生死危险，沈墨再次迟疑。虽说古灵生焰的确强大，但他只是想长生罢了。既然和他的初衷相违背，干嘛还要凑上去？我拒绝。想了几秒，沈墨开口回答道。听到这个回答，古莲幽双眼眯起，四周的白色火焰猛地窜动起来。隔了许久，他收起火焰，展颜一笑，倒是谨慎。我还担心将如此重宝给你，你会死于非命。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不是我只是单纯的怕死。沈墨嘴角张了张，没有出声。算了，对方只是一缕残魂，随他怎么想吧。记住，坚守本心。古莲幽突然娇喝一声。啥？沈墨还没反应过来，只见一团白色火焰猛地冲进他眼中。霎时间，他只感觉到浑身冰冷，手脚不听使唤，连大脑都停止了思考。丹田中，古灵生焰一头扎进灵海，整个灵海瞬间沸腾蒸发，8万丈瞬间缩小到7万丈，还在持续缩减。坚守本心，古莲幽的声音传来。沈墨猛然一震，坚守尼玛，老子说了拒绝，每次都这样，既然不能拒绝，还让我选择什么？娘西皮的！事关生死，他虽心有不满，但还是操控起灵海，想要将古灵生焰扑灭。不要对抗，让他吸收你的灵海。古莲幽的声音再次传来。玩我呢？灵海让他吸收了，我不就死了？沈墨没有听取叶莲幽的建议，继续对抗。看着他脸庞上一半泛白，一半泛黄，2种颜色互相交替，古莲幽很是愤怒。很明显，沈墨没有听从他的安排，继续在对抗，真是自大到极点。要不是被隔绝在真龙巢上千年岁月，这具残魂的力量损耗殆尽，九幽楼也没办法从外界汲取能量，他根本不会选择将古灵生焰交出。天地灵火是与生俱来的，每一种都有自己的脾气，越是对抗，越是能激起他们的反抗之心。与其说是融合灵火，倒不如说是和灵火形成合作关系。他之所以会让沈墨放弃抵抗，就是这个原因。先让古灵生焰吃饱，证明自己有能供给他成长的实力。一旦双方达成协议，就可以借用古灵生焰的能力。放弃抵抗！古莲幽再次喝道。他在这苦等了上千年，好不容易等来一个好苗子，他可不想就这么让沈墨轻易死掉。沈墨充耳不闻，依旧催动着灵海挤压向古灵生焰。灵海还在不断缩小，短短半个钟过去，已经不足万丈。沈墨浑身泛白，如同外界的寒奴一般，生机全无。看到这一幕，古莲幽仰天一叹，还是你们这些老家伙赢了吗？真是不甘啊！说着，他的身形开始消散。沈墨猛然睁开眼，
眸中一片漆黑。一道沙哑的声音从他嘴中传出：“古莲幽，多谢你为本尊寻来这么一副好身体，也不枉我和你一起共度这么长岁月。可惜你只是一缕残魂，要是真身没死，我会选择将你炼成寒奴，报答你。”你……古莲幽强行阻止已经消失过半的身躯，满脸震惊地看向沈墨：“已经诞生出一时了吗？”诞生。沈墨站起身，活动了下身体，咧嘴笑道：“你当我是寻常灵火？每一种天地灵火都有意识，只不过他们选择和你们合作罢了。相比较诞生，我更喜欢觉醒这个词。那你为何当初不选择夺舍我？”古莲幽询问道。“古莲幽，你怎么这么白痴？”沈墨古怪地看向他。旋即哑然一笑：“也对，你只是一缕残魂，当初你可是河道境大能，我只是刚觉醒意识，哪斗得过你？再后来你只剩残魂，夺舍你，我不是把自己推向火坑吗？”听完沈墨的讲述，古莲幽轻声一叹，自己只是一缕残魂，要是还是河道境，翻手就能将其灭掉，但也无可奈何了。就在这时，变故突生，沈墨身形一震，眼眶重新浮出光彩。不，这不可能！他失声尖叫。灵海中，一道道黑色锁链凭空出现，将古灵生焰牢牢捆住。检测到天地灵火，是否花费羁绊值吞噬？吞噬！沈墨的声音回荡在灵海上空，消耗2000羁绊值，吞噬其10%。随着系统声音落下，黑色锁链散发出阵阵黑烟，古灵生焰疼得哇哇乱叫。他明显感受到，就那么一瞬间，他的本源流逝了一层。这可是本源啊，一旦流逝，就再也无法补充，存在了成千上万年，这种事可从未发生过。他瞬间慌了，立刻开口道：“小子，住手！”沈墨的身形凝聚在灵海上空，冷漠地俯视着古灵生焰。现在知道怕了，早些时候干嘛去了？他装出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似乎已经将古灵生焰的命运攥进手中。古灵生焰见状，立马换了副语气：“嘿嘿，我这不是测试下你的实力吗？这不，咱们俩合作，总得清楚对方的实力吗？”测试？沈墨笑了：“那我也测试测试你的实力呗。”说着，他抬起手，作势要继续抽取他的本源。古灵生焰顿时被吓尿：“别！我服了，咱们立下契约吧，以后灵力55分。”他自觉给出了一个非常优渥的条件，毕竟以前几位宿主都是和他82分，都把他当宝贝一样供着，就连古莲幽也是一样。55！沈墨瘪嘴，刚准备答应，脑海中猛然一震：不对，10分有12分的不对。古灵生焰存在的岁月远比自己久远，他主动提出55分，一定是在试探。要是自己立刻答应，就证明没有能力抽取他本源。想到此，沈墨会心一笑：“我觉得还是91吧。”91！古灵生焰明显一愣，白色的火焰中露出一张人脸，古怪地看向沈墨：“你真愿意给我9？”他有些搞不懂眼前的年轻人在想些什么。难道几千年未现世，这个时代变了？你想啥呢？我9你1。沈墨满脸无语，这古灵生焰可真敢想。不可能！古灵生焰想也没想，直接拒绝。那就是没得谈了。沈墨耸了耸肩，再次抬起手。见到沈墨的动作，古灵生焰瞬间怂了。82，最多82，要是再低，我宁愿自爆也不如你所愿。沈墨见状，眼前一亮，但并没有急着表态，而是拄起下巴，佯装陷入沉思。大概过了几分钟，他这才抬起头，一脸为难道：“也就是你排名够高，要是换了其他天地灵火，我肯定不会答应。”听到这话，古灵生焰长出一口气，好在是保全了小命。他刚说自爆也只是吓唬沈墨，要是沈墨坚持91，他最终还是得接受。现在想想，原本要从这片修仙界彻底消失，但现在不仅没有消失，还获得了2层的灵力。他感到自己赚麻了。哼，人族小子，跟我斗，还是太年轻了。随着一人一火达成交易，古灵生焰之前吞噬的灵气也被吐了出来。沈墨体内的灵海正以极快的速度进行扩张，1万丈、3万丈、6万丈，一直扩到整整9万丈。灵海再无法扩张，这才停下。古灵生焰悬浮在灵海上，身影都暗淡不少。小子，你可千万别死了，我储存的灵力都用来帮你扩充灵海了，现在需要休息一下，记得82分。说罢，他身形消散，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看见这一幕，沈墨不禁啧啧称奇。明明能感受到古灵生焰的存在，可就是发现不了它。这就是天地灵火的奇特之处吗？旋即，他睁开眼，发现古莲幽正奇怪地看着自己。你是沈墨？如假包换。沈墨嘿嘿一笑道：“呵，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
古莲幽展颜一笑，一时间沈墨都看呆了。世间怎么会有如此美丽的女人？我要走了，这座九幽楼就赠予你吧。沈墨回过神，这才发现古莲幽的身子早已只剩一半，并且还在继续消散。你，这是……我本就是一缕残魂，我存在的目的便是受本尊命令，挑选一个合适的传人。现在使命完成，我也该消失了。古莲幽无奈苦笑，玉指轻点，一道光团飞入沈墨脑海。一瞬间，沈墨便已经掌握了整座九幽楼。九幽楼这么多年下来，为了供我存活，早已将楼中的宝物消耗殆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目前的能力依旧不亚于极品法宝。古莲幽话语飞快，似乎是在交代遗言，与时间赛跑。塔楼共7层，每一层都关押了许多修士。在我放弃古灵生焰之前，便将寒奴们召回楼中。是放是杀，你自己决定。他每说一句话，身体便消散一分，直到最后只剩一张绝美的脸庞。切记，实力未到，不要进入下一层。真龙朝传承之地，无数天骄齐聚于此。再有半月不到，真龙朝最后的传承即将开启。他们已经卡在炼气许久，自然是不会错过，再等30年，早早便在此等候。人群四散分开，互相提防着对方。这半年来，他们早已看清彼此，什么同门友谊，生死兄弟，在巨大的诱惑面前都将反目成仇。江陵，你居然还没死！姬夜雪冷冷地看着御剑而来的倩影，嘲讽道：哼，手下败将。江陵瞥了他一眼，从飞剑跳下，径直走到一旁。这青山宗的江陵这么厉害，居然能击败姬夜雪这个先天筑基。我看他散发的威压不过普通筑基罢了，怎么可能？谁知道呢？或许隐藏了实力吧。众人在两女之间来回扫视，议论纷纷。姬夜雪双眼眯起，杀意沸腾。曾经败于江陵手中，本就是他的耻辱。如今江陵居然在大庭广众下说出来，这不是在打他脸吗？出来一战！姬夜雪率先走出，手中冰魄剑直指江陵。他凭借着天赋和机遇，成功筑起2道道基，而江陵只是普通筑基。如今正是雪耻之际，他自然不会放过。江陵瞥了他一眼，闭上双眼，不做回应。倒不是怕了，而是他来此的目的是金不悔、叶灵天等人。在得知沈墨被这些人逼死，他早已存了必死之心。就算不能杀死他们，也要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江陵，你聋了？姬夜雪柳眉倒竖。江陵越是表现得不在意，他越是心生烦躁，想急切证明自己并不弱于对方。小雪，一个垃圾而已，不要生气。钱青书轻摇折扇，缓缓走上前，瞥了江陵一眼，看向姬夜雪，脸上露出和煦的笑容。虽被姬夜雪背叛过一次，但后来他也想通了，要不是被背叛，自己拿到九幽令，前往九幽楼获得造化，出来肯定会被金不悔给斩了。如此一来，姬夜雪反倒是救了自己一命。不关你的事，这是我和他的恩怨。姬夜雪冷声道，话音不重，但全是杀气。钱青书尴尬一笑，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不就是想和他公平一战吗？这容易。话落，他收起折扇，浑身爆发出强大的灵力，四周修士尽皆被震飞出去，只剩下姬夜雪和江陵。马德，是谁？一些修士本来在闭目调息，却被钱青书粗暴清场，顿时来了脾气。但看到场中嘴角含笑的钱青书，又瞬间闭上嘴，敢怒不敢言。人的名数的影，钱青书这半年来可没少杀人，他的先天筑基也是在一场场杀戮中累积而成，没有丝毫水分。小雪，你尽管出手，我为你略阵。钱青书微微一笑，退出场中。江陵陡然睁开眼，直视着姬夜雪，看来这一战无可避免了。江陵，咱们同属青山宗，我也不为难你，只要你跪下给我道歉，承认你不如我可以饶你不死。姬夜雪向前一步踏出，脚下生冰，迅速蔓延全场。一众修士纷纷后退躲避，生怕被波及。要战便战。江陵同样一步踏出，体内灵力爆发，与之对抗。那你就去死吧。姬夜雪挥出一剑，一道剑芒冲天而起，化作一头冰雕，朝着下方的江陵俯冲而下。江陵眉头深深蹙起，当初他炼气圆满，对上姬夜雪炼气9重，还燃烧了灵海才堪堪击败。现在对方先天筑基，而自己仅仅普通筑基，根本不是其对手。一旦被击败，姬夜雪肯定不会放过自己，连姬夜雪这关都过不了，又拿什么去面对金不悔等人？想到此，他银牙紧咬，直接燃烧道基。万象缠身，一条条藤蔓拔地而起，瞬间将冰雕撕碎。藤蔓仿佛有了灵性，继续朝着姬夜雪缠绕而去。你疯了！姬夜雪瞳孔放大，一边躲避一边看向江陵。他现在有些后悔了，没想到江陵会如此疯魔。
一上来就燃烧道基，哪个修士对战敢这么干？你不是要和我一战吗？跑什么？江陵大喝，玉指不断在胸前结印，一片片雪花凭空出现。姬夜雪只觉行动受阻，脸色随即阴沉下来。先是燃烧灵海，现在燃烧道基，你以为我真怕了你？他有些失去理智，咆哮道。下一刻，他浑身爆发出恐怖的灵力，直接将雪花吹散，藤蔓崩碎。不就是燃烧道基吗？我也会。卧槽，这二人怎么了？不是同门师姐妹吗？鬼知道，赶紧退吧，退晚了被波及进去可就麻烦了。马德，两个疯子，这传承之门还没开呢，就开始打生打死了。一众修士傻眼，不自觉朝身后再次后退。钱青书看向姬夜雪，嘴角微微勾起，不愧是自己的女神，有种。他双眼眯起，默默观察，眼前姬夜雪燃烧的道基并不足以损伤本源，一旦到达临界点，他会出手斩杀江陵，博取姬夜雪好感。咔嚓，砰，一阵轻微的响声传进众人耳中，江陵彻底将体内道基崩碎，实力得到巨大提升。不敢耽搁，他抬起手就发动了最强一击。姬夜雪脸色大变，跟着一起崩碎道基。他从未想过，但不崩碎道基很明显抗不下江陵这一击。江陵，别这样，有话好好说。姬夜雪哀求道。听到这话，江陵美眸眯起。上次就是因为轻信了姬夜雪的谗言，才导致燃烧灵海，同样的坑他不会踩第二次。江陵抬头瞥了他一眼，一掌拍出，一条更为粗壮的藤蔓凭空出现，朝着姬夜雪飞去。藤蔓不断延伸，逐渐化作一条青色巨龙，龙吟声回荡，眨眼间便来到了姬夜雪身前。姬夜雪满脸惊惧，事已至此，只能跟着崩碎道基了。他怨毒地看向江陵，失声咆哮：你该死，该死啊！话落，他的气势开始节节攀升。砰！就在他即将崩碎道基之时，一道金光出现，瞬间就将青色巨龙拦腰斩断。小雪勿慌，我在。钱青书缓缓走进场中，抬手折扇一挥，刮起一阵狂风，直接将江陵掀飞在地。姬夜雪见状，赶忙止住动作。多谢钱师兄。哈哈，都是我该做的，你先休息，看我如何斩了这贱货。钱青书心中很是畅快，跟他预料的一模一样。他直勾勾盯着半空中的姬夜雪，头也不回，掷出折扇，潇洒至极，折扇离手，瞬间化作一道金剑，直扑江陵而去。江陵刚爬起身，就看到这一幕，嘴角发苦。本就是燃烧了道基，再加上术法被破，如今早已无了对抗之力。沈师兄，我来陪你了。他轻叹一声，缓缓闭上了双眼。折扇眨眼间便来到江陵眼前。就在这危急关头，一只苍白的手突然出现，轻松就将折扇抓住。奉楼主之命，斩杀一切。几天前，随着古莲幽彻底消散，沈墨完全掌握了九幽楼这件至宝，他整个人瞬间呆愣在原地。还是太小看了九幽楼。九幽楼虽然残破，但依旧是极品法宝之列。光看楼身流转的光华和玄奥符文就知道，比钟灵儿那件宝舟还要亮眼。他有预感，九幽楼并不是简单的法宝，其品质肯定远超他目前的见识。塔楼一共7层，以他炼气圆满的境界，只能开启第1层，后面6层被迷雾遮盖，无法窥探，就如当初古莲幽一样，看不清真实面貌。沈墨心念一动，身影瞬间消失不见，只剩下一座小型的黑色塔楼悬浮在半空中。九幽楼1层，多少年了，没想到我还能有重见天日的一天。是哪位好心人将古魔头给击杀了？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他。师兄，是你？原来你没死。师弟，你怎么也在这？当初真龙朝开放，你迟迟没有回归，第2次开放之时，掌门就命令我等前来寻你，没想到误入了这寒潭。真龙朝？什么真龙朝？一群服装各异的修士正在激烈讨论，很明显，他们有些认识，有些则是孤零零一个人，并不属于这个时代。就在这时，沈墨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场中，所有人都为之一愣，又有新人进来了，难道古魔头还没死？众人都是这个疑问，沈墨也在仔细打量他们。好家伙，清一色筑基境足足上千人，青山宗筑基就能进内门，也不过200-300人，这要是全放出去，不得成为一方顶级势力啊！看来第1层关押的全是筑基修士，那按照这个规律，第2层就是金丹，第3层元婴，第4层化神，第7层关押着大成修士。得到这个结论，沈墨瞳孔震动，这九幽楼到底是何品质的宝物，他也有些拿不准了。喂，小子，你是怎么进来的？一名看起来稍微年长的修士走了出来，冷声质问道。啊，
沈墨回过神，笑道：“就这么进来的呀？现在的修士都这么傻不拉几吗？”高飞轻啐一口，狠狠道：“他是问你是怎么被抓进来的，是古魔头干的。”古魔头？古莲幽？那么漂亮的女子会是魔头？好像确实有点邪性。之前自己每次选择离开，都被他强行参与考核，就连这古灵生宴和九幽楼也是被强行塞给他的。想到此，沈墨嘴角不由得会心一笑，马德，古魔头现在真是荤素不忌，抓了个二愣子进来。高飞怒骂一声，不再理会沈墨。哎，这位道友，等等！沈墨呼喊道：“等你妈！滚！”高飞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根本不给他任何好脸色。沈墨，既然你们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那我也不装了，我摊牌了，我就是九幽楼如今的新主人，你们可以喊我一声主人，也可以喊我一声爸爸。沈墨双手负立，充满了傲气。操！哪来的煞笔？要不是在九幽楼中无法恢复灵力，老子真想一坨子囊死他。算了，估计是想到要被关在这无尽岁月，提前疯了吧。众人一阵怒骂，只有高飞沉默不语。他双眼死死盯着沈墨，回想起他刚才进来的模样，好像和古魔头一样的方式。最关键是从他脸上看不到丝毫慌张的情绪，那么很有可能他说的是真的。道友，既然你说你是九幽楼如今的主人，可否放我离去？我与你并无恩怨，只要你放我离开，我回到太初仙族一定会厚报你。高飞走出人群，沉声道：“卧槽，又疯一个，这俩在玩角色扮演呢。”不对，你没听他说什么？太初仙族，太初仙族是西周那个超级霸主，的确是那个。1000年前，太初仙族的少族长出生自带天地异象，被誉为仙人转世，可惜在筑基冲击金丹之际离奇失踪。太初仙族为了这位少族长，几乎将整个西周都给翻了过来，没想到是被古魔头给抓了。按照这么说，那煞笔真是九幽楼的新主人。你离我远点，那可是尊敬的楼主大人。众人的态度立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个望向沈墨，眼神中满是期盼。切，刚不还骂我来着吗？现在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想让我放人？沈墨嗤笑一声，放人？那是必不可能的。他来到这就没有这个选项。这么多廉价劳动力，要是全放跑了，估计阿弥陀佛都要站起来给他腾位置。刚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还望楼主恕罪。听闻此言，高飞立刻跪了下去。此刻他哪还有什么太初仙族少族长的尊严？被关押了上千年，其中滋味只有他自己清楚。在尊严和自由面前，他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看见这一幕，沈墨眉头轻挑，突然对高飞来了兴趣。你真是太初仙族之人？他从未听说过什么仙族，但见到众人的反应，还有这牛逼哄哄的后缀，肯定是一个了不得的势力。我叫高飞，确实是太初仙族的少族长。高飞沉声回答。他知道如今再隐瞒下去也没了必要，不如老实坦白，或许还能赢得对方的好感。况且古魔头是知道他身份的，但眼前之人却明显不知道，这就意味着对方和古魔头不是同一伙人。这样细想，高飞愈发觉得今日或许真能离开这鬼地方。既然你是少族长，那将你仙族秘法借我观赏2天。沈墨微笑，眼中露出皎洁之色。这里上千人，从每个人那里薅一点羊毛，他都可以开宗立派了。家族秘法被上了禁止，我无法说出口，你也无法探查。高飞脸色阴沉下来，一上来就要仙族秘法，沈墨比他想象中还要贪婪。如果楼主肯放我离开，我可以立下天道誓言，必定厚报。那算了，你们继续待在这吧。沈墨轻笑一声，转身就打算离开。他压根不信高飞的话，就算不能查看家族秘法，其他法门总能观看吧。比起高飞，他有的是时间跟他们耗下去，大不了等到自己筑基，再使用古灵生焰的奴役能力，再次将他们化作寒奴。就在这时，高飞猛地抬起头，身形一闪，化作一缕仙光，直扑沈墨后背。哼，区区炼气圆满，叫你一声楼主，真以为自己无敌了？然而高飞蓄谋已久的一击却落了空，沈墨身影陡然消失不见。再次出现，他嘴角微微勾起。对于这种情况早有防备，在这九幽楼中，只要他心意所动，就能出现在任何地方。看来你是不打算出去了。面对沈墨的质问，高飞索性摊牌了。能继承九幽楼的能是什么好东西？就凭你一个小小的炼气境修士，也妄想窥探我仙族秘法，找死！哦，你就不怕再次变成寒奴？沈墨摩挲起下巴，坏笑道。听到这话，高飞呼吸一滞，他的确有想过，但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古灵生焰作为天地灵火，
何其骄傲！怎么可能会和一个炼气境达成合作？想当初，他父亲想要移植一株世界树的枝丫进入他体内，助他突破9万丈灵海，都被排斥。更何况是古灵生焰这种排名靠前的天地灵火了。但其他人可不这么想，一听到要再次变成寒奴，一个个如同霜打的茄子，纷纷跪倒在地。楼主，我错了，求求你，我不想再变成寒奴了。高飞的所作所为跟我们无关呀，刚才也是他出手，我等并未有所动作，还望楼主大人明鉴。看着这些修士如此软骨头，高飞冷笑连连。你少在那跟我装，要是你能做到，还用得着进来跟我们唠嗑？沈墨沉默了。确实，古灵生焰炼制寒奴的条件极为苛刻，必须要让对方失去反抗能力。以他如今炼气圆满的实力，确实不能击败这一众筑基圆满的修士，但他可是拥有9万丈灵海，一旦筑基成功，这些人将不再是他的对手。见到沈墨不语，众人的心思开始活络起来。搞半天原来是个纸老虎啊，吓老子一跳。就是马德，差点被这小子给骗了。区区一个楼主身份就想让我屈服？阿呸！赶紧放我等出去，要是我等联合起来，就是金丹境修士也得退避三舍。你一个炼气境小子，就别妄想我等臣服了。这样，小子，你将9幽楼中的宝物分与我等，就当是补偿了。我等出去必不会为难你。众人越说越来劲，更有甚者妄图让沈墨交出9幽楼。沈墨微微一愣，旋即哑然一笑。这些人还真是活该被镇压。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没有古灵生焰了？此话一出，全场的声音戛然而止，吞咽声回荡在这狭小的空间中。不能吧，小子，你休要开这种玩笑。就是古灵生焰气是那么容易就能被掌控的？且不说话还没说完，只见沈墨伸出手，一团森白的火焰凭空出现在其手心。古灵生焰！高飞瞪大了双眼，满脸不可置信。哎，真的啊！今夕是何年？什么时候古灵生焰这么温顺了？沈墨嘴角扯出一抹弧度，决定给这些人一点小小的震撼。他大手一挥，黑暗的空间中升腾起数道由古灵生焰构成的火墙，将众人包围。看到这熟悉的火焰，众人只感觉灵魂快要被冻结。他们瞬间抛下彼此的成见，结阵对抗古灵生焰的侵蚀。坚持住，他只是炼气境，肯定无法长久维持古灵生焰。大家不要慌，我等是筑基圆满，他肯定耗不过我们，他肯定无法再奴役咱们，否则早就动手了，何必等到现在？见计谋被识破，沈墨并不在意，他双手一握，漫天古灵生焰顿时消失。你们猜对了，我确实不能长久施展。现在给你们2条路：一，臣服我100年，100年后放2等自由；二，继续和我对抗，等我筑基成功再来收拾你们。沈墨咧嘴一笑，心中对自己的实力也有了一个初步判断。古灵生焰不愧是排名第7的天地灵火，刚刚施展这一招，足足消耗了他一层灵海，这还是他拥有10%古灵生焰本源的情况。要是换做其他炼气境，恐怕一招都撑不住。众人听到沈墨给出的条件，一时间沉默下来。第一个选项明显对他们有利，毕竟其中有些人成为寒奴都有上千年了，也不差这100年，但将生死交与他人，他们又有些不甘。至于第二个选项，短时间内沈墨确实拿他们没办法，但要是沈墨真筑基成功，到时候他们肯定要倒大霉。见众人不语，沈墨再次加大力度，忘了告诉你们，我的灵海有9万丈，一旦我筑基成功，你们毫无胜算。你说是吧，高飞？众人脸色大变，9万丈那是啥玩意？他们其中大多都是几千丈灵海，只有少数达到了万丈，其中最高的莫过于高飞，他是7万丈灵海。之前沈墨轻松操控古灵生焰，他就隐隐猜测到，或许沈墨是达到了传说中的9万丈，如今得到沈墨亲口证实，他一下子面如死灰。这种传说中的天才，即便不使用古灵生焰，假以时日，他也未必是其对手。思来想去，高飞轻叹一声，横竖都是死，既然如此，还不如赌一把，就赌沈墨会遵守诺言。太初仙族高飞拜见主人。高飞走上前，单膝跪地，将头深深埋下。见到这一幕，众人不敢再迟疑，纷纷争先恐后的跪倒在地，生怕沈墨返回。吾等参见主人。沈墨微微一笑，不禁对高飞多看了2眼。很好，但为了保险起见，我会对你们种下古灵生焰，但不会剥夺你们的理智。说罢，沈墨指尖轻点，一小撮白色火焰飞出，径直来到高飞面前。不要反抗！听到沈墨的呵斥，高飞一咬牙，抬起头放空了心神。古灵生焰如同一条泥鳅，瞬间钻入了他的识海。高飞浑身一震，眼白一片漆黑。片刻功夫，漆黑褪去，他恢复清明。高飞见过主人。
高飞看向沈墨，变得无比恭敬。好，好，好！沈墨朗声大笑。他以古灵生焰为媒介，和高飞达成了一种特殊的奴仆关系。只要他心意一动，高飞就会立刻死亡。死亡后并不会就此停手，而是会化作寒，奴供他驱使。高飞，我问你，你的实力如何？听到沈墨的询问，高飞直接脱口而出，没有丝毫隐瞒。禀主人，我主修枪道，又是天罡筑基，只要有件趁手的法宝，寻常金丹初期可斩，金丹中期亦可全身而退。死！听到高飞的回答，沈墨不禁吸了一口凉气。这么猛的吗？自己这是奴役了个什么超级天才？真不愧是太初仙族的少族长。按照五行补天录记载的筑基方法，9道道基分别是普通、先天、完美、筑道、五行、地煞、天罡、混元，以及传说中的无上筑基。没想到高飞居然是天罡筑基，活脱脱一个猛男啊！什么金不悔、叶灵天，再见面根本不需要自己出马，高飞就能将他们使都打出来。太初仙族的秘法真不能外传。沈墨狐疑道：回主人，我等仙族之人出生就被族中大能下了禁制，无法外传，强行探查便会自爆。高飞点头，一脸认真道：不过已经过了上千年，我感觉脑海中的禁制有些松动，主人可以强行探查，在我自爆前应该可以窥探1、2。尼玛，这奴役效果这么强！众人听到高飞的回答，顿时被吓尿。沈墨也被震惊到，但他摇了摇头，没有强行探查。杀鸡取卵的事情他可不会干，一部仙族秘术而已，以后有的是机会获取。高飞这个人的价值远超秘术，这可是实打实的忠诚打手，就算以后用腻了，拿去还给太初仙族，想来也能换到秘术吧。好，你跟我出去吧。话落，沈墨衣袖轻拂，两人瞬间消失在九幽楼一层。不是，楼主，我们还没被奴役呢。直到两人消失，一层才传来咆哮声。倒不是沈墨善心大发，而是奴役高飞就已经差不多抽空了古灵生焰。此时古灵生焰盘旋在他灵海上空，虚弱至极，很难想象当初古莲幽是何等的强大，光是第1层就奴役了这么多人。沈墨愈发对后面楼层的修士来了兴趣。离开寒潭，沈墨按照地图指引，直接朝中央的传承之地飞去。刚来到传承之地，就看见了钱青书出手。高飞，将这里所有人都杀掉，除了那名女子。沈墨森冷道：奉楼主之命，斩杀一切。高飞手指用力，折扇瞬间崩碎。楼主！一众修士望向高飞，有些不明所以。钱青书眉头皱起，他竟看不透对方的修为，但那又如何？能出现在真龙朝中，再强又能强到哪去？顶天了，和他师兄金不悔一样，完美筑基。更何况自己已然是先天筑基，就算不敌也能自保。自家师兄正在来的路上，要是对方不知好歹，只要将其拖住，师兄一到，他也就翻不起浪花了。想到此，钱青书眉头舒展，露出标志性的微笑。这位道友在下钱青书，来自道玄宗。噗嗤，话音刚落，钱青书就感觉到一丝不对劲。他低头一看，自己的下半身没了。再抬头看向高飞，不知何时手中竟多了一把银色长枪。扑通，钱青书瞪大双眼，径直栽倒下去。卧槽，这是哪个宗门的狠人，连钱青书也敢杀？好像没见过，不会是其他宗门隐藏的超级天才吧？难说，每个宗门都有些秘密，隐藏个超级天才很正常。只不过此人行事太过鲁莽，难成大器。哼，这下有好戏看了。谁都知道到玄宗那是出了名的护犊子，况且金不悔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你说金不悔和这狠人哪个更强呢？我承认他很强，但跟金不悔比起来还是差远了。也不知道玄宗给金不悔吃了啥，还没进传承之地就已经完美筑基。要是进入传承之地，那还得了。众修士见到这一幕，虽有些惊讶，但也不是很慌。一来钱青书太过招摇，被人击杀也在情理之中；二来他们是路人，还没听说过打架先杀路人的先例，因此他们并不惧怕高飞，不仅将高飞的话当成了耳旁风，反而还想上前套近乎。江林看着眼前的身影，一时间呆愣住，紧接着便是狂喜。他不认识此人，而且自己名花有主，整个真龙朝都知道，对方肯定不是贪图他美貌来，那么能在危机关头救自己的便只有沈墨了。与江林的狂喜不同，基业血腥一下子跌到谷底。他左思右想也没弄明白，江林是何时又攀附上了一个天骄。先是沈墨，是此人自己的美貌真就比不过他。这位道友，吾乃蔡坤，来自太上宗，他们惧怕道玄宗，我可不怕。
你我皆是同一类人，不如交个朋友，坐下来把酒言欢如何？蔡坤笑着走出人群，朝着高飞微微拱手道。高飞一愣，有那么一瞬间，他都有些不自信了，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天罡筑基。一个炼气修士在听到筑基圆满的修士说要斩尽一切后，第一时间不是逃跑，反而是上前打招呼。这才过了1000年，这个时代的修士都这么勇敢了吗？不逃吗？正合我意。你们知道我这1000年是怎么过的吗？高飞回过头，露出一抹笑容。哈哈，这就对了嘛，咱们扑哧，人头落地。高飞舔了舔嘴唇，很是享受。道友，你过了，蔡道友只是打个招呼罢了，你就取人性命，真当我们都是软柿子不成？哼，无知，这里可是传承之地，惊扰了此地的守护兽，咱们都吃不了兜着走。我不管你是来自哪个宗门，现在立刻放下手中武器，否则别怪咱们以多欺少了。众修士见到蔡坤被斩，纷纷同仇敌忾站了出来。杀前亲疏也就罢了，那是他咎由自取，可是杀蔡坤那就不行了，这关乎到他们路人的利益了。谢谢你们。高飞身体微微颤抖，诚恳道。哼，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念你。扑哧，一点寒芒先到，随后枪扫乾坤。高飞出枪，筑基圆满的实力彻底爆发。这修仙界还是好人多啊，知道他受了上千年的委屈，一个个排着队送人头，那他就不客气了。仅是一枪，数十名修士的脑袋齐齐搬家，其中不乏还有几名先天筑基的天骄。这一刻，场中剩下之人才意识到事情好像有些不对了，他们终于想起高声说的话了。尼玛的，逃啊！枪出如龙，高飞横枪立于胸前，抬手一刺，枪芒如龙，长虹贯日。仅是一个照面，人群再次减少一半，剩下的修士顿时被吓傻。这是何等的伟力，完全就是在降维打击。筑基圆满，人群中终于有人意识到高飞的境界。随着他话音落下，一众修士顿时被惊得目瞪口呆。真龙朝怎么可能会有筑基圆满的修士？众所周知，只有炼气期才能进入这里，也就是说，这人短短半年内从炼气突破到了筑基圆满。开玩笑的吧？他到底是谁？难道是上一届前来真龙朝之人，并未出去？面对众人的质问，高飞不语。他抬起长枪，准备再来一击，将剩下所有人击杀。就在这时，四周刮起狂风，天空也随之暗了下来。何人胆敢在真龙朝放肆？一条血色真龙从传承之地飞出，他抬起龙爪，朝着高升就是狠狠拍下。高飞眉头一皱，长枪随即点出，砰！龙爪与银枪撞击在一起，传出一声震天的轰鸣声。一众修士尽皆被这股气浪掀飞，吐血不止。江陵本就受伤严重，又处于两者交锋的中心地带，顷刻间一口鲜血喷出，如断线的风筝抛飞，只感觉五脏六腑都移了位。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幅幅画面：从小出身寒门，有幸拜入青山宗，默默无闻多年，直到遇见了沈墨，让他体会到了被爱的感觉。与其他人对他的一味奉承不同，他们只是看中了自己的美貌，沈墨却是真心对自己。那么多完美丹药，说给就给，没提出任何报酬。明明那些丹药给他自己，或许早就能突破到筑基了，又何必来这真龙朝冒险？这一切都是为了他。虽然沈墨有时候会让他摆出令人羞耻的姿势，但他却丝毫不在意，反而觉得很是甜蜜。我这是要死了吗？江林轻声呢喃，自嘲一笑。原来人死的时候真会回忆过去，谁说你要死了？就在这时，江林只感觉小腹一暖，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入他耳中。他赶忙抬起头，却满脸错愕。只见眼前是一名白发青年，正将他揽在怀中。这名青年是那么帅气，隐隐间还透露着一股邪气，并不是沈墨。江林强撑着一股劲，想要将这名青年推开。道友，你放肆了！小玲玲，是我，沈墨啊！沈墨没有放手，反而将他拥得更紧。哼！江林轻蔑一笑，眼中露出一丝决绝。道友，你实力虽强，但也别想为所欲为。我夫君虽然老了些，丑了些，但我也不是那种三心二意之人。你胆敢如此轻薄于我，那就跟我一起上路吧。说着，江林体内灵海翻腾，无数灵气汇聚丹田。沈墨见状，立刻伸出手拍打在他腹部。江林顿时如泄了气的皮球。沈墨一阵无语，有些搞不懂江林在干什么。自己真就又老又丑。想到此，他下意识摸向自己的脸，突然愣住。不是我皱纹呐！沈墨赶忙挥手，面前陡然出现了一面灵气形成的镜子。镜子中，一名白发青年，英武不凡，气宇轩昂。卧槽，这么帅，不要命了！装，
你就装吧，虽然你长得是帅，但在我眼里，远远不如我夫君沈墨。江林看着面前的白发青年，嗤笑道：“不是，小琳琳，你听我说。”沈墨知道被误会，赶忙开口解释。他心中已经猜到了答案，一定是当初达到9万丈林海之时，天降祥瑞，让他重新恢复了面貌。我真是沈墨，不信。第一次咱们是在房间，第二次我拉着你去了后山的竹林，第三次是你拉着我去。别说了。听到这些话，江林俏脸羞红一片，他娇嗔一声，这才仔细打量起眼前的白发青年，这眸子确实跟沈墨如出一辙。你真是。如假包换，沈墨转了一圈，笑道：“江林一头栽进沈墨怀中，你没死，你真的没死，真是太好了。好了，好了。”沈墨轻轻拍打他的后背，安慰道。就在这时，一道道破空声响起，金不悔、叶灵天、何不凡等一众修士联袂而来。看到眼前的场景，几人纷纷皱起了眉头。场中，高飞还在和血龙激战，高飞隐隐有些不敌，手中长枪早已崩碎。他此时浑身环绕仙光，凭借着仙族秘法缠住血龙，而地面上成群的修士尸体横七竖八。钱青书，金不悔额头青筋蹦起，他在地面上看到了钱青书的尸体。发生了何事？他探出手，逃过一劫的姬夜雪如同小鸡仔般被掐住脖子拎了起来。金不悔，放手！何不凡看到这幅场景，眼中隐隐露出一丝杀意，一股强横的威压破体而出，朝着金不悔压去。何师兄，救我！姬夜雪看向何不凡，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楚楚可怜道：“哼！”金不悔仅是沉声一喝，何不凡顿时身形一震：“不可能！”他张大了嘴巴，满脸不可置信。明明自己都已经完美筑基，和金不悔处于同一境界，怎么可能连他一招都挡不住？金不悔瞥了何不凡一眼，不再理会，转头看向姬夜雪，冷声道：“说，钱青书是被何人所杀？那条血龙，还是那名筑基？”姬夜雪脸蛋涨红，双手使劲握住金不悔的大手，感觉快喘不过气来。金不悔见状，双眼微眯，收回手，冷冷看着他。嗨！姬夜雪咳嗽几声，又大口呼吸了几下，这才怨毒地看向江林和沈墨。是他。他伸出手指着沈墨，厉声道。当他看见江林和沈墨在那卿卿我我，心中早就怨恨无比。凭什么？到底凭什么？论美貌，他和江林相差无几；论修为，他比江林高，更是天灵根；论背景，他出生大族，而江林不过一寒门。无论怎么比，他都比江林要强。可为什么先是沈墨，又是这个白发男子，都倾心于江林？他就是幕后指使，那名筑基也是他的手下。去！金不悔朝着沈墨遥遥一指，上品宝器通天塔瞬间飞出，金光乍现，威势磅礴。狮子搏兔上用全力，他对任何敌人都是全力出手，更何况眼前的白发男子有些让他捉摸不透。察觉到危险，沈墨眉头轻皱，将江林揽至身后。赤焰九蝶，沈墨抬手一压，白色的火焰凭空出现，笼罩全场。小道儿！金不悔冷喝一声，手掐法诀，通天塔悬浮在半空，瞬间散发出数道金光，试图将古灵生焰斩灭。是吗？沈墨咧嘴一笑，朝着通天塔握拳。古灵生焰仿佛有了灵气，化作一只苍天大手，狠狠抓向通天塔。看见这一幕，金不悔脸上的轻蔑之意更甚。通天塔可是上品法宝，就连他也无法全力催动，而眼前的白发男子居然想徒手硬汉，简直是痴人说梦。可下一秒，古灵生焰附着到通天塔上，发出嗤嗤的响声。金不悔脸色大变，他能感觉到自己和通天塔的联系在快速流失。不，回来！金不悔再次掐动法诀，试图召回通天塔。妄想！沈墨大喝一声，体内9万丈灵海急剧翻腾，仅是一瞬就将通天塔和金不悔之间的联系彻底斩断，同时打上了属于他的烙印。多谢师兄赠宝！沈墨摊开手，通天塔缩小，悬浮在其掌间。面对沈墨的嘲讽，金不悔脸色黑如锅底。他明明在第一时间就加强了控制，没想到还是被对方给夺了去，太古怪了。而且眼前之人他并不认识，这次进入真龙朝能入他法眼的也就那么几个，但明显没有这人。到底是谁？难道是上一届真龙朝之人？也不对，真龙朝最后几日会爆发大规模灵力暴动，除非离开，否则根本存活不了。就在他想破脑袋之际，其他修士的目光却是变了味，在他们眼中只看到了金不悔祭出通天塔，
然后就落到了对面那白发青年手中。通天塔可是上品法宝，还是道玄宗排名靠前的法宝，除了道玄宗之人，其他人根本掌控不了。那么就有意思了，这名白发青年很明显也是道玄宗之人，道玄宗居然偷偷混进了这么一个天骄。再看看地面的尸体，其中一位不言而喻，道玄宗想来波大的，将所有人坑杀在此。想到此，所有人都戒备地看向金不悔和沈墨。叶灵天、何不凡等一众天骄纷纷祭出自己的最强兵器，随时准备出手。很明显，他们也是这么想的。叶灵天、何不凡，你我一同出手，斩杀此料。金不悔转头看向二人，难得邀请道：失去了通天塔，犹如自断一臂，再加上摸不清沈墨的实力，他决定先联合其他人将沈墨斩杀。好，二人重重点头。得到回应，金不悔也做好了全力出手的准备。就在这时，变故陡生，两道恐怖的力量从金不悔身后爆发。砰！金不悔直接被这股力量震飞出去。你们疯了！他稳住身形，一件黑白道袍在其体表缓缓浮现。阴阳道袍，一众修士瞠目结舌，还真是大手笔。先是上品法宝通天塔，后是上品法宝阴阳道袍，全让金不悔给带了进来。道玄宗好像也就4、5件法宝吧，一下就出现2件，这日子不过了。看来道玄宗此次所图甚大啊！叶灵天与何不凡眉头深深皱起，本以为这次合击能将金不悔斩杀，再不济也能重伤，没想到他还有一件上品法宝，这下有些难办了。问你们话呢？为何突然偷袭我？金不悔那个气啊，在心中将二人早就骂了几千遍，换作平时这二人联手他根本不惧，但眼下白发男子的身份尚不清楚，又遇到这2个煞笔联手，再加上白发男子那神鬼莫测的能力，搞不好他今天真会人财两空。这还是自他成名以来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危机，这一切都要拜沈墨所赐。装，接着装。叶灵天嘴角微微勾起，仿佛已经看穿了一切。何不凡虽未说话，但也是同样的眼神。你们，马德、煞笔。金不悔看见二人一副讨打的模样，心中郁结，忍不住爆了句粗口。沈墨也被眼前的场景给搞懵了。啥情况？我只需要略微出手。不过他们内讧也好，如今高飞被缠住，他只有炼气，还未筑基，只是仗着林海大还有古灵生焰的诡异能力才能与之周旋。要是对面联合，搞不好他只能躲进九幽楼中。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这么做的。躲进去就是自负手脚，如此重宝，要是被人带出去，引出更强大的修士，他只有等死的份。轰！说曹操就到。高飞瞬间被血龙击飞，回到沈墨身边。怎么回事？沈墨眉头皱起。按理说，以高飞如今的实力，在真龙朝应该横着走才对，没想到居然会不敌一条血龙。楼主，有古怪，这条血龙在逐渐变强，最开始只有筑基圆满，现在已经金丹初期，直逼金丹中期了。什么？听到这个消息，沈墨有些震惊。真龙朝居然出现了一个金丹境，马德这样玩是吧？还没等他理清思绪，血龙继续朝着高飞袭来。先撤！沈墨当机立断，将高飞收回进九幽楼中。他也准备进去，先躲起来。毕竟对方是金丹境，一个不小心被秒杀就亏大了。可随着高飞消失不见，在失去目标后，血龙的身形顿时定住。他似乎没有灵智，短暂停顿后，朝着最近的一名修士就咬了过去。师兄，救我！别扯我裤子，滚啊！道友勿慌，你且拼尽全力抵挡片刻，等我逃出去，再想办法回来救你。血龙如狼入羊群，一时间场中叫喊声、哭泣声、怒骂声此起彼伏。此时他们才意识到高飞到底有多强，居然能和这玩意斗这么久。就在这时，整个传承之地猛然一震，最上方的青铜巨门缓缓打开。快进去！走！为了保险起见，沈墨将江陵收回九幽楼后，跟着混在人群中冲向巨门。场面一度混乱无比，所有修士都朝着青铜巨门挤去。血龙更是如鱼得水，一个猛子扎进人群，顿时血肉横飞，没人能挡住他一击。一众天骄见状，纷纷使用出自己引以为傲的保命手段。就在这时，血龙突然改变方向，朝着沈墨袭来。尼玛！沈墨大惊，此时也顾不得会暴露了。他直接钻入九幽楼中，身影刚消失，血龙的攻击紧随而至。龙爪印在九幽楼塔身，顿时爆发出一阵恐怖的能量。隔地境的几名修士瞬间被这股能量湮灭。九幽楼也借着这一击，成功撞进青铜巨门中。后面的人群中，夏卓瑜看着这一幕，眼中闪烁起奇异的光彩。隔了好久，确定血龙没有追上来。
沈墨才走出九幽楼，环顾四周，是一条条藤蔓交织而成的通道，笔直空荡，除了他自己再无其他。又是随机传送吗？沈墨摩挲下巴，迈步朝前走去，沿途并未遇到任何危险。很快他便走出了通道，一根参天藤蔓映入眼帘，它的下方正连接着一方潭水，旁边还有一个传送阵，水面清澈，波光粼粼，潭水中还有一名没穿衣服的女子。朱叶青。沈墨一愣，没想到会在这遇到熟人。朱叶青转过身，也是明显愣住，胸前的风光都忘记遮挡。是你？他回过神，脸色大变，慌忙遮住陡峭的山峰。之前沈墨在广场上和金不悔交手，他可是看得一清二楚，以他现在先天筑基的修为，明显不是其对手。想到此，朱叶青银牙一咬，缓缓放开了胸前的束缚。原来是到玄宗的哥哥，奴家这身有礼了。媚功发动，再配合上他那先天媚体，沈墨下意识恍惚，可仅是一瞬，他便恢复清明。好手段！沈墨不禁啧啧称奇。朱叶青的攻击或许别人看不见，但他却是看得一清二楚，是一道黑色身影，刚钻入沈墨脑海，就被古灵生焰当零食给吃了。噗！朱叶青一口鲜血猛地喷出，他抬起头，满脸不可置信，这可是他最强一击，怎么可能？连影响对方都做不到。就算是金不悔在此，他也有信心让其短时间失去战斗力。媚功究其本源就是操控灵魂，只有达到金丹境才能窥探到灵魂的力量。按理来说，在炼气、筑基这两个境界内，他就是无敌的。好巧不巧，遇到了沈墨这个变态。一手古灵生焰，本就是针对灵魂，还有九幽楼这件不知品质的防御重宝阵守尸海。你是沈墨？朱叶青瞳孔放大，失声尖叫道：“哦，你怎么认出来的？”沈墨一愣，嘴角微微勾起，来了兴趣。毕竟连和他有过肌肤相近的江陵都没能认出，而他仅仅交手一招便认出来了。朱叶青垂下头，有些失神。我天生媚体，从小就专注灵魂一道。一个人的面貌无论如何变化，其灵魂始终是不变的。当初你忘了，在寒潭前，我发动过媚术，自然得知了你的灵魂气息。呵，真是没想到，你居然从寒潭走了出来，实力还变得这般强大。原来如此。沈墨点点头，心中一阵后怕。好在是提前碰见了朱叶青，不然他就倒大霉了。要是这样大大咧咧离开真龙巢，外面那群老东西肯定会第一时间发现自己的身份，到时候就算自己躲进九幽楼也无济于事。毕竟境界差距太大。如此一来，只有一个办法了，杀了所有人，或者奴役所有人，将水彻底搅浑。所以你打算怎么处置我呢？朱叶青自知逃不了，索性挑明道：呵，你觉得我会怎么处置你呢？沈墨嘴角微微勾起。朱叶青不愧是合欢宗之人，无论身材样貌都是顶尖中的顶尖，就算不动用媚功，他本身站在那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媚功。合欢宗与青山宗并无太大仇怨。朱叶青冷静下来，脑海中急速思考，既然沈墨没有第一时间动手，那证明还有回旋的余地。我与你之间也只是一点摩擦。众所周知，宝物乃是有能者居之，上次在寒潭，我的目的也仅仅是夺宝，换作是你，肯定也会如我这般。而这次更简单，你实力太强，我以为你和金不悔是一伙的，为了自保，我迫不得已。朱叶青一颦一将间，魅惑十足。沈墨喉咙干涩，完全没听他在讲什么，只听到了一句：摩擦这半年来一直被关在九幽楼苦修，早就饥渴难耐了。再加上朱叶青还赤条条的，哪个男人把持得住？除非他是柳下惠，很明显，沈墨不是。我听明白了，你是想和我摩擦来消除误会。沈墨缓缓走上前，嘴角勾起。不是。朱叶青抬起头，慌忙解释。当他看见沈墨的眼睛，顿时被吓得花容失色。他瞬间明白沈墨话里的意思了。不行，我可以用其他条件换。朱叶青连连后退，直到抵在了水潭边。先摩擦摩擦，再谈条件吧。你一个合欢宗之人，还畏惧这个？沈墨再度上前。不行，沈墨，我求你了，我练的功法乃是炉鼎之术，只有保持完璧之身，才能快速进步。说着说着，朱叶青泪水挂满俏脸，煞是可怜。所以说，你还是处女？沈墨闻言，眼睛放光，还有意外之喜。朱叶青重重点头，又连忙摇头。不，我不是。如果你不对我做这种事，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惊天大秘密。事关清白，他咬了咬牙，决定将宗门发现的秘密告诉沈墨。也行。沈墨点点头。你先说。
我听完再考虑考虑。你……朱叶青脸色一变，没想到沈墨居然如此贪心，这摆明了是又想吃又想拿。他又岂会看不出，这个秘密牵扯到筑基之秘，对你绝对有好处。只要你放过我，我肯定如此相告。你我立下天道。朱叶青话音未落，只见沈墨抬手一点，一道白光瞬间钻入了他的识海。用不着这么麻烦。沈墨咧嘴一笑，奴役高飞这种超级打手或许会消耗许多，但奴役朱叶青就没这么多顾虑了。他本就被反噬，没有丝毫反抗能力，再加上沈墨趁其不备突然出手，朱叶青神色挣扎，过了2秒，他眼神变得坚定。过来，我教你钓鱼。沈墨勾了勾手指。好的，主人。古灵生焰太强大了，一旦被奴役，将再无任何反抗之力。沈墨让其摆出自己喜欢的姿势，朱叶青十分配合且主动。2个时辰后，沈墨盘膝而坐，一股浩瀚的灵力在他灵海中肆虐，2座巍峨的道基犹如金字塔般矗立在半空。这2座道基正是朱叶青的，他天生媚体，所修功法更是炉鼎大法。这种功法很是邪门，是专门给别人做嫁衣的功法，非完璧之身不可修。一旦破身，自身一生的积累都会转嫁到他人身上。他本来是应该作为合欢宗宗主的炉鼎，没想到在这被沈墨给摘了桃子。沈墨陡然睁开眼，眼中金光四射。先天筑基吗？他握紧拳头，感受着体内浑厚的力量。如果金不悔在出现在他面前，他有信心，就算不动用古灵生焰，也能轻松将其击败。这就是9万丈灵海带来的底气。所以传承之地到底有什么？沈墨收回心神，沉声道：禀主人，据我师尊描述，这传承之地是一个上古组织的道场。朱叶青娇声道：这样的道场分布在整个玄天大陆，而真龙巢只是其中一处，每满1000年便会开放一次。前面几届只开放了外围区域，核心区域并未开放，而这次核心区域会开放。听完朱叶青的讲述，沈墨皱起眉头，难怪金不悔会携带那么多上品法宝前来，原来是这么回事。想必其他宗门肯定也或多或少准备了一些应对之策，那要如何前往核心之地呢？沈墨再次问道。这个我也不知，师尊也没提及。朱叶青立刻回答道。那外围区域总知道怎么进入吧？沈墨疑惑道。只能看运气。朱叶青沉声道。传承之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次开启所经历的场景都不一样。沈墨点点头。既然这样，那便代表所有人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只能看运气了。不过还好，他有寒奴，如今已经先天筑基，本想着去九幽楼奴役几个寒奴出来，但现在看来是没必要了。九幽楼中的修士境界太高，要是奴役也只能奴役1-2个。但外界不同，他之前奴役朱叶青这个先天筑基几乎没消耗什么能量。想到此，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沈墨脑海中形成，与其全部斩杀，到时候出去还会有麻烦，倒不如将此地的所有人全变成寒奴。想到就做，沈墨当即就拉着朱叶青走进了传送阵中。一处空间中，叶灵天眉头深深蹙起，在他的面前有一尊傀儡，这尊傀儡的境界竟然在筑基中期，而他只是拥有3道道基的半步筑基，根本奈何不了对方。如果现在立刻突破，拥有3道道基的他，再配合上宝物，定能将这尊傀儡击败。但他在进入传承之地前，便在其他绝地得知了筑基的真相。3道筑基并不是极限，9道才是，所以他有些纠结起来。不能击败傀儡，就无法进入他身后的传送阵。他也曾想取巧进去，可这傀儡根本不上当。但要突破，他又有些不甘。就在这时，虚空震荡，2道身影浮现。叶灵天眼前一亮，但下一秒，他的脸色瞬间就阴沉下去。来人不是别人，正是沈墨和朱叶青。沈墨也在第一时间发现了叶灵天，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啊！刚进来就遇到了熟人。叶灵天之前可是亲眼所见，金不悔将通天塔给了眼前之人，单独对上他，叶灵天本就没多少信心。如今对方更是拥有通天塔这件上品法宝，而且看朱叶青的站姿，明显2人是达成了同盟。想到此，他下意识回退一步，脸上挤出一丝笑容，拱手道：在下叶灵天，不知道玄宗的道友尊姓大名呢？道玄宗？沈墨微微一愣，旋即哑然一笑：我不是道玄宗之人。听到这话，叶灵天眼中顿时燃烧起希望。只要对方不是道玄宗之人，那就好办了，大不了和朱叶青一样跟他结盟，暂时以他为尊。道友，既然你与朱道友有了这层关系，不如加我一个，如何？你要加入？沈墨闻言顿时面露古怪。3P，
他可没这兴趣爱好。对，想必朱道友是付出了一定代价才得到道友您的庇护吧？叶灵天挺直胸膛，温文尔雅道：朱道友能付出的，我也能付出。沈墨，煞笔吧，老子可不是川府之人，打残他！沈墨懒得再听叶灵天的虎狼之词，直接就将高飞给召唤了出来。看见高飞的瞬间，叶灵天亡魂皆冒，那条血龙的本领他可是领教过，要不是携带了一件飞行类重宝，他都不一定能逃脱。而高飞却可以跟那条血龙斗得有来有回，其实力有多恐怖，不言而喻。之前还以为高飞是跑了，没想到并不是，而是在这白发男子身边。道友，其中应该是有误会，你我并无仇怨，不如坐下来慢慢。叶灵天慌的一批，高声呼喊道。他可没信心跟高飞一战，就算是此时立刻突破到筑基，他也有预感会被高飞打出屎。没有仇怨，当初你不是说要好好照顾我吗？沈墨嘴角微微上扬。照顾你？叶灵天有些懵，下一刻他瞪大了双眼，在他眼中，沈墨之前的身影和眼前的白发男子逐渐重合。你是沈墨？叶灵天此时跟见了鬼一样，嘴巴都能塞下一个鸡蛋。且不说高飞听命于沈墨，光是从寒潭那种绝地走出来，就足够震撼他一辈子。沈道友，我想其中应该是有误会。叶灵天说话都有些结巴了，可回应他的是高飞的意志。见状，他不敢迟疑，瞬间突破到筑基，试图进行抵抗。然而并没有任何作用，成功筑基在高飞眼中也只是一个大一点的蝼蚁罢了，仅是一指便轻松穿透了叶灵天的防御。噗嗤，叶灵天胸前赫然出现一个透明窟窿。我认输，我认输！他气息萎靡，连连高呼。好了，回来吧。听到命令，高飞一把抓住叶灵天的肩膀，一个闪身便回到了沈墨跟前。别反抗！沈墨懒得再和他废话，抬手一点，古灵生焰便钻入了他脑海。叶灵天面露挣扎，片刻过后归于平静。见过主人。他看向沈墨，眼神中无比虔诚。很好，很好。沈墨心中畅快无比，这才从寒潭出来多久，就已经奴役了2名天骄，这股灵生焰的能力当真是可怕。只要不死，这些人将永远活在自己的阴影下。有了叶灵天的加入，沈墨也不再伪装，就这么大大咧咧带着几人进入了下一层。某处空间中，金不悔手中正握着一个血红色竹简，正朝着远处的亮光飞去。他心中隐隐有些期待。传承之地对别人来说危险重重，但对于他来说就跟自家后花园一样。道玄宗的老祖灵虚子1000年前进入过传承之地的核心区域，并在那里获得了大造化。这所谓的真龙巢，真名应该叫养龙池，是上古势力天道联盟用来培养绝世天骄的道场。而他道玄宗的老祖灵虚子便成功通过考核，成为了天道联盟其中的一员。血红色竹简便是凭证，有他在，甚至可以调动那条血龙。之前他便感应到血龙和血简有着紧密联系，为了不暴露，引起公愤，一直隐忍到进入青铜门的刹那，他才拿出血简给血龙下了击杀沈墨的命令。现在想想，那名白发男子到底是谁已经不重要了。敢跟我斗？哼！金不悔的速度再一次加快，没入眼前的光门，白光一闪，一座巍峨的雄山矗立在他眼前。山峰上，一棵通体雪白的参天大树遮天蔽日，他这才看清，原来所谓的雄山只是这棵大树的躯干。九曲玉树，虽然早就听闻这棵仙树的大名，但真正见到，这才知道自己有多渺小。按照灵虚子的描述，九曲玉树就是最终的试炼之地。它有9道躯干，每一道躯干所遇到的考核不同，但最终都通向树顶。到达树顶就可以获得一劫之压，用以无上筑基。金不悔按照老祖灵虚子的交代，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一节木盒，据说是可以帮他快速抵达终点。可刚将木盒打开，一道黑光就钻进了他识海。金不悔脸色大变，一瞬间变得呆滞无比。持续了1刻钟，咔嚓，一阵阵细微的断裂声响起。金不悔猛地睁开眼，身上的境界开始节节攀升，筑道、五行、地煞、天罡，直到混元筑基，这才停下。很不错的底子，不愧是我亲手培养的天骄，居然可以完美继承我的道统。金不悔轻声呢喃，眼中满是沧桑之感。1个月过去，沈墨闭上眼，陷入沉思。此时，在他脑海中，一个个光点浮现，俨然形成了一个地图。这些光点正是他这个月所奴役的寒奴。在他又一次回到当初收服叶灵天的空间时，便发现了不对，于是将上百名寒奴尽皆驱散，彻底弄清了这第一关的考核规则，是一座持续变化的迷宫。想要从中出去，
很难，但他却胸有成竹。沿着地图标记，沈墨轻车熟路来到了另一处光门面前，在将所有寒图收回后，他这才迈步走了进去。白光划过，沈墨出现在一节躯干上。这就是9区玉树吗？他侧目望去，还有一道身影就在他对面的躯干上，那道身影明显已经抵达了山腰的位置。金不悔也发现了山脚的沈墨，他眉头轻轻一挑，似乎有些意外。按照他获得的记忆，沈墨应该早就死了才对。不过转念一想，没死也好，既然金不悔丢了通天塔，那便让自己这个金不悔重新拿回，也算是弥补遗憾了。沈墨不敢迟疑，立刻朝山顶冲去。他刚迈出第一步，眼前便浮现出一道身穿白色道袍的青年，吾乃天道联盟击风堂堂主李星河，万年前在此铸道筑基，留此投影，击败我可继续前行。天道联盟，击风堂，沈墨一脸懵逼，不是真龙朝吗？这给他干哪来了？铸道筑基很牛逼，高飞，给我打死他！沈墨嘴角微微勾起，看到高飞出现的瞬间，李星河一愣，直接傻在原地。很明显，他这道投影是有意识的，但好像不多。此时他的大脑 CPU 都被烧干了。不是半部筑基考核吗？怎么来了个天罡筑基的圆满修士？高飞可不像他一样想这么多，他抬手就是一指点出，一道枪芒破体而出，直接将面前的李星河击飞。李星河落地，面露古怪。高飞见状，立刻飞身而起，准备再次出手。停！李星河抬手苦笑一声，不打了，算你过关，多谢前辈。沈墨微微躬身，径直朝前走去。就在路过李星河身侧的瞬间，他体内的古灵生焰猛然窜动起来。吃了他，吃了他。沈墨微微一愣，这还是自打他获得古灵生焰来，第一次见他露出如此姿态。既然古灵生焰都开口了，自己这个做主人的自当要满足。想到此，沈墨突然停下脚步，转过头，嘴角上扬。前辈。高飞瞬间出手。李星河面色一变，隐隐有些动怒。好小子，不讲武德是吧？玄天大陆某处空间内，几名身穿白色道袍的身影正盘膝而坐。一名面容俊秀的年轻人猛地睁开眼。星河，怎么了？为首一老者询问道。没事。李星河摆了摆手，心中有些纳闷，他不知在哪留下的投影好像被人给灭了。就在这时，他对面的人影也睁开了双眼。天穹！老者话音刚落，剩下几名修士几乎同一时间睁开了眼眸。师兄，我的投影被灭了。我的也是。俺也是。你们？老者有些震惊。下一刻，他脸色大变。不好，快跑！定是那群疯子所为。他们有病吧？盯着咱们这一脉杀。不对。老者刚站起身，面色再次一变。他们肯定已经顺着因果再来的路上了。你们先走，老夫这就自爆了这一具真身，彻底扰乱因果。沈墨的灵海中已经筑起8道道基，达到了混元筑基境，仅差一步就能无上筑基。这还要多亏了古灵生焰。树干上出现的每一个投影都具有强大的灵力，古灵生焰简直就是他们的克星，沾上就死。被古灵生焰吞噬后，再被沈墨胁迫下，吐出了高达8层的灵力，顷刻间就让沈墨达到了混元筑基。9区玉树的这一节躯干似乎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在丢失投影后迅速变得干枯发黄，最后成了一节黑漆漆的树干。山顶上9区玉树的树叶疯狂摇晃，似乎很是生气，彻底消化掉最后一个投影。古灵生焰重新绽放生机，沈墨站起身，朝着山顶狂奔而去。另一边，金不悔可没这般能力，他只能靠着硬实力一路大战上。好在是惊险击败了最后一名与他一样同处混元筑基的投影。他与沈墨几乎是同时攀上了山顶，两人都是为之一愣。灵虚子是谁？不是金不悔吗？这白发男子到底是谁？这么强，怎么没听说过？金不悔回过神，咧嘴笑道：混元筑基真是厉害，不知道有尊姓大名，师出何门呢？既然能登顶，明显是达到了混元层次。他1000年前也仅仅达到天罡，倒在了倒数第2关。正因为他出色的表现，获得了天道联盟的认可，被吸纳为核心弟子。他也因此了解到了无上筑基的秘闻，需要灵海达到9万，再辅以天地奇物方能成功，两者缺一不可。他对道有着近乎执着的追求，这也成了他的心魔。在他突破化神之际，心魔随之而来。他失败了，正也因为他对道的执着，导致底蕴无比雄厚，即使是突破失败也能存活下来。从此他便龟缩在道玄宗，一边翻看古籍了解秘闻，一边培养弟子，以待真龙朝再次开放。
直到金不悔横空出世，他看到了希望。姓名：灵虚子，性别：雄性，年龄5200，体质武灵根，境界半步筑基，混元，好感度-100。看着眼前的面板，沈墨突然有些恍然大明白，夺舍，尼玛的，坑爹呢！眼看就要通关了，哪冒出来这么个老东西？金不悔也真够倒霉的，既然喜欢装，那就一起装好了。想到此，沈墨咧嘴一笑，金道友过誉了，我乃一介散修，无师无门，姓霸，单名一个霸字。霸。灵虚子微微一愣，怎么还有这么古怪的名字？哎，沈墨含笑应答，差点没绷住。霸道友，既然咱们都登顶了，不如放下之前的恩怨，各凭实力获取机缘如何？灵虚子显然没有意识到被占了便宜，朗声笑道，只要能无上筑基，其他恩怨在他面前都可以放下。他将姿态摆得很低，并不想和沈墨一战。好啊，既然对方都开口了，沈墨也不想挑明，毕竟眼前之人已经不是金不悔了。鬼知道灵虚子这活了上千年的老王八蛋藏着什么杀招。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先看看。见到沈墨同意，灵虚子径直走到一旁，朝着面前的玉树深深一拜。晚辈金不悔，现已成功通过考核，请仙树大人赐予玉枝。话音落下，茂密的树冠摇晃起来，枝叶不停拍打，发出沙沙的响声。扇！突然，九曲玉树发出了一声低吟，一株被仙光包裹的洁白树枝从树冠中缓缓落下，目标正是灵虚子。沈墨看见这一幕，顿时惊呆，不愧是老登，知道的真多。他也依葫芦画瓢，学着灵虚子的动作，高声道：“晚辈爸，现已成功通过考核，请仙树大人赐予玉枝。”话音刚落，面前的树冠疯狂摇晃，树叶也跟着大片大片掉落。见状，灵虚子满脸惊骇，没想到此子的天赋这么高，居然能引得仙树反应如此剧烈。沈墨也是明显一愣，啥情况？自己是天才的事情瞒不住了。就在这时，一声嘶吼猛地传出：“卑贱的人族，敢吞我本源，该死！”霎时间，无数藤条从树冠上蔓延而出，朝着沈墨就狠狠刺来。我顶你个肺！区别对待是吧？沈墨察觉到危险，索性不装了，直接将高飞给放了出来。杀了那老登！杀！高飞没有丝毫迟疑，手指成枪扑向灵虚子。爸道友，这是何意？灵虚子刚将九曲玉枝纳入体内，正打算突破，没想到会发生这等意外。和你妈个头！我被攻击，你也别想好过。沈墨翻手间，古灵生焰跳动，一道白色火墙凭空出现，九曲玉树的枝丫接触到火墙，瞬间被融化。古灵生焰的力量再次得到加强，顺着枝丫就朝树冠烧去。不，该死啊！九曲玉树明显有些慌乱，直接斩断了枝丫，阻止古灵生焰继续蔓延。金不悔，杀了此子，我再给你一株枝丫。听到这话，灵虚子浑身一震，这位霸道友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能引动仙树这般姿态？他深深看了沈墨一眼，扭头便朝山下跑去。区一截枝丫就想让他卖命，他可不是小年轻，而是活了上千年的老狐狸。既然已经得到一只树丫，何必还要犯险去招惹一个不知道深浅的人？呵，沈墨嘴角一抽，马德，真是个老登。他一挥衣袖，数百名寒奴齐齐现身，杀了那老登。寒奴！灵虚子脸色狂变，一眼就认出了这些突然出现的筑基修士。要是他还是元婴境，自然不怕，但现在为了心中的圆满达到，已经自斩修为，成了一名半步筑基。以他混元筑基的境界，单独对上其中一两个，或许还能占据优势，但眼前足上百名。且不说这些寒奴都是筑基圆满的修为，光是那一手悍不畏死的精神，都足以让任何修士退避三舍。他对沈墨的身份也越加好奇，但眼下明显不是好奇的时候。灵虚子一脚踏出，浑身仙光环绕，速度再次提升，化作一道流光朝远处疾驰而去。看见这一幕，沈墨眉头微微皱起，断然是不能让这老登活着离开真龙巢。一旦他先出去，自己在这所获得的宝物可就保不住了。想到此，沈墨一咬牙，决心先放弃九曲玉树。可他刚转身，一道道树枝从树冠中延伸而出，嗖，树枝携带着破空声朝着沈墨刺去。马德，真是给你脸了！沈墨大喝一声，一道白色火焰巨浪凭空出现，赤焰九叠。吃！古灵生焰与九曲玉树同为天地奇物，但很明显，一个是火属性，一个是木属性。完克！九曲玉树的枝丫在触碰到古灵生焰的瞬间，
直接化作虚无一道道白色的能量钻入沈墨体内。他体内的古灵生焰犹如久旱逢甘霖，大口大口将这股能量吞吸，然后又经过提纯反哺8层的灵力出来。沈墨眼睛一亮，他感觉到体内灵海上空8座道基成圆形连接在一起。在得到了古灵生焰反哺的灵力后，在他们中间隐隐有一座新的道基即将成型。原本没得到9曲玉枝，他都打算另寻其他办法了，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这股灵力再次让他看到了无上筑基的希望。沈墨转过身，混元筑基的实力彻底爆发，与9曲玉树进行对抗。2股无形的灵力互相碰撞，9曲玉树的树冠疯狂摇晃，似乎很是生气。沈墨也不管灵虚子了，那群寒奴能将他击杀最好，就算击杀不了，只要他无上筑基，大不了离开真龙巢后直接乘坐9幽楼跑路。古灵生焰。此时9曲玉树后知后觉反应过来，一张苍老的人脸浮现在树冠上，冷漠地俯视着下方。你疯了吗？我们才是同类，你怎么可以去帮助一个人族？然而回答他的是沈墨一记火球术。哼，小道！9曲玉树树冠扇动，刮起一阵狂风，直接将火球吹飞。既然你要助纣为虐，那今日再无古灵生焰之名。伴随着9曲玉树话音落下，整片大地开始颤抖起来。砰砰砰，地面龟裂，一道道裂缝出现，无数枝桠藤蔓从裂缝中涌现而出。9曲玉树拔地而起，所有山峰大地尽数摧毁。卧槽！沈墨赶忙催动通天塔，将自己托起，避免掉入下方的深渊中。天空中，一棵苍天巨树顶天立地，上看不见树冠，下看不见根须，8条主干犹如章鱼触手，朝着沈墨拍打而下。通天塔金光环绕，一道道金色巨剑从塔中飞出，金剑与树干碰撞到一起。想象中切断树干的场景并未出现，而是发出当的一声，仅是一息，金剑就被当场磨灭。沈墨眉头深深蹙起，这9曲玉树貌似比他想象中还要强。人类死！9曲玉树的势不饶人，再次挥动8条粗壮的树干抽向沈墨。与此同时，无数藤条从上方的树冠中刺下，砰！剧烈的轰鸣声响起，9曲玉树的树干收回，空中不见沈墨的身影。哈哈！见到这一幕，9曲玉树的笑声响彻整个真龙巢，无知蝼蚁也胆敢吞吃本尊本源，这就是下场。还在逃跑的灵虚子听见这笑声，脚步一顿，9曲玉树赢了。可下一秒，当他看到身后的寒奴还在提速，他脸色大变，赢你妈！煞比玉树，要是真赢了，这些寒奴应该会恢复理智才对。眼看高飞就要接近，灵虚子一咬牙，直接将手中血茧捏碎。轰隆隆，一条血色巨龙猛地窜出，蜿蜒盘旋在半空中，无论是躯体还是威势，都比之前在广场上强上许多。双方没有多言，直接就站在了一起。血龙龙尾摆动，一个横扫，好几名寒奴瞬间被拍灭。灵虚子瞬间占据上风，真当我好欺负吗？如今爸爸被缠住，我就先将你们击杀，再回去坐收渔翁。避无可避，沈墨直接钻进了9幽楼中。事情变得有些不受控制了，先是一个灵虚子，又是一个9曲玉树，都是难啃的骨头。就在这时，沈墨眉头蹙起，在他的感知中，寒奴正在快速死亡。灵虚子，他一下便猜到是灵虚子这个老登在出手，没办法了，只有去请外援了。想到此，沈墨一咬牙，直接出现在了9幽楼第2层。扑哧，刚一出现，迎面闪过一道剑光。沈墨回到第1层，操，聊一聊的机会都不给，他脸色顿时黑了下来。刚才那一剑太可怕，以至于他现在都有些心有余悸。要不是全身心投入在9幽楼中，恐怕连逃走的机会都没有。难怪当初古莲幽说过，实力未到，不要进入第2层。现在事情更难办了，外面9曲玉树虎视眈眈，灵虚子更是在大肆屠戮他的寒奴。那些寒奴死再多他都不心疼，唯一让他心疼的便是高飞，这可是一个好打手啊，以后还能用来换仙族秘法。要是就这么死了，就太可惜了。但现在他被困于9幽楼中，根本无法联系到外界，更别提召回高飞了。第2层肯定是不能去了，马德，拼了，大不了燃烧道基。想到此，沈墨看向第1层的一众寒奴，露出狠色。另一边，9幽楼第2层中，一名中年修士身穿黑色劲装，留着络腮胡，双手将剑环抱于胸前。此时他脸上满是纠结，刚才他以为是古莲幽进来了，想都没想就直接出剑，可见到对方落荒而逃，他瞬间反应过来不是古莲幽，再加上自己恢复神智，
那就只能说明古莲幽陨落了，而对方很可能是新的九幽楼楼主，自己就这么错过了出去的机会。那小子应该还会来吧？这次他进来，我就不出剑了。九曲玉树的笑声戛然而止，沈墨消失的地方凭空出现了一名修士，他双眼漆黑，没有一点思维。寒奴，九曲玉树认出来了，可下一秒，这名寒奴就朝着九曲玉树飞奔而来。找死！九曲玉树很是不屑，在他的操控下，一截树干猛地抽向寒奴。就在两者即将接触的瞬间，轰隆隆，那名寒奴引动灵海，直接自爆了。该死，该死啊！人类！九曲玉树快速收回树干，树干上被炸出一个黑漆漆的大洞，上面还有几簇白色火焰正在燃烧。有戏！九幽楼中，沈墨看到这一幕，瞬间眼前一亮，爆炸就是艺术。来吧，不就是拼消耗吗？还剩差不多1000多名寒奴，沈墨仅仅看了一眼，一点都不心疼。他抬手一抓，10名寒奴飞出。看见这一幕，九曲玉树庞大的躯体隐隐颤抖起来，似乎被沈墨的无奈打法给气到。死！一声怒吼响起，树冠上飞出无数枝条，遮天蔽日，朝着寒奴刺来。10名寒奴不退反进，齐齐迎上。轰隆隆，天空响起巨大的爆炸声，漫天白色火苗燃烧。九曲玉树树冠疯狂抖动，无数叶片凋落，宛如下起了一场青色大雨。这才哪到哪？沈墨嘴角微微上扬，手一挥，上百名寒奴齐齐出现。与此同时，灵虚子也折返回来，他手中拎着高飞，身后是一条千丈血龙。看见这一幕，沈墨早有猜到，不然也不可能再次烙印上百名筑基圆满的寒奴。今不悔，速速替我斩了此撩，之前答应你的条件不变。九曲玉树看见灵虚子返回，心情大好，沈墨的攻击他是真有点招架不住了。听到这话，灵虚子眼珠一转，嘴角上扬，借坡下驴道：仙术大人，我乐意至极，刚才我并不是要逃跑，而是想要削弱此子的实力。说着，他将手中的高飞举起扬了扬，您看，我已经将他的底牌给擒住了。好，很好。九曲玉树见状，有些迫不及待，快斩杀此撩吧。不急，灵虚子直接盘膝而坐，打量着一众寒奴还有九曲玉树。仙术大人，我先恢复一下。他可不是那种初出茅庐的二愣子，从刚才的语气就可以判断出九曲玉树吃了亏。能让九曲玉树吃亏，沈墨肯定还有底牌未出。他现在上去不是撞枪口吗？待价而沽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卑鄙的人类！九曲玉树很是憋屈，整个真龙巢都在他的笼罩范围内，什么受伤都是狗屁，但他却不能表现出不满。好，你先恢复。他话还没说完，上百名寒奴已经来到他的一截树干处。不要！轰隆隆，上百名筑基圆满修士齐齐自爆，掀起一阵炽烈的狂风。狂风呼啸，所过之处花草凋零，云雾退散。九曲玉树崩溃了，这人怎么不讲武德？灵虚子满脸严肃，心中一阵后怕。尼玛，真不把寒奴当人？这一击要是落在自己身上，就算不死，此生也别想在无上筑基了。还好自己谨慎，没有第一时间出手。今不悔，出手啊！快出手！说着，九曲玉树抖动树冠，又是一截雪白玉枝飞出，落向灵虚子。我提前给你出手。灵虚子见状，眼前一亮，他刚想起身去接，下意识侧过头，这才发现面前不知何时又出现了上百名寒奴，他们黑漆漆的眼神死死盯着他。接嘛，接个屁，那得有命接才行。灵虚子赶紧收回手，一个闪身出现在了数千米之外，动作之快，哪像一个受了伤的人。就在他离去后，沈墨的身影出现，一把将玉枝拽进手中。爸爸道友，好久不见。灵虚子有些尴尬道：金不悔，你在干嘛？九曲玉树见到这一幕，肺都要气炸了。虽然他没心没肺我受伤了，金不悔眼观鼻，鼻观心，将头扭至一旁。你！九曲玉树整个躯干疯狂抖动，比之前更加愤怒。雪白玉枝可是他的精华，上千年的积累也就一截，如今一下子就失去2截，其中还有1截是被沈墨拿到，他心都在滴血。金道友，我倒是有个提议。沈墨转过头看向灵虚子，朗声笑道：不如咱们联手将这棵仙树给拔了，到时候玉枝咱们5-5分，咋样？听到这话，灵虚子很是心动，但看到九曲玉树那庞大的身躯，他又犹豫了。就在这时，沈墨抬手摇摇一点，100名寒奴再次飞出。轰隆隆，
又是一截树干被炸成虚无。九曲玉树人妈了！他刚听到沈墨的提议，被吓坏了，正全神贯注观察灵虚子的态度，没想到沈墨再次不讲武德，他都来不及躲。你过分了！九曲玉树剩下几条树干抬起，作势要进攻。下一秒，树干齐齐收回，只见眼前又是百名寒奴浮现。考虑的怎么样？沈墨咧嘴一笑，像这样的寒奴，我至少还有上万名，就算你不加入，我也能耗死这个大块头。只不过一想到要失去上万名寒奴，还是有些心疼，不然这好处岂会轮到你？听到这话，灵虚子瞬间变了脸色，看到沈墨那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就算没有上万名，几千名肯定是有的。想到此，他手中一哆嗦，直接将高飞扔给了沈墨。原本他还想着拿高飞和沈墨谈谈条件，现在谈个屁！要是沈墨突然发狠，将高飞引爆，他哭都没地儿哭。爸爸道友，我觉得你言之有理，我也早就看这蠢树不耐烦了。张口一个人类，闭口一个人族，完全没将咱们放在眼里。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切为了人族。灵虚子一顿慷慨激昂的演讲，看得沈墨目瞪口呆。啥叫老艺术家？这就是真龙朝外5名强者虚空而立，各怀心思，其中只有齐道陵最为放松。很明显，他是知道老祖灵虚子进入了其中，有老祖在，其他人根本翻不起任何浪花。一旦老祖成功，无上筑基，假以时日，到玄宗必将再上一个台阶，称霸整个滇州。什么狗屁青山宗、太上宗，都得臣服。钟灵儿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赌一把如何？李灭绝打破场中沉默，轻笑道：赌什么？钟灵儿秀眉微蹙，明知李灭绝不怀好意，但依旧应声。这个时候要是怂了，丢脸的可不止他一人，而是整个青山宗。他自然是不能怯场，就赌咱们两宗谁走出的人多。怎么样？李灭绝朗声开口，信心满满。30年过去，这青山宗也没落得太快了，一个即将死去的老头都能成为10大弟子，相比之下，他太上宗可谓是人才济济，光一个叶灵天就足以横扫整个青山宗。好，赌资呢？钟灵儿爽快答应，他相信沈墨才是真正的天骄，一个炼气3重的武灵根，短短半年提升到炼气圆满，就足够让人震惊。关键是不止他自己达到了炼气圆满，就连小三江陵也是炼气圆满，最主要的还是沈墨夺了他的贞操，仅凭这一点就让他无理由相信。就赌你脚下的离火飞舟和我的寒星伞，如何？李灭绝双眼放光道。呵。闻言，钟灵儿轻笑一声，你怕是在痴人说梦？你的寒星伞不过下品宝器，而我的离火飞舟可是中品宝器。听到钟灵儿的调侃，李灭绝不但不生气，反而眼前一亮。他早就垂涎离火飞舟许久，刚才只是在试探钟灵儿的底线，没想到钟灵儿真敢拿出来赌。那再加上这一张2阶古丹方呢？李灭绝抬手出现一张泛黄的宣纸，不够。钟灵儿摇头，眼中金光闪烁，既然你想赌，不如赌个大的。说着，他翻手间，一段金色长铃凭空出现，环绕在其身侧。极品宝器金丝铃。金丝铃出现，瞬间吸引了其他几人的目光。钟灵儿，你认真的？李灭绝两眼放光，呼吸急促。这可是钟灵儿赖以成名的兵器，当初他就是败在这上面，没想到钟灵儿居然会拿出这件宝器，真是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怎么，不敢赌了？钟灵儿嗤笑一声，眼中满是不屑。就算输了又如何？大不了从此龟缩在青山宗，永不出来便是。更何况自己未必会输。少激将我！李灭绝一咬牙，空中瞬间浮现一枚紫色灵石。我跟你赌了！他一把将其狠狠拽住，冷声道：极品悟道石够了吗？够了。钟灵儿认真点头，其他3人也是纷纷侧目。这手笔真是2个疯女人。沈墨啊沈墨，你可得争气啊，要是赢了，老娘奖励你一次，让你在上面。钟灵儿将目光重新放在真龙巢入口，轻声呢喃。另一边，大战已经进入白热化，9曲玉树的树干久不存一，空中到处都是散落的枝叶和藤条。血龙身影暗淡，好几次都差点被沈墨的寒弩给炸死。爸爸道友，你能不能稍微控制下？好的。沈墨认真点头。马德，又是这句话。灵虚子恨得牙痒痒，要不是现在已经和沈墨绑在了同一条船上，他真想掉头跑路。你们真的惹怒我了。9曲玉树震动，无数藤条垂落，顷刻间化作一道牢笼，将2人包裹起来。爆！沈墨故技重施，操控着寒弩撞向藤条，然而意外却发生了。寒弩自爆，
却不能伤害藤条半分。沈墨张了张嘴，满脸震惊。灵虚子也深深皱眉。轰隆隆，藤条形成的牢笼迅速缩小，试图将二人碾死。金道友，快想办法！沈墨急切道。霸道友，我也没办法了，要不你将剩下的寒毒拳拿出来试试。灵虚子面露苦涩，他是藏有底牌，但不到最后时刻是绝技不能暴露，暴露出来那还叫底牌吗？就算要拼命，也要沈墨先拼命。哦，那看来得拼一把了。沈墨眉头蹙起，马德都到这个时候了，这老登还在藏，他是真没底牌了。唯一的底牌就是九幽楼2层那个大佬，但自己连面都见不到。是急，霸道友，拼命吧！灵虚子眼中含笑，等的就是你拼命。然而下一秒，他却傻了眼，只见沈墨身形一闪，瞬间消失不见。细细感知下，一座极其微小的塔楼浮现在半空。霸道友，你不是拼命吗？对啊，我拼命了。说着，沈墨操控九幽楼撞向牢笼，试图从缝隙中逃脱。当，然而事与愿违，藤条间竟有一道白色光幕将他阻拦。沈墨的脸当场就黑了下来。见状，灵虚子哈哈大笑：“霸道友，还是别挣扎了，拼命吧！无所谓，反正我不会先死。”沈墨回枪道：“这下可把灵虚子整不会了。霸道友，别开玩笑了，快亮出底牌吧！”没有，怎么可能？你的寒奴呢？没了。不是上万名吗？这才自爆多少？骗你的，有上万名还用得着你？灵虚子，眼看牢笼越来越小，灵虚子绷不住了，那就都死吧。话落，他朝着自己眉心一点，一座剑阵浮现，恐怖的剑意陡然倾泻而出，连在九幽楼中的沈墨都感到一阵心悸。好在是九幽楼防御足够强，剑气撞在楼身，并未造成伤害。灵虚子也发现了这一幕，但他却毫无办法。这是他最后的保命底牌了。曾经用大人情找一名化神境的超级强者炼制的一次性剑阵，其威力可相当于化神圆满全力出手一次。刺啦刺啦，四周的剑气轻松将牢笼展开，藤条碎片洒落一地。灵虚子双目通红，朝着远处的九曲玉树隔空一斩，一道剑光通天彻地，直接将真龙巢的天地分开，切成两半。机会来了！察觉到剑气消失，沈墨双眼放光，恐怖的剑气撕天裂地，整个九曲玉树瞬间被一分为二，天地间只回荡着九曲玉树惊恐的哀嚎声。他此刻只想逃离，眼前的两人太过恐怖，明明只是筑基境，底牌却多得吓人。就在这时，漫天白色火焰降临，形成了一股滔天巨浪，一道、两道，整整9道。沈墨站在潮头，冷漠地俯视着下方的灵虚子和九曲玉树。金道友，你辛苦了，接下来看我的吧。话落，不等灵虚子回答，沈墨抬手直接按下赤焰9叠。轰隆隆，9道火焰生成的巨浪，一浪叠着一浪，携带着滔天之势压了下来。灵虚子脸色巨变，他有预感，要是被这白色火焰沾染，可不是脱成皮那么简单了。12鸟吗？灵虚子喃喃自语，自嘲一笑，没想到自己猥琐这么久，到头来却要给他人做嫁衣。但很快他就调整好了心态，毕竟这次进入真龙巢是为夺得九曲玉枝而来，如今玉枝到手，就算已经失去了最大底牌，也是赚的。想到此，他深深看了沈墨一眼。霸道友，咱们一定还会再见的。说罢，他手掐法诀就要逃跑。想跑？沈墨双眼微眯，翻手间通天塔出现在手中，他的注意力一直在灵虚子身上。九曲玉树明显已经是强弩之末，且古灵生焰的本体也被他藏在了最后一浪中。以古灵生焰的能力对付九曲玉树绰绰有余，就算不能真击杀也无所谓。他也有一株九曲玉枝，足够无上筑基了。但灵虚子必须死，一旦灵虚子离开真龙巢，只需一打听就能知道他是沈墨，到时候那才是灭顶之灾。通天塔出现的瞬间直接变大，整个塔身覆盖金光，一道道金剑破空袭来。灵虚子满脸愤怒，霸道友，这是何意？但他手中动作却是不停，顷刻间一件古朴的铜钟祭出，咚，钟声震荡，散发出一阵令人心悸的力量，直逼灵魂。沈墨识海中的九幽楼微微一震，便将这股力量瓦解。灵魂类宝器吗？沈墨眼前一亮，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真是没错。灵虚子这老登哪只有一宝，明明浑身都是宝。灵虚子见沈墨安然无事的样子，脸色在变，这可是隐藏了许久的杀招，极品宝器丧魂钟。就算是他此时的境界无法全力催动，但筑基期面对这类灵魂类宝物，
只有死路一条。然而沈墨却毫无反应，那就只能证明一点，他有着一件不亚于丧魂中的灵魂类重宝。想到此，灵虚子已然没了击杀沈墨的想法。两人同处混元筑基，拼的就是宝物。很明显，他的宝物是比不过沈墨，除非他敢燃烧道基，与沈墨拼死一战。但苟活了这么长的岁月，早就磨灭了他那颗作为修士的无畏之心。霸道友，青山不改，绿水。灵虚子拱手含笑道：就在这时，一道无匹的枪意贯穿而来，他被吓了一跳，赶忙召回丧魂中进行防御。高飞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手指成枪，从天而降，朝着丧魂中就是狠狠一点。亢龙有悔。嗡！一道银白色的真龙瞬间破体而出，直接撞上了丧魂中。你不是？看见高飞的面容，灵虚子有些不淡定了。之前明明已经将他打残，为何还能如此生龙活虎？沈墨嘴角微微上扬，操控着通天塔继续发起攻击。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古灵生焰。高飞作为寒奴，体内流淌的灵力都是来自古灵生焰。理论上来说，只要高飞不是彻底被打爆，古灵生焰只需消耗一些灵力就能让其复原。这就是为何古灵生焰高居第7的原因。灵虚子此时一个头两个大，一方面要操控丧魂中应对通天塔，另一方面还要提防高飞的袭击。仅仅交手几个回合，他就落入了下风。再不采取措施，恐怕真要陨落在此。难道真要燃烧道基？灵虚子面色沉重，不到最后一刻，他是不会如此做的。霸道友，我认栽了，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一定满足。那好，将丧魂钟给我。沈墨立刻回答道。你……听到这话，灵虚子被气得胸口一阵上下起伏。作为一个活了上千年的老王八，怎么可能相信沈墨的空口白话？一旦将丧魂钟交出，恐怕他也离死不远了。不行，那我换个条件吧，将九曲玉枝给我。沈墨嘴角微微勾起，他并不是真想放过灵虚子，谈条件只不过是在拖延时间罢了。他早就将灵虚子身上的宝物视为己出，等古灵生焰解决完九曲玉术，到时候灵虚子插翅难飞，所有宝物都将是自己的。不可能！灵虚子眉头倒竖，一口否决。他来此就是为了九曲玉枝，要是失去了这件天地奇物，那他可真就是亏到姥姥家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沈墨佯装生气，但手中却没有丝毫动作。你是在诓我？霸道友，绝无此意。灵虚子察觉到失态，赶忙换上一副笑脸。他思绪飞速转动，想要拿出一件让沈墨心动的宝物，可思来想去，好像真没了。通天塔被夺，阴阳道袍损坏，剑阵也被消耗，唯一仅剩的一件丧魂钟肯定是不能交的。这可是道玄宗排名第1的极品宝器，一旦丢失，道玄宗就会失去往日的压制。就在这时，一阵发自灵魂深处的心悸突然涌上心头。灵虚子下意识侧过头，脸色巨变，只见九曲玉树整个庞大的身躯正在燃烧，那青翠茂密的树冠早已变成了一朵白色的火焰，如同一个绽放的花朵。天地间早已被染成一片雪白，到处都充斥着恐怖的灵魂气息。树子！灵虚子终于反应过来，所谓的谈条件根本就是个幌子。他不再犹豫，体内8座道基直接升腾燃烧。下一刻，他的气势攀升到顶点。滚！他一拂衣袖，直接将高飞扇飞，打成重伤。做完这一切，他立刻掉头夺命而逃。真是个老狐狸！沈墨双眼微眯，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他转过头看向九曲玉树，冷喝道：给你3息时间，赶紧吃，吃不完就毁掉。听见沈墨的命令，古灵生焰被吓了一跳，这可是大补品，怎么可能轻易就放弃？但沈墨掌控着他的生死，由不得他。一时间，整个九曲玉树燃烧得更加剧烈。住手！住手！阿混蛋！九曲玉树疯狂咆哮，但也只能咆哮。他被灵虚子那一剑重创了本源，再加上9道躯干尽皆损毁，只能动动嘴皮，试图让古灵生焰停下。可这句话说出口，更像是勾引。古灵生焰再次加大了力度。另一边，沈墨手持通天塔，追着灵虚子一顿狂扁。灵虚子不敢反击，只能一味的逃跑。现在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只要能逃出真龙巢，外面有7道灵坐镇，他就安全了。想到此，灵虚子直接炼化九曲玉枝，试图强行无上筑基。沈墨也察觉到了异样，一咬牙，翻手间九幽楼也出现在其手中。给我死！通天塔金光乍现，一缕缕金剑破体而出。灵虚子回头，丧魂中震荡，2股力量不断碰撞，互相磨灭。就在这时，
九幽楼趁势而出，一击砸在灵虚子身后，噗！阴阳道袍爆炸，九幽楼直接落在了他的后背上，灵虚子整个人瞬间抛飞，如断线的风筝。啊！我不甘啊！灵虚子头发披散，嘴角一血，整个人说不出的狼狈。你逼我的！灵虚子双眼发狠，手中勾勒出一道玄妙的符文。给我死！一股强大的生死危机席卷心头。沈墨脸色一变，赶忙召回九幽楼，钻了进去。轰隆隆！就在他身影消失的瞬间，丧魂钟轰然炸碎，一股恐怖的能量充斥天地。九幽楼如同一个大海上的孤舟，在这股灵力冲击下随风飘荡。躲在九幽楼中的沈墨看见这一幕，被吓了一大跳。好一个灵虚子，极品宝器，说毁就毁。还好九幽楼足够坚硬，不然他就完犊子了。这也给他敲响了警钟，面对这些老登，可千万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大意，一旦被抓住机会，就离死不远了。灵虚子也被丧魂中的威能波及，虽受重伤，但也借着这股力量拉远了和沈墨的距离。在见到远处的九曲玉树还在燃烧，他脸色阴沉无比。他没有丝毫犹豫，拔腿便跑。看见这一幕，沈墨一阵无语。这老东西能活这么长时间不是没有原因的，居然不回来查看战利品，万一自己真死了呢？好了没？沈墨的身影出现，朝着古灵生焰大喊道：来了来了！话落，一道纯白的灵焰瞬间飞入沈墨灵魂。进入灵海的刹那，沈墨浑身一震，古灵生焰也不含糊，直接将所得的8成灵力给吐了出来。一时间8道道基升空旋转，中间第9道道基正以惊人的速度在飞速成型。嗡！天地间响起一股令人沉醉的道明云层如遇帝王，尽皆退散，整片天空尽显紫茫。一道七彩光柱从天而降，直接落在了沈墨身上。道明、祥瑞、无上筑基。还在逃跑的灵虚子突然回头，看见这一幕，他整个身躯隐隐颤抖，一股想要膜拜之意从骨子里渗透而出。这一刻，他才知自己得罪了怎样一个天骄。此子不死，道玄宗危矣。灵虚子收回心神，朝着不远处的真龙巢入口继续掠去。沈墨陷入了一种玄而又玄的状态，以往晦涩难懂的功法，此刻却如小学算术。赤焰九叠这本地级功法也被尽数学会，之前或许只能勉强施展九叠的威力，而现在只需他心念一动，九叠顷刻而出，不再需要如之前那般躲起来蓄力。他此时有些后悔，早知道就多寻一些天阶功法了。这种状态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便消失。沈墨双手握拳，澎湃的力量充斥全身。道基已成，筑基。随着他一声大喝，体内9座道基上的符文喷薄而出，顷刻间覆盖整片灵海。古灵生焰见状，一咬牙，再次吐出灵力。符文在吸收了这股灵力后，变得璀璨无比。筑基初期，筑基中期，直到筑基圆满，体内的符文才停止吸收灵力。沈墨蓦然睁眼，眸中金光流转，一股王者气息从他体内散发而出。他就是筑基中的王，铜镜无敌，金丹可斩。他有预感，真要拼命，齐道林这种普通的金丹后期可能会死。还想跑？沈墨一眼就看到了真龙巢出口的灵虚子。灵虚子此时也回头看到了沈墨，死亡的危机瞬间爬满心间。他不敢迟疑，慌乱间直接引爆一座道基，在身上形成了一道防护罩。沈墨双目一凝，随手一挥，通天塔破空飞出，化作一柄金色长剑，直奔灵虚子。真龙巢入口，5位金丹境的目光都落在了眼前的白色光门上。到底谁会先出来呢？嗡嗡嗡，光门闪动，一道披头散发的年轻人飞了出来。齐道林见到来人，眼睛瞬间亮起。诸位，看来这次又是我到玄宗拔的头筹了。钟离儿、李灭绝等人没有说话。金不悔能第一个走出，并不是很意外，这都是在他们意料之内。不悔啊，你做得很好，很好。齐道林飞出宫殿，迎上前。换作是平时，就算金不悔拔的头筹，他作为金丹境的长老，也不会如此对待。但现在不一样，眼前的金不悔很可能是自家老祖，怠慢不得。然而金不悔脸上却没有丝毫笑意，那股死亡危机还没解除。就在这时，光门再次闪动，又有人要出来了吗？会是谁呢？钱青书、叶灵天，还是何不凡？5人翘首以盼。刺了！一道金光瞬间冲出光门，齐道林脸色大变，数字安敢！金光速度太快，根本等不及齐道林出手，就直接撞在了灵虚子身上啊！灵虚子喷出一大口鲜血，被撞进到玄宗的宫殿中。众人看见这一幕，被吓了一跳。到底是谁这么勇，
与此同时，一道身影缓缓浮现在光门上。哼，狗屁道玄宗，不过如此。叶灵天，场中5人都懵了，居然会是叶灵天第2个走出来，而且听他的口气，金不悔是被他所伤。叶灵天，你找死！齐道林此时愤怒无比，一股庞大的威压瞬间爆发，直接压向叶灵天。齐道友，你过了。李灭绝身影一闪，出现在叶灵天身前。技不如人也就罢了，道玄宗就这点度量。话落，除了钟离儿，其余3家的长老都汇聚到李灭绝身前，他们自然乐意看到道玄宗吃瘪，但道玄宗想要一家独大，灭掉其中任何一家，都不是他们想看到的。你们！齐道林怒极而笑，好，好，好，上百年未曾出手，真把我道玄宗当软柿子了。你们4个一起上吧，还有你，钟离儿。他摆开架势，大有以1敌5的姿态。嗨嗨，齐长老，这次我们认栽，赶紧走。就在这时，灵虚子虚弱的声音传出，众人纷纷侧目，只见金不悔躺在大殿前的阶梯上，他的胸前正插着通天塔。齐道林见状，立马撇下4人，返回到道玄殿。老不悔，你没事吧？嗨嗨，伤了本源。灵虚子嘴角苦涩，眼睛确实绽放出金芒。刚刚那一击的确是很惊艳，但在生死危机中，他也感受到了无上筑基的契机。纵使是引爆了一座道基，只要回到道玄宗，以海量资源堆砌，假以时日，他同样能无上筑基。但眼下最关键的是逃离此地。他大概估算了下，真要是拼起命来，自己已然毫无作用。再加上还有一个无上筑基的超级天骄躲在真龙巢，要是再和4大宗门结怨，他们很可能会陨落在此。不悔，你且看着，待我将那小儿擒来。说罢，齐道林站起身就要走出，其余4人听到他这副口气，立刻严阵以待。灵虚子见状，立马拉住了齐道林的衣袖。嗨嗨，他强撑着站起身，脸上露出一丝苦笑。正如李长老所言，技不如人，我道玄宗认了。不悔。齐道林瞪大双眼就要反驳，没想到自家老祖会说出这番话。可当他看到灵虚子那渗人的目光，一下子就怂了。其余4人也纷纷纳闷起来，什么时候金不悔会如此低调了？看这架势，道玄宗是打算认栽。此时场中最开心的莫过于李灭绝，他侧过头扬起下巴，看向钟离儿。钟离儿，愿赌服输，拿出来吧。哼，一个叶灵天而已，比的是人数，又不是比谁先出来。时间未到，乾坤未定。钟离儿冷哼一声，只不过他心中此时却是泛起了嘀咕，恐怕这次真要将一身宝物给丢掉了。连金不悔这种超级天才都败在了叶灵天手中，青山宗那些人怎么会是其对手？他现在只希望沈墨能够活着出来就行。至于宝物，丢了就丢了吧。光门再次闪动，几人都将目光转移。嗡嗡嗡，出来的不是别人，而是何不凡。众人见状也没太大疑虑，都在情理中。紧接着，江陵、夏卓宇等人相继而出，再后来，沈墨也跟着走了出来。只不过他改变了容貌，再次恢复老态龙钟的模样，这可瞒不过灵虚子，他一眼就认出了沈墨，但他选择了闭口不言。以之前叶灵天的表现来看，很可能是化作了寒奴，那么现在走出来的这些人不言而喻，估计也是寒奴。此时开口，无异于找死。青山宗吗？见到沈墨回到钟灵儿身后，他喃喃自语，将杀意掩埋进心中。李灭绝看到这幅场景，脸色逐渐阴沉下来。他们太上宗除了叶灵天，竟然再无一人出来，而青山宗居然有4个。灵天到底发生了何事？其他人呢？李长老。叶灵天面色阴沉，陡然看向灵虚子，是他。金不悔进入真龙巢就开始大肆杀戮，要不是我侥幸筑基，恐怕也难逃厄运。金不悔。听到这话，李灭绝咬牙切齿。进去的50人可是他们太上宗这一代的佼佼者，就这么被金不悔给杀断当了。他越想越气，金丹境的威压不自觉外放出来。哼，技不如人而已。齐道林倒是乐开了花，冷笑道，他还以为自家老祖出了什么意外呢，原来不是，看样子是杀的太多，灵力亏空，才被叶灵天给偷袭了。想到此，齐道林脸上的笑意更加浓郁。李灭绝，同样的话我送给你，希望你好自为之。如果你真想动手，老夫不介意陪你过上几招。感受到齐道林冰冷的杀意，李灭绝浑身一震，这才察觉到失态。对方可是金丹后期，他一个金丹初期拿什么抗衡？齐道友，这笔账我记下了。哎，他的账你记下了，我的呢？钟灵儿此时心中畅快无比，当初可是说好的，
违背诺言是要受天道制裁。你……李灭绝指绝喉间一甜，双眼发黑。叶灵天见状，赶忙上前扶起。李长老，莫要动怒，我已经完美筑基，假以时日，这笔账我一定帮您亲自讨回。您还是按照赌约将宝物给出去吧，否则丢的可是咱们太上宗的脸面。如果您非要执拗，那我一定奉陪到底，跟你一起杀向青山宗。话落，李灭绝总感觉有些古怪，但一听到叶灵天已经完美筑基，心情一下子就好了起来。况且叶灵天可是击败了金不悔这个超级天骄，给他成长时间，将来必定重振太上宗雄风，威压其余4宗。想到此，李灭绝心中舒畅不少。哼，钟灵儿，你们青山宗这次也就是运气好，没碰见我家灵天，下次可就没这么好运了。给你。说着，他素手一抬，一个储物袋直接飞向青山宗所在的阵营。钟灵儿接过储物袋，神识一扫，顿时掩嘴轻笑起来。哥，灭绝姐姐，下次有这种赌约，记得还找我哦。就在这时，合欢宗所在的阵营爆发出一股滔天威压。叶青，谁夺了你的贞操？听闻此言，林虚子心中咯噔一声，一股不好的预感爬满心头。朱叶青满脸羞愤，他背齿紧咬，眼中泪花闪动。犹豫片刻，他猛地抬起头，目光直指金不悔。是他！此话一出，全场皆惊。众所周知，金不悔自诩正派宗门的扛鼎之人，朱叶青是合欢宗的邪修，直接杀死都没人会说什么。但你这夺人家贞操算怎么回事？反倒是金不悔看起来更像邪修了。齐道林仅愣神片刻，就立马反应过来。他侧过头看向金不悔，眼中满是理解之色。自家老祖在禁地中待了上千年，第一次出来本就有些火气，实属正常。谁叫朱叶青天生媚体，这也怪不得老祖。金不悔心中苦涩，他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出，张了张嘴，刚想辩驳，但看到齐道林的眼色，瞬间就来了火气。老祖，我是那种人吗？朱叶青，公理自在人心，你一个邪修，少在那扭曲事实。我从未和你有过肌肤之亲，又何来夺你贞操？听到这话，所有人反应过来。对啊，朱叶青是合欢宗之人，怎么可能相信他的片面之词？金不悔号称正道之光，根本干不出这种夺人贞操的事吧？而且以他的魅力，要是想要女人，那不得排着队上门伺候。就连朱叶青的师傅也隐隐皱起眉头。难道是叶青有了相好之人，想要保护他？朱叶青眼泪婆娑，突然拔出一柄灵剑横于脖子前。金不悔，你个畜生，做了这种事居然不敢承认。说着，他转头看向众人。再说了，我一个女孩，有必要拿自己的清白来污蔑她吗？看着朱叶青发自肺腑的话语，众人一时间沉默下来，就连灵虚子也愣住。难道真是金不悔这小子干的？可自己也没从他的记忆中发现这个片段呢。的确是金道友干的。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响起，众人扭头一看，只见叶灵天缓缓走出了太上宗的阵营。我当时就在场，可以证明。我也可以证明。我也是。短短片刻功夫，真龙朝出来的修士战出了1半之多，为朱叶青发声。几大长老看见这一幕，脸色瞬间阴沉下来。齐道林张了张嘴，看向金不悔，那眼神不言而喻。我说老祖，你夺人贞操也就罢了，还当着这么多人面，属实是有点过分了，白痴。金不悔脸色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这些人很明显是爸爸道友的寒奴啊。原本他是不想开口解释，只想赶紧回到玄宗疗伤，但目前来看，不解释不行了。这使盆子扣头上，一旦坐实，道玄宗的声望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可不是他想看到的。灵虚子清了清嗓子，走上前，目光直指沈墨。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他。此言一出，4大宗门长老的目光全落在了沈墨身上。死！好小子，刚一直没注意，差点走眼了。居然是一名完美筑基，还易了容。有古怪，以前怎么没见过此人？小子，恢复你的真面目！沈墨一阵牙疼，本想着借着寒奴将使盆子扣灵虚子身上，让其他4宗彻底跟到玄宗决裂，然后自己从中苟起来猥琐发育，没想到最后引火上身，烧到自己了。不过他也不慌，自己有寒奴这个秘密，就算是暴露，估计也没人信。这就是古灵生焰的可怕之处。以前古莲幽只是和古灵生焰达成合作，所控制的寒奴只能成为一个毫无意识的存在。他可不一样，他是彻底掌控了古灵生焰，控制的手段更加高明，不仅能让这些寒奴自主修炼，还能拥有自主意识，非超级大能根本发现不了众人灵魂深处的那一簇火苗。况且他还掌握了灵虚子最大的秘密——夺舍。这种人神共愤的事情一旦暴露，
今天他也就别想走了。就在这时，钟灵儿的倩影突然拦在沈墨面前：“诸位过分了，这是我青山宗的弟子，还轮不到你们来指点。”看到这一幕，沈墨哑然一笑，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的女人。哼，钟灵儿，此子隐藏身份，肯定包藏祸心，要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怎么可能丑化自己？让他出来解释，说不清楚，今日你青山宗必将付出代价。面对众人的指责，钟灵儿美眸一凝，她没有出言反驳，而是直接将金丝灵唤了出来。她冷漠地扫视在场众人，其意思很明显，大不了一战。沈墨见状，赶紧走了出来。真要打起来，青山宗势单力薄，肯定会遭重。再加上，要是让这些寒奴公开支持青山宗，肯定会引起怀疑，反而适得其反。回去。钟灵儿瞥了沈墨一眼，大为恼火。他不认为是金不悔夺了朱叶青贞操，反倒是沈墨的可能性更大。毕竟人的名数的赢，但既然是自己认定的男人，就算拼了命也要护住。沈墨摇摇头，给其一个放心的眼神，然后他走上宝舟最前方，脸上的皱纹也开始消散，露出一张俊俏的脸庞。沈墨朝着四宗所在的方向微微躬身。小子沈墨之前隐藏面容，实乃迫不得已。众人看到沈墨的变化，都将目光眯起。林虚子也看了过来，他心中很是畅快，想扣屎盆子。你还是嫩了点。见状，沈墨直起身看向林虚子，嘴角微微勾起。实不相瞒，我确实是完美筑基，这一切都要拜这位林虚。今道有所赐，当初我被他逼进了一个绝地中，在绝地中我侥幸达到了完美筑基，出来后我怕他追杀，无奈只好掩藏身份，还望各位前辈明鉴。此话一出，几名金丹境沉默了，他们能感应出沈墨确实没有说谎。而此时林虚子瞳孔震动，眼中一片骇然，他的身份居然被沈墨知道了。同样心惊的还有齐道林，别人没听清，他可是听得一清二楚。刚刚沈墨话语里出现了林虚二字，这正是自家老祖的名字。思索再三，林虚子明白了沈墨的用意，旋即他哑然一笑，真是一个狠人啊。没错，朱叶青的贞操是我夺走的。此言一出，全场震惊。之前他们还多少有些不信，毕竟到玄宗在正道的声望可是极高，再加上金不悔一直是以正人君子示人，如今当事人直接承认了。对此，齐道林并没有说什么，他知道自家老祖这是被人捏住了把柄，只能捏着鼻子认了，这都无所谓，只要老祖安然回去，恢复实力，将来他们到玄宗统一了滇州，谁还会记得这件事？好，好，好。汪玉梅将朱叶青护在身后，冷冷看着林虚子。今日之耻，我和欢宗记住了。说罢，他直接转身带着朱叶青离开。其他几宗见状，也不留下来自找没趣，跟着纷纷离开，直到所有人消失不见，林虚子这才一口鲜血喷出，整个人萎靡至极。老祖！齐道林被吓了一跳，赶忙上前搀扶。不碍事。林虚子摆了摆手，眸中燃起愤怒。回宗。离火宝舟上，钟灵儿和沈墨相对而坐。没想到你年轻时这么俊，看来我也不是很吃亏。钟灵儿娇笑道。听到这话，沈墨一阵无语。什么叫年轻时候？他现在好像才31吧。见沈墨没有说话，钟灵儿抬手间，一块散发着紫色仙光的灵石出现。这是给你的奖励。给我的。沈墨接过灵石，一股暖流袭来，他整个人瞬间变得空明，有一种顿悟的感觉。死。察觉到了。钟灵儿看见沈墨这副表情，脸上的笑容更加浓郁。这块石头名为悟道石，是一种天地奇物，只要拿着它，感悟功法的效率就会翻倍。这太贵重了。沈墨嘴上说着，但并没有要归还的意思。把九曲玉枝给我吧。钟灵儿话锋一转，伸出手眨了眨眼睛。我之前的承诺还有效哦。承诺？沈墨微微一愣，立刻就想了起来。但他这次只获得了一节玉枝，还有一节在林虚子身上。这节玉枝可是留给李婉柔救命用的，断然是不能交出去。想到此，沈墨耸了耸肩，一脸歉意道：抱歉，不能给你。我还以为你会骗我说没得到呢。钟灵儿双手环抱胸前，轻哼一声。沈墨哪能听不出这是在撒娇，并没有生气，也就顺着话说道：这节玉枝我早就答应过李长老了，不能言而无信。再说了，欺骗你，我心难安。听到这话，钟灵儿扑哧一笑，白了他一眼。油嘴滑舌，不给就不给吧，那毕竟是我师姐，我拿这节玉枝也是给她用的。话落，沈墨顿时瞪大了双眼。你们不是仇敌吗？他之前还想着，要是将李婉柔也收了，到时候该怎么平息两女之间的关系呢？现在好了，
不用他从中调胡了。二人是师姐妹，说不定还能大被同眠。你那色眯眯的眼睛在想什么？钟离儿冷喝道。沈墨瞬间反应过来，赶忙摆头，没什么，我只是在好奇，你们明明是师姐妹，为何还要针锋相对？唉。钟离儿长叹一口气，目光看向远方，思绪飘远。我和师姐从小一起长大，18岁那年，我觉得山中修行太过枯燥，偷偷溜下山去了凡尘。在途中，我被邪修偷袭，打成重伤，所幸被一户人家救起。那家人对我特别好，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我的伤势虽迟迟未得到恢复，但并不影响我的心情。在那家人的照料下，我习惯了那个村庄的生活。后来，那家人想让我和他们的儿子成亲，亲上加亲。虽然我对那家人的儿子没有半点感情，但我想也没想就同意了。毕竟要不是他们，我连命都没了，成亲又何妨？就在大婚前夜，师姐来了，她当着我的面将整个村庄屠戮殆尽。从那时起，我拼了命的修行，发誓要替他们报仇。说到这，钟灵儿有些哽咽，换了一下，她这才继续开口道：后来我差点就成功报了仇，要不是师尊出手，我可能真的将师姐给杀了。当初我就纳闷，只是金丹初期的我，凭什么能击败金丹中期的师姐呢？我还以为是我天赋异禀，可以逆伐。直到借助师尊的通天宝剑，我才了解到真相。说着说着，钟灵儿早已泣不成声。也许是沈墨是他认定的男人，他这才能将心中埋藏已久的机遇给倾诉出来。那家人就是当初袭杀我的邪修，他们所修的功法很是诡异，需要别人完全臣服，然后种下魂印。这种魂印一旦种下，就算宿主死亡也不会消除，只有杀掉至亲之人才会解除。师尊乃是青山宗的宗主，而我与师姐更是他的关门弟子。从师尊口中得知，他们想通过奴役我来达到从内部瓦解青山宗的目的。师姐见我已中魂印，只能亲手将那群邪修杀死，但却不告诉我真相，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我提高实力去杀了他。他当时就已经做好了去死的准备，可我却一直被蒙在鼓里。我好笨。钟离儿眼泪婆娑，不停捶打着自己脑袋。沈墨见状，赶忙上前将他揽入怀中，轻声安慰道：没事了，都过去了，李长老不会怪你的，更何况这不是有九曲玉枝了吗？他不会有事的。几分钟过去，钟离儿的啜泣声逐渐停止，他挣脱沈墨的怀抱，抬起头，目光直视着沈墨。沈墨，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师姐。我会的，如今最难找的材料已经得到，回去我就开炉为他炼制丹药。沈墨郑重道：不是的，我的意思是救他的心。钟离儿沉声道：他还以为我不知道真相，之所以要九曲玉枝，是想恢复实力，让我再杀一次。听到这话，沈墨反应过来，顿时瞪大了双眼，一脸难以置信。你的魂种？钟离儿哀声一叹：对，我的魂印并没有解除，师姐没死，我的魂印自然没解除。沈墨彻底沉默了。这种题目跟女朋友和母亲掉水里，先救谁一个道理。如果救了李婉柔，那么钟灵儿会死；救钟灵儿，李婉柔会死。无解。李婉柔对他有恩，他对李婉柔也同样有爱慕的情愫。他自知不是什么专情之人，但也非绝情之人，做不到舍弃其中任何一人，那只有暂时不让李长老恢复实力了。沈墨长叹一声，无奈说道：不行，师姐必须要恢复实力。话音刚落，就遭到了钟灵儿的反对。沈墨侧过头，满脸疑惑。钟灵儿深吸一口气，缓缓开口道：当初我得知真相后，便央求师尊让我离开青山宗，师尊没有答应，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让师姐嫁出去。对方是上眼宗的少宗主，更是对师姐一片倾心。原本我想着这样也不错，师姐得到真爱，远离青山宗，两全其美。说着，钟灵儿深深看了沈墨一眼，悠悠一叹：直到你出现，我才知道自己一厢情愿，错的有多离谱。师姐看你的眼神有光，既然这样，那毁约不就行了？沈墨发现了其中的漏洞，出声道：呵，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钟灵儿白了他一眼，继续道：你不知道，情有可原。上眼宗是隔壁兖州的唯一霸主，作为一个三流宗门，哪来的勇气跟二流宗门谈毁约？惹恼了他们，10个青山宗也不够人家灭的。越来越难办了。评判一个宗门等级，就是按最强战力和长老们的平均战力划分。青山宗宗主乃是元婴境，旗下长老几乎都是金丹境，因此被划分到了三流宗门。三流宗门也分强弱，例如道玄宗就是顶级三流宗门，其宗门内拥有至少2个元婴境，还有一个是元婴圆满。当然现在不是了，灵虚子已经夺舍重生，目前只有筑基境。至于二流宗门，那就更为恐怖了，最高战力可达化神。
下面清一色的元阴镜，你也别有太大压力。钟灵儿见沈墨眉头紧锁，不由得一阵心疼。师姐的实力不是那么好恢复的，毕竟我当初可是下了狠手，就算有九曲玉芝的帮忙，最快也要5年时间。5年对于凡人来说很长，但对于我们修士不过是弹指间罢了。到时候就以师姐要闭关为由，上眼宗定能理解。5年嘛？沈墨点点头，陷入沉思，意思要自己在5年内达到化神，才有机会抗衡。这难度怕是比登天还难。不对，还有一种方法，炼丹师等级，只要自己达到4阶炼丹师，就算得上是一方宗师了。到时候以4阶炼丹师的身份，让上眼宗取消婚约，应该能行。但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必须还要做一手准备。沈墨思索着自己身上还有什么，突然他眼前一亮，古灵生宴。现在滇州的5大宗门都有自己的内应，完全可以凭此彻底统一滇州。对，还有九幽楼。沈墨越想越发觉得自己的底牌还是蛮多的。你也别有太大压力，毕竟这是我们两师姐妹的事情，与你无关。钟灵儿神情有些落寞，轻声叹息道。沈墨突然一把抓住她的手。啊！钟灵儿被吓了一跳，抬起头，这才发现沈墨目光灼灼。你是我的女人，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更何况李长老对我有恩，你们俩我都不会放弃的。听闻此言，钟灵儿内心升起一阵感动，紧接着她俏脸一红，清脆一口道：油嘴滑舌，谁是你女人？当然是你啊！沈墨顺势上前，伸手搭在她的腰间，就要吻下，然而却扑了个空。钟灵儿如水中的游鱼，脚尖轻点，直接向后滑去。见沈墨吃瘪，她掩嘴轻笑。老实说，你用这招骗了多少女孩子？沈墨咂咂嘴，立刻四指指天，发誓道：我从没骗过你，我对你都是真心的。这不说还好，刚一出口，钟灵儿就白了他一眼。好了，你真不真心关我屁事，出去吧，我累了，要泡澡了。见状，沈墨撇撇嘴，只能无奈走向船舱外。可临到门口，他突然反应过来，自己可是无上筑基，连金丹后期都可斩，而钟灵儿只有金丹初期，自己怕他干嘛？想到此，沈墨突然折返回来。你想干嘛？钟灵儿好奇道。想。沈墨二话没说，直接将他抵到墙上，狠狠吻了下去。钟灵儿似乎很喜欢这样，不但没有反抗，反而激烈的回应。一时间，房间内的温度急剧升高，隐约能听见二人的喘息声。灵儿，给我。面对沈墨的需求，钟灵儿却坏笑道：我是小三，还是江林是小三？听到这话，沈墨一下子清醒，后背冷汗直流，说话都有些结巴了。那个，我和江林是。好了，别解释了，看你那怂样。钟灵儿轻笑一声，我才不在乎你有几个女人，只要你真心对我就好。真的。沈墨眼前一亮，将钟灵儿搂得更紧。钟灵儿低下头，俏脸一片羞红。所以你能告诉我你有几个女人吗？当然，有感情的就只有你和江林，其他的都只是露水浮萍罢了。沈墨刚说出这话就后悔了，只见钟灵儿不复刚才的羞涩，嘴角挂起冷笑，空气中都弥漫着杀气。好啊，你个老东西，为老不尊，给我滚！砰！伴随着一声闷响，沈墨直接摔到了甲板上。他站起身，一脸无语。马德，女人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明明是他自己说的不生气好像他也没说不生气。还好甲板上只有何不凡这个自己的寒奴，其他人应该都在船舱休息，不然就丢脸丢大了。在经历了整整1个月的飞行，一行人回到了青山宗。沈墨走上甲板，眺望而去，顿时眉头轻轻皱起。青山宗的宗主居然亲自出来迎接了。师尊。钟灵儿快步迎上，躬身行礼，想要认错。岳川摆摆手，一脸淡然道：不必如此，事情我已经知道了，经不悔在真龙朝大肆杀戮，这也怪不得你。说着，他有意无意将目光落向了夏卓瑜，这自然瞒不过沈墨的眼睛。他也不动声色瞟了2眼。夏卓瑜这女子，他也是好奇的紧。进入真龙朝一共就见过1次，也就是在传承之地的广场上见过，然后就失去了踪影。这也是他唯一没能用古灵生焰控制的几个人之一。看来岳川这次前来迎接，想必是因为他吧。想到此，沈墨眉头微微皱起，将目光重新落回到岳川身上。姓名：岳川，性别：雄性，年龄1900-2000，体质：木灵根，境界：元婴中期，好感度0。不凡，你很不错，居然完美筑基了。岳川的话再次传来。何不凡走上前，
躬身一拜，全靠宗门栽培。好，月川大笑2声，看向剩下几人。当看到沈墨时，他眼中露出一抹惊奇之色，但很快便掩藏下去。没想到这次真龙朝的折损率这么高，你们进入内门后要铭记今日之耻，勤加修炼。是，掌门。所有人朝着月川躬身。月川点点头，一拂衣袖，身影瞬间消失不见。沈墨眉头微挑，这就是元婴境吗？他居然感受不到丝毫灵力波动。随着月川离去，众师兄弟也是一哄而散。钟灵儿看向沈墨，点头示意后，朝着青山宗的后山飞去。沈墨不敢耽搁，急忙跑向外室楼。人群中，夏卓瑜看到沈墨离去的身影，好几次想开口，但每次话到了嘴边，又被他咽了下去。来到外室堂，李婉柔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看到李婉柔的样子，沈墨不禁感到一丝心疼。1年不见，他的境界居然从筑基圆满掉到了筑基中期，现在居然连沈墨都不如了。李婉柔满脸苍白，鬓角几缕秀发自然垂落，看起来活脱脱一副病美人的模样。见沈墨前来，李婉柔展颜一笑：“我听说了真龙朝的事，你辛苦了。”你……沈墨张了张嘴，有些心疼。不碍事，死不了。李婉柔摆了摆手：“跟我来吧。”话落，他离开外室楼，朝着后山走去。沈墨当即跟上。后山属于内门管辖范围，这里大多是一些洞府，专门开发出来供给宗门内的高层居住。李婉柔作为外室楼长老，再加上是宗主亲传，以筑基境的身份住在这，也没人敢说什么。沿途不少内门弟子看见李婉柔，都躬身行礼打招呼，只不过在看到沈墨后，眼中都或多或少有些诧异。沈墨根本不理会这些人的目光。不多时，沈墨来到了李婉柔的洞府。刚进入洞府，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是李婉柔身上独有的香气。环顾四周，干净整洁，没有花里胡哨的装饰品。整个洞府大概有300平的样子，除了一张石桌和一张石床，再无其他。还未等沈墨拿出9曲玉枝，李婉柔关闭洞府，玉手摊开，一团幽蓝色火苗瞬间窜出，整个房间内的温度急剧升高。这是我为你寻的灵火，虽说没达到天地灵火那般程度，但其排名也有500名，足够你晋升2阶炼丹师了。沈墨张了张嘴，不知该说些什么。他想告诉李婉柔自己已经达到2阶炼丹师了，但想了想还是算了。他是通过古灵生验达到的，这可是他如今最大的2个底牌之一，一旦暴露很可能会被消耗。沈墨不敢冒险，只能点点头，多谢李长老。说罢，他探出手，将蓝色火焰拽入手中。蓝色火焰似乎感受到了沈墨身上炼丹师的气息，直接往他灵海窜去。看见这一幕，李婉柔脸色微变，急切道：“快点稳住心神，这灵火名为蓝炎，虽说排名靠后，但也不是寻常。”然而他话还未说完，只见沈墨手中再次出现蓝炎，变得极为乖巧，看样子是已经认主了。这才过去多久，李婉柔张大嘴巴，一脸不可思议。就在刚才，蓝炎作为灵火，有一点意识，但明显不是很多。察觉到沈墨体内有助于他升阶的补品，他没有丝毫犹豫，就进入了沈墨的灵海。进去后，饶是意识不多，也被眼前的场景给震撼住。一眼望不到头的灵海，还有漫天的玄奥符文。他有预感，只要吃了这些符文，必将达到一个崭新的台阶，直接成为天地灵火也说不准。正当他准备大吃特吃时，一道诡异的声音响起：“小老弟，你想干啥呢？”他回头一看，只见一团森白色的火焰悬浮在灵海上空，一股惧怕从骨子里流出，好比血脉压制。他瞬间就老实了：“你很不错，有成为炼丹宗师的潜力。”李婉柔开口道，语气中带着些许惊喜。他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没想到沈墨却闯进了他内心。一开始他并未注意，直到沈墨3番5次来到外食堂，他逐渐上了心。随着时间推移，他在暗中观察，越观察他就越对沈墨好奇。一个武灵根在几乎没有资源的情况下一步步崛起，从炼气3重再到炼气圆满，大比击败何不凡，真龙朝完好归来。要说沈墨在真龙朝没有展现出非凡本领，他第一个不信。在金不悔大肆屠戮下，其他宗门能走出来的寥寥无几，青山宗也只有沈墨、江陵、何不凡、夏卓于4人，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别人不知道，他可是知道沈墨和江陵的关系，2人都是普通筑基，却能走出真龙朝，就已经很有问题了。李婉柔看破不说破，沈墨越强，对他越有好处，说不定还能帮他解除婚约。李长老，这是您要的9曲玉枝。沈墨也不含糊，直接将玉枝拿出。
随着九曲玉枝出现，整个洞府瞬间被照得雪白通明，一股浓郁的灵气从他身上散发而出。李婉柔眼睛瞪大，有些难以置信。他当初也只是随便说说，根本没有抱有任何期待。毕竟获取九曲玉枝的难度比想象中还要高，如果他真想得到，直接去找何不凡，或许成功率比沈墨更高。李婉柔稳住心神，郑重开口道：“说吧，你想要我做什么？我要你和我睡一觉。”沈墨猛地抬起头，目光灼灼。此话一出，整个洞府都安静下来。李婉柔看向沈墨，满脸震惊。他想破脑袋也没能想出沈墨居然会提这种要求，一时间他都怀疑是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我说我要和你双休。沈墨没有回避眼神，而是十分认真道：“他原本没打算提这个要求的，毕竟与李婉柔的感情并没有达到坦诚相见、深入交流的地步。但他也是被逼无奈，是钟灵儿出的馊主意。”时间倒回到半月前，沈墨和钟灵儿深入交流后，躺在床上相互依存。师姐已存了必死之心，你要想办法让她重新燃起希望。钟灵儿手指在沈墨胸口不停画着圈，严肃道：“那我该怎么做？”沈墨感觉有些痒，伸手握住了钟灵儿的小手。很简单，夺走她最珍视的东西。钟灵儿仰起头，狡黠笑道：“珍视的东西？对啊，就像你当初夺走我的一样。”听到这话，沈墨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他瞪大双眼，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钟灵儿：“你是说，就是你想的那样，和他双休？”钟灵儿小脑袋瓜快速点了两下。死！沈墨倒吸了一口凉气，一时不知该说什么。看见沈墨这副模样，钟灵儿有些开心。很显然，他之前对师姐是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但为了师姐能够活下去，钟灵儿一咬牙，质问道：“你这么犹豫，是因为我师姐不漂亮？漂亮？你不想和我师姐双休？想？那你犹豫个屁啊！我怕你师姐不同意。”“呸！你有脸说这话？当初我还不同意呢，那你怎么敢的？”钟灵儿恨其不争道：“那次好像是我不同意吧？”沈墨一脸尴尬道：“哼！”钟灵儿俏脸羞红，扭过头冷声道：“我不管，你必须把我师姐拿下，她不同意你就用强。”死！听到这话，沈墨被震撼得无以复加，他都有些怀疑钟灵儿是在蓄意报复了。毕竟哪有师妹将自家师姐往火坑里推的？虽然那个火坑是自己，你要是拿不下她，以后就别碰我了。钟灵儿说着，从床上起身，一招手，衣裳瞬间从地上飞起，将她的娇躯牢牢包裹。她头也不回地离开房间，临到门口，顿住脚步，冷声道：“别让我看不起你。”李婉柔还在犹豫，沈墨可等不了了，伸手紧紧握住她柔软的玉手，感受到手中传来的热量。李婉柔瞬间回过神：“不行，你换一个。”她虽是修士，按理说早已看破红尘，但真就毫无顾忌地将自己的清白送出去，很明显她还做不到。“婉柔，我喜欢你很久了。”沈墨管不了那么多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反正有钟灵儿兜底，怕个卵。他松开手，一把将李婉柔抱进怀中。李婉柔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给吓了一跳。不行，我们不可以这样。她用力挣扎，却无济于事，反倒是让沈墨更加兴奋。看着眼前垂涎欲滴的病美人，沈墨忍不住了，朝着她那樱桃小嘴就吻了上去。李婉柔瞪大了双眼，她不敢相信，一向老实本分的沈墨会做出这等逾越行为。她想反抗，可身体却根本不听使唤。感受到李婉柔的娇躯从一开始的紧绷到现在的松弛，沈墨放缓了嘴上的动作。李婉柔大脑宕机，下意识地跟着沈墨的节奏，声色的回应。良久，唇分，二人四目相对。“婉柔，给我。”没有得到李婉柔的回答，沈墨再次吻下，手中动作不停，解开了她的衣带，衣裳滑落，雪白的香肩暴露在空气中。感受到身上传来的火热，李婉柔瞬间清醒，她一把握住沈墨的手，阻止其进一步动作。“沈墨，别这样，好吗？”李婉柔眼角含泪，倒不是讨厌沈墨，从刚才他本能的回应就知道他是喜欢沈墨的，但一想到自己还有个身中魂印的可怜师妹，他的理智重新占据上风。自己终归是要死的，不能这么自私，为了一时的欢愉将沈墨拉进这个漩涡。以他对沈墨的了解，是个极为重情之人，如果自己身死，他必定会崩溃。“沈墨，你先听我说。”李婉柔内心挣扎，犹豫片刻后开口道：“给我点时间，等实力恢复，我再给你。”听到这话，沈墨嘴角勾起，他哪能不明白李婉柔的心意，是想实力恢复后
去解除钟灵儿身上的魂印吧。真是个傻女人。既然如此，那这个恶人就由我来做吧。不，我现在就要。沈墨牢记钟灵儿的命令，软的不行就来强的。这次他不再给李婉柔任何反抗的机会。撕了，胸前的黑色亵衣被他粗暴撕开，洞府中顿时布满春光。李婉柔回过神，却已无力回天。罢了，就当是死前做的一场梦吧。2个时辰后，李婉柔躺在石床上沉沉睡去，看着她那修长的睫毛，匀称的呼吸。沈墨目光坚定，一定会有办法将你们2人同时救活的。又休息了一会儿，见李婉柔还是没有苏醒的迹象，沈墨摇摇头，无奈一笑，真是人菜瘾大，明明都不行了，还要想到此。沈墨决定先去内门逛逛，让自己的寒奴何不凡带着逛一逛。就在沈墨刚离开洞府的瞬间，一道恐怖的威压直接将他锁定。沈墨眉头深深皱起，在他面前，一名身穿锦衣、头束金冠、面容俊朗的年轻人从天而降。姓名：赵云飞，性别：雄性，年龄50、1000，体质武灵根，境界金丹圆满，好感度0。看着面板，沈墨有些惊讶，在他印象中，青山宗可没有这1号人物。赵云飞脸色阴沉，目光中泛着些许杀气。你是何人？为何从婉柔洞府中出来？来者不善啊！沈墨眉头倒竖，此刻他灵海中符文闪耀，积蓄起力量，做好了拼命的准备。我再问你话，为何不答？赵云飞双眼微眯，杀意外泄。要是沈墨再不开口，他将会直接出手。赵云飞，你想要做什么？就在这时，李婉柔从洞府中走出，她脸上还带着潮红，而在赵云飞眼中，还以为李婉柔很生气，这令他更不是滋味。作为李婉柔的未婚夫，又是上眼宗的少宗主，怎么可能接受被戴绿帽？婉柔，她是谁？赵云飞沉声喝问道。李婉柔走上前，将沈墨护在身后，与之对视。她是……沈墨眼珠一转，立刻就从2人对话的口气中听出了来人是谁。原来是武大郎啊！现在自身实力弱，根基浅，还不宜得罪上眼宗。想到此，沈墨立刻打断李婉柔，插嘴道：“师尊，他是谁？”听到这话，李婉柔瞬间反应过来，配合到为师的事不用你管。看见这一幕，赵云飞知道误会了，他赶忙收起杀意，露出笑容：“原来是徒弟啊，婉柔你怎么不早说呢？不是徒弟是什么？你该不会以为我和他……”李婉柔满脸冰寒，冷声喝道。他说出这番话时，表面镇定，实则内心都在隐隐颤抖。这种感觉太刺激了。沈墨转过头看向李婉柔，眼中都有些许惊骇，原来是喜欢这种调调，不过倒也符合他的性格。没有，赵云飞慌忙摆手解释：“我这不担心你，特地从上眼宗赶来吗？”见李婉柔还是一副生人勿近的态度，赵云飞眼珠一转，将主意打到了沈墨身上：“你叫沈墨是吧？”沈墨一愣，赶紧抱拳道：“见过师尊。”赵云飞有些傻眼，不是第一次见面吗？怎么就叫自己师尊？沈墨侧头看向李婉柔，嘴角微微勾起：“喜欢这样玩吗？那我陪你。我听师尊常提起过你，上眼宗的少宗主，你与师尊完婚是迟早的事。我现在叫你师尊，不算僭越吧？”沈墨小嘴跟抹了蜜似的，一席话说的赵云飞有些飘飘然。原来婉柔心中有我，还时常提起我。嗨，你很不错。赵云飞回过神，轻咳2声：“我和婉柔有你这样的弟子，倍感欣慰。第一次见面也没啥好东西，这个就给你当做见面礼吧。”说着，赵云飞负手一柄黑色长剑飞出，黑色长剑出现，一股庞大的威压袭来。沈墨瞪大了双眼，极品宝器！草泥马，这就是上眼宗的少宗主，见面礼就是极品宝器，比灵虚子那老登还要富有。沈墨赶紧将宝剑揣回储物袋，躬身道谢：“多谢师尊。”李婉柔看见这一幕，狠狠瞪了沈墨一眼。赵云飞打了个哈哈，笑道：“婉柔，别责怪沈墨了，我见沈墨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不就是一件极品宝器吗？收下吧。他是上眼宗少宗主没错，但也没沈墨想象中那么富裕。之所以拿出极品宝器，是因为这次出门就带了这么一件，沈墨都那样开口了，不给点见面礼不好吧？于是他只好打肿脸充胖子，只要能博得李婉柔好感，也值了。那师尊你们先聊，我先走了。沈墨看向李婉柔，古怪一笑，转身就溜。赵云飞看见这一幕，心中顿时乐开了花，对沈墨的好感也上升了好几个层次。此子真有眼力见，
也不浪费自己一柄极品宝剑。婉柔，我见沈墨离开，李婉柔压根没心情和赵云飞单独相处。我乏了，先休息了。你自便。沈墨来到内门，何不凡早已恭候多时。沈墨，你来了。何师兄，久等了。沈墨抱拳，两人相视一笑。何不凡作为长老亲传，地位远高于普通内门弟子，他对内门的情况也是了如指掌。在何不凡的带领下，沈墨很快就熟悉了整个内门。内门弟子是青山宗的中流砥柱，筑基期共有300人，其中最强的也就5人是筑基圆满，距金丹也就1步之遥。长老们也生活在这，分为炼气、炼丹、内饰、执法、灵草5峰，一共20名金丹境。而何不凡的师尊便是执法堂长老，金丹圆满，地位仅次于宗主月川。巧的是，钟灵儿也是来自执法堂，月川是元婴境，以他现在的实力完全够不着。要想掌控整个青山宗，就只能将剩下的19名长老奴役。就在沈墨思考先从哪一个长老入手之际，一阵嘈杂声传来，王长老来了。沈墨回过头，只见一名老者迈着龙行虎步朝这边走来。见过王长老。沈墨和何不凡立刻躬身道：你就是沈墨？沈墨抬起头，眉头微挑，这语气来者不善啊。根据何不凡提供的消息，此人名叫王杰，是内侍堂的一名长老。按理来说，自己和他并无仇怨，为何主动上前寻找麻烦呢？什么？作为新晋内门弟子，目无尊长，王杰直接就是一顶高帽扣下。沈墨满脸疑惑，其余弟子纷纷围了上来，想要看看热闹。王长老，沈师弟好像并未触犯门规吧？何不凡上前不卑不亢道。此言一出，一众弟子都傻眼了。不是，何不凡转性了？他不是被沈墨利用规则击败过吗？怎么还帮沈墨说起好话了？哼，谁知道呢？或许是被沈墨征服了，也不一定吧。师兄，慎言啊！他师尊可是那位，怕什么？我又没触犯门规，说话都不行了。王杰眉头一挑，冷声喝道：何不凡，不要仗着你是亲传弟子的身份，就可以这么跟我说话。我再教训沈墨，这没你插嘴的份。作为长老，怎么可能会因何不凡地位特殊就怂了？他可丢不起这个脸。况且他也是接到了密令，特地前来试探沈墨。何不凡地位再高，能有那位高？就在这时，一道锦衣身影从天而降。哦，一个小小的金丹境初期，居然敢欺负我徒弟！看见来人，王杰眉头深深皱起。很明显，他是知道赵云飞来历的，只是让他诧异的是，沈墨什么时候成了他赵云飞的弟子？不对，应该不是，想必是在李婉柔那吃了亏过来撒气的。想到此，王杰露出笑容，恭敬道：见过赵少宗主。听到这话，赵云飞明显有些生气，他最不喜欢别人叫他少宗主，而且刚刚李婉柔没给他好脸色，他想着来找沈墨，在其中帮忙斡旋下，没想到见到了这副场景。赵云飞冷声道：给我徒弟道歉。道歉。王杰微微一愣，没想明白赵云飞这是整的哪一出赵少宗主是在开玩笑吧？我可是长老，怎么可能给一个小辈道歉？很好。赵云飞双眼微眯，在他心中已经将王杰判了死刑，3番5次叫他少宗主，无疑是在讽刺他，连他说的话也不遵从。话音刚落，赵云飞抬手就是一掌拍出。王杰只是金丹初期，再加上赵云飞突然出手，他根本没有丝毫反抗之力就被击飞。扑通！直到王杰摔倒在地，众人才反应过来。你是谁？为何突然袭击王长老？真是太嚣张了，居然敢在青山宗撒野！快去通知执法堂前来，我等先在此阻拦片刻。不愧是内门弟子，素质要比外门高上太多。见到王杰被袭，众人不但没有逃跑，还在赵云飞眼皮子底下结阵，试图想要阻拦。看见这一幕，赵云飞都气笑了。这年头，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跟他叫板了。他眼睛眯起，下意识伸出手，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的佩剑已经当作礼物给了沈墨。不过没关系，就算没了极品宝器，他也能爆发出恐怖的实力。下一刻，他手中灵力汇聚，天地间刮起一阵狂风，大有一种风雨欲来的感觉。沈墨站在一旁仔细观看，并没有要出言劝阻的意思。这是在青山宗内门，他不信暗中没有其他长老在观看。果然，就在赵云飞即将出手之际，一道爽朗的笑声传来：赵道友，这是在干嘛呢？一名灰袍老者从天而降，身上同样散发出不弱于赵云飞的气息。姓名：纪凌川，性别：雄性，年龄：800、1000，体质：金火灵根，
境界金丹圆满，好感度负20。沈墨看向来人，双眼微眯，终于来了条大鱼吗？见到纪灵川到来，赵云飞轻哼一声，并没有要停手的意思。纪灵川也是个人精，哪能不知道赵云飞的想法？他一挥衣袖，强大的灵力爆发，直接将一众弟子结成的战阵瓦解。众弟子瞬间被扇飞，一个个口吐鲜血，他们满脸惊骇，不明白为何纪灵川会对他们出手。不应该是眼前的贼子吗？一个个真是越火越回去了，竟敢青山宗的贵客出手，反了天了，还不快向赵道友赔罪！纪灵川怒喝道。执法堂大长老都发话了，他们不敢不从，立刻从地上爬起，朝着赵云飞连连作揖。赵大人息怒，是我等无知。既然对方都道歉了，赵云飞也就没了心情继续追究。一来他不屑于对这些蝼蚁出手，二来李婉柔是青山宗的长老，多少要卖点面子。滚吧！赵云飞摆了摆手，冷哼道。直到所有内门弟子离开，纪灵川这才走上前，佯装不知询问道：赵道友，这是发生了何事，让你如此动怒呢？听到这话，赵云飞瞥了一眼瘫在地上宛如死狗的王杰，你问问他。纪灵川一脸惊讶，转头看向王杰，怒喝道：王杰，你做了什么？王杰浑身一哆嗦，立刻从地上爬起。我按照您。砰！他话还没说完，纪灵川挥手直接将他再次击飞。王杰撞到墙上，跌落在地，瞬间不省人事。看见这一幕，沈墨眼前一亮。从两人刚才的对话就不难看出，王杰此番前来找麻烦，背后肯定有纪灵川的授意，只是不知为何纪灵川会想要试探自己。难道是因为何不凡？应该是了，何不凡是他的亲传弟子，当初自己在外门大比上击败何不凡，多半是服了他的面子。想到此，沈墨嘴角微微上扬。这样看来，纪灵川还是一个好人啊。他本就在思考该从哪个长老下手，如今不用想了，纪灵川已经帮他做出了选择。以王杰现在这副状态，应该很难反抗了。哎，我这些年在闭关，门中长老疏于管教，今日叨扰到赵道友，实乃抱歉。纪灵川朝着赵云飞拱手，改日我一定登门赔罪。说罢，他伸出手，直接将王杰隔空抓了过来。点头示意后，纪灵川身形一闪，消失不见。对此，赵云飞并未阻止。大婚在即，他也不想和李婉柔的娘家人闹出大矛盾。赵前辈，沈师弟，那我也先离开了。何不凡看了沈墨一眼，朝着赵云飞躬身行礼后，朝着后山离去。直到场中只剩下两人，赵云飞一改之前的冷酷，转过头，满脸堆笑道：乖徒儿，你没受伤吧？看见赵云飞的表情，沈墨只感觉菊花一紧。他妈的，我没事，多谢师尊及时出手。沈墨当即行礼道：哈哈，没事就好，以后在青山宗遇到困难，大呼我名字即可。赵云飞大笑出声：这段时间我会一直待在青山宗，直到大婚。听到这话，沈墨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他这才想起，光顾着收服李婉柔的心，忘记他所需的丹药了。按照钟灵儿所说，下月初他们就会大婚，还有半个月时间，时间紧迫啊！多谢师尊，既然没事，那弟子先行告退。沈墨打定主意，得先去将王杰奴役，再去李婉柔那寻得药方。不急，不急。赵云飞嘿嘿一笑，摊开手，一朵五彩莲花符现在手中。师尊这是何意？沈墨微微一愣，难道又要给自己送宝？马德他该不会是看上自己了吧？赵云飞轻咳两声，缓缓开口道：是这样，这朵五彩莲花是我特意从上眼宗的灵池中挑选的，想要送给婉柔，但婉柔对我的态度不是很好，我想由你代劳。原来如此。沈墨反应过来，立刻接过莲花，刚好自己要去李婉柔那一趟。乖徒儿，见到婉柔，你知道该说什么吧？赵云飞盯着沈墨，目光灼灼道。沈墨心中无语，脸上堆笑道：这颗莲花是师尊所赠，师尊为了这颗莲花，与灵池中的凶兽搏杀了7天7夜，最终身受重伤，这才侥幸从他手中夺取。为了保证这朵莲花的品质，师尊不顾重伤之躯，星夜赶路到了青山宗。听到这话，赵云飞脸都快笑烂了，真是个好徒儿。他一把抓住沈墨的肩膀，直接朝后山飞去。卧槽，不是！沈墨一阵无语，有必要这么急吗？再次来到李婉柔洞府，赵云飞满脸期待：乖徒儿，进去吧，为师就在外面候着。可是沈墨有些纠结，他可是刚夺了李婉柔清白，原本是想过个2-3天，让他好好恢复下情绪。这倒好，这才几个时辰，又来了。没什么可失的，我相信你。赵云飞鼓劲道：好吧。沈墨点点头，再推辞，万一被看出端倪，
就得不偿失了。他缓缓走上前，敲了敲面前的白色光幕。师尊，徒儿修行上有些不解的地方，特来请教。不多时，白色光幕闪动，裂开一个可供人穿行的通道。看见这一幕，赵云飞满脸激动，原来还可以这样，学到了，学到了。洞府内，李婉柔盘膝坐在石床上，满脸愤怒。你来做什么？我看见李婉柔的模样，沈墨心中咯噔一声，完了，还在生气？你是来羞辱我的吗？李婉柔说着说着，眼角划过一滴泪水。不是，你听我解释。呵，你以为我会信你的谎言吗？李婉柔眼露轻蔑，嘲讽道。沈墨，我真是看错了你，没想到你会是这种人。沈墨一个头两个大，这怎么解释呢？强行夺了人家清白，好像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清吧，总不能告诉他实情吧。突然沈墨灵光一闪，婉柔，其实……说着他强行搅动体内灵海，使灵气逆流。沈墨赶紧转过头，用手捂住嘴巴。你怎么了？李婉柔瞬间冲至沈墨身前，看着他那憔悴的模样，一脸心疼道。没事。沈墨摆了摆手，瞧见他手中满是鲜血，李婉柔心中一紧，还说没事，快给我看看。话落，他探出手想要查看沈墨的身体状况。沈墨赶忙后退躲避，开什么玩笑，他根本没受伤，要是一探查，肯定露馅不过是些许道伤罢了。沈墨满脸落寞，轻声一叹，这次在真龙朝合金不悔争夺九曲玉枝的时候，不小心被他偷袭了。由于此前消耗了大量身体本源，即使我成功筑基，也并没有增加些许寿元，小小道伤又何惧哉，不过是少活几年罢了。听到这话，他看向沈墨那一头白发。李婉柔心如针扎，你又是何必呢？以你的性格，明知争不过，为何还要去呢？沈墨抬起头，眼中满是柔情。因为我喜欢你，从在凌芳阁看到你的第一眼，我便深深喜欢上你了。我知道，以为我的身份地位根本配不上你，但只要能为你做些事，纵使是死，我也愿意。面对沈墨的深情告白，李婉柔泪流满面。她并不是讨厌沈墨，相反，她对沈墨也有这方面的情感，只是她不能接受的是沈墨强行夺走她的清白。她要的只是一句话，一个名分。原本她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情感，为了钟灵儿，她不能随意动情，但现在释然了。既然沈墨时日无多，自己也会死，那倒不如做一对亡命鸳鸯。想到此，她一把拥入沈墨怀中。沈墨轻轻抚摸安抚李婉柔，嘴角微微勾起。李婉柔作为一个修士，每天不问世事，埋头苦修，论心智，单纯的像一只小绵羊，哪能斗得过沈墨这种老鸟？简单几句谎言就被轻松拿下。要是他现在趁机查看沈墨的状态，一眼就能识破。可惜身处恋爱中的女人哪会有这么多花花肠子？察觉到沈墨浑身火热，李婉柔瞬间恢复清醒。她脱离沈墨怀抱，轻轻啐了一口，俏脸绯红。柔儿，你看这是什么？沈墨翻手，五彩莲花出现在其掌心。这是……李婉柔满脸疑惑。你夫君送你的。沈墨调笑道。呸！李婉柔狠狠瞪了沈墨一眼。我还没答应要做你道侣呢，一朵莲花就想糊弄我，想得美。沈墨知道他是误会了，尴尬笑道。是你外面那位未婚夫送的。听到这话，李婉柔先是一愣，然后解释道。拿回去，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这一切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罢了。别啊！沈墨阻止道，这种大冤种的羊毛不薅白不薅，你先收着，我会想办法阻止你的婚约。可是……好吧。李婉柔还想推辞，但面对沈墨的坚持，她只好无奈收了起来。柔儿，接下来还需要你配合演戏。沈墨坏笑道。演戏？怎么演？李婉柔好奇道。就是这样。沈墨直接将她揽进怀中，狠狠吻了下去。李婉柔瞪大了双眼，本想推开，但一想到都已经互相坦白了心意，索性放开了心神。她跟着激烈回应，尽管有些生涩，感受彼此灼热的鼻息。沈墨一把扯下了她的衣带，李婉柔不甘示弱，伸出玉手在她身上摸索。柔儿，外面能听见吗？听不见。调一下阵法，让外面听见。不。李婉柔想要拒绝，但架不住沈墨动作越来越大，她隐隐也觉得有些刺激。鬼使神差之下，她探出手，手中光芒一闪，洞府前的白色光幕变得虚幻不少。师尊，我错了，别打我了。你错哪了？李婉柔趴在墙壁上，脸上满是羞红，就连脖子都染上了一层粉红色。云飞师尊对您是一片真心。
你就别生他气了，那是我俩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赵云飞看着面前不断闪动的白色光幕，脸上满是自责。哎，我的好徒儿，你少说两句吧，看把你师尊气的都上气不接下气了。师尊，我所说句句肺腑。你还说我快不行了，我要弄死你。那你弄死我吧。呼，我反正觉得云飞师尊人很好，好徒儿，你受苦了，我一定会报答你的。赵云飞一脸认真，轻声的喃道。一个时辰后，沈墨扶着墙走了出来，看见赵云飞还在等待，他站直身体，拱手道：师尊，幸不辱命，你辛苦了。赵云飞走上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没事，这都是我该干的。沈墨笑道：师尊休息了，我就先回去了。去吧，去吧。赵云飞看向李婉柔所在的洞府，满脸担忧，摆了摆手。沈墨拱手后，立刻朝着后山跑去，该去找王杰聊聊人生了。离开李婉柔的洞府后，沈墨便在心中联系何不凡。不多时，何不凡就将他带到了王杰的住所。此时，王杰盘膝坐在床上，他脸色苍白，受了很重的伤。咚咚咚，听到敲门声响起，王杰有些愣神。这都大晚上了，谁会在这个点找他呢？肯定不是纪凌川，他没这么礼貌，谁啊？王长老，是我，何不凡。何不凡恭敬的声音传了进来。王杰嘴角一抽，他自然而然就想到，肯定是纪凌川派何不凡前来的。既然代表的是纪凌川，他可不敢再摆架子，当即开口道：进来吧。然而房门打开，王杰却傻了眼。何不凡身旁竟站着沈墨。回想起之前纪凌川给自己交代的任务，他眉头深深皱起。难道是改变计划了？王长老，我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我特来赔罪。沈墨开门见山道。说着，他翻手间出现了一柄黑色宝剑，正是赵云飞此前送他的极品宝器。你的意思是，这宝器给我的？王杰瞪大了双眼，满脸不可置信。沈墨难道还有更显赫的身份？出手就是极品宝器，就连他们青山宗已知的极品宝器也才2件，哪个宗门经得出这么败家？估计就连上眼宗也不行吧。没错，这就是给您的，因为我王长老才受伤，我良心难安。沈墨再次躬身，显得十分诚恳。王杰哪经得住这种诱惑，脸上一扫之前的不快，露出笑容。哎，我说你什么好，来就来吧，还带这么贵重的东西。说着，他伸手去拿。就在这时，异变陡生，黑色宝剑突然腾空，朝着王杰击射而去。王杰不愧是金丹境，瞬间就反应了过来，他抬手就是一掌，拍向黑剑。与此同时，何不凡和沈墨也出手了，两人一左一右，分别袭向王杰两侧。你们想干什么？他既要抵挡黑剑的攻击，又要防备两人的偷袭。王杰脸色大变，可紧接着他便恍然大悟，是纪凌川对不对？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了？为了杀我，埋这么一个大坑。然而两人充耳不闻，一道道术法朝着王杰轰击而去。沈墨作为筑基圆满，又是无上筑基，对付王杰这种普通金丹，几乎可以做到单方面碾压，但为了不造成剧烈波动，引人注目，这才选择偷袭。王杰仅仅支撑了一招，便被打飞出去。他站起身，喷出一大口鲜血，身上丝毫感受不到金丹期的气息，居然被打掉了境界。不等他开口，沈墨指尖一点，古灵生焰立刻就窜进了王杰识海。片刻后，王杰回到沈墨身边，单膝跪地，满脸虔诚。主人，很好，将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沈墨眼前一亮，比想象中还要容易，真是多亏了赵云飞和纪凌川。主人，是这样。听完王杰的讲述，沈墨眉头紧皱，事情并不是他想象那样。纪凌川吩咐王杰，要他时刻注意自己的动向，不能让自己单独接触钟灵儿和李婉柔，但具体原因却没告诉。难道是纪凌川对二女有意思？这个想法刚一升起，便被沈墨排除。纪凌川身为执法堂大长老，又是金丹圆满，距元婴境也就一步之遥，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况且二女还是岳川的徒弟。对，岳川，该不会是岳川授意的吧？沈墨越想越觉得是这样，但至于为何要下这道命令，他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或许只有将纪凌川奴役后就知道了。主人，我现在怎么办？王杰见沈墨没有出声，赶忙恭敬问道。保持原样，在外面还是喊我沈墨，有新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是。离开王杰洞府，沈墨走在后山的竹林间，脑海中思绪翻涌。
目前的事情太多，都快要压得他喘不过气了。一方面要阻止李婉柔加入上眼宗，还要保证钟灵儿不死；另一方面，林虚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一旦恢复了实力，必将兵临青山宗。以他现在的实力，根本无法抗衡。现在岳川还派人监视自己，有些难搞啊。不知不觉间，他竟来到了后山竹林深处。一股药香扑鼻而来，沈墨回过神，循着药香一路前行。不多时，一道倩影浮现在眼前。砰！伴随着一声巨响，女子猛地回过头，眼中满是杀意。姓名：夏思宁，性别：雌性，年龄300、1000，体质：水灵根，境界：金丹后期，好感度负30。看到这好感度，沈墨心中咯噔一声。他记得很清楚，自己根本不认识夏思宁，难道太帅也遭人妒忌？你是何人，竟敢扰我炼丹？要不是你，我也不会炸炉。听到这话，沈墨恍然大悟，但炸炉跟他有屁关系啊？真是人不行怪路不平。但他不敢这么说，毕竟对方是一名金丹后期。他虽说有一战之力，但并不想因此暴露。抱歉，我这就离开。沈墨当即躬身，就要转身离去。站住！夏思宁突然开口道：“前辈还有事吗？”沈墨回过头，一脸恭敬道：“回我丹炉就想这么一走了之？”夏思宁喝道：“他是一名3阶炼丹师，天生就对丹药痴迷。这不，昨天自家侄女从真龙巢回来，在绝地中偶然得到了一张古丹方。看见这丹方，夏思宁瞬间就来了兴趣。于是他这2天便专心研究起古丹方。然而这丹方比他想象中还要难，期间都炸炉好几次了。他本就心生烦乱，恰好沈墨又看见他炸炉。作为一名3阶顶尖炼丹师，要是被传出去，他就没脸了。这种事一定不能发生。他要证明自己，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丹方的问题。你害我炸炉，必须来帮忙打下手，偿还你的罪过。夏思宁冷哼一声，反手间又是一顶金色丹炉出现。看见这一幕，沈墨嘴角一抽，这特么哪来的富婆？那丹炉光看外表就知道品质非凡。再想想自己那公交车丹炉，沈墨想要撞死在一块豆腐的心都有了。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过来！哦，来了。沈墨应了一声，小跑上前。为了不暴露真实战力，只好忍了。我先看看丹方，你将附近收拾一下。话落，夏思宁不再理会沈墨，拿起丹方仔细端详起来。不一会儿，夏思宁看完丹方，眼中重新燃起斗志。可当他转头，顿时吃了一惊。只见沈墨将散落的药材重新聚拢，按照每种药材的特性一一归类，性寒、性热、中和、聚气、清新，居然没有放错任何一种。你也是炼丹师？夏思宁下意识问道。沈墨点点头，之前在外门练过一些，侥幸成为了一名炼丹师。原来如此。夏思宁好感度加10。听到沈墨也是炼丹师，夏思宁的态度好了许多。既然如此，让你来打下手也不算亏待你。管我炼丹，能获得多少收获就看你自己了。说着，夏思宁将丹炉置于身前，手中一团青色的火焰猛地窜出。天地灵火，而且排名还靠前。沈墨有些吃惊。至于为何认识，原因很简单，他体内的古灵生焰想要吃了他。要知道，之前李婉柔送给他那团排名500的蓝色火焰，古灵生焰都懒得搭理。你认识我手中的火焰？察觉到沈墨的表情，夏思宁问道。不认识，只是让我感到一丝心悸。沈墨低头回答道。那是自然，这可是排名第30的青鸾焰，既能焚尽一切，又能治愈一切。夏思宁扬起下巴，得意道。果然是天地灵火。沈墨暗自心惊，看来这夏思宁不是一般人啊。要知道，排名前100才称得上天地灵火，而天地灵火又具有唯一性。玄天大陆19州，他所在的滇州不过是最犄角旮旯的地方，而在这个犄角旮旯的地方，加上他在内，出现了2团天地灵火，这概率也太小了。炫耀完后，夏思宁便操控着青鸾焰没入丹炉中。火候上来，他轻声念道：乌桐木。沈墨赶紧递上玉龙参、凌风花、紫猴草，2人配合无间。随着一株株药材被投入丹炉，夏思宁加大火后，顿时一股清香飘来。要成了！他惊呼一声，变得更加专注。沈墨侧目望去，这才仔细打量起夏思宁。别的不说，认真的女人真的好看。夏思宁眼神专注，脸颊渗出细细的汗珠，一根青木簪将乌发挽起，剩余的头发随意披散在身后。白色长裙上因之前的炸炉溅起点点尘埃，
但他显然不是很在意。虽未施粉黛，但依旧美得不可方厌，跟李婉柔和钟灵儿是一个品级的美女。嗡嗡嗡，丹炉疯狂抖动。不好！沈墨下意识将她扑倒在地。砰！就在两人倒地的瞬间，丹炉应声炸裂，恐怖的能量将两人掀得老远。不可能，不可能啊！我明了。夏思宁喃喃自语，还在回味刚才的炼制过程，丝毫没注意到沈墨压在他身上。或许是感受到一丝异样，他猛地回过神，灵气爆发，瞬间就将沈墨弹飞。你在做什么？夏思宁眼中杀意迸发，寒声质问道。他一直高高在上，所有见到他的男人要么阿谀奉承，要么低头不敢直视，而今天沈墨居然敢将他压在身下，他一下子就怒了。我看丹炉要炸，担心你受伤。沈墨站起身，揉了揉胸口。他娘的，这女人有病吧？不过手感真心不错，还敢狡辩。听到沈墨的解释，夏思宁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变得更加愤怒。我身为3阶炼丹师，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丹炉要炸，你凭什么知道？刚刚丹炉上显示的成功率为0，不炸才怪。但沈墨却不知如何解释，总不能说自己有系统吧？思来想去，只好搪塞道：你刚刚的火焰控制出了问题。胡说！夏思宁立刻反驳。作为3阶炼丹师，有他自己的骄傲，又怎会允许一个小辈抨击？我说真的。沈墨不明所以，还在坚持。好，夏思宁都被气笑了，他直接扔出丹方，寒声道：既然你觉得我有问题，那你来练。练不出来，我今天就废了你。检测到新丹方是否领悟？沈墨看了眼系统面板上的羁绊值，足足有1000，其中大部分都是钟灵儿贡献的，李婉柔也贡献了一点。原本想着存多点，直接将古灵生焰彻底掌控，但现在看来是不行了。领悟，检测到延寿丹丹方内容有误，花费400羁绊值以修正领悟。延寿丹，2阶丹药，服用后增加寿命，是丹药品质而定。居然是增加寿元的丹药！沈墨大吃一惊，这种丹药极其罕见。别看仅是2阶，真论实际作用，比3阶、4阶还要值钱。这种丹药属于是有市无价。毕竟在这修仙界，谁不想多增加点寿元？古往今来，无数大能都是被卡在寿元上，也许就是那多出来的1年半载，就可以突破新境界。看不懂也正常，我当初也。瞧见沈墨的表情，夏思宁心情舒畅不少。叫你还敢胡乱抨击？这丹方并不是以现在的文字书写，而是上古文字，其中大部分药材都是靠他猜的。然而他话还没说完，就见沈墨径直走回，将一众药材重新归类。强装镇定吗？夏思宁眼中浮现出一丝不屑，刚对沈墨升起的好感也荡然无存。比起弄虚作假，他更喜欢诚实的人。要是沈墨看完丹药直接认错，他也许就原谅了，但沈墨的行为无疑在他心中判了死刑。丹炉，沈墨根本不理会夏思宁，伸出手，头也不回。哼，装模作样。夏思宁秀眉微皱，拂袖间再次飞出一顶金色丹炉。这是最后一顶了，你给我悠着点。沈墨充耳不闻，直接拿起地上的一株玉龙参，灵力爆发，直接将其震碎，碎片飘落，附着在丹炉内。看见这一幕，夏思宁瞳孔杀意再现，满是愤怒。你在做什么？这玉龙参可是价值10万灵石。闭嘴！沈墨不理会夏思宁，抬手又将一株紫猴草碾碎，化作枝叶留下。这是20万。夏思宁小声开口，他刚被沈墨的气势给吓住了。不对，这些都是自己的啊，凭什么这么卑微？想到此，夏思宁气冲冲走上前。下一刻，一股蓝色的火焰从沈墨手中窜出，将整个丹炉包裹。你会不会炼丹？看见这一幕，夏思宁脑袋都快气炸了。他现在无比后悔让沈墨来炼丹，哪有这么炼的？一上来就这么大火焰，里面的药材根本承受不住，最多10分钟，丹炉必炸。沈墨依旧充耳不闻，双眼直勾勾盯着丹炉。夏思宁轻叹一声，罢了罢了，毕竟是他强行要沈墨炼的炸炉的时候，还是护他一下吧。眼看马上要到10分钟，夏思宁手中灵力汇聚，随时准备出手将沈墨护住。然而10分钟过去，他想象中的炸炉并未发生。夏思宁忍不住看向沈墨，眼中好奇万分，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时间继续流逝，20分钟，1个时辰，3个时辰，整整过了1天。夏思宁从最开始的愤怒，再到好奇，现在完全就是震惊。他不再怀疑沈墨了，毕竟换他来，最多10分钟就炸炉。
而沈墨居然坚持了1天。察觉到丹炉显示的时间已到，沈墨撤回灵火，一股浓郁药香蔓延而出。夏思宁下意识吸了一口，只觉灵海翻涌，好似吸入了仙气。成了。他伸出手想要去揭开顶盖，却被沈墨突然伸手抓住。夏思宁转过头，俏脸生寒。第2次了，先是压在自己身上，揉自己屁股，现在又抓自己的手，还没好。你想炸炉吗？听见沈墨的呵斥，夏思宁回过神，这才注意到丹炉下方还附着着极其微小的火焰，原来是他误会了。想到此，夏思宁俏脸一红，枉他身为3阶炼丹师，居然连这都没发现。沈墨就这样抓着夏思宁的手，又过了好几个时辰。夏思宁脸上很不自然，轻声道：放开我吧，我不会再去打开丹炉了。沈墨全神贯注盯着丹炉，好像根本没听进去，反而越捏越紧。软，真软啊，纤细有肉，这种手要是用来想想多刺激。有系统提示，沈墨的注意力根本就不在丹炉上。夏思宁看着沈墨认真的表情，没再反抗，怕一有举动打断了沈墨的思绪，那可就得不偿失了。他也想看看这丹方到底能炼出什么样的丹。又过去2个时辰，夏思宁手都被摸红了，沈墨这才收回火焰，朝着丹炉一指，2颗洁白的丹药瞬间飞出，药香味再也无法掩藏，顷刻间将整个竹林笼罩。2颗，看见丹药的瞬间，夏思宁愣住，他想破脑袋也想不出，为何1颗丹药的分量能炼制出2颗来。拿起1颗丹药，夏思宁仔细端详，圆润透亮，没有一丝杂质，完美丹药。夏思宁懵了，怎么可能？完美丹药这么容易诞生？就算是他当初炼制最为低级的聚气丹，是在炼制了上千炉后才能做到10炉出8炉完美，也不敢保证每次都能炼制出完美丹药。而沈墨呢，就炼制了1次就出现了完美丹药，而且还是2颗，这无疑震碎了他3观。我可以尝1颗吗？夏思宁扭过头，满脸迫切道：当然，这是你的材料。得到沈墨的允许，夏思宁小心翼翼拿起丹药放入嘴中，随着丹药入体，他体内灵海翻腾，全身散发出一缕缕白烟，宛若仙气。不多时，夏思宁回过神，眼中满是惊骇。在他的感知中，自己的寿命居然增加了10年，这是能增加寿元的丹药。这丹药，夏思宁张口就想告诉沈墨丹药的作用，然而眼前哪还有沈墨的身影？在他吞下丹药后，沈墨便悄然离开了。望着身前还悬浮着的1颗延寿丹，夏思宁回想起之前与沈墨见面的种种，只觉羞愧难当，连丹药都不愿拿，又怎会占他便宜？夏思宁，你真是该死啊！他只是担心你安危，你却认为他在揩油。这样的炼丹奇才会贪图你的美貌吗？他一定是生气了，所以连名字都不愿意留下。不行，我得去找他解释下。想到此，夏思宁收起延寿丹就要追出竹林。就在这时，一道惊叹声响起：姑姑，好香啊，你成功了。卓鱼，你怎么来了？有事？看到来人，夏思宁疑惑道：没什么事，恰巧路过这，在外面就闻到了一股香气，我猜肯定是姑姑炼制成功了。我就知道，以姑姑的天纵英姿，肯定会成功的。夏卓鱼一顿彩虹屁，却拍错了人。听到这话，夏思宁俏脸一红，丹药根本就不是他炼制的，到底是什么丹药？这么香，姑姑快拿给我看看。夏卓鱼兴奋道：没了，被我吃了。夏思宁搪塞道：尽管是自己的亲侄女，也不能告诉她真相。一旦延寿丹被公开，指不定会招来什么样的老怪物，那将会是一场腥风血雨。哼，小妾。见自家姑姑有意隐瞒，夏卓鱼轻哼一声，不再深究。话锋一转，他询问道：姑姑刚才是要离开吗？我出去有点事，你刚进内门。夏思宁说着，突然反应过来，之前沈墨好像说过，他之前在外门，内门弟子他都或多或少有点印象，但唯独没有沈墨。那意思是刚进内门不久。你们这次有多少人进了内门？姑姑，你问这个干嘛？夏卓鱼虽不明白夏思宁话里的意思，但还是耐着心思解释道：除了从真龙朝归来的几名弟子自动升入内门外，外门中还有10几个达到筑基成功晋升，大概有个20人左右吧。听到这话，夏思宁放心不少。20人吗？排除调炼丹师身份，并不是很难找，而且沈墨还有一头标志性的白发，更容易寻到。那这20人中谁是白头发？夏思宁继续问道：你说沈墨？沈墨吗？夏思宁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副得意之色。你以为不留姓名我就找不到你？姑姑，你问沈墨干嘛？
夏卓瑜满脸狐疑道：“没什么，就问问。”夏思宁摆了摆手，敷衍道：“很明显，夏卓瑜是不信的。自家姑姑是什么性格，他最清楚。空有一身天赋，却沉迷炼丹，对其他任何事情都不上心，为此还跟自己的父皇夏渊闹掰。姑姑，你别想了，人家沈墨有道侣了。”夏卓瑜轻叹一声，眼中有些落寞。他对沈墨也是极为欣赏。之前在外门大比第一次遇见沈墨，看到他为了江陵奋不顾身迎战何不凡的时候，他内心触动，想到自己身为一国公主，命运却不受控制。他所在的夏国是个一级修真国，与宗门传承固步自封不同，修真国更偏向大众，无论有无修行资质都能获得修行机会，有资质便可入朝为官，获得朝廷的扶持，没有资质还能进入军营，获得战功，换取资源，也能够逆天改命。要是不想修行，只要生活在夏国就能得到庇护。这一切看起来都是这么美好。就在几年前，夏渊性格突然大变，发布了很多令人费解的皇令，比如每个家庭都要贡献出一个婴儿。这些家庭还以为得到了皇家恩赐，要全力栽培，然而几年过去，送出去的婴儿却杳无音信。夏渊又发布皇令，又要婴儿。这一次就连手下忠心耿耿的部将和朝中官员都有些不满，联名上奏，却遭到了夏渊的武力镇压。一时间整个皇城血气滔天，死了很多人。夏卓瑜想要去劝夏渊收手，没想到夏渊不但不听，还对他起了歹意。他们可是父女啊！他当即就反应过来，夏渊被夺舍了。好在关键时刻，月川出现，与夏渊大战一场后，带着他和夏思宁回到了青山宗。从此他便立誓要复国，将占据在夏渊体内的老东西赶走。但根基太浅，他只能默默隐忍，拉拢天才。沈墨就是被他看中的天才之一。你个小丫头片子，这么诽谤你姑姑！夏思宁拎起夏卓瑜的耳朵，将他拉回了现实。疼，疼！好姑姑放手！夏卓瑜疼得龇牙咧嘴。哼！夏思宁冷哼一声，别装了，我都没用力。给我讲讲沈墨。你还说对沈墨没想法？夏卓瑜刚一出声，就察觉到四周寒气逼人，他赶忙住口，讲起对沈墨的了解。片刻过后，夏思宁对沈墨的好奇心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如洪水决堤，一发不可收拾。他敢断定，沈墨之前就是一直在藏拙。沈墨离开竹林后，便回到了住所。根据李婉柔的描述，所炼制丹药为3阶顶级丹药，单独依靠它根本完不成，还需要有一名3阶炼丹师共同炼制。炼丹师李婉柔早就提前联系好了，定在5日后。在竹林耽搁了2天，还剩3天。沈墨决定接下来几天哪也不去，调整好状态。毕竟9曲预知就这么一劫，只能成功，不许失败。转眼3天过去，沈墨一大早就来到了李婉柔洞府前。看到沈墨的瞬间，李婉柔心情大好，丝毫不在意赵云飞还在一旁。赵云飞看着这一幕，频频点头。这师徒俩关系真好。还有一人呢？沈墨好奇问道。不是需要2人合力炼制吗？他说的该不会是赵云飞吧？听到这话，李婉柔面色有些尴尬。他走上前，轻声开口道：哎，事情有些变化，我知道你性格，待会你千万别生气。生气？我能生什么气？沈墨满脸疑惑。李婉柔也并不打算继续说下去。快走吧，待会让人家等急了，可就不好了。说着，他拉着沈墨的胳膊就朝宗门广场走去。赵云飞看着2人离去，眼中说不出的羡慕。要是婉柔也这样拉着我就好了。不多时，沈墨来到宗门广场，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广场上人山人海，他还看见了一些外门弟子的身影。不是炼丹吗？这是整哪出？很快他就发现了，广场中央正摆放着一顶巨大的黑色丹炉。娘的，这些人不会是来观看的吧？李婉柔瞧见沈墨的脸色不断变化，心生歉意道：对不起，我知道你不喜欢高调，但对方是顶级的3阶炼丹师，要求这么做，我也没办法。沈墨无语，轻轻拍了拍李婉柔的手，小声笑道：无碍，为了你，刀山火海我都去的，更何况这种小场面。听到这话，李婉柔心间一甜，眼中满是柔情。众人在广场一直等候，直到晌午，炼丹的人还未出现。沈墨都有些烦躁了，到底是谁？排场居然这么大，这么多人等。李婉柔再次道歉道：你别生气，作为顶尖的3阶炼丹师，有点特殊癖好太正常了。我没跟你生气。沈墨安慰道：我是怕来人耽搁了你的时间。话音刚落，一名须发皆白的老者从天而降。哈哈，诸位久等了，老朽迟到了。不久，您能光临青山宗，
那是我青山宗的荣幸。岳川飞身迎接，给足了他面子。岳宗主，10年未见，你的修为更加精深了。见到迎接之人居然是岳川，丹阳子脸上的笑意更加浓郁。哪有，虚度年华罢了。岳川摆了摆手，指向下方。一道有要求，现场已经布置好了，你看怎么样？如果不满意，我立马调整。很好，很好。丹阳子手捋着胡须，根本压制不住笑容。苦心钻研丹道几10年，一朝得势，要的就是大排场。他恨不得让全滇州的人来观看，让世人都对他赞美。他缓缓从天空降落，来到丹炉旁。今天老夫高兴，出手炼制一枚顶级3阶丹药，能从中学会多少，就看你们自己造化了。这人谁啊？口气这么大，让我们等这么久。师弟，你还不知道吧？此人名为丹阳子，10年前成名，顶尖3阶炼丹师，散修。原来是顶尖3阶炼丹师，怪不得。师弟，看来你还是不知道顶尖3阶炼丹师的能量。打个比方，只要丹阳子前辈愿意，他可以轻松灭掉一个宗门。师兄，你认真的？这么一个老头这么有能量，那当然，谁不知道炼丹师稀缺？更何况丹阳子前辈很有可能突破到4阶炼丹师，一旦突破，就连上眼宗那种庞然大物都得以礼相待。听着四周弟子们议论纷纷，丹阳子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脸上都乐开了花。要知道，炼丹师每个阶段也是有等级的，分别为初窥、入门、大成、顶尖，而他则是顶尖3阶炼丹师。他捋着胡须，享受了好半天，这才看向一旁的岳川。岳宗主，将丹方拿出来吧。我可是听说药材中要用到天地奇物，可别让我失望。听闻此话，岳川转头朝李婉柔点了点头。后者心领神会，带着沈墨走进了场中。在下李婉柔见过丹阳子前辈。沈墨见过丹阳子前辈。话落，李婉柔一抬手，一张古朴的纸张飞出。丹阳子眼神微眯，伸手衔住。浸染丹道一途多年，他一眼便看出了这是张古丹方，神情也变得郑重不少。他解开丹方上的禁制，浏览起来，脸色变得沉重。足足看了半刻钟，李婉柔轻声询问道：“前辈，可否炼制？”哈哈，小问题，只要是3阶丹药，就没有老夫不能炼制的。丹阳子从丹方上挪开目光，十分自信道：“这丹方的确神奇，名为朝元丹，是3阶丹药中最为顶尖那一批。如果炼制成功，我很有可能会因此突破到4阶炼丹师。这一次，反倒是老夫占了你便宜。”听到这话，岳川最先反应过来，那就提前恭喜丹阳子道友了。4阶炼丹师啊，还是在青山宗突破。一旦成功，青山宗的声望将达到顶点。他仿佛已经看见无数炼丹师慕名前来朝圣。沈墨也是为之一惊，这老登这么厉害。要知道，丹道一途不比修道，这玩意完全就是老天赏饭吃，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可不是勤能捕捉就能弥补的。据他所知，1阶最为简单，只要能炼制出丹药，不管品质好坏，都能称为1阶炼丹师。1阶突破2阶需要灵火纳体，2阶突破3阶需要体内灵火达到3阶水准，并且熟练操控灵火。3阶突破4阶条件就更夸张了，首先就是要灵火达到4阶，其次每炉丹药都要成色在上品以上，还要完成近1000种灵草图鉴辨识考核。灵火也有等级，跟炼丹师一样，被分为了1到9阶。古灵生焰原本在古莲幽本尊手中已经被温养成了6阶灵火，可惜当初遭遇生死战，古莲幽重伤，导致古灵生焰也降了级，再加上近1000年未曾得到补充。沈墨得到古灵生焰的时候，他也就1阶圆满水准，但好在机缘巧合下吞噬了9曲玉树这颗庞然大物，让他恢复到了2阶圆满。当然，除了灵火要求，还要有出丹品质等苛刻条件，这些对沈墨来说都不是事。他有系统，炼丹必定完美，也就是说，他只要将古灵生焰的等级提升上去，炼丹师等级也就跟着提升。丹阳子可没系统，他要是真能突破到4阶炼丹师，就算是去到上眼宗，其宗主也要出门迎接，只是有概率罢了。丹阳子谦虚摆手：“你们回去吧，且看老夫如何炼制这枚朝元丹。”说罢，丹药子就要走向丹炉。见状，李婉柔立刻开口道：“丹阳子前辈，等一下。”丹阳子停下脚步，回过头诧异道：“还有何事？”李婉柔开口道：“当初我在秘境得到这个丹方时，那名陨落的前辈告知过，这丹药比较特殊，需要2名炼丹师配合才能完成。”哦，还有这说法？丹阳子一脸轻松，满不在乎道：“我刚看了丹方，的确有些难度，不过我一人足矣。这种人前显圣的机会，他怎么可能与人分享？所有的掌声都必须为他而鼓。可是9曲玉树就这么1节，我担心
有什么可担心的？难道你是不相信老夫？丹阳子瞬间来了火气，说罢，他一拂衣袖就要离去。丹阳子道友且慢。月川见状，立刻出声阻拦。丹阳子停下脚步，他并不是真要离去。这种罕见的丹药，他比谁都想亲手炼制。一旦成功，那就是在他履历上画下浓重的一笔。更何况，炼制朝元丹极有可能让他的灵火得到净化，突破到4阶炼丹师。哼！丹阳子轻哼一声，看在月道友面子上，我不跟你这小辈计较。婉柔还不给丹阳子前辈道歉？月川哪会不明白他的想法，当即就朝李婉柔喝道：“我……”李婉柔满脸委屈，但一想到是关中灵儿的生死，她压下情绪，躬身行礼，就要开口。沈墨看不下去了，他走上前，正欲维护。就在这时，一道锦衣出现在其身侧，来人正是赵云飞。他早就目睹了这边情况，经过沈墨的言传身教，他知道该自己出手了。丹阳子，你要是不想炼制大可离去，敢欺负婉柔，真当我是吃素的？月川本想呵斥，但看到来人，他识趣的闭了嘴。上眼宗可是兖州的庞然大物，随便派出来一名太上长老，就可以将整个滇州搅得天翻地覆，他可得罪不起。丹阳子也是来了火气，他本就极为好面子，如今被人当着这么多人面呵斥，顿时来了脾气。刚想说话，李婉柔却抢先道：“赵云飞，你干什么？不得对丹阳子前辈无礼。一个3阶炼丹师罢了，婉柔要是早跟我说，我立刻联系上眼宗，让他们派一名炼丹师过来。”听到这话，李婉柔有苦难言。他也曾想过让赵云飞帮忙，可一想到炼制这枚丹药是让自己更好的去死，他不想过多亏欠赵云飞。一旁的丹阳子听到二人的对话，眼中满是惊骇：“您是赵少宗主？怎么，你认识我？”赵云飞扭过头，脸色不善。原来真是赵少宗主，失敬失敬。丹阳子转怒为喜，微微行礼道：“在赵云飞面前，他可不敢再自傲了，毕竟他还没晋升4阶炼丹师。但上眼宗是真的有一名4阶炼丹师，还是最为顶级的那种。赵云飞，我的事不用你管。”李婉柔冷声呵斥道。他现在比谁都焦虑，朝元丹炼制的药材极为苛刻，主要就需要9曲玉树这种天地奇物，辅药也不逊色，需要1株冰梅。冰梅一旦采摘，最多5天就会消散在空气中，就算拉下脸让赵云飞派一名顶尖3阶炼丹师前来，时间也不够了。所以如今的希望全寄托在丹阳子身上。婉柔，我……听到李婉柔的呵斥，赵云飞满脸尴尬。丹阳子也是人精，见势不对，立刻开口道：“赵少宗主，就依这位姑娘所言吧，你们选出一名炼丹师与我配合。”见丹阳子松口，李婉柔脸色稍缓：“多谢丹阳子前辈，就让。”说着，他看向沈墨，然而下一秒就被月川打断：“丹阳子道友放心，我们青山宗虽弱，但也是有一名3阶炼丹师的，一定不会干扰道友炼丹。”话落，他转头在一众长老中扫视，果不其然，夏思宁来了。要是寻常活动，他肯定不会参加，但事关炼丹，还是一名顶尖3阶炼丹师出手，他自然是不会错过这等盛宴。看到月川的目光投来，夏思宁心领神会，飞身上前：“哇，居然是夏长老，这都多少年没见到了，今天算是大饱眼福了，有顶级炼丹师出手炼丹，又有美女长老相伴，这次真是来对了。夏长老10几年前就是3阶炼丹师，如今应该也达到顶尖了吧？哪有那么容易？你看丹阳子前辈，据传他在大成卡了上百年才突破到顶尖层次，这还是天才才能做到。夏长老丹道一途确实很强，但相比之下还是太年轻了。”听着4周传来的恭维声，丹阳子脸上重新浮现出笑容。原来夏道友也是3阶炼丹师，如此一来，炼制朝元丹就更容易了。你与我紧密配合，丹成后想必也会留下一段佳话。夏思宁微微拱手，谦虚笑道：“丹阳子前辈乃是3阶顶尖，而我只是大成，配合不敢当，只要不给您添乱就好。”听到夏思宁的恭维，丹阳子的笑容比菊花还要灿烂。然而李婉柔脸色却无比阴沉，主要是沈墨带回来的，况且他也答应过沈墨要让其参与炼丹。对于一个炼丹师而言，没什么是比参与炼制一枚高品阶的丹药更让人心动。他与夏思宁并不算熟悉，最多也就是点头之交，这种好事凭什么让给他人？想到此，李婉柔咬咬牙，沉声开口道：“丹阳子前辈，夏道友，抱歉，第2名炼丹师我另有人选。”说着，他转头看向沈墨，虽未继续开口，但其意思已经很明显。此话一出，全场先是一静，然后喧嚣起来。那不是沈墨吗？他也要参与炼丹？哼，不知道给了李长老什么好处，
这种品阶的丹药，他也想参与，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当初取巧击败何不凡也就罢了，那是因为规则限制，炼丹可没有规则取巧，行就是行，不行就是打肿脸也不行。真以为在外门炼制了3瓜2枣，就把自己当炼丹师了？夏思宁听到这话，非但不生气，反而隐隐有些期待。与其他人不同，他可是见识过沈墨的厉害，光是那一手出神入化的手法，仿佛练的不是丹，而是一种艺术品。特别是在前几天见识过沈墨的炼丹后，他也跟着尝试，然而不出意外，依旧是频频炸炉。要不是碍于身份，他都想将沈墨抓起来，天天观摩他炼丹。现在有让沈墨再出手的机会，他自然是乐意看到。丹阳子脸色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阴沉下来，把他当什么了？请自己炼丹也就罢了，还要附带一个拖油瓶。要是炼丹失败，世人可不会去责怪一个毛头小子，而是他这个主使人，断然是不能让这小子毁了自己一世英名，但又不想得罪赵云飞。丹阳子眼珠一转，决定将这口大锅甩到夏思宁身上。同为3阶炼丹师，想必他也是不能容忍被人给撬动位置。想到此，丹阳子脸上重新恢复笑容。可以倒是可以，不过要看夏道友如何抉择。我没意见。夏思宁立刻就回答道。听见没？这可怪不得老夫了，夏道友都说了没？丹阳子手捋着胡须，慢条斯理说着。然而下一秒，他愣在原地，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夏思宁。你说什么？我没意见啊。夏思宁耸了耸肩，他现在巴不得沈墨早点上去炼丹，几乎是脱口而出。你怎么可能没意见？丹阳子懵了，下意识问道。在他的认知中，炼丹师不都应该很桀骜吗？怎么这么快就认怂了？那我该有什么意见？夏思宁催促道。他现在很着急，对于丹阳子的问话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目的就是为了让沈墨快点炼丹。他撬了你位置，你不生气？不生气。咱们这次炼的可是最为顶尖的3阶丹药，甚至有可能超过了4阶，你不想亲自上手？不想。你要不要？不要。面对夏思宁的抢答，丹阳子沉默了。他世界观都快崩塌，自己的一世英名绝不能被毁掉。既然夏思宁冥顽不灵，那就从沈墨下手，让他知难而退。丹阳子收回心神，转头看向沈墨。你想要参与炼丹也行，只要通过老夫的考核，让你在一旁打打下手也未必不可。说着，他翻手从储物袋拿出一种极其稀有的药材，就连他当初也是翻遍了古籍才查到它的来历。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丹阳子看向李婉柔，又瞥了瞥赵云飞，其意思很明显。你们看好了，这可不是我不答应，而是沈墨连这都不认识，参与炼丹不是纯纯捣乱吗？他都想好了待会该如何发言，既不得罪月川，也不得罪赵云飞。以你现在的炼丹师等级，不知道很正常。我观你天资不错，假以时。白晨之。沈墨几乎想都没想就说了出来。在丹阳子拿出药材的瞬间，系统就给出了答案。啊！丹阳子大脑有些宕机。凑巧的吧？性寒，多为辅药，使用时需摘除精液，可单独口服，用以活血之作用。见他不开口，沈墨继续说道。对，全对。丹阳子满脸震惊，几乎和他在古籍上看到的内容一模一样。难道沈墨也看过那本古籍？一定是这样，不然怎么可能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丹阳子收起白尘枝，脸色恢复如常。算你取巧。那这又是什么？话落，他摊开手，一株火红色的小草出现在其掌心。鸡冠草同样性寒，作为主药可达到生息的作用，而作为辅药多用于培元，有些许毒素，不能口服。沈墨想也没想，脱口而出：这又是什么？丹阳子有些不服气了。黑天麻，这呢？绝魂草，这天剑竹。丹阳子拿出了上千种药材，沈墨一一对答如流。丹阳子彻底沉默了。熟练识别千种药材，这已经算是达到了4阶出窥的水准，就连他也是花了上百年才一一了解这些药材的功效。沈墨才多大，跟他比起来，自己那100年都活到了狗身上。沈墨兴致缺缺，对丹阳子的印象极差。这老登是不是闲得慌，让他这个挂逼人药材，别说1000种了，就是10000种、10万种，他也能全部识别。李婉柔张大了小嘴，一脸不可置信。但一想到他的出身，李婉柔眼中满是柔情和心疼。他是一步步看着沈墨蜕变的。沈墨不是天灵根，而是最为垃圾的5系杂灵根，其中吃了多少苦，想想就令人心酸。月川眼前一亮，但却并未言语。而赵云飞更是满脸自豪。看看，都看看，这是我徒弟，不是我何婉柔的徒弟。夏思宁嘴角微微上扬，他似乎早就猜到了结果。也对，
要是不能熟知各类药材的属性，又怎能一炉就炼出2枚完美延寿丹？广场四周更是安静一片，针落可闻。他们虽听不见刚才沈墨说了什么，但明显可以看出，沈墨是通过了丹阳子的考验。一个刚入内门的弟子，居然可以通过顶尖3阶炼丹师的考核。他们一个个眼中满是羡慕，恨不得自己才是沈墨。丹阳子一脸尴尬，这才反应过来，明明之前说了回答几个问题，这回功夫都问了上千个问题了。但他作为成名已久的3阶炼丹师，特别是在这种场合，断然是不能让沈墨抢了风头。嗨嗨，丹阳子轻咳2声，将众人拉回现实。你很不错，但炼丹一途不是光读书就能读出来的，区区上千种药材，识的并不算本事。老夫我当初仅用了1年便全部知晓。看在你这么虔诚的份上，今天就给你一个机会，让你给我打打下手。说着，丹阳子抛出手中的丹方，你先熟悉下，待会我念叨什么，你就给我什么。话落，他转身就要走向一旁的丹炉，沈墨也跟着走了上去。丹阳子眉头皱起，冷声呵斥道：不是让你熟悉丹方吗？你来做什么？待会我叫到你，你再过来。熟悉了呀。沈墨立刻回答道。在他拿到丹方的瞬间，花费了500羁绊值，就已经完全掌握了朝元丹丹方。他现在很急，丹方描述需要在5天内将冰梅处理，而系统告知他的方法，则是在冰梅第5天凋落的瞬间，取其花蕊投入丹炉，再以灵火温养。如果他不及时告知，丹阳子很有可能犯错。听到这话，丹阳子火气腾的一下就窜了上来。这才过去多久？就连他也是足足看了半个时辰才完全掌握。在他心中，沈墨至少也得看上好几个时辰吧。等到沈墨看完，他都已经开始炼丹了，也不用担心沈墨会从中捣乱，影响出丹品质。既然你看完了，那我问你冰梅如何处理？丹阳子怒道。这话正合沈墨心意，原本还想着怎么婉转开口。既然丹阳子都问出来了，沈墨顺势回答道：凋落瞬间取其花蕊，再以灵火温养，直到……狗屁！一派胡言。丹阳子气的胡须都飞了起来，他不断庆幸还好留了个心眼，让沈墨先看丹方。要是真的相信沈墨，让其这样做，这炉丹药必定损坏，他的一世英名也就毁了。丹阳子前辈，你听我说，这丹方有误。沈墨赶忙解释道。有误？听到这话，丹阳子气笑了。这是上古先贤流传下来的丹方，怎么可能有误？难道你的意思是你比前人还要厉害？年纪轻轻，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话落，丹阳子不再理会沈墨，独自走向丹炉。事关自身荣誉，他决定不再给其他人面子。要是这炉丹要真炼成，他有信心能窥探其中奥秘，验证心中猜想。一旦成为4阶炼丹师，区区青山宗根本不会放在眼里，就算是上眼宗，到时候也不敢动他分毫。站住！沈墨顿时来了脾气，这老登怎么好赖话都听不进去了？都明明告诉我他丹方有误了，他可不想因为丹阳子的自大导致炼丹失败。怎么？丹阳子回过头，眼中居然出现了杀意。3番5次被沈墨阻挠，纵使他脾气再好，也不能忍受了，毕竟这已经是在质疑他的专业性了。一时间，场间气氛顿时凝重起来。岳川身为宗主，此时却像一个局外人，冷眼看着2人。至于朝元丹能不能成，他并不关心。成了，无非是让自己的计划更加稳固；不成，他还有后手。其余几人也是默不作声，既不支持丹阳子，也不认同沈墨。丹阳子见状，火气陡然蹿升。好，这炉丹老夫不炼了。丹阳子信心满满，他相信只要自己说出这番话，李婉柔一定会妥协。毕竟全场就他一个顶尖3阶炼丹师，要是他都撂了挑子，就没人敢接这活。好，一言为定。沈墨朗声开口道：不就是朝元丹吗？他有系统在手，缺的只是3阶火焰而已。顶尖3阶炼丹师不好找，但3阶火焰还是有的。夏思宁不就是吗？现在知道错了。哼，我……丹阳子手捋胡须，志得意满。然而下一秒，他反应过来，语气都拔高好几度，满脸不可置信。你说什么？丹阳子前辈既然不想练，那我们定然不会为难前辈。沈墨微微拱手道：你一个小辈能做什么主？胡闹！丹阳子怒道。话落，他转头看向李婉柔这个当事人，发现对方居然一脸认真，他有些不可置信。小女娃，未必你也相信他。当然，沈墨做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李婉柔不卑不亢道。虽说事关钟灵儿生死，不能开玩笑，但他相信沈墨，只要是沈墨做的决定，他就无条件支持。胡闹，简直太胡闹了！丹阳子变得有些焦急，事情好像有些超出了他的意料。
他比谁都想练这颗朝元丹，毕竟关乎到他能否晋升4阶炼丹师。他赶忙转头看向月川这个宗主，这才发现哪还有月川，早就溜之大吉了。被逼无奈，丹阳子只好放下身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道：小女娃，我知道你们情深意重，但炼丹可不能意气用事，特别是朝元丹这种顶级丹药，没有3阶炼丹师坐镇，光凭他一个2阶炼丹师，无论如何也是炼制不出来的。然而他话音刚落，就遭到了沈墨反驳：谁说没有3阶炼丹师了？说着，沈墨看向夏思宁：夏长老，可否愿意和我一同炼制这朝元丹？听到这话，丹阳子眉头舒展，在他心中，夏思宁肯定会拒绝，毕竟连他这个顶尖3阶炼丹师都不敢保证丹药的成功率，就凭夏思宁这个大成3阶炼丹师，我愿意。夏思宁展颜一笑，他只是想观摩沈墨炼丹，没想到还能亲自上手得到沈墨的教导，这种机会他怎么可能放弃？此话一出，丹阳子懵了，青山宗的人都有病吧？小辈是这样，长辈也是这样，一个个不知天高地厚。换作平常，他早就拂袖而去了，但今天不一样，朝元丹是他见过最为复杂的丹药，他不可能就这么轻易放弃。既然他们想要练，那就让他们练，关键时刻他再出手，赢得满堂喝彩，岂不更好？想到此，丹阳子索性走到一旁，静静等待二人出糗。当众人看到走到丹炉前的是夏思宁和沈墨，而不是丹阳子时，沸腾了。不是丹阳子前辈炼丹吗？怎么变成沈墨和夏长老了？肯定是丹阳子前辈觉得太简单，想要指导下二人。你们看丹阳子前辈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就知道，简单？不对吧？之前丹阳子前辈看丹方都足足看了半个时辰，面对众人的猜忌，丹阳子心情大好。对，就是这样，最好是能上点嘴脸，嘲讽他几句更好。到时候他力挽狂澜，拯救一炉失败的丹药，打脸效果才会更明显，也才能更加体现出他这个顶尖3阶炼丹师的含金量，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碰瓷的。沈墨对此却是毫无理会，他在脑海中将整个过程模拟了一遍，这才转头看向夏思宁，认真道：夏长老，待会听我指挥，没意见吧？你尽管开口就行。见沈墨如此对待，夏思宁也认真起来。好。得到肯定回答，沈墨不再迟疑，他抬手一点，丹炉顶盖直接被掀开。李婉柔见状，立刻将所用药材一一拿出。然而沈墨掀开顶盖后，便再无其他动作。时间持续流逝，过了1个时辰，沈墨还是没有任何动作。这是在做什么？倒是炼丹啊，该不会第一步就卡住了吧？就这水平，还炼丹师？赶紧下去，换丹阳子前辈上来。下去，下去！众人看到这一幕，纷纷起哄。他们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是听到有顶尖3阶炼丹师要来炼丹，他们这才前来观看。要是早说是沈墨炼丹，估计一个人都不会来。听到众人群情激愤，丹阳子内心高兴极了，但他脸上依旧表现出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夏思宁没有说话，闭目养神。两人合力炼丹，考验的便是二者的默契。既然沈墨这么做，那自有他的道理，他只需听从指挥就行。沈墨的目光一直落在冰梅身上，外界发生了什么，他根本不管。又过去2个时辰，临近黄昏，众人等得有些不耐烦了，逐渐有人离去。就在这时，冰梅绽放到极致，顷刻间又尽显破败，花瓣有凋零之象。又等了1分钟，第一瓣花瓣离开花蕊，沈墨眼前一亮，果断出手。他操控体内灵气，娴熟地将其花蕊取出，投入丹炉。火！听到沈墨命令，夏思宁陡然睁开双眼，玉指探出，青色的火焰瞬间跃进丹炉。青鸾焰！看到这一幕，丹阳子满脸震惊，但紧接着便是无尽的羡慕与嫉妒。毕竟就连他所持灵火也不过摆明开外。你曾说青鸾焰有疗伤效果。沈墨侧头看向夏思宁，询问道：夏思宁轻轻点头，很好，操控火焰将花蕊包裹。沈墨当即下令道：好。夏思宁刚在等候的间隙也看了丹方，丹方上描述与沈墨的所作所为大相径庭。虽不明白沈墨为何这么做，但他还是无条件照做。随着青鸾焰将花蕊包裹，一时间整个丹炉覆盖上一层厚厚的冰霜。明明是在火焰炙口，却出现了冰霜。众人见到这一幕，无不啧啧称奇。丹阳子听到这些话，轻哼一声，真是没见识，冰梅作为罕见药材，出现物极必反太正常了。接下来才是重头戏。在他的预想中，只要沈墨将天地奇物9躯预知投入，必定炸炉。
那个时候就是他力挽狂澜之时。然而丹阳子左等右等都没见沈墨有下一步动作，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时辰。天色暗淡，明月高挂天空，眼看时机成熟，沈墨抬手一挥，剩下几株辅药被他一股脑丢进丹炉，但就是不见主要9曲玉枝入炉。看到这一幕，丹阳子直摇头，还是太年轻了，想要用这种方式避免炸炉。方法是好方法，可他从未见过炼丹不放主药的炼法。寻常炼丹都是先炼主药，主药差不多成型才放置辅药进行中和，这完全就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源了。按照这种炼法，就算是最后将9曲玉枝投入也晚了。其他辅药他都有，但唯独没有9曲玉枝，一旦被浪费，就算是他出手也无济于事，必须阻止，不能让沈墨再胡闹了。想到此，丹阳子悻悻走上前，刚欲开口，滚开！沈墨见到丹阳子前来，丝毫不给其好脸色。如今马上就要进入关键时刻，怎么能让外人打扰？混账！你这是要毁了这炉药，赶紧将9曲玉枝给我，我来炼。丹阳子色厉内荏，义正言辞道：我说滚，再不滚我就不客气了。沈墨脸色阴沉，他自己倒是无所谓，现在夏思宁已经全身心投入，要是被打扰，轻则影响丹药品质，重则灵气逆流，搞不好青鸾宴还会反噬。毕竟能上榜且排名靠前的灵火可不是什么好鸟，当初古灵生宴就差点将他夺舍。木无尊长，今天我就要替你师尊好好教育下你，如何尊师重道。丹阳子怒道，说着他大步走上前，是要阻止沈墨。众人看见这一幕，顿时议论纷纷，不是指导吗？看这架势好像不对啊。哼，很明显是沈墨出了差错，丹阳子前辈想要去纠正，然而沈墨太自大了，根本不理，这才导致丹阳子前辈如此愤怒。我看也是，刚入内门就表现得如此桀骜，反观何不凡就低调多了。沈墨难成大器，也就这样了。沈墨眉头深深皱起，丹阳子是金丹初期的修士，想要斩他费不了多少功夫，可如今这么多人看着，他也不好明目张胆出手。突然他看到了一旁的赵云飞，呵，不是想要替我师尊教育我吗？沈墨转过头朝着赵云飞哭诉道，师尊。听到沈墨的求助，又看到李婉柔期盼的眼神，赵云飞哪还忍得住不出手？我去你妈的老梆子，真是给你脸了。他飞身就是一脚将丹阳子踹得老远。做完这一切，赵云飞扬起下巴，志得意满道，好徒儿，你乖乖炼丹，有我在，这老梆子动不了一点。谢师尊。沈墨嘴角一抽，真不愧是上眼宗少宗主，牛逼啊。他本以为赵云飞会好言相劝，没想到竟是直接动手，这下乐子可就大了。在这方修仙界，炼丹师可是极为特殊的一个群体，打了一个很可能会招来一群，所以面对炼丹师，要么直接灭口，要么就啥也别干。但赵云飞不但不灭口，还要殴打丹阳子从地上爬起，只感觉喉咙一甜，五脏六腑都移了味。他赶紧从储物袋掏出几粒丹药塞入口中，这才缓过神。赵云飞，你好样的！丹阳子抬起头，眼中面露凶光，这次不但没有获得掌声，反而丢脸丢大了，这比杀了他还难受。什么狗屁上眼宗，他此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还敢狗叫！赵云飞刚享受完众人的惊呼，身为金丹圆满的大修士，立刻就察觉到了丹阳子的杀意。话落，他再次飞身上前，一把掐住丹阳子的脖子，将他给提了起来。你再狗叫一声试试！看着满脸杀机的赵云飞，丹阳子只感觉通体冰冷，眼神一下子就清澈了。赵道友，住手！就在这时，纪灵川突然出现在一旁。丹阳子道友毕竟是我青山宗请来的，可否卖一个面子？看到来人，赵云飞也不再咄咄逼人，他本就没打算杀丹阳子，如今给了台阶，他自然而然就松开了手。算你运气好。话落，他转身重新回到李婉柔身边站定。丹阳子道友，没事吧？纪灵川赶紧扶起丹阳子，关切道：无碍，多谢。丹阳子站起身，整理了下衣袖，拱手道：他此刻只想离去，太丢脸了，前半辈子积累的名声一遭全丢完，这跟杀了他没什么区别。既然青山宗出了一名炼丹天才，老夫也没必要在这自取其辱了。丹阳子阴阳怪气说了一声，转身就要离去。就在这时，一道沉重的声音响起，他转头一看，只见沈墨将9曲玉枝扔进了丹炉，可想象中炸炉并未出现。丹阳子一时间驻足，来了好奇心，加大火力熔炼9曲玉枝。沈墨大喝一声，夏思宁心领神会，果断催动灵海，一股更为磅礴的青鸾焰跃入丹炉。
前面的步骤沈墨已经完成，如今就看夏思宁能否坚持了。转眼2个时辰过去，夏思宁额头渗出细细汗珠，这时候大成3阶炼丹师和顶尖3阶炼丹师的差距一下子就体现出来了。他的控火技术远远没有丹阳子高明，但沈墨没喊停，他就只能咬牙持续输出。不一会儿，夏思宁全身被汗水浸湿，脸色苍白无比，这是快要力竭的表现。快了，再坚持下。沈墨在一旁轻声加油道。我知道。夏思宁点点头，他只感觉眼前发黑，一股眩晕之感袭上心头，完全是靠意志力在控火。又过去2个时辰，夏思宁还在坚持，丹阳子都看傻了眼。这种持续不断的输送火焰，饶是他来也坚持不了这么久。众人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都一一屏息，似乎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夏思宁眼前一片模糊，耳中听不到任何声音，眼看就要晕倒。突然他感受到手中传来一片温暖，似乎有一只大手紧紧地握住了他，这感觉好像似曾相识。稳住心神，我在。沈墨的话语传来，夏思宁浑身一颤，视线也变得清晰起来。他指尖的青色火焰瞬间沾染上白色，2种灵火共同涌入，丹炉再次变得稳定下来。然而夏思宁却感受到他体内的青鸾焰似乎想要逃走，而且这种想法越来越激烈。这是他自从得到青鸾焰以来第一次见他这么大的反应，就好像沈墨的白色火焰想要将他吃了一般，太诡异了。但很快沈墨就撤回了灵火，青鸾焰这才消停下来。时间很快流逝，东边泛起鱼肚白，清晨的第一缕朝阳洒在丹炉上。眼看时机已到，沈墨大喝道：就是现在，停火！听到这话，夏思宁瞬间撤回灵火，失去了目标，他的意志再次涣散，双腿一软就要倒下。终于结束了，夏思宁轻鸣一声，任由整个人向后倒去。然而想象中与地面接触没有发生，而是倒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辛苦了。沈墨抱紧虚弱的夏思宁，认真道：我欠你一个人情。闻言，夏思宁抬起头，展颜一笑：不必，倒是我该感谢你才对。经过这次炼丹，我感觉对青鸾焰的掌控更加得心应手了。调整过来，我也将会是一名顶尖3阶炼丹师。沈墨轻笑一声：那是你自己的造化，说到底，要不是你出手相助，这卢朝元丹以我现在的能力根本无法炼制。况且我也不喜欢占人便宜，以后有任何困难随时可以来找我。见沈墨如此认真，夏思宁不再拒绝。可下一秒，他就察觉到不对了，他们2人的姿势好像太亲密了些。好在是此刻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丹炉上，并没有注意到他俩。夏思宁俏脸一红，强撑着想要站起。别动，你刚脱力，还需要恢复。沈墨轻声呵斥，将他搂得更紧。好。夏思宁声若蚊蝇，轻轻点头。他此刻脸色羞红一片，活脱脱一个红苹果，这么多年来还从未有男人与他这般接触。上一次是沈墨，这一次还是沈墨，他心中升起一种异样的情愫。就在这时，原本要离去的丹阳子缓缓走了上来，他眼睛死死盯着丹炉，显得十分虔诚。真成了。话落，他转头看向沈墨，好奇道：明明跟丹方上记载的完全相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炼制的吗？他此刻哪还有先前的桀骜，现在眼中满是求知欲。沈墨嘴角一抽，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该怎么解释？总不能说自己是挂壁吧。见有人看过来，夏思宁立刻挣脱了沈墨的怀抱。沈墨恋恋不舍地站起身，无视丹阳子，径直走向丹炉。他来到丹炉旁，伸手一拍，顶盖飞起，2颗金色丹药窜出丹炉，在半空中沉浮。看见这一幕，丹阳子眼睛瞪大，浑身一震，似乎多年来的世界观在这一刻轰然崩塌。2颗，还是完美。作为顶尖3阶炼丹师，他一眼就认出了朝元丹是完美品质。经他一语，所有人都反应过来。李婉柔一把扑进沈墨怀中，喜极而泣：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成功了。看到这一幕，赵云飞嘴角也微微上扬，丝毫没察觉到什么不对，只是单纯的认为2人师徒情深。原来婉柔笑起来这么好看。我回去也要学炼丹了。好了，师尊，注意影响。沈墨轻轻拍了拍李婉柔的后背，提醒道。听到这话，李婉柔回过神，赶忙从他怀中脱离。沈墨一招手，2颗金色丹药飞回其手心。师尊，幸不辱命，你辛苦了。李婉柔擦掉眼角的泪水，伸手拿起一颗，顿时又变得哀伤起来。他现在有些不想死了。不行，不能为了一己私欲。但仅是一瞬，他又变得无比坚定。
沈墨将一切尽收眼底，心中暗暗发誓：婉柔，我一定会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想到此，他将另一颗朝元丹也放进李婉柔手心。李婉柔一愣，开口道：我只要一颗就行，一颗只能治标不能治本，2颗一起服用，效果更佳。沈墨严肃道：这样吗？李婉柔虽有怀疑，但既然沈墨都这样开口了，他只能照做，将丹药收起。眼看炼丹结束，沈墨几人就要离去，丹阳子回过神，厉喝道：站住！听到这话，沈墨回过头，眼中露出疑惑之色。怎么还想被赵云飞踹？能不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做到的？丹阳子认真道：想学啊，我教你啊。沈墨莞尔一笑，调侃道。然而下一秒，丹阳子的举动却出乎了沈墨的意料。只见他双膝跪地，满脸诚恳：师尊在上，请受徒儿一拜。话落，他连磕3个响头，声音之大传遍了整个广场。所有人都被这一幕给深深震撼到。发生了什么？我这是没睡醒吧？出现幻觉了？丹阳子前辈居然给沈墨拜师，还是大庭广众下？疯了，疯了！这个世界太癫狂了！3阶给2阶拜师，丹阳子前辈是被赵云飞给踢傻了。我看很有可能是这样，不然以丹阳子前辈的阅历，又怎会做出如此不堪的举动？面对众人的质疑，丹阳子丝毫不做理会，反正脸早就丢尽，也不差这一哆嗦了。他在沈墨身上看到了突破4阶甚至5阶、6阶的希望。这种炼丹手法一旦学会，再配合他上百年的阅历，必将举一反三，达到一个新高度。到时候自有大儒为他辩经。卧槽，玩真的呀？这下倒是把沈墨给整不会了。他只是随口说说罢了。赵云飞嘴角抽搐，心想是不是刚才自己用力过猛，真给这老家伙踹糊涂了。李婉柔也是面露古怪，反倒是夏思宁看起来最为正常。她很理解丹阳子的行为，要不是她身为女孩子丢不起这个脸，她都有种想拜沈墨为师的冲动。嗨，日后再说，日后再说。沈墨被全场目光盯得有些不自然，拉着李婉柔就朝后山跑路。然而丹阳子也跟了上去，嘴里还大声呼喊着：师尊，等等我，你说的日后是几日？回到李婉柔洞府，丹阳子还跟个狗皮膏药粘着。对此沈墨也是很无奈，他只是开了个玩笑，没想到这老登居然当了真，这可把他给整不会了。李婉柔看向一旁的赵云飞，想了想，还是开口道：赵少宗主，你也知道我的身体情况，我也不瞒你，这朝元丹就是助我恢复实力的丹药，一旦我服用此丹药，接下来就将闭关5年。他话还没说完，就被赵云飞抬手阻止。婉柔，你能恢复当然是天大的喜事，不就是5年吗？对于咱们修士不过弹指一挥间罢了。我这就回去禀告父亲，将婚期延迟到5年后，等你出关之日，便是我俩大婚之时。听到这话，李婉柔满脸愧疚。赵云飞见状，嘴角都要咧到了耳根子。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李婉柔对他露出如此表情。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再朝朝暮暮？婉柔，我等你。然而李婉柔并没有接话，她将头深深埋下，落寞走回洞府。察觉到李婉柔心情低落，赵云飞眼前一亮，原来婉柔这么在乎我，一想到5年见不到我，心情这么不好。想到这，他转头看向沈墨：乖徒儿，还不去安慰下你师尊？沈墨微微一愣，立刻点头应是。随着他走进洞府，李婉柔早已等候多时，没等沈墨开口，他直接拥入怀中，主动献上香吻。沈墨激情回应，李婉柔尽显青涩，吻到动情处，细节省略，不好看。洞府外，赵云飞看向洞府前的静止，满是羡慕。这都5个时辰过去了，师尊怎么还不出来？丹阳子似乎有些等得不耐烦了，嘟囔道：你慌什么？赵云飞怒斥一声，人家师徒情深，第一次分别这么久，当然要多交代。听到这话，丹阳子讪讪一笑，不敢反驳，毕竟他也不想再被赵云飞踹，那滋味的确不好受。就在这时，洞府静止，光芒一闪，沈墨脸色看起来有些虚弱，扶着洞口走出。赵云飞赶忙走上前搀扶，满脸心疼：乖徒儿，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都是我该干的。沈墨嘴角一抽，赶忙解释道：接下来我要回上眼宗了，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回去？赵云飞开口道。婉柔闭关前都指导了沈墨近5个时辰，看来是真对这徒弟上心。他打算将沈墨带回上眼宗，5年后给李婉柔一个惊喜。然而沈墨摆了摆手：多谢师尊厚爱，青山宗是我的根，我要留在这。听到这话，赵云飞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对沈墨更加欣赏。好，
以后要是被欺负了，可以随时来找我。赵云飞也不墨迹，转身欲见非离此地。看着赵云飞远去，沈墨脸色顿时阴沉下来。5年嘛，要在5年内达到抗衡上眼宗的实力，这种想法要是让其他人知道，肯定会换来嗤笑。但他有信心，作为一个穿越者，又有外挂，连这都办不到，不如找块豆腐撞死。师尊，咱们现在去啊！就在这时，丹阳子不合时宜开口，打断了他的思绪。沈墨额头浮现一缕黑线，倒是把这老货给忘了。顶尖3阶炼丹师留在身边，似乎也不错。先回住所吧。话落，沈墨独自朝山下走去。作为内门弟子，他是没有洞府的，内门中只为他提供了简单的住所，但他住不习惯，还是外门的那处破烂房屋更适合他。听到这话，丹阳子脸色一喜，师尊这是承认他这个徒弟了。好嘞，好嘞，他赶忙应承，小脚步跟上。不多时，俩人回到了外门。沈墨决定先将丹阳子打发，再进入九幽楼找高飞了解下如何结丹。想要拜我为师，可不是那么简单。说着，他拿出一颗最为低级的聚气丹。你可识得这枚丹药？师尊，您这不是开玩笑吗？这丹药我闭着眼睛都能炼。丹阳子本来还担心沈墨会为难他，看到他拿出聚气丹，瞬间放了心。那你炼给我看看。沈墨笑道，这有何难？丹阳子不屑一笑，说着随手一挥，丹炉出现。倒是被看扁了，他可是顶尖3阶炼丹师，对于聚气丹这种低阶丹药还不是手拿把掐。想到此，他决定在沈墨面前好生表现一番。随着时间推移，半炷香过去，丹阳子施施然站起身，脸上重新恢复桀骜。师尊请看。话落，他一拍丹炉，5颗质地圆润的丹药飞出。沈墨看着丹药，失笑摇头。5颗上品聚气丹，你得一个什么劲？本以为会得到表扬，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嘲讽。丹阳子的牛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刚欲反驳，但一想到自己是来拜师的，也只好捏着鼻子虚心请教道：敢问师尊。话还没说完，只见沈墨接过他手中丹炉，原地开炼。娴熟的手法，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配比和流程。丹阳子面露震惊。10分钟后，沈墨一拍丹炉，10颗晶莹剔透的聚气丹飞出。丹阳子心神震动，完美颗颗完美，他的世界观彻底崩塌。转头看向沈墨，想要问出心中疑惑，可哪还有沈墨身影？只听见一道声音传出：按照我刚才的方法，一炉达不到这个标准，就别说我是你师尊。时隔多日，沈墨再次进入九幽楼，看着空荡荡的一层，他不免感到一阵唏嘘。想当初古莲幽抓了近1000名筑基圆满修士关押在这，如今整个一层就只剩高飞一人。察觉到沈墨到来，高飞立刻站起身，恭敬行礼：见过主人。不用这么客气，你我兄弟相称即可。沈墨摆了摆手，被一个男人称呼主人，听起来总感觉怪怪的。再说了，等实力起来，他还要用高飞去换仙族秘法，到时候肯定是要解除古灵生焰的控制。为了避免尴尬，还是得对高飞好一点。遵命，沈兄。你知道如何突破筑基，达到金丹层次吗？沈墨直接开门见山道。听闻此言，高飞重重点头。金丹分9品，1品一重天，亦为19为级，1到3品被称为下3品，4到6品被称为中3品，7到9被称为上3品。我在筑基圆满侵染多年，如果想要突破，随时都能突破，但仙族有规定，不达到上3品突破，将没有资格待在仙族。沈兄，你是无上筑基，达到上3品，具有先天优势。听到这话，沈墨眼前一亮。按照之前无上筑基表现的威势，他岂不是只要9品金丹就能抗衡元婴后期甚至圆满的境界了？似乎察觉到了沈墨的内心活动。高飞摇头苦笑：沈兄，不要以低境界揣测高境界。筑基境也就是刚踏入仙途，充其量还是凡体肉胎。我之前讲的金丹初期可斩，中期可全身而退，是建立在对方是下3品金丹的情况。遇到同为天才的上3品，就算是金丹初期也可以轻松拿捏我。听到高飞的提醒，沈墨认真点头。他当初混元筑基，按理说应该可以抗衡金丹中期，可连2层那位金丹竟长什么样都没见到，想必他也是上3品金丹吧？所以如何突破到9品呢？沈墨认真问道。听到这话，高飞思索片刻，回答道：沈兄，你是炼丹师，应该很好理解，就是把灵海当做一个丹炉炼丹。金丹上每接出1道纹路，就增加1品，直到金丹上附着9道纹路，也称9纹金丹。看着沈墨还是一脸疑惑，高飞继续开口道：金木水火土5行元素对应5纹，灵力、灵魂、
体魄对应3文，只要以上达标就是8品金丹境。至于9品，说到这，高飞重重一叹，9品需要雷劫洗礼，无数天骄都是止步在这苛刻的条件下。我日！听到这离谱的条件，沈墨瞪大了双眼，他娘的，突破个金丹还要挨雷劈，怎么引动雷劫？发誓！沈墨摇头苦笑，看来还是将小看了金丹境。以他的现状来看，他是武灵根，凑齐5行元素不是太难，又是无上筑基，体内灵海高达9万丈，灵力这方面也不是问题，唯一欠缺的便是灵魂和体魄这2样。既然有了方向，那就好办多了。果然身边得带个智囊才行，关键是这2样该如何提升呢？沈墨一时间又犯了难，让古灵生焰帮忙。这个想法刚一升起就被他否决，至少在没完全掌控这个反骨仔之前，是肯定不能让他碰自己灵魂。看见沈墨长吁短叹，高飞作为仙族少族长自然知道他的苦恼。沈兄不必忧愁，我记得古灵生焰当初不是控制了一个厉鬼宗的家伙吗？我看他所修功法有灵魂一道的雏形。对啊，听到高飞的提醒，沈墨眼睛顿时亮了起来，怎么把这些寒奴给忘了？高飞继续开口，至于体魄那就更简单了，沈兄只需寻一些天材地宝，化成药液浸泡身体就行。原来如此，沈墨频频点头，他都有些舍不得放高飞回仙族了，这了解的也太多了，真不愧是仙族少族长。如今8品金丹唾手可得，只剩下最后一种雷劫了，到哪去找呢？想到这，沈墨仰天一叹，难道真要8品结丹？很明显他有些不甘心。突然他脑海中灵光一闪，既然自己想要9品金丹，那灵虚子那老登会不会也是这么想的？是了，以那老登的王八程度，毕竟无上筑基只比混元筑基只多1万丈灵海而已，那老登一定是想每个境界都圆满。要是没有完全准备，他定然是不会舍弃原由境界，冒险夺摄金不悔。想到此，沈墨隐隐有些兴奋起来。现在自己只需达到8品金丹的条件就行，到时候尾随灵虚子夺他机缘。沈墨越想越激动，但考虑到灵虚子那老王八肯定会布下后手，说不定还会请来元阴镜护法，他一下子又淹了。去请月川？算了，虽然他是钟灵儿和李婉柔的师尊，但毕竟能将自己宝贝徒弟嫁给上眼宗的人，能会是什么好鸟？难啊！沈墨摇头苦笑，如今他唯一的依仗便是九幽楼了。想到这，他面色古怪起来。对啊，自己有这么大底牌，为何不用？他转头看向高飞，认真询问道：“你还有多久能突破到金丹？”听闻此言，高飞认真道：“5行元素我已聚齐，灵力方面有7万丈灵海作为支撑，自然不愁。太初仙族所修功法便是肉身一道，我的肉身也无需担心，唯一欠缺的便是灵魂。”好家伙，看来高飞一开始的目标就是8品结丹，要不让他直接7品突破，算了，以7品金丹的实力，再加上古灵生焰，应该能拿下第2层那家伙吧？想到这，沈墨试探性问道：“你要是现在突破，能打过第2层那家伙吗？”高飞摇摇头，直言道：“打不过，刚突破也不过金丹初期，能入九幽楼的都不会是什么善茬。当初这一层也只有我一人存在，那些筑基圆满是古莲幽残魂收服的，而我还有上面那些人，可是古莲幽本尊亲自动的手。唉。”沈墨重重一叹，放弃了让高飞立刻突破的想法。走一步看一步吧，先凑齐8品金丹所需的材料吧。道玄宗后山禁地，伴随着天降祥瑞，一阵大道之音响起，齐道林忍不住跪倒膜拜。灵虚子沐浴仙光，缓缓走出禁地。恭喜老祖，贺喜老祖！齐道林立刻高呼道。灵虚子含笑点头，整个人充满了王者气息。上百年的谋划终于无上筑基了，他眼中满是金光，仿佛世间再无敌手。老祖，您总算是出来了。这段时间合欢宗和厉鬼宗抢占了我道玄宗很多资源，宗主大人他遵从您的指令，一直没有反抗，我担心。齐道林低下头，小声诉说起来。灵虚子点点头，目露凶光，此事也怪我，在真龙朝丢了3件至宝，告诉宗主让他再隐忍一段时间，我这就冲击9品金丹。遵命。齐道林躬身行礼，眼中满是期待。9品金丹啊，这种传说中的境界，有生之年他居然能够在自家老祖身上看到。他是金火灵根，费了好大劲才将肉身达标，堪堪3品金丹而已。沈墨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灵虚子侧过头询问道。他在闭关前就吩咐了齐道林，动用留在青山宗的探子，时刻监视沈墨。
之前在真龙朝被沈墨击败，这已经成了他心魔。他当初可是体验过心魔的滋味，深知心魔不除，根本无法迈入化神。这段时间，沈墨将9曲玉枝用来替他师尊炼制丹药，然后就闭门不出，和一个名叫江陵的女子整日在房间中寻欢作乐。听完齐道林的讲述，灵虚子眉头深深皱起，真是这样吗？不应该啊，以沈墨的天资，怎么可能贪恋红尘？他想破脑袋也理解不了沈墨，索性不再多想。夏皇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禀老祖，现在夏皇已经只剩一丝天道气运残存。齐道林认真回答道。很好，灵虚子双眼微眯，谋划多年的计划，如今终于要开花结果了。夏国就是他突破9品的契机。他从古籍中了解到，引动雷劫无非就2种办法，一种只有传说中的渡劫大能以自身实力强行勾连天地，降下雷劫正道；第2种便是搅乱人间气运，做出天怒人怨的事情，让天道降劫惩罚。通知月川，半年后让夏卓瑜回去见他父皇。灵虚子沉声道。听闻此言，齐道林面露纠结。老祖，月川真会照做吗？当初他也在现场，自然是知道灵虚子的计划。夏皇也并非被夺舍，而是灵虚子使用了上古禁术，强行改变了他的心智，让其做出昏庸无道之事，让整个皇朝的气运斗转直下。后来灵虚子发现，皇朝的气运虽然一直维持在冰点，但无法再下降。直到他看见了夏卓瑜，他体内竟藏有天道气运，皇朝的气运也在慢慢倾斜在他身上。于是灵虚子让夏皇做出了有违伦理纲常的事情，果不其然，气运开始出现崩塌。灵虚子验证了猜想，但时机未到，他还没夺舍重生，这才有了月川带走夏卓瑜和夏思宁。他会的。灵虚子双眼眯起，仿佛一切尽在掌控中。对了，让沈墨也去，我要亲手杀了他。遵命。齐道林躬身行礼，转身就要离去。等等。灵虚子思索良久，沉声开口道，不要沈墨去，他是真有点怕沈墨了，天知道他又能闹出什么幺蛾子。这次可不比筑基，要是真出了差错，那将悔恨终生。好。齐道林虽不明白灵虚子的想法，但既然老祖都开口了，他自当遵从就行。一连几天，沈墨都沉浸在江林的温柔乡中，这段时间将他忽略了，决定好好补偿下。房屋外还有一个顶尖3阶炼丹师在护法，丹阳子此时哪里还有什么傲气，早就被沈墨给治得服服帖帖。外门弟子可就幸福了，每天都有供应不完的聚气丹，最差的品质都是上品，不时还有完美丹药出现。送走江陵，沈墨盘膝而坐。这几天在他的努力下，羁绊值又达到了500，可见其辛苦程度。按照当初2000羁绊值夺走古灵生焰10%的本源来看，还需要18000点羁绊值才能完全掌控古灵生焰，任重而道远啊。他要一下子凑齐，然后出其不意彻底夺走他本源，不然很容易遭到这个反骨仔的反噬。但根据这段时间沈墨研究系统得出的结果，有点难，但也不是没办法。羁绊值的高低是根据对方境界来的。当初江陵市炼气境第一次只贡献了100羁绊值，后续每次也只是增加10点。然而江陵达到筑基后，每次增加20点。钟离儿金丹境第一次给了200点羁绊值，后续每次60点。看来得多找钟离儿交流才行。就在这时，一阵敲门声响起。咚咚咚。沈墨，你在吗？听到声音，沈墨满脸疑惑。来人他好像并不认识，丹阳子是干什么吃的？真是什么人都放进来，得有必要敲打一下了。出于礼貌，沈墨还是走上前打开了房门。看见来人，他更加疑惑了。夏卓瑜，一袭黑色紧身劲装，将完美的曲线牢牢包裹，头束金簪，扎起一头高马尾，看起来很是干练。清澈的眸光间隐隐有股霸气外露。英俊，沈墨只能想到这个词。要不是那高耸的胸脯，沈墨肯定会认为是个男的。明明长得这么漂亮，又是外门3美之一，却一直这身打扮，合适？沈墨眉头微皱，他可不认为夏卓瑜是来投怀送抱的，而且这身打扮他有点膈应，要是真发生点什么，至少穿着衣服。他是不想的。沈墨，我来找你是想让你帮个忙。不帮。沈墨想也没想，直接拒绝，反手关上了房门。一时间夏卓瑜愣在原地，话都到了嘴边，却被卡住。他俏脸一下子涨红，有些羞愤。就算如今他不是公主身份，又何曾被如此对待过？其他人见到他，哪个不是恭恭敬敬，唯唯诺诺？没想到沈墨会是这态度，但好不容易说服自家姑姑，他只能厚着脸皮再次敲门。我姑姑让我来找你的。你姑姑？房门重新打开，
沈墨探出脑袋，略显疑惑。夏思宁，是了。夏卓瑜，夏思宁，再看看面相，竟然真有几分相像。夏卓瑜点了点头。你不是欠我姑姑一个人情吗？行吧。沈墨走出房门，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必须得走一趟，把这人情债给还了。见沈墨同意，夏卓瑜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你就不问问去做什么？不用，我既然答应过，纵使是刀山火海也会去闯。沈墨摆了摆手，十分郑重道。此话一出，夏卓瑜对他的好感又上了一个台阶。他其实也不想求姑姑动用这个人情，但为了父皇，为了夏国，别无他法。两人结伴行，很快就出了山门。夏思宁早就等候在此，一身淡蓝色长裙，长发披肩。看到沈墨到来，他先是眼神闪躲，然后这才正视沈墨，莞尔一笑。你来了，既然是你要我来，我肯定会来的。沈墨咧嘴笑道。听到这话，夏思宁俏脸微红，赶紧侧过头，随即他唤出一艘灵舟跃了上去。沈墨和夏卓瑜紧随其后。灵舟虽不及钟灵儿的宝舟，但速度也是极快，顷刻间就离开了青山宗山门。夏卓瑜这才说出了此行的目的：咱们要去滇南的落魂谷，去那里摘一株散魂草。散魂草，作为炼丹师，沈墨当然知道这种草药，可以作为主药，炼制一些作用于灵魂的丹药。但这种草药极为罕见，时常伴随着强大妖兽守护。夏卓瑜轻轻点头，犹豫片刻，他再次开口：这散魂草是关我大家。住嘴！可他话还没说完，便被夏思宁严厉呵斥。夏卓瑜不服气，和夏思宁对视，眼中充满了倔强。良久，他轻叹一声，转身看向沈墨。事情就是这样，如果有妖兽，姑姑会负责阻拦，你只需要协助我采摘散魂草就行。他本是想将夏国的情况告知沈墨，趁机拉他加入自己所在的阵营，但很明显，夏思宁并不想沈墨参与进来。他几乎是从小就是被夏思宁看着长大，骨子里的畏惧感使他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沈墨见状，只是点了点头，也没追问，毕竟是别人的家事，他没资格过问，将人情债还了就好。刚好来到滇南，厉鬼宗也在这，他还可以趁机将厉无咎这个寒奴唤出来，询问下灵魂一道的功法。经过长达2个月的飞行，三人终于抵达了落魂谷。还未降落，一股阴风伴随着鬼哭狼嚎从谷中传来。夏思宁脸色凝重，一旦遇到不可抵抗的妖兽，立刻撤退。他心里也没底，虽然是金丹境，但他很有自知之明，自己的金丹境水分比较大，一心专注于炼丹，哪有时间去打磨境界。沈墨点点头，表示理解。灵舟收起，三人缓缓走进谷中。里面暗无天日，要不是身为修士，恐怕一进来就抓瞎了。越往里走，阴森感越强，也越来越黑。很快，眼前出现了一丝光亮。沈墨急忙向前走去，白光一闪，他竟出现在了一处鸟语花香的世界。这是眼前的景象令他有些震惊。然而当他回头，哪还有二女的身影？不对，幻境。识海中，九幽楼震动，无形的音波扩散。仅是一瞬，沈墨便恢复了清明。环顾四周，还是在落魂谷，身旁二女还处于痴呆状态，前方遍布紫色巨型花朵，拦住了去路。迷魂花，沈墨一眼便认了出来，他之前在丹阳子拿出的药材中见到过，只是没有这般大。没有丝毫犹豫，他探出手，古灵生夜跃出指尖，顷刻间便将四周的所有迷魂花给焚烧。夏思宁率先恢复神智，不要！他刚开口便发觉了不对劲，原来是幻境。没事了，是迷魂花的原因。沈墨的声音传来，他下意识看了过去，刚对上沈墨的视线，他又赶忙移开。回想起在幻境中的一幕幕，夏思宁顿觉恼羞无比。好在是此地昏暗，没人发现他脸色通红一片。父皇，我做到了。夏卓瑜轻声呢喃，缓缓睁开双眼，先是一愣，这才后知后觉发现了是幻境。走吧，此地不宜久留。沈墨沉声开口道。就在刚才他使用古灵生焰的时候，明显感觉到了古灵生焰在兴奋，似乎前方有什么大补之类的物品，犹如当初见到九曲仙树的场景。他对前方也越加好奇。三人各怀心思，小心翼翼朝前走去，不多时，眼前变得宽敞明亮起来。散魂草，夏卓瑜惊呼。沈墨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叶片如丝，通体银白，散发着诡异的气息，的确是散魂草。还没等沈墨回过神，夏卓瑜便冲了上去。等等！沈墨大惊，散魂草对灵魂是大补，天道是公平的，给了妖族强健的体魄，但相应的
他们的灵魂是最大的弱点。相比于人族，散魂草对妖族的吸引力无疑更加致命。眼前的散魂草不可能没有妖兽守护。果不其然，他刚迈出一步，一颗硕大的蛇头从黑暗中窜了出来。孽畜！夏卓鱼并不慌张，抬手一剑刺向巨蛇。当，灵剑与蛇头碰撞，迸发出火星。夏卓鱼也借着这股力量，朝着散魂草急速掠去。他心中暗自得意，伸出手就要采摘。小心！就在这时，一声嘹亮的鹰啼响起。夏卓鱼下意识回过头，只见一只巨爪袭来。关键时刻，他感觉到腹部一热，一双大手将他紧紧搂住，紧接着便朝一旁翻滚而去。多谢！夏卓鱼脸色羞红，赶忙爬起身。然而沈墨却并未给他好脸色。如此莽撞，要不是我及时出手，你早就死了。你自己想死，没人拦得住，但你别拖累队友。夏卓鱼什么时候被这样教育过？听到这话，他瞬间就来了脾气，刚想回怼，这才发现散魂草旁早已聚集了好几只大妖。夏思宁正站在他们前方与之对峙，一蛇一雕还有一虎，三只妖兽体型远超寻常，如山岳般立在那，本该是互为仇敌，可此时他们眼中只有沈墨三人。沈墨暗自打量，不免感到一丝心惊，居然是三只金丹境的妖兽，最强的应该是那头妖雕，大概有金丹中期的实力。放手一搏，他自然无惧，可身边还有夏思宁和夏卓鱼，他们俩不是自己人，一旦底牌暴露过多，对他也是一种风险。你们俩快走！夏思宁冷哼一声，青鸾焰从他体内蔓延而出。因为散魂草的存在，三只妖兽并不是盟友，但看见夏思宁的举动，他们互相对视一眼，达成了协议。擒贼先擒王，三只妖兽几乎是同时朝夏思宁发起了进攻。夏思宁大喝一声，青鸾焰熊熊燃烧，化作一只火焰青鸾扑向三妖。座山雕仰头啼叫，一爪落下，直接将迎面而来的青鸾撕成粉碎。夏思宁脸色大变，作为炼丹师，让其操控火焰炼丹没有任何问题，但让其操控青鸾焰战斗，属实是有点为难他了。战斗经验不丰富，一下子就体现出来。眼看青鸾被破，他一时间愣在原地，不知该怎么办。看到这一幕，沈墨轻叹一声，看来不出手不行了。他猛地窜出，将夏思宁揽入怀中，反手一掌拍出，赤焰九叠，古灵生焰化作白色的滔天巨浪，一重接着一重压向三妖。三妖脸色巨变，换作是普通火焰，他们自然不惧，可他们感受到了一股灵魂上传来的战力，一旦被这白色火焰沾染上，估计不死也要脱层皮。同一时间，三只妖兽纷纷躲避，或是飞上天空，或是钻入地底。夏思宁在沈墨怀中看得极为真切，眼中充满了震惊。在他印象中，沈墨不过筑基期而已，还是刚入内门不久，就算天赋再高，最多也就筑基中期。筑基中期逼退3名金丹期的大妖，这是何等的恐怖！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沈墨抱着他朝身后急速倒退。怎么？夏思宁不明所以，情况有些不对。沈墨没有明说，在他的感应中，有一名寒奴在这附近。如果猜测不错，厉鬼宗应该派人来了，其目的多半也是这株散魂草。与其和三只妖兽斗得你死我活，不如先躲起来，等待鱼蚌相争，好坐收渔翁之利。想法是好的，但下一秒意外陡生。夏卓鱼见妖兽退走，只觉机会到来，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逆行而上，在顷刻间就将散魂草收入囊中。姑姑，我做到了。白痴！沈墨今天算是见到了什么是胸大无脑。果不其然，三只妖兽并未退远，他们看到这一幕，眼睛变得通红。人类找死！座山雕反应最为迅速，直接从天上俯冲而下，速度之快令人啧舌。伴随着音爆声响起，沈墨摇头叹息，太快了，他救不了。夏思宁眼眶通红，他也无能为力。就在这时，一声高亢的龙吟声响起，夏卓鱼体内突然窜出一头金色巨龙，巨龙探出龙爪和雕爪撞击在一起，强大的力量爆发，灵力翻天覆地，以两妖为中心扩散出去，四周的枯木直接被连根拔起。沈墨搂紧夏思宁，急速向后退去。夏思宁面带担忧，急切道：沈墨，卓鱼还在那。然而沈墨充耳不闻，两妖碰撞所产生的灵力风暴已经达到了金丹后期，他只是筑基期，到底还是肉体凡胎，虽说和金丹后期有一战的实力，但还没自大到硬抗金丹后期的全力一击。放我下来，我要去救卓鱼！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响起，
沈墨一巴掌狠狠拍在他的翘臀上。夏思宁抬起头，猛了手，放开。他轻狞一声。沈墨并没有听他的话，而是将目光放在了远处的战场上。夏思宁察觉到异样，也顺着目光看了过去，顿时被惊得目瞪口呆，完全忘记了翘臀上传来的揉搓感。只见夏卓瑜完全像是变了个人，他此刻双眸绽放金光，手中挥舞着灵剑，大开大合，与一旁的金色巨龙配合娴熟，顷刻间就将三妖完全压制，宛如一个女战神在世。龙脉返祖，夏思宁惊呼出声。他以前只在自家大哥身上见到过这种情况，没想到今天又见到了，这难道就是天意吗？注定要让夏卓瑜重振大夏。这些年来，在夏卓瑜面前，他一直都是刻意回避夏国，回避夏渊，其目的就是想让夏卓瑜忘记曾经，专心修炼。可没想到事与愿违，反倒是激起了他那颗想要拯救天下的心。就在这时，夏卓瑜占尽上风，就要一剑将三妖消手。一道瘆人的声音响起：结，小女娃有点本事，以助激进，居然将我们三人的宠物打成这样。三道黑袍身影浮现，身后还跟着数百名弟子。厉鬼宗，夏思宁一眼就认出了来人。沈墨也反应过来，难怪这三只妖兽配合得这么好，原来这三妖居然是这三人所饲养的。但下一刻，夏卓瑜手中灵剑嗡鸣，金龙咆哮，一人一龙就这么冲向了三人。死！沈墨看到这一幕，不禁感到头皮发麻。夏卓瑜这么强的吗？面对6名金丹境，换作是他，不召唤高飞的情况下，也只能逃命吧。然而下一秒，沈墨就发现他想多了，金龙顷刻间就被三人合力捏爆。夏卓瑜也惨遭三妖痛击，一巴掌给扇飞出去。吃！夏老子一大跳，原来是血脉返祖操控了意识。尼玛，妖兽了！眼看夏卓瑜晕了过去，沈墨知道再不出手不行了。此时也管不了会不会暴露底牌了，这三人必不能活着离开此地，除非成为寒奴。你去拖住那些弟子，我去救夏卓瑜。可是你行吗？夏思宁面带担忧道。啪！我行不行，会让你知道的。沈墨一拍下思宁翘臀，直接飞身上前。呵，我还以为你不打算现身呢，小老鼠。厉邪阴恻恻笑道。很明显，他早就发现了沈墨等人。结，大哥，您真是神机妙算，放出散魂草的消息，果然有人上当。这三人准备怎么处理？一旁的汪海恭维道。厉邪眼珠一转，这两女看起来姿色不错，卖给合欢宗，想必能换来不少资源。至于这小子，带回宗门内炼制抽其魂魄，炼制成傀儡吧。大哥英明。身旁两人立刻附和道。沈墨嘴角一抽，他娘的，就不问问自己的意见就做决定了。小子，你笑什么？我笑你妈！沈墨怒喝一声，抬手间，通天塔迎风变长，无数金光从塔身冒出，化作一道道金色巨剑斩向三人。通天塔！厉邪眼珠瞪大，这不是道玄宗的宝物吗？怎么会在这小子手中？难道他是道玄宗之人？就在他分神之际，金剑袭来，还有一道鬼魅的身影出现在身后。亢龙有悔！高飞手握长枪，直插厉邪要害。厉邪脸色巨变，一股死亡危机油然而生。但这还没完，四周突然遍布白色火焰，宛如巨浪袭来。沈墨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底牌尽出。他也看出来了，三人都是以厉邪为尊。所谓擒贼先擒王，只要第一时间将厉邪拿下，胜算将会大大提高。厉邪身为邪修，又是金丹后期，战斗经验极其丰富。他手掌一翻，一件冒着黑烟的魂幡出现，先是挥舞魂幡抵挡住最危险的高飞，然后右手掐法诀，在其身后形成了一个灵力护盾，抵挡通天塔的袭击。至于古灵生焰，他压根没放在眼里。高飞是助激境，他一眼就看出，如果高飞不躲，大不了俩人同时被古灵生焰命中。他相信以他的境界，死的只会是高飞。然而事情却出乎了他的意料，高飞不但不躲，还放弃了防御，一手灵枪在他手中挥舞的虎虎生威。厉邪惊了，你不要命了？高飞不答，一枪接着一枪捅出，大有同归于尽的意思。哼，你真当我怕了你？厉邪不愧是从死人堆走出来的金丹境，他立刻操控魂幡，一道道怨魂从中飞出，迎上高飞的攻击。怨魂之多，如同漫天蝗虫过境，黑压压一片。高飞一时间落入下风。小子，想跟我同归于尽，你还差得远呢。就在这时，一道黑光穿破白色火焰，急速掠来。厉邪眉头轻皱，赶忙回身探手迎击。
看见这一幕，沈墨不禁感到有些好笑。上一个徒手接九幽楼的已经坟头长草3米高了。果不其然，厉邪在接触到九幽楼的瞬间就发现了不对劲。当他想撤回之时，已经晚了。九幽楼仅仅依靠自身的坚硬程度，就将他一只手碾成粉末。厉邪亡魂皆冒，只想快速逃离此地。古灵生焰抓住机会，一股脑窜入到他识海之中。这一切发生的极快，距离爆发战斗也就仅仅过了2-3个呼吸。汪海俩人见到厉邪从火焰中窜出，居然没了一条手臂，顿时心惊不已。大哥，你没事吧？厉邪摇摇头，额头遍布细细汗珠。这小子有古怪，咱们3一起出手。好，俩人应承下来，各自拿出魂幡，严阵以待。就在这时，变故陡生，厉邪突然出手，一拳就将其中一名金丹境的丹田击穿，金丹应声而碎。看见这一幕，汪海瞬间拉开距离。大哥，你在做什么？他们是邪修，平日里互相算计，背后捅刀子更是常态。可如今面对强敌，理应联合，怎么也不该这时候出手才对。但事已至此，汪海不敢停留，他转身就要逃走，可沈墨哪会如他所愿，羽高飞拦住了他的去路。沈墨大手一挥，漫天火海再现，将此地隔绝。厉魂也缓缓上前逼近。汪海瞬间反应过来，是你？你到底是谁？臣服或者死？沈墨嘴角微微上扬。听到这话，汪海脸色不断变化。良久，他轻声一叹，拜见主人。厉邪身为金丹后期都臣服了，他一个金丹中期能泛起什么浪花？与其跟厉邪一样断掉手臂，不如早点臣服，免受皮肉之苦。很好，弃守心神。汪海不明所以，刚抬起头，就见一簇白色火苗袭来。片刻后，几人缓缓落地。远处，夏思宁不知道这边发生的情况，还在与一众筑基期修士大战。沈墨摇头苦笑，他这个金丹境未免也太水了，这么半天都还没能拿下。你们是几品金丹？沈墨问道。禀主人，我是土木元素外加灵魂一道的3品金丹。厉魂躬身回答道。禀主人，我是金木元素和灵魂的3品金丹。汪海也如实回答。听到这话，沈墨眼前一亮，厉鬼宗果然是修炼的灵魂，那要如何强大灵魂呢？沈墨继续追问道。厉魂桀桀一笑，翻手间将魂幡取出。禀主人，原因就在这上面。见沈墨面露疑惑，厉邪不敢隐瞒，继续开口道：我们厉鬼宗的功法就在于收集灵魂，吞噬灵魂。说着，他手掐法诀，一道道怨魂从魂幡中飞出，落入其口中。就在这时，他那断掉的手臂眨眼间便恢复如初。看到这一幕，沈墨瞬间反应过来，你是说吞噬灵魂来滋养灵魂？主人真聪明。厉邪赶紧恭维道。沃日真是吃啥补啥，要他生吃这玩意，总感觉隔得慌，但为了实力拼了。有功法没？有的，有的。厉邪抬手一指，一段信息浮现在沈墨脑海。在经历了天降祥瑞洗礼后，沈墨的悟性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是几个呼吸便将这门所谓的炼魂术完全掌握。确实如厉邪所说，这门功法没什么战斗力，主要是通过灵魂，以魂养魂。你们魂幡里还有多少怨魂？刚才战斗用了一些，还剩下4000多只，我这还有7000多只。听到这话，沈墨有些震惊，居然这么多，你们收集了多久？厉邪微微一愣，立刻回答道：禀主人，这是昨天杀的。好家伙，不愧是邪修，很符合沈墨的刻板印象，别人杀人都是论个杀，厉鬼宗倒好，论成杀，每天都杀这么多，这得屠杀了多少城镇？不过这都跟他没关系，毕竟不是他杀的，他顶多只是坐享其成，应该不会引来业火。想到此，沈墨不再犹豫，运转起炼魂诀。霎时间，两杆魂幡里的怨魂如同大把泄洪，无数怨魂冲了出来，本就昏暗的落魂谷变得更加阴森可怕。怨魂凄厉嘶吼，朝着沈墨嘴中钻去，场面实在骇人。夏思宁也发现了这一幕，但他并不了解其中缘由，还以为沈墨不敌，被厉邪和汪海2人折磨。他顿时心如刀割，手中动作也变得凌厉起来。沈墨，夏思宁焦急万分，想要上前帮忙，无奈一众厉鬼宗弟子跟疯了一样，不断阻拦。他本就不喜欢杀生，刚才也只是将这些人击退或是击晕，并未下杀手。但此一时非彼一时，抬手间青鸾焰绽放，近身的几名筑基境弟子顷刻间化作了飞灰。其他筑基境弟子见到这一幕，纷纷被吓破了胆。
他们之前觉得夏思宁是个女人，下手又轻，这才敢上嘴脸。但看到夏思宁突下狠手，一个个顿时怂了。没人阻拦，夏思宁挣脱人群，朝着沈墨这边急速飞来。厉邪和汪海见状，立刻起身拦截。二人都知道夏思宁和沈墨是一伙的，所以并没有下重手，只是不让他靠近。反观沈墨，怨魂还在不停往他嘴里窜，他张大嘴巴，不时发出呵呵的声音。夏思宁并不知情，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他此时无比后悔，沈墨只是助激进，为何要让他跟来冒险？都怪他，第一次见面就对沈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第二次见面，在沈墨的操控下，他达到了顶尖3阶炼丹师，心中早已对沈墨种下情根，只是他不愿承认。夏卓宇找到他，说出目的，他几乎没过多思考就同意了，因为他也想再见沈墨，可是没想到会是这种结局。夏思宁眼眶通红，意识逐渐模糊，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双金色的眼眸，霎时间龙吟震天，血脉返祖。厉邪和汪海大吃一惊，又来一个。但很明显，夏思宁比夏卓宇要强，而且强的太多，根本不是一个等级。他们身为寒奴，保护主人安全是第一准则。两人心中叫苦不迭，但只能换回2只金丹境的妖宠进行拦截。一时间大战爆发，夏思宁一人大战4名金丹。随着怨魂进入体内，古灵生焰不由自主窜了出来，怨魂们被点燃，不断在灵海上空哀嚎。沈墨直观地感受到了，被古灵生焰洗刷后，这些怨魂化做了一道道精纯的灵魂之力，一小部分飞入识海，滋养自身灵魂，更大的一部分则是在灵海上空盘旋。沈墨也有些搞不懂这是什么情况了。很快2杆魂幡的怨魂被他吸收，沈墨猛地睁开眼，顿觉自身灵魂比之前强大了好几分。但眼前出现的一幕让他一愣，不都是自己人吗？咋还打起来了？夏思宁这也是变异了，但仅是一瞬，他就从寒奴那了解了情况。得知一切后，沈墨摇头苦笑，住手！听到沈墨的命令，厉邪和汪海立刻收手，但夏思宁却并未遵从，趁着这个空档，他一掌拍出，直接将2人拍落在地。做完这一切，他凌空而立，俯瞰着下方的沈墨几人。夏思宁金色眼眸中不带丝毫感情，一股上位者的王者气息蔓延而出。下一刻，青鸾焰缠绕着金色龙气，直接袭向沈墨。沈墨大吃一惊，赶忙唤出通天塔抵挡，一击不中。夏思宁欺身上前，猛地一掌拍在通天塔上，砰！强大的力量爆发，直接将通天塔砸入地底。死娘西皮！沈墨惊骇无比，可还没等他回过神，夏思宁已经来到近前。思宁，醒来！面对沈墨的怒喝，他充耳不闻，一掌落下。关键时刻，沈墨来不及进入九幽楼，只能将九幽楼护在身前进行抵挡。强大的力量袭来，直接将沈墨连人带楼撞进一旁的山壁中。夏思宁不依不饶，再次迎上。沈墨很是难受，一口鲜血喷出。太强了！面对夏思宁，他根本没有一战之力。就在这时，整个落魂谷突然地动山摇，地面陡然裂开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一股巨大的吸扯力从下方传来，众人根本来不及反抗，就被吸了进去。夏思宁最先醒来，眼中尽是茫然。随着一幅幅画面袭来，他浑身一颤。沈墨，可四周哪还有沈墨的身影？不，他抱头痛哭。在记忆中，他好像亲手将沈墨给杀死了。悔恨、自责、无助，3种情绪不断充斥他的心间。卓宇，夏思宁再次呼喊，却未能得到任何回应。这一刻，他彻底慌了，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夏思宁唤出灵剑抹向脖子，决定陪2人一起去死。可想象中的疼痛并未传来，他手中灵剑也不听使唤，无法前进分毫。咋了？你怕黑也不能这样啊！听到熟悉的声音，夏思宁猛地睁开双眸。沈墨看见身旁站着的人后，他情绪一下失控，扑进沈墨怀中。看着怀中放声痛哭的夏思宁，沈墨满眼无奈。这么大个人，论年龄都可以当我祖宗了，居然还怕黑。面对沈墨的调侃，夏思宁充耳不闻。他此刻就只想依偎在沈墨怀中，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让他看清了自己内心，也变得无比珍惜。好了好了，快松手吧。我不，待会被人看见就没法解释了。我不怕。沈墨，不是，姐姐现在周遭啥情况都还没弄清楚，要调情也不必急于一时吧。夏思宁缓缓从沈墨怀中挣脱，他仰起头，内心挣扎。为了避免再发生这种事，
他银牙紧咬，下定了某种决心。沈墨，我真的老吗？不老，开玩笑的。那你喜欢我吗？我喜欢你，不喜欢你妈。听到这话，夏思宁扑哧一笑，白了沈墨一眼。便宜你了。话落，不等沈墨做出回应，一张红唇就印了上来。沈墨瞪大双眼，被迫接吻。又来，先是钟灵儿，再是夏思宁。钟灵儿就不说了，那是误吃了御仙丹。可眼前的夏思宁是怎么回事？难道也吃了？不应该啊！完了，遇到土匪了。劫色不劫财。夏思宁不知哪来的勇气，明明很青涩，但却主动往里凑。沈墨无奈，只好慢慢引导，他也变得娴熟起来。情到浓时，夏思宁竟然主动扒起沈墨的衣服。沈墨赶忙伸手制止。不是，这种事也要分场合的吧？现在环境未知，危险未知，就要……思宁，你听我说。沈墨赶忙推开夏思宁，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夏思宁微微一愣，眼眶突然变红。你不喜欢我，对吗？说着，眼泪簌簌而下。他明明都放下矜持，这么主动了，没想到却是换来沈墨这副态度。想到此，委屈的情绪如洪水决堤，瞬间填满了他内心。不是，你听我说。沈墨满头黑线，张了张嘴，不知从何说起。我不听，我不听。夏思宁捂着耳朵，不停摆头，声音如泣如诉。见状，沈墨只好松手，先让他冷静冷静。良久，夏思宁抬起头，心有不甘道：果然是不喜欢我吗？连解释都懒得解释。沈墨，马德，喜欢干，老子舍命陪君子了。沈墨二话不说，一把拉过夏思宁，狠狠吻下。你个登徒子，放开我！夏思宁嘴上拒绝，但手中却很诚实，直接扒下了沈墨外面的道袍。沈墨抬头看了眼四周，直接拦腰将夏思宁抱起，走向了一颗巨石后面。夏思宁知道即将发生什么，脸蛋羞红，却并未反抗，反而隐隐有些期待。没有过多言语，二人很快就进入了状态。巨石后，衣袍纷飞。就在这时，夏卓瑜拖着重伤的身体，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沈墨立刻就发现了，随即也停下了动作。察觉到不对，夏思宁回过头，满脸不解。这就结束了？顺着沈墨的目光看去，他脸色一喜。卓瑜，听到呼喊，夏卓瑜眼前一亮。姑姑。沈墨被吓了一跳。搞什么？现在这种情况是能出声的。看到沈墨的神态，夏思宁面露坏笑。叫你刚才欺负我？哼！想到此，他还自己动了几下。这下真把沈墨整得不自信了。夏思宁平日里一副仙子凌尘，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现在居然敢这么玩，反差能有这么大？夏卓瑜顺着声音来源就要走上前，沈墨下意识收回，就要躲避，可夏思宁根本不给他机会。他退，他也退；他进，他还退。眼看夏卓瑜越靠越近，夏思宁不敢再玩火了，赶忙出声制止。卓瑜，我看你好像受了重伤，先调息下吧。话落，他抛出一枚丹药。夏卓瑜接过丹药，并没有多想，一口吞服后，立刻在巨石旁盘膝而坐。沈墨见状，松了口气。夏思宁回过头，嘴角微微勾起，露出得意的笑容。好你个夏思宁！沈墨狠狠瞪了他一眼。今天就让你看看花儿为何这样红。羁绊值加200。夏思宁好，感度加30。伴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一股强大的灵力涌入沈墨灵海。这股力量化作一头金色神龙，在他灵海中翻腾。沈墨只感觉到浑身力量暴涨，眼眸也被金光替代。隔了许久，金光才缓缓消散。沈墨再次恢复清明。这是感受到了。夏思宁嘴角含笑，白了他一眼，真是便宜你了。这是国运所凝结出的龙脉。龙脉？沈墨满脸疑惑。夏思宁瞥了一眼夏卓瑜，见对方还在调息，也不藏着掖着，直接将来龙去脉讲了出来。良久，沈墨消化完所有信息，震惊地指着夏卓瑜：她是未来女帝？是，也不是。夏思宁面露哀伤，沉声道：你现在体内也有了龙脉，理论上来说，只要你想，你也可以成帝。他在赌，以自己为赌注，赌的就是沈墨不会成帝。果然，他赌对了。沈墨不屑地摆摆手，成帝束缚自己，我可没那么傻。听到这话，夏思宁很是激动，他踮起脚，轻轻在沈墨脸颊亲了一口。既然如此，那你可得帮帮卓瑜。那是自然。沈墨笑着回亲了一下。我可不是那种提起裤子就不认账的人。讨厌。夏思宁俏脸一红，白了他一眼。
眼看沈墨又想动手动脚，夏思宁赶忙求饶，回宗门内再做吧。你刚不是很嚣张吗？沈墨调笑道。哼！夏思宁轻哼一声，倔强道：谁怕谁？来啊！面对如此挑衅，沈墨哪还忍得住，当即就要上马再战。夏思宁突然想起了什么，赶忙制止。先等等。怎么？沈墨手中动作不停，笑道：你想在上面？死鬼！谁跟你说这事了？夏思宁翻了个白眼，正色道：我是水火元素外加体魄一道的3品金丹。沈墨也跟着认真起来。他是水灵根，又身具青鸾叶，有2种元素并不奇怪，但是体魄难道是？对，就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夏思宁给出了答案：龙脉。龙脉会持续滋养体魄，等你结丹之时，便能感受到其中厉害。嘶！听到这话，沈墨瞬间不淡定了。原本还想着寻天才地宝用来温养体魄，没想到误打误撞下，居然获得了这么大的好处。这次落魂谷之行真是赚大发了。最难的灵魂一道，他得到了功法，在吸收了上万只怨魂后，虽说还差点意思，但也离圆满不远了。如今体魄一道，又得到龙脉，灵海中那头金色神龙族已弥补自身体魄上的不足，灵力更是无需担心。9万丈灵海可不是开玩笑的，如今只需着手在灵海中补齐5行元素，就可以尝试结丹了。一旦结丹，最差也是8品起步。想到此，沈墨变得振奋无比。就在这时，夏卓瑜嘤咛一声，缓缓睁开了眼眸。你们！夏思宁下意识看向身下，发现穿了衣服，这才松了口气。卓瑜，好点没？好多了。夏卓瑜点点头，眼中满是自责。姑姑，对不起，害你受伤了。受伤？夏思宁先是一愣，立马笑道：姑姑没事，多亏了。别装了，姑姑你脖子上全是伤痕，都红了。夏卓瑜轻叹一声，泪水挂满眼眶。听到这话，夏思宁反应过来，满脸羞红。他恶狠狠瞪了沈墨一眼，小声蛐蛐道：说了别乱啃，你不信？沈墨尴尬的挠挠头，回怼道：还不是你非要？别说了。夏思宁都快找个地缝钻进去了。刚才有多疯狂，现在就有多狼狈。好在是夏卓瑜单纯，并没有往其他地方乱想。就在两人打情骂俏之际，夏卓瑜站起身，来到沈墨面前，恭敬一拜：对不起，沈墨，身处现在这般境地，都怪我任性。无碍，都是一家人。沈墨摆了摆手，此前他对夏卓瑜是挺有意见的，但听完夏思宁的解释，他释然了。毕竟夏卓瑜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大夏，为了他父亲，想要借助散魂草炼制出驱魂丹，将夺舍他父亲的那个人赶出去。再说了，他都占有了夏思宁，按辈分来讲，是他姑父，哪有姑父跟侄女置气的道理？一家人。夏卓瑜抬起头，满脸疑惑：嗨，我们都是青山宗弟子，可不是一家人吗？感觉到腰间传来的疼痛，沈墨赶忙改口道：呵，倒是我愚昧了，多谢沈兄。说着，夏卓瑜再次躬身一拜：事情我已经听夏长老讲了，我会出手，全力助你复辟夏国。都到这个份上了，沈墨只好表态道。听到这话，夏卓瑜猛地抬起头，先是看了眼夏思宁，见对方含笑点头，又看向沈墨，郑重道：多谢沈兄。在他心中，只要有沈墨加入，堪比10几个金丹境，不，甚至更多。虽然沈墨现在只有筑基境，但炼丹师的能量太大了，更何况他还有个顶尖3阶炼丹师的徒弟，再加上姑姑夏思宁，3名炼丹师振臂一呼，恐怕整个滇州的高手都会蜂拥而至，复国的希望也就越大。他眼中充满坚定，已经下定决心，只要复国，无论沈墨提出什么条件，他都答应，包括现身。如果沈墨知道他这想法，肯定会被吓一跳。这夏家是真有说法。为了避免尴尬，沈墨赶紧岔开话题道：咱们快出去吧，你知道路？二女同时看了过来。沈墨立刻摇头：找呗。他虽然不知道，但心中早有打算。脑海中，厉邪和汪海2个寒奴已经很久没动了。出现这种情况，要么是找到了出口在等他，要么是被困住了。但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是找到了出口。毕竟他和夏思宁打了2个时辰的架，也没见到任何危险。走吧。不等二人开口，沈墨率先朝前走去，在洞穴中7拐8拐，期间为了引起不必要的猜忌，沈墨还带错几次路。过了好半天，沈墨3人终于从洞穴中走出。就在出来的瞬间，古灵生焰变得更加兴奋，好像前面有什么大补品
在等着他似的，跟当初见到九曲仙树一个德行。沈墨不免感到暗自心惊，难道这里有天地奇物？在二女的催促下，沈墨继续朝前走。不多时，来到了一处类似斗兽场模样的圆形建筑内。厉邪，汪海！夏思宁惊呼出声，立刻站到沈墨面前。青鸾焰从他体内升腾而起，然而两人并没有理会，互相出手，招招狠辣。看到这一幕，沈墨顿感好奇。按理说，两人明明都是寒奴，为何会大打出手呢？夏思宁也是大感疑惑。住手！沈墨催动古灵生焰，大喝一声。他还要靠这两人打入厉鬼宗内部，断然是不能让二人再打下去。听到声音，两人同时住手。他们瞳孔完全被黑色覆盖，彻底沦为寒奴。看到这一幕，夏思宁顿时一惊，忍不住瞥了眼沈墨。这两个可是厉鬼宗有名的金丹境，居然会听从沈墨的命令。这种好奇心一闪而逝，他才不关心沈墨有什么底牌，毕竟是自家男人，越强越好。就在这时，一道瓮声瓮气的声音响起：不好玩，不好玩！咔嚓咔嚓，继续打，继续打！然而听到这个声音，厉邪和汪海并没有任何动作。是你不让他们俩打，那就和我打！话音刚落，四周的石块飞速朝两人中间聚拢。仅仅片刻功夫，一个高达数十米的石头人出现在场中。他居高临下，俯视着沈墨。咔嚓咔嚓，沈墨看见来时，顿感头皮发麻。他竟然在吃通天塔！通天塔早已光芒暗淡，只剩一半。还没等沈墨反应过来，一颗硕大的石拳砸了下来。沈墨立刻推开身旁二女，自己也朝一旁躲去。敢吃我法宝，你找死！赤焰九蝶，他手掐法诀，朝着石人遥遥一指。顿时9道白色海浪凭空出现，古灵生焰出现的刹那变得异常活跃。沈墨微微一愣，难道这石人是天地奇物？石头人看见火焰巨浪，没有丝毫惧怕，反而变得很是兴奋。人类好吃！说着，他张开血盆大口，朝着火焰巨浪一口吞去。看见这一幕，沈墨嘴角微微勾起，什么都吃，只会害了你。与此同时，9道火焰巨浪也拍打在石头人身上，石头人也将火焰塞入嘴中。霎时间，石头人体表缝隙处燃烧起熊熊白色烈火。呸呸，真难吃！想象中石头人被古灵生焰控制的画面并未出现。他一拳砸向沈墨，很是愤怒，居然给我吃这么难吃的东西，你该死！沈墨瞪大双眼，满脸不可置信。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古灵生焰翻车。一起上！得到沈墨的命令，厉邪和汪海同时朝着石头人发起进攻。夏思宁也操控青鸾焰袭向石头人，一轮攻击下来，石头人屁事没有，反倒是几人累得够呛。沈墨内心狂跳，这种情况难道是魔冕？沈墨越想越觉得自己的猜测无比正确。如果要对付这种魔冕的怪物，寻常术法肯定是不行，这玩意出现在修仙界简直就是降维打击。除非是那种纯粹的剑修，拥有极强的攻击力，或者是境界远高于石头人，不然根本拿他没办法。想到此，沈墨将高飞放了出来。高飞出来的瞬间就瞪大了双眼。混沌顽石！见沈墨满脸疑惑，他赶紧解释道：我在仙族中见过，传说这种石头是由混沌孕育而成，没有灵魂，又身居万法不侵，几乎是没有天敌的存在。寻常修士见到只有跑路的份，因其性格单纯执拗，一根筋只要被他记恨上，他能缠你一辈子。就连一些超级大能见到也要避其锋芒。沈兄，你怎么会碰见这种玩意？听到这话，沈墨一阵无语。他也不想碰见啊，但想要出去，好像只能通过这混沌顽石了。你们俩在那叽里咕噜啥呢？到底打不打？石头人有些不耐烦道。呵，他娘的，还挺讲武德。沈墨眉头深深皱起。按照高飞的说法，他们现在所有人加起来都无法奈何这石头人。突然他脑海中灵光一闪，不就是想打架吗？他有啊，九幽楼2层不是有个剑修吗？我们打不过你。沈墨直接开口道。打不过也要打，你们把我吵醒，不陪我打够，谁也别想活着离开。石头人当即就生气了。你先别急，我可以帮你寻找一名强大的修士，让你打个痛快。沈墨循循善诱道。真的？石头人瓮声瓮气道，声音中充满了期待。可紧接着他就摇了摇头。人族骗子，不信。沈墨，谁说他思想单纯的？这不是有脑子吗？那你说怎么办？沈墨笑道。你将他带来。石头人立刻回答道。不行。沈墨摇头拒绝。
他要是能将2层那家伙放出来，也不至于在这跟他讲道理了。听到这话，石头人顿时大怒，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看你就是想要诓骗我。伴随着他话音落下，整个地下空间开始颤抖起来，无数碎石粉末止不住往下掉，大有一副即将垮塌的现象。沈墨立刻拿出赵云飞当初送的极品宝剑，严阵以待。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这石头人不依不饶，那就带着所有人躲进九幽塔。刚刚石头人的攻击他也见识过了，只能说勉强达到了金丹后期的水准。要是他没隐藏实力的话，就凭这点力量根本无法破开九幽楼的防御。这是给我吃的。石头人停下动作，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沈墨手中的极品宝剑。沈墨微微一愣，回想起之前石头人吃通天塔的一幕，旋即将宝剑拿到身前晃了晃。你喜欢吃这玩意？好吃。石头人点点头，显得十分乖巧。看到这幅场景，沈墨眼前一亮。那你早说啊，这玩意我多得很。反正都是抢来的，沈墨一点也不心疼。要是真能用这些法宝将石头人拐走，那这次简直就是赚妈了。可以让石头人去收拾2层那名剑修，或许用不了达到金丹境就能将其奴役，还可以让他去对付灵虚子。他本就打算要抢灵虚子的渡劫机缘，如果关键时刻将石头人放出，灵虚子会是什么表情？想想都令人期待。沈墨如同一只大灰狼，在勾引小红帽，继续开口道：跟我走，怎么样？以后这种东西管够？管够肯定是不可能的。他现在能拿得出手的宝物也就这把极品宝剑和九幽楼了。九幽楼是他最大的底牌，肯定是不能给他吃。关键是他也啃不动，先将他骗进九幽楼再说，大不了以后多抢点法宝补偿。果然在听到沈墨的话后，石头人大脑明显有些不够用了。他处在原地一动不动，似乎在思考做一个艰难的抉择。我想跟你去，可是我父亲不准我离开此地。听到这话，沈墨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思议。你还有父亲？尼玛的，不是混沌孕育而成的吗？难道还有个大家伙在暗处？他这样拐骗他儿子，指不定会被锤死。对啊，咱们现在就是在父亲肚子里。说着，石头人抬手指了指上方。沈墨傻眼了，合着闹了半天在人家肚子里玩，这还打个鸡毛。但事已至此，他只能希望石头人的父亲也是一根筋了。那把你父亲叫出来，我和他谈谈。此话一出，夏思宁和夏卓瑜瞪大了双眼，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沈墨，其意思不言而喻。这小的都没解决，再来个老的，岂不是死得更快？沈墨没有解释，只是给了二女一个安心的眼神。我父亲死了。石头人实称道。死了？对啊。石头人双手叉腰，满脸自傲道：我父亲不死，怎么可能有我？娘的死个爹，看把你能的。沈墨嘴角一抽，高飞似乎想到了什么，赶紧小声解释道：沈兄，他口中的父亲可能没死。听到这话，沈墨转过头，眼中满是疑惑。见状，高飞继续开口道：混沌顽石很是奇特，几乎是做到了另类长生。或许是天道规则限制，每到一定时间，他们便会被抹除记忆，重新开始修行。沈墨哑然，你的意思是说，从始至终就他一担？至于他口中的父亲，其实是他的上一世。高飞重重点头。原来如此。沈墨瞬间放心不少。女人心，海底针，不照样被他骗得团团转？一个智商不高的小朋友，他有信心拿下。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况且我都送你一件通天塔给你吃了，要不坐下来慢慢聊？通天塔是我自己捡的。石头人瓮声瓮气道。沈墨，好，你捡的，你捡的。既然知道他是一根筋，沈墨也懒得和他争辩。我刚和你父亲谈了，他允许你跟我走。真的？石头人立刻兴奋道。当然，你这么聪明，我还能骗到你不成？也是。石头人挠了挠头。听到一人一弹的谈话，夏思宁和夏卓瑜古怪地看着沈墨。沈墨脸不红心不跳，索性从空中降落，来到石头人身旁，语重心长道：你父亲让我带你走，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好。石头人立刻点头。沈墨，这就行了。他还准备了很多话术，结果一个都没用上。这哪是一根筋，明明就是傻。话落，石头人浑身抖动，石块纷飞。不一会儿，一个仅有半米高的迷你石头人出现在眼前。沈墨微微一愣，这是你的本体？怎么样？按你们人类的话语来说，鹦鹉吧？石头人双手叉腰，趾高气扬道：鹦鹉？鹦鹉个屁！蠢萌倒是真的。夏思宁和夏卓瑜看到沈墨收服石头人，哪还有之前的惧怕？他们也跟着降落下来，
好可爱。二女忍不住走上前，伸手抚摸。石头人似乎很喜欢别人夸奖他，竟然没有反抗。小石头，你叫什么名字？我父亲叫石破天，我叫石捅天。好听吧？听到这话，沈墨满头黑线。好听好听，我叫沈墨。你骗我！没想到他刚一开口就遭到了石捅天呵斥。啊！这下不仅沈墨愣住了，就连二女也满脸疑惑。呵，你以为我不知道？石捅天很是得意，指着夏思宁道：这女人之前明明喊你死鬼。沈墨瞪大了双眼，夏思宁更是直接傻眼。被我拆穿了吧？你们之前在那石头。好吃。沈墨哪还敢让他再说，赶忙将赵云飞送的极品宝器塞到他嘴中。夏思宁满脸通红，狠狠瞪了沈墨一眼。什么意思？夏卓瑜满头问号。没事，我之前被厉邪和汪海围攻，你姑姑情急之下喊的死老鬼，我跟你拼了。沈墨赶紧解释道。哦，那你没受伤吧？夏卓瑜关心道。可嗨，没有。沈墨心虚地擦了擦额头的冷汗。石捅天大口大口吃着极品宝剑，压根没心思拆穿沈墨，只是很好奇他俩之前在石头后光溜溜的在干啥，既然决定要跟沈墨出去。石捅天也不再藏着掖着，带着沈墨几人去了洞穴深处。当沈墨看到眼前的场景，整个人都不好了，遍地都是散魂草，少说也有几百株。石捅天眼中满是不屑，独自坐到一旁专心啃着极品宝剑。这些玩意太难吃了，你们想要就拿走吧。九幽楼2层，杨晨双手持剑在虚无的空间中盘膝而坐。突然他陡然睁开双眸，眼中爆射出一道金芒。呵，才过去几个月就忍不住了吗？看来我真能离开这鬼地方了。然而下一秒他面色变得古怪起来，只因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半米不到的石头人。石捅天双手叉腰直视着杨晨。就是你欺负我家死鬼？杨晨满头问号，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石捅天大喝一声，身体猛然变大，一颗沙包大的拳头直接砸了过来。杨晨嘴角微微上扬，瞬间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自己打不过，请的外援吗？来得好。他也不客气，当即宝剑出鞘，朝着石捅天斩去。金光一闪，石捅天一拳就将其击碎。有点意思。杨晨丝毫没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反而来了战意。上千年了，终于又找到一个能让他放手一战的人了。半个时辰后，你跑什么跑？有种站住！石捅天在身后紧追不舍，愤怒不已。沈墨给他的命令是打残眼前之人，打残后再奖励一件极品宝器给他吃。杨晨脸都绿了，他脚下的飞剑赫然有几排整齐的牙齿印。就在几分钟前，他发现术法居然对这石头人无用，但这也难不倒他。他可是剑修，号称一剑破万法，本命飞剑更是温养了上千年，论品质完全不输极品宝器。然而在石捅天嘴里就跟纸糊的一样，这还怎么打？杨晨当即就决定跑路，心想着要是追不上应该就会放弃吧。然而他却低估了石捅天的一根筋，说要打残杨晨就要打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于是一人一弹就在2层空间中玩起了你追我赶的游戏。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又是2个月过去。看着近在咫尺的青山宗山头，沈墨面露期待，这趟出门简直是赚妈了。灵魂和体魄得到大大增强，再加上自己9万丈灵海，9品结丹已去其3。他下定决心回到青山宗，就找到关于凝结5行元素的功法，闭关修炼。5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要是不能在短时间内结丹，一切都是空谈。你这么兴奋，是要见到江陵了？就在这时，夏思宁从船舱中走出，缓缓来到沈墨身旁，调笑道：哪有？沈墨缩了缩脖子，尴尬道。听到他的调侃，沈墨这才想起之前走得匆忙，忘记给钟灵儿说一声了。江陵他倒是不怕，怕的是钟灵儿。要是知道他这次出去收了夏思宁那后果，不敢想象不怕吗？那我算什么？小三吗？夏思宁眨眨眼，认真道：小三，不按照先来后到，不算感情的话，他排在李婉柔后面，他是小五。当然沈墨并不敢如实摊牌，你和他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不分高低。哼，油嘴滑舌。夏思宁翻了个白眼。沈墨见状立刻伸出手揽住他纤细的腰肢。啊！夏思宁被吓了一跳，赶忙挣脱。你干什么？卓瑜还在呢，现在知道有人在了。沈墨可不管那么多，再次伸手将其揽住，狠狠在其脸上嘬了一口。
当初你不是还要邀请咱家小侄女过来观摩吗？”听到这话，夏思宁俏脸通红。之前在石统天肚子里，光线昏暗，他胆子才这么大。现在大白天，他可不敢。就在这时，夏卓瑜从船舱中走出。“你姑姑受了伤，我在帮忙检查身体。”沈墨反应极快，认真解释道：“严重吗？”听到这话，夏卓瑜面露担忧，一个箭步冲上前，仔细打量起夏思宁。“对不起，姑姑。”夏思宁俏脸通红，瞪了沈墨一眼，这才伸出手轻轻抚摸着他的小脑袋瓜。“姑姑没事。”灵舟稳稳停在青山宗门前。沈墨三人刚一下灵舟，一道急切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卓瑜，你出去怎么不叫上我呢？”一名头束金冠、身穿白色道袍的英俊男子迎了上来，他伸手就要抓向夏卓瑜。夏卓瑜见状，赶忙躲避。对此，他也不在意，悻悻收回手，一脸担忧道：“你不在这4个月，我整天提心吊胆，下次出门一定得叫上我，知道吗？”察觉到沈墨面色不善，夏卓瑜赶忙解释道：“常青藤内门首席大弟子。”沈墨点点头。青山宗内门与外门并不相同，没有所谓的10大弟子，只有一名首席大弟子，代表了青山宗年轻一代最强之人。每一代首席大弟子都是宗主岳川的记名弟子，一旦结丹，就可正式拜入岳川名下，成为下一代宗主的候选人。其地位之高，就连夏思宁这种长老都比不上。话落，他又指着沈墨给常青藤介绍道：“沈墨，我知道。”话还没说完，常青藤便立刻打断道：“沈师弟的大名早就传遍了整个青山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手炼丹术更是出神入化，就连丹阳子前辈都拜入其门下。”过奖。沈墨抱拳客气回应。常青藤没有回礼，而是话锋一转，阴阳怪气道：“比起炼丹术，我对沈师弟的情感更为好奇。早就听说沈师弟在外门就将和卓于齐名的江陵哄骗到手，但我又听说沈师弟和在凡间的嫂子柳如烟好像有不正当关系。现在入了内门，山中更是传言你和李婉柔师姐走得很近。”说到这，常青藤转头看了眼夏卓瑜，又看向沈墨，谦虚道：“沈师弟可否教我几招，让我成功追到卓瑜呢？”“常师兄，你过分了。”沈墨还未开口，夏卓瑜不乐意了，立刻呵斥道：“先不说沈墨这次救了他和姑姑一命，光是沈墨要帮他复国，他就不允许常青藤如此放肆。”看到夏卓瑜的态度，常青藤顿时妒火中烧。早在很久之前，他就将夏卓瑜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如今夏卓瑜居然为了沈墨这个废物，居然敢凶他。他早就打探清楚了，沈墨是武灵根，这辈子也就注定待在筑基境了，跟他的天灵根完全没法比。炼丹师又如何？旁门左道终究是难登大雅之堂，没有境界支撑，几十年后还不是一抔黄土。想到此，常青藤看向沈墨，依旧一副翩翩公子模样：“沈师弟，我想你不会藏私吧？”很快，这里的动静就吸引了一大群弟子前来，这些人都是常青藤安排跟班宣传的效果。他今天要让沈墨在青山宗身败名裂，彻底断了沈墨和夏卓瑜在一起的可能。见到眼前的场景，沈墨就算是再傻，此时也反应了过来，真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啊！看来太低调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常师兄，你想学哪方面的技术？沈墨朗声笑道。说着，在一众弟子震惊的目光中，他径直从常青藤身旁走过，来到夏卓瑜身旁。抱歉。沈墨轻轻耳语，然后伸出手拦住了夏卓瑜纤细的腰肢。夏卓瑜从未被男子这样轻薄，浑身一颤，下意识想要挣脱，但听到沈墨传来的声音，他一下子反应过来，这样也好，借着沈墨断了常青藤的念想。想到此，夏卓瑜尽管俏脸泛红，但娇躯却紧紧贴着沈墨。卧槽，沈墨太牛了吧！先是江陵，又是夏卓瑜，传言姬夜雪也和他有过一段感情，外门三美全被他吃了个遍。凭什么？他哪有我帅？我不服！沈墨，出来单挑！面对众人的议论纷纷，沈墨充耳不闻。卧槽，居然有副击沈墨经了，这别样的手感，真想扒开衣服好好看看。此时夏卓瑜脸色羞红，他只是想配合演戏，但腰间却跟蚂蚁在爬一样，说不出的异样。两人的行为在众人看来就宛如热恋中的小情侣，一时间场中哀嚎遍野。常青藤脸色更是阴沉的快滴出水来。沈墨，你找死！强大的灵力从他体内爆发而出。常师兄，宗门内禁止自相残杀。一旁的跟班见状，赶忙上前提醒道。听到这话，常青藤猛然清醒。好你个沈墨，差点就上了你的当，
要是他刚真出手，后果不堪设想。夏思宁可是金丹境，当场将他击毙，也没人敢乱说什么。毕竟是他先动的手。计划落空，沈墨摇了摇头：“常师兄，咱们下次再聊，我先和卓瑜回去探讨下人生。”话落，他轻轻拍了一下夏卓瑜的翘臀：“走吧，回去。”这突如其来的动作惹得后者娇嗔一声。常青藤顿时火冒三丈，眼睛都布满了血丝。“站住！”沈墨回过头，满脸疑惑：“敢不敢和我上生死擂台？”此话一出，全场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尽管宗门约束弟子不允许自相残杀，但大家都是修士，仇怨太深，难免会滋生心魔。生死擂台也就应运而生。一旦上了擂台，除非双方和解，否则只有一人能走下来。青山宗已经几十年没曾启用过了。不敢，沈墨才不上当。打赢了没好处，打输了就是死。当然，他也不可能输。就单单一个高飞就能完虐常青藤，更别提是统天、九幽楼等底牌了。我知道你是武灵根，结丹对你来说肯定非常困难。我这有金、木、土3种元素的灵气，只要你打赢我，这就是你的了。见沈墨不敢应战，常青藤一咬牙，3种元素灵气出现在其掌间。你敢不敢？沈墨是武灵根，又在9万丈灵海之时被天道赐福洗礼，领悟5行元素灵气对他来说几乎是没什么难度，只是需要一点时间罢了。但眼前常青藤一下就拿出3种元素的灵气，倒是给他省下了很多麻烦。知道他现在缺的就是时间，真是好人啊。沈墨自然没理由拒绝，当即就答应道：“好啊。”夏思宁和夏卓瑜看到这一幕，也没有上前阻止，只是心中不断为常青藤默哀。他们可是知道10统天在沈墨身上，那玩意要是放出来，青山宗没人能制衡。月川来了估计也不行。那行，就定在3日后生死擂台见。常青藤嘴角幅现出一抹狞笑。自从他成为首席大弟子以来，已经很久没出过手了。宗门内对他这个位子产生觊觎之心的不在少数，刚好趁着这个机会大肆宣扬一下，一来可以稳固他作为首席的地位，二来可以证明他比沈墨强，好让夏卓瑜彻底看清。不必了，立刻，就现在。沈墨摇头一笑：“开什么玩笑，还3日后，他可没工夫陪常青藤玩，事情多着呢。既然答应夏思宁帮助夏卓瑜复国，首先得将驱魂丹给炼出来，然后还要凝练出剩下2种灵气，随时准备结丹。5年还是太快了，这都快过去半年，他的本身实力几乎还没什么增长。呵呵，既然你找死，那就走吧。”常青藤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常青藤要和沈墨进行生死大比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当然其中也有常青藤推波助澜的缘故。仅仅半刻钟就传遍了整个青山宗内外门。沈墨和常青藤还未出现在擂台上，四周已经聚满了弟子，比当初外门大比还要多。众人也想看看作为首席的常青藤到底有多强，沈墨能撑几分钟。他们可不认为沈墨会赢，毕竟这是生死大比，不是当初外门大比可以利用规则取巧。只要上了生死擂台，就是无规则，只有一方死亡，或者认输，对方同意才行。来了，来了！在众人的一声声欢呼中，沈墨和常青藤出现。夏思宁是青山宗的长老，又是此地修为最高者，他按照2人的要求早就拟好了契约，没什么意见就签字吧。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一句，现在放弃还来得及，一旦签了字，就算宗主出面也无法干预。说着，他有意无意地看了常青藤2眼，其意思很明显，想让常青藤放弃，毕竟他是被月川所救，深受月川的恩情。常青藤作为月川的记名弟子，他内心是不愿看到常青藤死在擂台上的。然而常青藤根本不理解，夏思宁的眼神使他更加嫉妒，没有任何言语。刷刷刷，大笔一挥，龙飞凤舞留下名字，将3道灵气交给夏思宁后，他脚尖轻点，跃上擂台。沈墨，上来受死！沈墨耸了耸肩，立刻也在生死契约上签下了名字。沈墨听到夏思宁呼喊，沈墨顿住脚步，回头一笑，他知道夏思宁的意思，关键时刻不要取常青藤的性命。他也是这么想的，都是一个宗门的师兄弟，打打杀杀太不像话，给他种下蛊铃声宴就好了。随着沈墨走上擂台，观众席瞬间沸腾，要开始了，要开始了，好激动！是啊，常师兄上次出手还是10年前，估计这是他筑基境最后一次出手了吧？有传闻说他已经在准备结丹了，是吗？那必须得好好看看。听见了吗？好像所有人都不看好你，
常青藤整理了下衣袍，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既然上了这生死擂台，我也不瞒着你了。其实我已经在准备结丹了。你是在整理仪容仪表？沈墨笑道。话音刚落，沈墨脚下生风，眨眼间就来到了常青藤面前，一巴掌呼出。常青藤甚至都没有任何准备，整个人如同一颗炮弹，瞬间砸落到观众席。准备结丹？呵，就算真结丹了又如何？也不过一巴掌的事。走吧。沈墨走下擂台，朝着夏思宁点头示意，直到三人离开擂台，众人都还没反应过来。快，太快了！有的人从外门刚赶来，都还没找到座位，这就结束了。确实是如他们猜想的那般，单方面碾压，只不过被碾压的人换成了常青藤。众人惊骇无比，一个更为恐怖的事情诞生了。按照青山宗的规矩，首席大弟子一旦落败，其首席的位子就要易位。照这样看，沈墨才是青山宗如今的首席，这也太夸张了。他才入内门多久？半年不到吧，这就成首席大弟子了。这时常青藤的跟班才反应过来，他们立刻冲到观众席，将常青藤扶起来。此时的常青藤脸上没有浮现出任何表情，仿佛被沈墨击败并不影响他心境。常师兄，刚我们看清了，是沈墨那小子不讲武德偷袭，咱们这就召集人手去找他理论。听到跟班的话，常青藤脸上终于有了反应，他落寞一叹，败了就是败了，从今以后谁都不准去找沈师弟的麻烦。话落，他独自御剑离开此地。跟班们听到这席话，顿时傻在原地，这还是他们常师兄吗？怎么感觉像变了个人？被一巴掌打开窍了。回到夏思宁所居住的竹林，沈墨立刻换来了丹阳子驱魂丹13阶丹药。以他现在2阶炼丹师的水准，炼制起来还是太困难了。术业有专攻，还是交给丹阳子吧。以丹阳子的水平，想要炼出完美丹药或许很难，但那又如何？又不是给自己吃，能成丹，发挥出丹药的特性就行。为何不让夏思宁练？他现在很忙，正趴在桌子上呢。俗话说久别胜新婚，特别是他这种刚被开发，正是需求大的时候。因为有夏卓瑜同行，在灵州上憋了2个月，此时终于得到了释放。另一边，月川居住的宫殿中，考虑好了就结丹吧。刚过一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些年你成长的太过顺利了，经历这次失败也是件好事。你2个师姐都不适合继承青山宗的宗主之位，汝当勉励之。是，师尊。常青藤在下面恭敬行礼。月川点点头，抬手间5道元素灵气飘出，这5道元素灵气你收下，回去闭关结丹。出关后，为师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办。遵命。常青藤脸色一喜，赶忙伸手接住。转眼5天过去，丹阳子不愧是顶尖3阶炼丹师，居然炼出了完美驱魂丹，这点倒是挺让沈墨感到意外。但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月川居然又赐给了常青藤5道元素灵气，这不是便宜了他吗？如今5行俱全，灵魂、灵气、体魄皆已圆满，只要沈墨愿意，现在就能立刻结出8品金丹。但他心中依旧抱有一丝期待，想要9品结丹。他打定主意，先去帮夏卓瑜复国。复国后，如果灵虚子那边依旧没有任何动静，他就立刻结丹。想什么呢？夏思宁缓缓睁开眼，媚眼如丝道：我在想。别闹了。眼看夏思宁又钻进被窝，沈墨吓了一跳，果然是只有累死的牛，没有耕坏的田。要不是沈墨有9万丈灵海打底，换任何一人来，现在都怕是升天了。不行，我要。夏思宁扭动着娇躯，娇媚道。沈墨满头黑线，他岂会不明白夏思宁的小心思？前面2天可能确实是想要，后面几天完全就不是了。夏思宁就是想将他留在这，不让他出去外面沾花惹草。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当初常青藤嘲讽沈墨的那几句话，可是被夏思宁牢牢记在了心里。我出去办点事，晚上再过来。沈墨低头轻轻吻了下红唇，起身穿衣。见状，夏思宁也不再阻拦，只要肯回家就行。离开竹林，沈墨决定去找一下钟灵儿。这都快半年过去了，自从真龙朝回来就再也没见过，他总感觉有些不对劲。以他对钟灵儿的了解，属于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就算跟他置气，也绝技不会超过2天就会来找他。顺着记忆，沈墨很快就来到了钟灵儿洞府。正当他准备进去时，一股恐怖的威压陡然降临。沈墨浑身一颤，扭过头，这才发现月川竟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身后。弟子沈墨见过宗主。然而月川并没有答话，
一双深邃的目光牢牢将他锁定。沈墨顿时头大如牛，难道是他和钟灵儿、李婉柔之间的关系被发现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二女本就是孤儿。岳川理所当然扮演着父亲的角色，一旦知道自己把他2个女儿都给拱了，那下场不敢想象。想到此，沈墨再次躬身道：“弟子沈墨见过宗主。”岳川还是没有答话，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以前没单独面对过岳川，以为元婴境也就那样。此时沈墨才感受到了什么是境界上的差距。纵使他是9万丈灵海筑基的超级天才，在面对岳川这个元婴境，只觉自身如海中孤舟。要是岳川发狠，估计一巴掌就能扇死他。见岳川不开口，沈墨不敢大意，随时做好了逃进九幽楼的准备。过了许久，岳川或许是想通了什么，他嘴角扯出一抹弧度，笑道：“你很不错，未来青山宗有你坐镇，实乃大幸。宗主过奖了。”沈墨不知道岳川整的哪出，只好尴尬回礼道：“没想到岳川接下来的一番话，差点把他魂都吓没了。你和灵儿是道侣吧？”宗主，我……沈墨瞪大双眼，正要解释，岳川摆了摆手，嘴角依旧挂着笑容：“灵儿是我看着长大的，他心里藏不了事。”沈墨微微一愣，本以为岳川会生气，但现在看来好像跟想象中不一样。见沈墨不开口，岳川也不在意，他自顾自走到洞府外的石桌前坐下，指着对面的座位：“坐。”沈墨不敢反抗，只能遵从岳川的意见。两人坐定，岳川挥手间，一壶酒，2个酒杯出现，他心念一动，酒壶自动飞起，将2个酒杯斟满。岳川拿起酒杯一饮而尽后，这才开口道：“既然你们是道侣，那灵儿身上的情况，想必你也知道了。”说着，他目光紧紧盯着沈墨，对方都挑明了。沈墨知道再隐瞒也无济于事，大方承认，或许还能落下个光明磊落的名声。想到此，他目光迎向岳川，郑重点头：“那你也知道李婉柔是他心魔的事了？”沈墨沉声应道：“呵，看来这小妮子是真对你动情了，什么都往外说。”岳川再次喝了一口酒，有些恍然大悟道：“我就说平白无故，你为何会帮婉柔炼制潮元丹？最开始我还以为你将他们俩都收了呢，现在看来你是想解除灵儿身上的魂印。”听到这话，沈墨额头布满细细汗珠，没想到岳川竟然暗中在观察自己。瞧见沈墨的表情，岳川更加印证了自己的猜想。其实灵儿并不需要杀掉婉柔，也可以解除身上的魂印。沈墨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置信：“真的？呵，我就知道这小妮子肯定没跟你说实话。”话落，岳川慢悠悠倒起了酒，显得十分轻松。沈墨此时心急如焚，迫切想要知道答案。他确实还没想到2全其美的办法，既要解除钟灵儿身上的魂印，又要让李婉柔保存性命，还请宗主告知。他站起身，躬身一拜。岳川没有正面回答，反而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是真的喜欢灵儿吗？还是只是贪图她的美貌？”沈墨微微一愣，立刻再次躬身：“宗主说笑了，为了灵儿，刀山火海我也冤枉。”好。岳川哈哈大笑，似乎等的就是沈墨这句话。他大手一挥，一本泛着黑气的书籍落到沈墨面前。沈墨抬起头，满脸疑惑。岳川郑重道：“这就是答案。”这是……沈墨一头雾水。不是说解决钟灵儿身上的魂印吗？怎么再给他本功法？这本功法名为嫁衣诀，顾名思义，就是将灵儿身上的魂印转嫁到你身上。见沈墨没有说话，岳川继续开口道：“当然，如果我是你，我也不会选择修炼此功法。毕竟一旦转移魂印，就要代替钟灵儿每日承受搓皮削骨之痛。我愿意。”听到这话，沈墨不再犹豫。作为钟灵儿的男人，怎么可以让他每天承受这等痛苦？好，我果然没看错你。见沈墨答应，岳川眼睛都亮了起来。这本功法，你修炼后会在灵海中生成一道魂印，也称母印，而灵儿身上的魂印是子印。这母印并不会给你带来任何伤害，你只需每日用灵气温养即可。我这边会全力压制灵儿体内的子印，不让其受到任何痛苦。等你结丹后，就可以尝试将灵儿身上的子印转移。原来如此。沈墨再次躬身一礼：“多谢宗主。”岳川摆了摆手，脸上尽显慈祥：“叫宗主太客气了，你以后肯定是要和灵儿完婚，而灵儿又是我最疼爱的徒弟，你也跟着叫师尊吧。”听到这话，沈墨松了口气，还以为要让他叫爹呢。只要不是叫爹就好办。弟子沈墨参见师尊。他立刻改口道：“好。”岳川很是开心，
赶忙伸手一抬，一股灵力将沈墨扶了起来。你的天资很不错，先是击败何不凡，又是击败常青藤，实乃我青山宗年轻一代第一人。未来将青山宗交给你，我也放心了。沈墨抬起头，满脸疑惑，不明白这话的意思。月川再次饮下一杯酒，笑道：我名下就2位弟子，婉柔要嫁到上眼宗，灵儿要嫁给你，而年轻一代又没人拿得出手，只有你能接替宗主之位。况且有你接手宗主之位后，我才有时间全力冲刺化神境，一旦达到化神境，你体内的魂印便能被解除。听闻月川的解释，沈墨有些自行惭愧，原来月川暗自观察自己是为了他2个徒弟，倒是错怪他了。想到这，沈墨真心一拜，多谢师尊。好了好了，以后都是一家人，别这么客气，回去吧。月川笑道：是。沈墨不再多想，转身便要离去。就在这时，月川突然想到了什么。等等，师尊还有什么事？沈墨转头问道。月川眼眸低垂，手指不断拨弄着酒杯，似乎还没想好。沈墨见状也不急，就恭敬站在一旁。良久，月川抬起头：1个月后，你陪夏卓鱼去一趟大夏吧，帮他复国。沈墨立刻出声道：看来你已经知道了。月川双眼微眯，带着审视的目光看向沈墨。沈墨被吓了一跳，赶忙解释道：当初我不是邀请他姑姑帮忙炼制朝元丹吗？欠了个人情，他用这个人情找到我，想要我帮忙。我和他没有发生任何关系。这样吗？月川点点头，你做得不错，早点还了人情也好。修仙界中最难还的便是人情，下次能用资源交换就用资源，别再乱许诺人情了。弟子谨记。沈墨低下头回应道：好，下去修炼吧。月川摆了摆手。沈墨行礼后赶忙朝山下走去。跟月川交流太压抑了，虽然他并未释放任何气息，可境界上的压制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让沈墨有些不舒服。他刚行至半山腰，月川的声音再次传入他耳中：记住，遇到危险立刻逃走，不要试图强行抵抗。夏卓宇死了也就死了，那是他自己的宿命，你不能死，灵儿在等你，青山宗的未来还在你身上。听到这话，沈墨心中一暖，朝着山峰处遥遥一拜：弟子知道了。同时他心中也敲响了警钟，境界越高，对危险的感知也就越强烈。连月川这种超级高手都出言提醒，看来这次大夏之行不会太轻松了。感应到沈墨离开后山，月川自顾自喝着酒，轻声呢喃：灵虚子，你在打什么算盘？敢拿修真国做实验，真就不怕天道反噬吗？沈墨这小子身上到底藏了什么秘密，能让你这个半步化神如此忌惮？他拧了拧眉心，嘴角微微上扬。既然你不想让沈墨出现在大夏，我偏偏就让他出现，毕竟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我可没有强求，并不算违约。想到此，月川心中畅快无比，又是一口酒下肚。他将目光落在钟灵儿的洞府。出来吧。听到月川的召唤，一道青衣身影悄然浮现，恭敬地站在一旁。这次大夏之行，你暗中跟去，是去阻止灵虚子？纪灵川小声询问道。不。月川摇摇头，灵虚子在玩火，咱们不去凑那热闹。你去的目的是保护好沈墨，别让他死了。那夏卓鱼呢？纪灵川又问道。他……月川眉头微微一皱，他和夏思宁必须要死一个，你看着救就行，但不能2个都死。遵命。纪灵川不再啰嗦，转身消失在原地。等到纪灵川走后，月川心情大好。灵虚子啊灵虚子，你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会将大夏的气运一分为2吧？沈墨可不是那种提上裤子就不认人的人，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去竹林，而是回到了自己外门的房间。果不其然，江林一直在这。久别不见，干柴烈火。没有过多言语，2人就开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过了好几天，江林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他是想继续陪着沈墨，但他也察觉到了沈墨身边的女人越来越强，与沈墨的差距越来越大，他不甘心，他要回去专心修炼，早日结丹。没人打扰，沈墨开始修炼起嫁衣诀。这本功法并不晦涩，他仅仅用了2天就完全掌握。看着灵海深处被古灵生焰包裹的魂印，沈墨沉默了。确实如月川所说，修炼了这门功法所凝结的魂印并没有对沈墨造成任何伤害，相反的，他甚至感觉有了这魂印，吸收灵气的速度都变得快了一点。只是唯一让他感到好奇的是，这枚魂印居然想要进入他识海，这可不行。他的识海以后可是元婴居住的地方，如今没有元婴守护，识海脆弱无比，
任何一点攻击都可能导致他魂飞魄散。为了保险起见，沈墨还是决定先用古灵生焰将他困起来。如果到时候真要进入识海，那也要等到结丹后识海强大再说。沈墨又研究了2天魂印，依旧毫无收获，索性不再多想。转眼过去了半个月，既然决定要去大夏，为了以防万一，沈墨还是决定让高飞突破。高飞也不负所望，在消耗了上百株散魂草后，他的灵魂也趋近圆满，最终一举突破到了8品金丹。感受着高飞散发出来的磅礴气势，沈墨都不免有些心惊。这就是8品金丹吗？太猛了！换他现在跟高飞1对1单打独斗，他心里也没底能战胜高飞。果然是一重境界一重山，面对同境的天才，想要逆伐太难了。多谢沈兄。高飞朝着沈墨恭敬行礼，眼神中满是感激。他早就渴望8品结丹，如今终于得偿所愿。沈墨轻轻点头，很是欣慰。他对高飞没有丝毫嫉妒，如果他想，他也能立刻迈入金丹。所结成的8品金丹比高飞只强不弱，如今高飞实力得到质的飞跃，也将是他又一张底牌。再加上石统天，要是一般的元婴境对上，说不定还真有可能翻车。但这也只是沈墨的猜想，毕竟从未和元婴境交过手，谁生谁死还不一定。这都快过去半个月了，也不知石统天拿下第2层那个金丹境没有。想到此，沈墨心念一动，带着高飞出现在了第2层。死鬼，你终于来了！看到沈墨出现，石统天无疑是最开心的。他紧随着的一句话，差点让杨晨从飞剑上跌落。快来帮忙，这家伙太难缠了！杨晨怒视着石统天，却依旧不敢停下脚步。你他妈说的是人话？我不是人啊！杨晨，此时他心里那个憋屈啊！作为一名剑修，拥有这世间最强的攻击力，然而在面对眼前这石头人，却毫无办法，劈又劈不动，术法又无用，牙扣还怪好。他一口本命飞剑身上全是牙齿印，无奈他只能选择逃跑，心想着这石头人要是追不上，应该就会放弃吧。可谁曾想，这石头人是个一根筋，仿佛刨了他全家祖坟差不多，明知追不上还要追，这一追就是半个月，连口气都不带喘的。此时沈墨也才注意到了御剑飞行的杨晨，姓名杨晨，性别雄性，年龄1500，体质武灵根，境界金丹后期，好感度负10。杨晨也朝沈墨看了过来，顿时眼前一亮，下一秒他调转剑身朝着沈墨飞了过来。察觉到不对劲，高飞立刻挺身而出，手中浮现出一柄金色灵枪，朝着高飞就是猛地刺去。呵，来得好！早就被石统天憋了一肚子火，杨晨一指点出，脚下灵剑瞬间飞出，亢龙有悔，破剑式，两股强横的力量撞击在一起，顷刻间爆发出恐怖的余波。高飞才初入金丹，根本不敌杨晨，仅是一击便如一颗炮弹般被轰飞出去。沈墨看着这一幕也暗暗心惊，还好是先让高飞突破了，要是当初狂妄自大带着筑基境的高飞前来，估计就刚才这一击高飞就已经死了。嘿嘿，让我抓到了吧。就在这时，石统天猥琐的声音响起，杨晨的笑容戛然而止，他扭过头发现石统天已经近在咫尺。住手，我认输！杨晨大喝，但石统天充耳不闻，他得到的命令是打残杨晨。认输，他字典里就没这个词。眼看石统天已经抓住脚踝，杨晨剑眉倒竖，瞬间就明白了其中缘由。既然要我死，那就都别活了。话落，他直接操控本命飞剑斩向自己的大腿。作为一名剑修，他无比傲气，可以输可以死，但是绝对不能被羞辱。沈墨见状赶忙喝止，统天回来吧，他来这的目的就是为了收服杨晨，这可是他未来的底牌，真要是残了，战力肯定大损，到头来损失的还是自己。听到这话，石统天虽有不甘，但还是晃了晃沉重的脑袋，放开了杨晨。算你小子运气好，要不是死鬼给你求情，我能把你屎都打出来。杨晨很是无语，是他确实奈何不了石统天，但要是在外面，他想逃，石统天连他尾灯都看不到，也就是被九幽楼限制了。此时高飞也飞了回来，一脸慎重地看向杨晨。杨晨耸了耸肩，将本命宝剑收回到体内，从天上落了下来。你就是九幽楼的新楼主吧？沈墨点点头，不可置否。古莲幽呢？他死了。沈墨如实回答。
听到这话，杨晨明显一愣，有些不可置信。真死了？不等沈墨回答，他喃喃自语道：也对，要是没死，我也不可能解除寒奴的身份。话落，他自嘲一笑。当年被古莲幽抓进来的时候，他还只是个少年。时过境迁，他现在已然是一副大叔模样了。作为一名剑修，被人奴役是他这辈子最大的耻辱。从被奴役那天起，他就发誓要亲手斩杀古莲幽，以正剑心。没想到强大如古莲幽，到头来居然比他先一步身死道消，他不免感到一阵唏嘘。与此同时，一股凌厉的剑气从他体内迸发而出。高飞见状，立刻拦到了沈墨面前，以防万一。不多时，整个第二层剑气纵横，但却并未伤害沈墨几人。隔了许久，所有剑气尽数回落到杨晨身上。他陡然睁开眼，金光闪烁。杨晨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蹉跎上千年，一朝顿悟，居然让我领悟了无上剑心。说吧，什么条件可以放我出去？杨晨双手负立，宛如一柄锋利的仙剑矗立在当场。沈墨微微一愣，这倒是把他整不会了。他原来的计划是想着打残杨晨，然后动用古灵生焰将其奴役，但现在看来貌似是不行了。杨晨性子太刚烈，再加上又有所突破，现在就算他们几人一起上，估计也奈何不了他，更别谈打残他了。既然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总得尝试一下，万一他有受虐倾向呢？想到此，沈墨笑道：我要你认我为主，可以吗？呵。杨晨嗤笑一声，眼中充满了不屑。你配吗？哦，告辞。装什么装？沈墨不乐意了，搞得像他才是九幽楼的主人一样。大不了等结丹后再来锤他。如今有高飞和石统天底牌够用，之所以来找杨晨，无非是想增加保险。既然他不识抬举，沈墨也不惯着。眼看沈墨几人就要离开，杨晨顿时慌了。谁知道这小子下次进来又是什么时间？半年？还是1年？要是再被关上1000年，纵使天赋再高又如何？到头来又有谁会记得他？等等，哦，改变主意了。沈墨回头笑道：我可以作为你的护道者，守护你100年，如何？杨晨一咬牙，沉声道：切！听到这话，沈墨满脸不屑：你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说着，他指向一旁的高飞，笑道：高飞，太初仙族少族长，天罡筑基，8品结丹，不照样认我为主？他又指向石统天，石统天混沌顽石，天地奇物，也自愿跟随我。而我无上筑基，即将9品结丹。话落，沈墨不再隐藏，9万丈灵海瞬间释放而出，磅礴的灵气威压整个九幽楼2层。杨晨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太初仙族他听说过，但也无惧。天地奇物他也了解，唯独让他感到震撼的是沈墨的9万丈灵海，放在他那个时代也是绝无仅有的，就连他自己也才堪堪达到8万丈。这种人也称气运之子，受天道保护。如此看来，有太初仙族的少族长和天地奇物追随，也不足为奇了。见威慑达到，沈墨收回灵力。杨晨眉头深深皱起，似乎在权衡利弊。沈墨也不急，就这么静静看着杨晨，等待他的答复。隔了很久，杨晨抬起头，目光坚定道：我有3个条件。有戏。沈墨将脸上的喜悦掩藏，沉声道：说。第一，我只是追随你，并不是你的奴隶。没问题。等打得过他的时候，是不是奴隶还不是自己说了算。沈墨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下来。第二，100年内你有3次向我出手的机会，击败我，我永远臣服。如果不能，100年后还我自由。听到这个条件，沈墨沉思起来。100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目前来看，跟杨晨的差距也就在境界上。自己有系统突破金丹后，大量吞服丹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突破到金丹圆满，最多2-3年，境界上的差距就能弥补。就算打不过，大不了突破元婴，高打低，打煞比，这总可以吧？沈墨不再犹豫，点头道：可以。说说你第3个条件吧。第3个。说到这，杨晨脸上露出一丝落寞，开口道：如果你真的击败我，可否有生之年带我回一趟苍天剑冢？不等沈墨开口，杨晨继续道：当年我8品结丹，自比天高，不顾父母劝阻，独自离开剑冢。然后呢？沈墨倒是喜欢听人八卦，追问道：然后就到了这。杨晨尴尬道：沈墨，合着你刚出剑冢就碰见古莲幽了？我还当你多牛逼呢。察觉到沈墨的表情，杨晨愤愤道：
那是他偷袭。那你的意思是古莲幽不偷袭，你能打过？沈墨揶揄道。不能。杨晨尴尬一笑。好吧，你3个条件我都答应，但为了防止你反悔，加点保险你不介意吧？说着，沈墨探出手，古灵生焰跃出指尖。看到这一幕，杨晨魂都快被吓没了。古灵生焰，他可太熟悉了，就是被这玩意给控制了上千年。此时他看向沈墨的眼中丝毫不复之前的轻视，而是满满的忌惮。看来你很熟悉，那这样也省去不少麻烦，你说是吧？沈墨笑道。不行。杨晨不由自主朝后退了几步。你要是动用古灵生焰，我宁可自爆。那之前的3个条件作废，我们下次再见。沈墨收回古灵生焰，转身就走。等等。杨晨焦急道。好不容易谈妥条件，他哪会轻易放弃？别的信心他没有，100年内不被沈墨击败这点信心还是有的。也就是说，只需要追随沈墨100年就可以重获自由。比起再被困在这暗无天日的九幽楼，就算再加100年，他也会同意。我愿意以剑心起誓，如若违背诺言，剑心崩碎，剑道并弃。听到这话，沈墨这才正视起来。剑修，他了解过，都是一群认死理的家伙，俗称一根筋。跟石统天有的一拼，以杨晨对剑道的执着，要是剑心崩碎，跟死了没什么区别。况且违背诺言会引来心魔，心魔不除，一辈子也就止步元阴境。想到此，沈墨第一次有了些动摇。之所以会提前来见杨晨，也是因为前几天月川的提醒，此次前往大夏会有危险。如果能将杨晨收服，那么大夏他可以横着走，就算出现元阴境，只要不是月川那种老登，杨晨都可以应付。见沈墨还在犹豫，杨晨心一横，猛地拍下自己的丹田，一颗闪烁着8彩光芒的金丹飞了出来。看到金丹出现，石统天嘴角都流出了实血。我可以将金丹放在你那，只要我违背诺言，你随时可以捏碎它。杨晨脸色苍白，有些虚弱道。见状，沈墨不再犹豫。好，我答应你。至于这金丹，哼，还是你自己留着吧。沈墨拿到手中把玩了下，扔了回去。他要的是杨晨的战力，又不是要他的金丹。失去金丹，战力肯定会大幅度下滑，这可不是沈墨想要看到的。多谢主，叫我沈墨就行，或者沈兄。见杨晨支支吾吾，沈墨摆了摆手，略显随意道。听到这话，杨晨脸上一喜。好的，沈兄，记住你说的话，要是不能做到，下次进来的可就不是我了。沈墨笑道。杨晨自然是明白他话里的意思，当即开口道。沈兄放心，君子一诺，驷马难追。沈墨离开九幽楼，将高飞留给了杨晨调教，相信下次再将他放出来，肯定已经稳固境界了，到时候实力又将提升一个档次。既然决定要前往夏国，他也要提升一下实力才行。功法倒是不缺，有当初古莲幽给的5行补天录，足够他修炼至元婴。能拿得出手的术法，也就当初外门大比时获得的赤焰9叠，现在达到筑基境，明显有些不够看了。想到此，沈墨决定去藏经楼看下。至于杨晨的剑法，沈墨没有一丝兴趣，他可不想变成剑人。宗主，沈墨去了藏经楼。纪灵川躬身行礼道。呵。月川摇头，露出一丝耐人寻味的笑容。青山宗的藏经楼能有什么好功法？把这本拿去给他。说着，他翻手间，一本古朴的书籍出现。看到这一幕，纪灵川瞪大了眼睛。少主，这可是……砰！话音刚落，月川一挥衣袖，一股强大的力量爆发，直接将纪灵川打入石壁。纪灵川从石壁中挣脱，脸色狂变。宗主，是我失言。他立刻跪倒在地，浑身瑟瑟发抖。再让我听见你胡乱开口，你就自裁吧。月川双眼微眯，恐怖的杀意瞬间席卷纪灵川全身。是。纪灵川将头深深埋下，眼中止不住的恐惧。下去。听到月川的呵斥，他赶忙爬起身，将桌上的书籍带走，直到纪灵川消失不见。月川嘴角微微勾起，喃喃自语道：沈墨，你可别让我失望，这本功法我可是垂涎已久了。少宗主，里面请。面前的长老沈墨认识，名叫庄成，金丹初期。可他嘴里的话，沈墨却没有听懂。少宗主。沈墨看了看四周，发现并没有其他人，他满脸不自信，指着自己，疑惑道：你说我？当然是您啊。庄成笑眯眯道：前2天宗主就宣布了这一任命，您还不知道？现在整个青山宗都传遍了。听到这话，沈墨一阵无语。他娘的，月川动作也太快了吧，这不是把他架在火上烤吗？宗主还说其他没？
庄成思索了片刻，摇摇头，认真道：“宗主就说了这，没有说其他事情。那还好。”沈墨松了口气，要是月川将他和钟灵儿即将完婚的消息说了，他以后的幸福日子可就没了。李婉柔暂且不提，还在闭关。江陵也好糊弄，毕竟他从未要求过名分。最难搞的就是夏思宁这个醋坛子，他现在只知道江陵，要是知道还有钟灵儿和李婉柔，那日子就没法过了。在没有互相熟悉前，他是不打算告诉夏思宁的。等到有机会让几女互相认识下，有了深厚友谊，到时候再摊牌，效果会更好点。想着想着，他便走进藏经楼。就在这时，庄成却将他拦下。怎么不让进？沈墨抬起头，满脸疑惑。少宗主，瞧您这话说的。庄成谄媚道：藏经楼一层都是最基础的功法，哪能入您法眼？最好的功法放在顶层。您是少宗主，自然是去顶层挑选功法。呵，听到这话，沈墨乐了。看来这少宗主身份也不是没有用。那好，带路吧。好了，少宗主您跟我来。在庄成的带领下，沈墨很快来到了顶层。下面几层全是一排排书架，到了顶层却截然相反。空旷的房间中，就一张案牍摆放在中间，案牍上只有一本泛黄的书籍。沈墨心生好奇，当即走了进去。庄成功进行了一礼后，悄然退至门口，静静等待。长生诀，看到这霸气的名字，沈墨都被惊到。这到底是什么功法？居然敢以长生自居？带着好奇心，沈墨翻开了书籍，第一页便赫然写道：非武灵根不可炼，非混元筑基不可炼，非八品金丹不可炼。死！沈墨的好奇心更重了，不愧是以长生命名，条件如此苛刻，简直就是为了绝世天才定制的一门功法。好在是，他就是那名绝世天才。随着沈墨继续翻阅，他也越来越震惊。严格来说，这不是一本术法，而是一门神通。编写这本术法的人简直是个奇才。要知道，金丹养灵，元婴炼神，意思就是金丹镜主要的攻击手段是靠温养的本命法宝，就如杨晨的本命宝剑。他的本命宝剑越强，他本身的实力也就越强到了元婴，才可以学习和施展神通。而这本术法居然是筑基就可以使用。沈墨越看越痴迷，看到最后突然戛然而止。他拿起书籍又翻了翻，满脸疑惑。只有半步，但仅仅片刻，他就释然了。要是完整，也不可能会出现在这了。虽然只有半步，但也够用了。沈墨立刻盘膝而坐，全身心投入其中。1天、2天，整整过去半个月，才堪堪入门。他有些明悟，为何第一页会写那段文字了。这本术法就是用灵力勾连身体中的108窍穴，使其瞬间爆发出超越本身的力量。说白了，就是使战力翻倍。按照描述，修炼到圆满，可以翻10倍。体内灵海不够，根本不能支撑。长生诀，杀光一切敌，独自长生的意思吗？真是有意思。沈墨笑了笑，将书籍收入怀中。他站起身，朝还在门口的庄成笑道：庄长老，过去多久了？15天。听到这话，沈墨顿时傻眼。卧槽，完犊子了！沈墨紧赶慢赶回到了竹林。果然，夏思宁在看到沈墨后，小嘴瞬间嘟起，侧过头轻哼一声：哟，这不是青山宗少宗主吗？来我这有何贵干？听到这话，沈墨尴尬挠了挠头。他哪会不明白夏思宁是在生气，毕竟1个月前还答应过他晚上回去。结果呢，先是观摩高飞突破金丹，又是在藏经楼学习功法。他深感愧疚，只好缓缓走上前，将双手搭在夏思宁的袖肩上。你听我说。哼！夏思宁扭动娇躯，又是重重娇嗔。见状，沈墨直接从背后抱住他，在其脸上狠狠嘬了一口。死鬼，这1个月去哪了？我去外门找过你，你并不在，是不是又去江陵那了？果然啊，原配是岁月酿的暖，情人是转瞬烟火。夏思宁面无表情，语气平淡道。还没等沈墨开口，他又道：不过也对，沈少宗主要保持痴情专一的人设，将来才好继承大统。我只是一。听到这话，沈墨知道他醋坛子又翻了，拦腰就将他抱起，走向一旁的竹屋。啊，你干什么？沈少宗主。夏思宁俏脸一红，抬手敲打沈墨的胸口，只是显得有些软绵绵，倒像在助兴刚进入房间，还没等沈墨有所动作，夏思宁主动吻了上来。沈墨将其抵在房门上，热烈回应。很快，夏思宁就沉沦了。唇分，他抬起头，眸中秋波流转，媚眼如丝。沈墨知道火候到了，也不再犹豫，伸手去解他衣带。
咚咚咚！就在这时，敲门声突然响起。姑姑，你在里面吗？我在。夏思宁轻声回答。沈墨一阵无语，这下卓瑜是装了定位器，每次他俩干这事，他都能准时出现。今天不是要前往大夏吗？沈师兄失踪了，要不咱们先去吧。夏卓瑜一脸担忧道。虽说少了沈墨这个巨大助力，但依旧不能改变他重返大夏的决心。我在呢。房门打开，沈墨一脸笑容，看到他出现，夏卓瑜顿时一喜，丝毫没注意到其身后慌乱整理衣服的夏思宁。夏思宁脑袋也是懵懵的，衣带都解开了。沈墨突然将房门打开，说他胆子大，但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是装的，真要在外人面前做那事，他还是很羞耻。虽然夏卓瑜也不是外人，整理的差不多，又仔细检查了下，夏思宁才缓缓跟着走出房门。他先是恶狠狠剜了沈墨一眼，这才看向夏卓瑜。既然如此，那走吧。1个月过去，一艘灵舟正在云层上高速行驶，夏卓瑜站在甲板上，打开灵舟的防护罩，任凭凛冽的寒风吹在身上。越靠近大夏境内，他就越是慌张。要是驱魂丹不管用该怎么办？难道真要杀害父皇？虽然父皇曾想要对他行不轨之事，但他知道那肯定不是他父皇的本意。想到这，往事一幕幕浮上心头。年幼时母后早逝，父皇一直将他带在身边，就连上朝都让他坐在龙椅上，俨然是想要将其培养成一代女帝。想什么呢？就在这时，沈墨走了过来。没。夏卓瑜回过神，悄悄抹掉眼角的泪珠，转身展颜一笑，没什么。姑姑呢？她睡了。察觉到夏卓瑜面色不对，沈墨赶紧开口解释，我和夏长老在互相探讨丹道，聊到尽兴时就一起共同炼制丹药，夏长老灵力消耗过多就睡着了。原来如此。夏卓瑜恍然大悟，我就说这2天姑姑的房间怎么一直响个不停，原来是在炼丹啊。沈墨，他赶紧转移话题道，咱们这是直接去皇宫？不。夏卓瑜摇了摇头，我们此行并不是要刺杀父皇，而是借助驱魂丹让其恢复，斩杀掉那夺舍之人。况且皇城布置有阵法，就凭咱们几人想要强闯很难。沈墨点点头，明白了其中道理。此行也就他们3人，外加一个强塞进来的常青藤，明面上最高境界也不过金丹后期，想要强行打破一个1级修真国的防御阵法，属实是有点异想天开。想到此，沈墨笑道，既然你敢回来，想必是有了对策吧？夏卓瑜点点头，没有丝毫犹豫，就将计划和盘托出。我和朝中的大将军李广一直有联系，他会负责接应，将我们带进皇宫。进了皇宫，再想办法让父皇吃下驱魂丹，到时候以父皇还有李将军的实力，定能将那夺舍之人诛杀。见沈墨面露怀疑，夏卓瑜赶忙解释道，沈兄不必多虑，李将军信得过，当初我被父皇还是李将军暗中出手将我救下，又带我和姑姑找到了岳宗主。原来如此。听到夏卓瑜的解释，沈墨脸上的疑虑消退不少，但心中还是有些感觉不对劲。就在这时，夏卓瑜眼睛突然亮起，到了。顺着他的视线，沈墨朝下方看去，一座小镇赫然出现在眼前。夏卓瑜笑道，这是我和李将军约定的地方，咱们先下去，李将军会派人前来接应。收回灵舟，4人出现在小镇街道上，见到几人，镇上的居民立刻就迎了上来。几位大人看起来有些面生，不是本地人吧？沈墨点点头，算是回应。那太好了，几位一定要好好游玩，咱们朝阳镇可是有很多景点，几位要不要先去我家坐坐？众居民七嘴八舌，显得十分热情。沈墨警惕审视众人，冷脸摆手拒绝。夏卓瑜见状，扑哧一笑，沈兄不必介意，朝阳镇是这样，在李将军的管辖下，也算一方乐土，这里的人们都是热心肠，没有恶意。就在这时，一声厉喝响起，都散开，成何体统？众人见到来人，不自觉缩了缩脖子，一哄而散。沈墨转过头，只见一名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我是朝阳镇的镇长邹四海，诸位先长可否赏脸到府上一坐？看着夏卓瑜所在的灵舟落入朝阳镇中，2道道身影浮现在天空中，其中一人赫然正是灵虚子。此时他早已从真龙朝的挫败中走出，整个人气宇轩昂，锋芒毕露。道灵，开始吧，他轻声念道，眼中爆发出金芒。为了这一天，他等得太久了。是，老祖。齐道灵也是满眼兴奋，只要老祖大事已成，道玄宗必将君临整个滇州，开创出如隔壁上眼宗那样的盛世。而他作为肱骨之臣，
必将载入史册，名留青史。临走，齐道陵猛然想起一件事，转头严肃道：“老祖，沈墨也来了，我担心岳川会不会？”“无妨。”林虚子摆了摆手，霸气道：“来了就来了，正好我亲手将他斩了，夺回通天塔。至于岳川，交给吴江就行。同为元婴后期，他不会是吴江对手。”听到这话，齐道陵顿时放心下来。万吴江到玄宗如今的宗主，元婴境后期的大修士，既然宗主也来了，这件事必然能成。下着于久居山林，再加上镇长邹四海的热情，只能无奈同意。一行人在邹四海的带领下，很快就来到了一处宅邸。沈墨双眼微眯，总觉得事情不是这么简单。按照夏思宁之前的说法，夏渊应该变得很残暴才对。可一路走来，百姓安居乐业，热情好客，这哪像是一个被邪修统治的修真国？至少这里是看不出来。众人刚走进会客厅，邹四海驱散下人后，立刻转身朝着夏卓瑜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诉道：“老天有眼，公主，你终于回来了。”夏卓瑜满脸错愕，一时没反应过来。你认识我？邹四海抬起头，眼泪顺着那肥嘟嘟的脸颊流下，他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小的曾经去过皇朝，偶然见过公主一面，虽说已经过去了10几年，但您的音容相貌未曾改变。见他哭得如此伤心，夏卓瑜赶忙伸手将其扶起。邹四海顺势站起身，用袖子抹掉脸上的泪痕后，挤出一丝笑容道：“诸位见笑了，大夏公主光临寒舍，我有些激动。”说着，他转身亲自到前面引路。一路舟车劳顿，诸位都饿了吧？咱们先用膳，边吃边说。一听有吃的，沈墨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不多时，一盘盘美食被端上来，沈墨眼睛都绿了。这才是生活吗？自从他觉醒意识以来，就没吃过饭，早就想偷摸下山吃顿好的了。青山宗更是连食堂都没有。作为一个穿越者，深知民以食为天的道理，还不等邹四海开口，沈墨就风卷残云炫了起来。至于夏思宁三人，他们早就辟谷多年，只是静静看着。邹四海见状，赶忙拿起酒瓶，先是给自己斟满一杯喝下，这才逐一将夏卓于几人面前的酒杯倒满。四海今天能见到公主，实乃三生有幸。说罢，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就冲他倒酒前，自己先喝一杯这动作。夏卓于也不好再端着，要是产生了误会，可就不好了。于是他举起酒杯，一口喝下。反倒是沈墨根本没那么矜持，一手啃着鸡腿，一手拎着酒壶，好不惬意。酒过3巡，邹四海一改之前的卑微，目光紧紧盯着夏卓于。不知公主这次回来是探亲？夏卓于神色一僵，掩饰道：“是呀，太久没回家了。他父皇被夺舍这件事，很少有人知道，更不可能让别人知道。一旦暴露出来，天下必将大乱。所以他只能撒谎。只要这次计划成功，相信要不了多久，大夏还会是那个大夏。”听到这话，邹四海脸色一沉，眼中闪过一丝失望。公主就没发现夏皇有问题吗？问题？什么问题？夏卓于含糊其辞道。得到这样的回答，邹四海脸色铁青，他站起身，抬手就将整个桌子掀翻。众人还没回过神，大厅中突然涌现出一群手持刀剑的人。沈墨抬眼看去，这些人赫然就是之前的居民。邹镇长，这是何意？夏卓于也算是见过一些风浪，面色平静道：“何意？”邹四海面露凶光，咬牙切齿道：“你们姓夏的果然没个好东西。我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不珍惜，如今落在我手中，真是老天开眼。我要将你的人头送给夏渊那个王八蛋，以告大夏死去的英灵。”沈墨眯起眼睛，一股杀意释放出来：“邹镇长，你怕是忘了，我们是修仙者，凡俗的刀剑可对我们没用。沈兄，别冲动，其中肯定有误会。”夏卓于见状，立刻挺身而出，拦在两人中间。他只是想将真相瞒住，等到大局已定，父皇重振朝纲，再来安抚这些人。没想到会造成这样的局面。你不说我都忘了，大夏公主如今是修仙者，哪会在意我们这些凡俗的死活？邹四海冷笑，指着地上的酒瓶道：“你以为我做事之前没考虑过吗？”听闻此言，夏卓于顿时面色难看起来，他难以置信道：“你为何要这样做？为何？”邹四海咬牙切齿，指着身后的居民：“你看看，这都是你们姓夏的人干的好事。”沈墨抬眼望去，顿时恍然大悟。按理说，摆下鸿门宴，至少也要埋伏好精兵强将吧，而这些人居然全是老弱病残。这10年来，你们姓夏的无端索取，先是婴孩，再是少年，然后壮年，最后连妇孺都不放过。
我家曾经可是一家10口，现如今就剩我一人。说到这，邹四海咆哮道：你说为何？我本以为你学成过来是回来终结这乱世，没想到你居然和夏渊是一伙的。邹大人，何必再跟他解释？杀了他，我要为我儿子儿媳报仇。杀了他，杀了他！一时间喊杀声震天。夏卓瑜呆呆愣在原地，邹四海的话如同一根根细针扎进心中，他竟无言以对。没想到大夏已经如此腐朽了吗？众人正欲动手，突然一根灵剑飞出，瞬间将一名居民钉入墙上。大胆刁民，竟敢惊扰公主殿下！话音落下，一大群身披甲胄的士兵鱼贯而入，将所有人包围在里面。沈墨抬眼看去，好家伙，这些士兵居然全是清一色的炼气期，其中还有好几个大圆满。难怪夏渊作为一级修真国的皇帝，只有金丹圆满，却没有任何宗门敢上门打主意。李广穿过人群，快步走到夏卓瑜面前，单膝跪地：属下救驾来迟，还请公主殿下责罚。李叔叔，快起来吧，我没事。夏卓瑜赶忙伸手将其扶起，接着他又看向邹四海，沉声道：把人放了吧。邹镇长事出有因，并不是真的想要伤我。呸！谁知邹四海非但不领情，反而露出厌恶的表情。少在这假惺惺！听到这话，李广直接拔出腰间佩剑，转身就朝邹四海斩去。邹四海看到这一幕，眉头都没皱一下，反倒是脸上升起一丝解脱之意。夏卓瑜见状，立刻出手将李广拦下。李叔叔，他们都是受害者，不要再造杀孽了。话落，他转身看向邹四海，一脸严肃道：邹镇长，我知道你已经对大夏失去了信心，实不相瞒，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给你们一个交代，但其中牵扯非常复杂，恕我不能将计划告知。邹四海闻言，脸上浮现出浓浓的不屑，他嗤笑一声：交代？一句话就想换回我全家的性命，还是能换回全天下因夏渊那王八蛋死去之人的性命？还计划？你是修仙修傻了吧？现在无非一条路，杀了夏渊，取而代之。你敢吗？面对邹四海的质问，夏卓瑜迟疑了。杀父皇，他从未想过，不然也不会耗费心血炼制驱魂丹。他相信，只要将那夺舍之人赶走，以父皇的雄韬伟略，肯定能重振大夏。呵呵呵，看见夏卓瑜的表情，邹四海明白了，他摇头苦笑，老泪纵横。夏国已经没救了，你又是这般天真，就算真的取而代之，也不过是又一昏庸无能之辈。话落，邹四海突然挣脱士兵束缚，大胆！李广见状大怒，抬剑就要砍下，然而不等他动手，邹四海拔起旁边士兵的长剑就抹了脖子，鲜血如注，瞬间喷洒而出，溅了夏卓瑜一脸。就在他愣神之际，四周的居民见镇长死去，脸上没有丝毫波澜，反倒是羡慕，他们纷纷朝最近的士兵冲去。一时间剑光交错，鲜血洒满整个大厅。看着一排排尸体倒下，夏卓瑜不由自主后退几步，跌坐在凳子上。此刻他脸色一片惨白，根本不理解他们的做法。沈墨双手怀揣胸前，冷眼将一切看在眼里，并未阻止。想死之人，就算拦下又如何？拦得了一时，拦得了一世吗？邹四海说的对，犯下如此滔天罪孽，只有一死，或许才能平息怒火。想要挽救大夏，夏渊必死。显然夏卓瑜并未意识到这点。夏思宁走上前，将手轻轻放在他的袖肩上，轻声安慰：卓瑜没事了。然而夏卓瑜眼神空洞，仿佛没听见。直到上了马车，他还是失魂落魄。不知过了多久，马车驶进了皇城，众人在李广的带领下住进了将军府，商议明日一早众人乔装进宫，展开计划。是夜，夏卓瑜站在屋顶，眺望着远处灯火通明的皇宫，眼神复杂。想好了吗？沈墨的声音传来，他转过头，挤出一丝笑容。想好什么？当然是杀了你父皇。沈墨露出微笑，一脸轻松道：如果你不方便，我可以代劳。听到这话，夏卓瑜脸色一僵，很明显他并没有此打算。沈兄别开玩笑了，我是认真的。沈墨严肃道：如果夏渊不死，你根本无法拯救大夏。沈兄别再说了。夏卓瑜脸色顿时冷了下来，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沈墨耸了耸肩，不再言语。他来这只是为了保护夏思宁，至于夏卓瑜，爱咋咋地吧。突然夏卓瑜一改往日坚强的性格，扑进了沈墨怀中。他还没反应过来，刚要开口询问，发现自己的胸膛湿了。见状，沈墨只能无奈伸出手，轻轻抚摸他的后背。我知道，我都知道，可我下不了手，那是我父皇。夏卓瑜啜泣道。沈墨不语，
就这样抱着他。身为大夏皇族，我有义务拯救大夏子民，难道真只有死才能洗涮他们的愤怒吗？父皇也是受害者，他做错什么了？夏卓瑜失声痛哭，完全没了主见。别多想了，一切答案尽在明天揭晓。沈墨轻轻拍打他后背，看向不远处的皇城，眼睛微微眯起。如果真是夺舍，他恢复清明后自然会做出正确选择。两人就这么相拥在一起。隔了许久，夏卓瑜才从沈墨怀中挣脱。沈兄，谢谢你听我倾诉。话落，不等沈墨有所回答，他轻飘飘跃下房顶。他静静看着夏卓瑜离去的背影，若有所思。软不软？还行。沈墨微微一愣，转头发现夏思宁不知何时竟出现在了旁边。不是，思宁，你听我解释。好了，我都看见了。夏思宁白了沈墨一眼。卓瑜是个苦命孩子，年纪轻轻就背负了这么大责任。如果夏渊恢复理智后不思悔改，我会杀了他。听到这话，沈墨瞪大了双眼，他简直不敢相信，平时柔柔弱弱的夏思宁会说出这番话。而且杀的还不是别人，是他的亲哥，看我干什么？夏思宁撇撇嘴，坏人总要有人来当不是？沈墨捧起他的脸蛋，猛地嘬了一口，媳妇威武。呸！谁是你媳妇？夏思宁俏脸一红，明明江陵才是。两个都是，两个都是。沈墨哈哈一笑，趁机将他嘴堵上，不给他反驳的机会。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皇宫的大殿中已经站满了身穿各色朝服的官员。一名身穿黑色龙袍的中年人缓缓走上了龙椅。吾皇万岁！有事启奏，无事散朝吧。夏渊懒散靠在龙椅上，一双摄人心魄的眼眸扫了一眼在场众人，平淡道。众人左右互相对视一眼，都没有说话。见到这一幕，夏渊挥了挥手，旁边的太监立刻站了出来。退，且慢。就在这时，一道雄厚的声音从大殿外传出。李广迈着龙行虎步走了进来，他身边还跟着4名头戴面具、身穿黑袍之人。大殿中近100人，其中光金丹镜就占了一半。沈墨看见这一幕，不免感到心惊。金丹镜的人数比青山宗还要多，难怪岳川叫他见势不对就跑。夏渊正襟危坐起来，疑惑道：“李将军这是何意？”李广单膝跪地，双手抱拳道：“启禀吾皇，这几位来自仙门，听闻吾皇卡在金丹圆满多年，特意送来了一枚聚魂丹，服用此丹药可以帮助自身灵魂快速增长。”听闻此言，夏渊眉头微皱，双眼眯起，审视着几人。沈墨见状，立刻上前一步，翻手间一个精美的盒子出现，在众目睽睽下，一枚漆黑的丹药从盒子中飞出。丹药圆润通透，散发着令人着迷的气息，一看就并非凡物。久仰夏皇大名，这是我北冥宗的一点心意，希望日后能与大夏交好，达成合作。沈墨微微躬身，显得十分尊敬。这个时候也就只能他站出来了。夏卓瑜和夏思宁声音太明显，搞不好夏渊一下就能听出来。北冥宗。夏渊眉头一拧，这个宗门他并未听过，但来者是客，更何况对方送上了如此大礼，他只能伸出手接过丹药。确实是好丹，上面居然一点杂质都没有。以夏渊的眼界，一眼就看出了丹药的品质，连连夸赞道。此时夏卓瑜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距离计划完成就只差父皇服药了。沈墨当然知道他的心情，随即又朝着夏渊一拜。夏皇有所不知，此丹药清晨服用最佳，可以借助朝阳，快速让灵魂变得强大。哦，还有这说法。夏渊哈哈一笑，没有多想，一口将丹药服下。见到这一幕，夏卓瑜激动得浑身颤抖。终于要结束了吗？他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那个雄韬伟略、体恤国民的父皇终于要回来了。夏思宁同样很兴奋，毕竟是他亲大哥。虽一直不问世事，但血浓于水，他也不希望走到最后一步。反观沈墨就没那么兴奋，他心中隐隐有些不安。刚刚夏渊在吞服丹药之时，眼中明显出现了一丝嘲讽和戏谑，虽然很短暂，但沈墨坚信自己没有看错。难道夏皇并没有被夺舍？如果真是那样，事情可就难办了。丹药入体，一缕缕黑气从夏渊五官冒出。呵，他张开嘴巴，又是一股浓郁的黑气涌出。百官见到这一幕都紧张万分，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沈墨身上。大胆邪修，你给吾皇吃的什么丹药？来人，将这几人抓起来！敢伤吾皇，管你什么宗门，都要付出代价。话落，一对对穿着精良的甲士鱼贯而入。沈墨眼皮轻抬，居然全是炼气圆满，还隐隐3、5成群，结成了战阵。放肆！就在这时，夏渊身上的黑气消散，
怒喝道：“这几位可是大夏的贵客，你们想干什么？”父皇听到夏渊开口，夏卓瑜以为成功，再也忍不住了。随着他将面具扯下，百官先是一愣，随后一个个跪倒在地，参见公主。卓瑜，你终于回来了，国师果然料事如神。夏渊眼中闪过金芒，兴奋道：“父皇，我……”夏卓瑜眼泪簌簌而下，心中道不尽的委屈，想要找夏渊倾诉。他迈步向前，就在这时，沈墨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夏卓瑜回过头，满脸疑惑。沈墨英沉着脸，没有开口，只是目光死死地盯着夏渊。当年大夏遇到天罚，需要你体内的气运，而你身为一朝公主，却弃整个大夏而不顾。好在是国师及时出手，不然哪还有现在的大夏？夏渊站起身，将夏卓瑜的罪行和盘托出。如今你回来，是后悔了，做好献出气运的准备了。父皇，你……听到这话，夏卓瑜一时间愣在原地。不是已经吃了驱魂丹吗？怎么会这样？紧接着他脸色大变，一个毛骨悚然的想法跃上心间。父皇不是被夺舍，这就是他的真面目。不可能！夏卓瑜双目失去焦距，双手捂头，失声尖叫：“哈哈！恭喜吾皇，成就万古霸业，就在今朝！”一名身穿白色道袍之人缓缓从偏殿走出，朗声笑道：“看见来人，沈墨的心瞬间沉到谷底。此人正是齐道陵，道玄宗的长老。既然他出现在这，想必灵虚子肯定也来了。这一切原来都是道玄宗的圈套，只是为何要大费周章布下这圈套？沈墨一时间想不明白。如果真要杀下卓瑜，当初在真龙朝，他完全可以直接动手，何须等到现在？沈墨，好久不见。齐道陵将目光落在沈墨身上，笑道：“哼，齐长老啰嗦什么？动手吧。”沈墨嗤笑一声。阴谋诡计在绝对实力面前，终究只是小道。只要将齐道陵奴役，一切答案尽皆揭晓。他不禁感到庆幸，还好是将杨晨给收服了，要不然面对如此阵仗，他也只能将二女收回九幽楼逃命。不，你自然有人收拾，我不会对你动手。齐道陵耸了耸肩，露出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接着他冷眼看向百官，还不动手？刷刷刷！听到命令，所有人都拿出了自己的法宝。李广也抽出腰间佩剑，严阵以待。一时间，恐怖的威压弥漫全场。就在这时，夏思宁突然窜出，他浑身燃烧起青色火焰，一柄灵剑在手，直接刺向夏渊。我的好妹妹，10年未见，你就是这样面对你大哥？话音落下，9条金龙从夏渊体内涌出，瞬间就将夏思宁的攻击撕碎。沈墨不再迟疑，直冲齐道陵。擒贼先擒王，在他看来，夏渊不过是齐道陵的棋子，只要将齐道陵解决，一切都将平息。齐道陵眉头轻皱，不敢大意。他听老祖说过，沈墨也是无上筑基，还有寒奴这个底牌。来得好！齐道陵大喝一声，直接祭出道玄殿，砸向沈墨。老狐狸！沈墨瞬间就明悟过来，肯定是灵虚子那老登将自己的底牌透露了，不想让自己近身。可他忘了自己还有古灵生焰。沈墨摊开手掌，白色焰火跃出指甲，顷刻间就将道玄殿包裹。齐道陵脸色大变，他感应到正在失去对道玄殿的掌控。数字安感，还没等他冲上前，一道枪芒贯穿天地而来，恐怖的枪意吓得齐道陵不敢正面迎敌，飞身向上逃去。与此同时，夏渊击退夏思宁后，五指成爪，朝着夏卓瑜抓去。而夏卓瑜还沉浸在悲伤中，并未回过神，眼看就要被夏渊抓走。沈墨大骂一声，无奈放弃道玄殿，操控古灵生焰朝夏渊扑去。既然控制不了执旗人，那把棋子控制了，也是一样的破局之法。夏渊感受到袭来的寒意，顿时放弃夏卓瑜，转身一掌拍下，9条金龙瞬间迸发而出，跟古灵生焰缠斗到一起。沈墨面色微变，古灵生焰居然无法侵蚀这金龙。是了，这金龙乃是整个大夏国运所凝结，要是能被轻易毁掉，那太儿戏了。沈墨转念一想，便明白了其中缘由。相比于沈墨，夏渊脸上则是浓浓的忌惮，他无往不利的攻击手段居然失效了。要知道，就连国师也扛不住他一击。眼前的男子才多大，还愣着干什么？诛杀叛贼！夏渊冷哼一声，百官这才醒悟过来，朝着沈墨发起进攻。霎时间，五颜六色的光芒袭来，沈墨吓了一跳。他现在还是筑基境，可抵挡不住这么多金丹境的攻击。统天，交给你了。没有任何犹豫，他直接将10统天放了出来。
五颜六色的光芒落在石筒天体表，犹如一颗颗小石子扔进了大海，没有泛起丝毫光芒。石筒天打了个哈欠，挠挠头，死鬼，你干嘛打扰我睡觉？起床吃早饭了。听到这话，石筒天顿时眼冒金星，早饭？早饭在哪？先把这些人解决了，我去给你做。沈墨指着大殿中的官员说道。话落，他再次扑向夏渊。就在沈墨靠近之时，杨晨突然出现在其身边，恐怖的剑气瞬间将整个大殿笼罩。原本还很自信的夏渊顿时傻了眼，怎么又来一个？而且在他的感应中，杨晨如同仙剑凌晨，光是看上一眼都心生胆寒，更别提单独面对了。隐藏实力，这不是沈墨的风格，他要的就是降维打击，能直接秒杀最好，干嘛要被揍得半死不活？双方底牌进出，最后才亮出底牌，他直接就是梭哈生擒他。杨晨扫了一眼夏渊，有些兴致缺缺，本以为是遇到什么强敌了，结果就这。要不是沈墨及时出言，此刻夏渊已经头体分离了。杨晨身形一闪，直接出现在夏渊身旁，他的9道金龙自动护主从身体中涌出，结果瞬间就被杨晨的剑气给震了回去。噗！本源受损，他直接喷出一口淤血，整个人变得萎靡不振。沈墨从空中落下，抬手间古灵生焰窜动，夏渊脸色苍白，绝望至极。千秋霸业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他始终没想明白，这么厉害的强者怎么会出现在这。沈墨懒得和他废话，只要将其奴役，就算不能知晓一切答案，也能推算得七七八八。就在这时，一声叹息响彻全场，百官听到这个声音直接晕死过去，就连沈墨都为之一震。识海中九幽楼疯狂颤抖，抵挡住这恐怖的攻击。杨晨一脸凝重，难得严肃起来。反观夏思宁和夏卓瑜，在这声攻击下居然没有任何损失，好像这道攻击是在刻意避开二女。2道身影出现在大殿门口，其中一道沈墨认识，赫然正是灵虚子。老祖，你还是算漏了一茬。万无疆轻声道。灵虚子无奈苦笑，同为无上筑基，有这样的底牌也合乎情理。话落，他脸上又浮现出一丝庆幸，好在是算漏了，要是单独和他对上，我必死无疑。万无疆点点头，抬起手。沈墨都没看清是怎么回事，夏卓瑜就被抓了过去。暗中那位，出来吧，躲躲藏藏有意思吗？万无疆一手掐住夏卓瑜的脖子，一边看向大殿，冷哼道：不愧是万宗主，果然瞒不过您。纪灵川缓缓从天而降，笑道，他手中也拎着个人，正是逃出去的齐道灵。沈墨顿时瞪大了双眼，纪灵川居然也来了，似乎事情并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反观杨晨，脸上虽然有些凝重，但对于纪灵川的出现，他并不感到意外。他是金丹圆满，而纪灵川不过金丹后期，早在他出现的时候就发现了对方的存在。宗主，老祖对不起。齐道灵低下头，有些羞愧，不敢直视万无疆和灵虚子。呵，似乎变得有意思起来了。沈墨笑道，趁几人被他话语分神，他直接将夏思宁给收入了九幽楼。面对万无疆神鬼莫测的手段，他可不敢拿自己女人的性命做赌注，到底是个小屁孩。看到这一幕，万无疆不禁摇头苦笑，你才是小屁孩，你全家都是。沈墨心中暗骂，但想想也对，他才32，而对面的万无疆和灵虚子都是1000岁的老王八，跟他们比起来，自己似乎确实是个小屁孩。把夏卓瑜还回来，我放了齐道灵，怎么样？沈墨提议道。万无疆摇摇头，不怎么样。把夏渊给我，看在月川的份上，我放你们离开，你就不怕我杀了齐道灵？沈墨眉头一皱，沈笑道。面对威胁，灵虚子笑了，你杀吧。沈墨抬起手，一掌拍在了齐道灵脑门上，砰一声闷响。齐道灵到死都不敢相信，沈墨居然真的敢下手。他之所以被纪灵川挟持，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有万无疆和灵虚子在。在面对纪灵川的强大攻势，他只是象征性反抗了下，要是知道是这个结局，他肯定会拼命。沈墨收回手，面色平淡，似乎做了一件稀疏平常的事。真当他不敢吗？先前万无疆的神识袭来，特意避开了夏思宁和夏卓瑜，他就敏锐察觉二女肯定是还有大用，所以他才敢有恃无恐。万无疆眉头轻挑，捏紧了夏卓瑜脖子。夏卓瑜脸色涨红，就快喘不过气来，而沈墨就这么静静看着，丝毫没有要出手营救的打算。他在赌万无疆不敢真杀。良久，万无疆松开了夏卓瑜，拍拍手，笑道：好小子，真是狠辣，怪不得能无上筑基，倒是小看了你。
沈墨耸了耸肩，将手搭在了夏渊头上。如果我猜得不错，夏渊应该是你们计划重要的一环吧？想要用夏渊来换下卓鱼？万无疆轻笑一声，他做出一个请的手势，动手吧。听到这话，沈墨眉头皱起，难道猜错了？别听他的。就在这时，纪灵川从之前的震惊中回过神，喝道：夏渊身负大夏国运，你身上没有半点国运之力，擅自击杀，恐生天劫降临。他接到的命令是保护沈墨安全离开，要是真的引动天劫，他没有半点把握。回到青山宗，迎接他的只会是死路一条。哦，经过纪灵川这一提醒，他好像有些明白了，为何道玄宗会如此大费周章，就连宗主万无疆都出面，原来是在给灵虚子铺路。难怪先前几次探查，灵虚子都没有任何动作，结果是目标在这，引动天劫，让灵虚子九品结丹。那他们为何不直接击杀夏渊呢？沈墨疑惑道。纪灵川想了想，沉声道：这种天劫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天劫，凡是能建立起修真国度的国家，都是得到了天道认可，内部争斗，天道不会多管。但要是有外人击杀国主，便会被视为挑衅天道，降下的天劫更会株连九族。就好比如果万无疆出手击杀夏渊，那么整个道玄宗都会应劫，没人能逃脱。那他们控制夏渊，不会被株连。沈墨又疑惑了，呵呵，我们可没控制他。见纪灵川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大差不差地讲出来，灵虚子轻笑一声，我们只是通过一些特殊手段，无限放大了他的欲望而已。此话一出，最难过的莫过于夏卓瑜，他的期待一下变成了泡影。原来父皇从始至终都没被夺舍，想到这10年来无数死去的怨魂，还有昨天朝阳镇的所有居民在他面前死去，这一刻他眼神黯淡，心如死灰。那不对啊，没人杀夏渊，那怎么引动天劫？还有夏卓瑜又是怎么回事？沈墨更加好奇了，应该是那个女子也身负国运。一旁的杨晨突然开口，一语道破了事情的本质：盛极必衰，然后又重获新生。世间万物都在天道的掌控下，夏渊恶事做尽，大夏气运已经降到了冰点，毁灭一个大夏，就会有一个新的大夏建立，这是天道的规则。而那个女子身上就藏有天道赐予的新大夏火种，我想只要夏渊将其击杀，打破规则，就会降下天劫。啪啪啪，灵虚子鼓掌，脸色却阴沉无比。这位道友知道这么多，想必不是寂寂无名之辈，为何我却不认识呢？他好歹在滇州活了上千年，其他附近的几州也曾游历过，脑海中却始终没有关于杨晨的信息。知道这么多隐秘，自身实力又强，不可能是最近才崛起之人。面对灵虚子的吹捧，杨晨眼皮都懒得抬，他的目光一直落在万无疆身上。要说谁能与他一战，也就万无疆够资格。他能清楚地感受到万无疆身上散发出的元婴气息，虽然他只是金丹圆满，但那又如何？即使来的是一名化神境，他照样会出剑。这就是剑修。原来如此，沈墨喃喃自语，他总算是弄明白了。当初在真龙朝，他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夏卓瑜当时也只有炼气圆满，居然能从他眼皮子底下逃走，没被古灵生焰奴役。原来这一切冥冥中有天道在干涉。话都已经挑明了，不如好好谈谈。事已至此，灵虚子只能沈然一笑，无奈道：哦。沈墨嘴角微微勾起，笑道：乖儿子，你打算怎么谈？此话一出，灵虚子面色涨红。之前在真龙朝中，沈墨骗他喊了那么多声爸爸，出来后得知了沈墨真实身份，他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现如今沈墨又拿这件事来调侃，要不是不想动用最后的底牌，他真想不顾一切现在就杀了沈墨。想到此，灵虚子脸上重新恢复平静，冷声道：你我都是无上筑基，想必如今也一样，都卡在了9品金丹的天劫上，不如打个商量，让夏渊杀了夏卓瑜，你我一同渡劫可好？听到这话，纪灵川瞪大了双眼。无上筑基9品金丹，他一度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他知道沈墨强，没想到这么强，难怪主上会如此重视沈墨，原来早就知道了。要真是这样，那就更不能让沈墨死了。想到此，纪灵川变得兴奋起来。隔得太近，沈墨敏锐地察觉到了纪灵川的异样，但此时并未多想，而是笑了。看见这笑容，灵虚子心中大定，毕竟没人能拒绝9品金丹的诱惑，只要天劫降临，他有10分的信心度过。至于沈墨，有万无疆在，他根本渡不了劫。夏卓瑜脸色惨白，本就深受打击，如今又看到沈墨出卖自己，这一刻
他反倒想让父皇早点将自己击杀，已经不想苟延残喘了。九品金丹啊，真是让人垂涎。思考许久的沈墨终于开了口，但这样的九品金丹我不要。话落，他一掌朝着夏渊的脑袋拍下，大殿中回荡起一声闷响，夏渊整个人如泄了气的皮球，缓缓跌落在地，失去生机。沈墨动作太快，几乎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夏卓瑜更是傻在原地。他的父皇居然真死了！一股莫名的情绪涌上心头，万无疆和灵虚子先是一愣，紧接着就是狂喜，还是太年轻了。击杀国主，这种违背天道的事情，就连他俩也不敢轻易尝试。沈墨区区一个筑基境，就算是无上筑基，受天道赐福又如何？只会连累整个青山宗都会跟着应劫。沈墨，这次我倒是欠你一个人情。灵虚子猖狂大笑，他已经做好了在沈墨的天劫中蹭劫的打算。听到这话，沈墨嘴角微微勾起，露出嘲讽的笑容。灵虚子面色一变，不对，外面的天空没有丝毫反应，怎么可能？他一下子懵了。动手！沈墨大喝一声，直接冲向灵虚子。果然如他所料，他体内有夏思宁转移的国运，理论上来说，击杀夏渊被天道算作了内乱，并不违规。听到沈墨的命令，一旁的石统天早就按捺不住，举起沙包大的拳头就朝万无疆砸去。万无疆双眼微眯，眼神中很是不屑。在他的感应中，石统天不过金丹圆满，金丹妄想逆伐元婴，痴人说梦。他瞥了一眼石统天，魂力爆发，一股强横的神识迸发而出，直冲他的识海而去。然而下一秒，万无疆就傻眼了，石统天没有灵魂，这怎么可能？就在他愣神之际，石统天的拳头已经近在咫尺，万无疆只好避其锋芒，向后退去。可身后却传来了一股令人心悸的剑气，不用想，杨晨也出手了，他只好朝天上逃窜。滚开！面对从天袭来的纪灵川，万无疆彻底怒了。石统天和杨晨难缠，他一时半会奈何不了，但纪灵川是什么东西，也敢来拦他？万无疆一巴掌挥出，直接将纪灵川扇出老远。高手过招，往往就在一瞬间就能决定胜负。杨晨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空隙，体内本命宝剑激射而出，蕴含着他领悟的剑心，一剑刺向万无疆。万无疆脸色一变，感受到了这一剑中藏着的惊人能量。要是正面被刺中，就算不死也要脱成皮。他不敢再有所保留，直接祭出一道阴阳阵图进行抵挡。就在这时，石统天的攻击也紧随而至，两害取其轻。迫不得已，万无疆决定硬抗这一击。砰！一声闷响，万无疆直接被击飞出去，一人一弹的势不饶人，一同追了出去。他俩配合默契，仿佛是经历过很长时间的配合般，竟将万无疆压制的只能被动防守。看到这一幕，灵虚子有些傻眼。万无疆的实力他最清楚，放眼整个滇州，除了一两个隐藏的老家伙能与之比肩，其他人只能望其项背，不然也不可能成为道玄宗的宗主，统御道玄宗，压制其余四宗近100年。可现在居然只能被动防御，说出去谁信啊？乖儿子，你在想啥呢？听到沈墨近在咫尺的声音，灵虚子脸色一变，倒是把这位主儿给忘了。他猛地回身迎击。沈墨，真龙朝一别，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少进步。灵虚子踌躇满志，当初失败，其中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沈墨已经是无上筑基，而他只是混元筑基。今时不同往日，他也是无上筑基，同一境界，他有自信不弱于任何人，更何况他还有着近千年的修行底蕴。两掌对碰，掀起一股灵力风暴，席卷全场。躺在地上的众官员瞬间被掀飞出去，整个大殿轰然倒塌。沈墨眼神微眯，倒是小瞧了这老登，果然已经无上筑基了吗？灵虚子也是满脸惊骇，沈墨所展现出的力量比当初在真龙朝要强上太多。这才过去多久？灵虚子，你确实够强，来，再接我一掌试试。沈墨豪情万丈，大喝一声，哈哈哈，来吧。灵虚子升起滔天战意，已经很久没这样尽情出手了。接好了。沈墨嘴角微微勾起，一掌拍出。突然他猛地发动长生诀，灵力瞬间爆发，作用在九幽塔上。九幽塔如一颗璀璨流星激射而出，灵虚子甚至都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整条右臂直接被九幽塔碾碎。啊，卑鄙！灵虚子面色狂变，朝天空急速逃去。本来是势均力敌，如今少了一条手臂，战力大打折扣。万无疆又被牵制，
再和沈墨斗下去，搞不好真会死。沈墨好不容易带到他落单的机会，怎么可能轻易放过？没有任何犹豫，他紧随其后追了上去。老祖！万无疆发现了这一幕，灵力爆发，瞬间将一人一弹弹开，想要去支援灵虚子，可这一人一弹如同狗皮膏药，又瞬间粘了上来。万无疆心中那个苦啊！论单打独斗，他不惧其中任何一人，但眼前这一人一弹的组合太奇怪了。攻击石统天，杨晨就在身后偷袭；攻击杨晨，他就拿石统天做挡箭牌。最气人的是，无论什么术法落到石统天身上都掀不起半点波澜，这还怎么打？没法打。另一处战场，灵虚子也打得十分憋屈，正面进攻，沈墨就扔出九幽塔攻击，他不敢硬抗，用法宝回击，他也不敢。之前被抢走通天塔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这不敢那不敢，一来一回间，灵虚子浑身早已遍体鳞伤。沈墨，你别逼我！他喘着粗气，厉声威胁道。呵！沈墨嘴角上扬，不予回答，手中动作丝毫没有停下。他深知反派死于话多，这个时候就应该痛打落水狗，有什么话等成了寒奴再说。灵虚子竭力抵抗着沈墨的攻击，脸上浮现出挣扎之色。在看到沈墨的目光后，他知道只有9品结丹才能挽回颓势了。沈墨，既然你想死，那就一起死吧。灵虚子看向万无疆，后者也回头与之对视，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想法。万无疆大喝一声，再次爆发出强大的灵力，将二人击退。趁着这个空隙，他眼中浮现出一道道玄奥的符文。与此同时，大殿废墟中，李广拎着夏卓宇走了出来。看到这一幕，沈墨脸色陡然大变，大概已经猜到灵虚子想要做什么了。他立刻舍弃灵虚子，朝下方冲去。灵虚子岂会让他如愿？身形一闪，来到沈墨面前进行阻拦。沈墨脸色阴沉，大喝道：“滚开！”九幽楼，古灵生焰齐出。灵虚子此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一掌拍下后急速退去。见沈墨再次冲下，他又迎了上去。沈墨顿时变得心烦意躁，这灵虚子太可恶了，不跟他正面交锋，每次都是以阻拦为目的，这样下去夏卓瑜必定要死。李叔，你……夏卓瑜瞪大双眼，满脸不可置信，但紧接着他便释怀了。父皇已死，大夏倾覆只是时间问题，况且夏家身为皇族，却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作为一国公主与国同眠，是他赎罪的宿命。想到此，他不再反抗，任由李广掐住脖子。公主，请上路。李广低喝一声，手指点向夏卓瑜眉心，一股金龙缓缓从他身体浮现而出。与此同时，整个皇城下突然凝结出一个巨大的紫色阵图，伴随着夏卓瑜体内的金龙被一点点抽出，紫色阵图疯狂运转，一股股黑气从四面八方升腾而起，在空中盘旋，似乎在寻找目标。你们敢这样出手，不怕天劫株连到玄宗吗？沈墨脸色变得无比阴沉，他对这黑气太熟悉了，那是城中百姓化作的怨魂，这里少说也有上万，甚至十几万人。灵虚子真是疯了，居然敢拿整座皇城进行献祭。到玄宗，灵虚子尽显癫狂，趁着沈墨停手，疯狂往嘴里塞丹药，准备迎接天劫。只要我9品结丹，将来再创一个便是。见势不可为，沈墨不再进行救援，而是积蓄力量，准备给灵虚子雷霆一击。此时的夏卓瑜神色恍惚，往事如烟在他脑海中飘过。大夏，青山宗，姑姑，沈墨，别了！随着金龙彻底被抽出，天空中的怨魂一下找到了目标，他们疯狂灌入夏卓瑜体内。与此同时，原本还晴朗的天空顿时变得乌云密布。轰隆隆，一记闪电劈落，天道似乎生气了，乌云中闪电交织，雷蛇游走。万无疆脸色阴沉，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还是动用了最后的手段。当务之急就是迎接天劫，没办法，他是始作俑者，控制了李广，随之而来的天劫也会更加剧烈。但他不后悔，灵虚子对他亦师亦父，只要灵虚子能成功渡劫，他也就无憾了。况且天道有规则，留下了一线生机，只要他也渡过，就会相安无事，往事翻篇。与我对战，你敢分心，找死！杨晨大喝一声，漫天剑气倾泻而下。万无疆猛地回过神，仓皇躲避，他急速倒退，满脸不可置信，这人怎么回事？天劫要来了，不跑，哪里走？杨晨和石统天紧追不舍，万无疆快要疯了，这是准备做什么？同归于尽。
他们想死，他还不想死呢。本来单独面对天劫就是九死一生，如果再被这两家伙缠住，那就是十死无生了。住手！万无疆喝道：“你们不知道天劫要来了。”闻言，杨晨抬起头看了眼天空，并没有慌张，更多的是激动。那又如何？万无疆，疯子，真是个疯子！你们不是参与者，只要离开天劫范围，就不会承受天劫洗礼。万无疆深吸了口气，沉声道：“呵，不必，我倒要看看是天劫厉害，还是我的剑道厉害。”杨晨持剑横立，霸气道。听到这话，万无疆很是蛋疼。沈墨这是去哪找来的疯子，居然敢向天道发起挑战？他又看向石统天，心想着能劝走一个是一个，少点压力也多点生存希望。顶着个逼眼看我干卵，死鬼让我杀了你，还没做到呢。得到石统天的回复，万无疆差点被气出一口老血。他现在有些后悔了，早知道是这样，还不如劝灵虚子再蛰伏几年。事已至此，只能面对了。但转念一想，两个金丹境的小辈尚且如此，他作为元婴境前辈，倒是少了从前的傲气。想到此，万无疆眼神再次变得坚定，浑身散发出一往无前的气势，很好，这样才配我出剑。杨晨点点头，颇有一种长辈指点晚辈的意思。轰隆隆，5道天劫毫无征兆地降落下来，分别劈在空中的几人身上。沈墨浑身一震，体内灵海翻涌，9座道基浮现，在天劫的力量下，竟开始朝着一个地方汇聚灵气。一颗金丹雏形缓缓浮现，一道红色纹路跃出金丹表面。一品金丹，沈墨微微愣神，这就开始结丹了，而且第一纹就是火元素。想想也对，他是靠炼丹师崛起，对火系元素最为敏感。对面的灵虚子嘴角上扬，他抬起头，目光注视沈墨，脸上挂满嘲讽。很明显，他也成功了。沈墨脸色阴沉，到底还是小瞧了这老登，还真是有备而来。另一边，万无疆可就没这么好受了。他作为始作俑者，又是元婴境，其降下的天劫恐怖至极，才一道就让他遍体鳞伤。他眼神落寞，有些不甘。当他看到对面的一人一弹时，差点当场道心崩碎。石统天打了个哈欠，身上没有半点变化，似乎天劫在给他按摩。杨晨就更离谱了，被劈了一刀后，居然在那舞起了手中宝剑，点点雷蛇符现在他剑上。他在借助天劫领悟雷霆剑意。万无疆不敢再看了，再看后面的劫根本无法再渡。他屏气凝神，准备迎接下一道天劫降临。轰隆隆，天劫在临。沈墨感到一阵酥麻，但并未受伤。天劫不过如此。第2道纹路也浮现在金丹上。灵虚子亦是如此，嘴角挂笑。他以前可是半步化神，只要迈入金丹，所掌握的强大术法，甚至禁忌秘术都可以施展。沈墨拿什么和他打？到底还是底蕴太弱。他已经想象到沈墨跪伏在脚下的画面了。你笑你马呢？沈墨看见这笑容就来气，二话不说就冲了上去。灵虚子脸色狂变，你干什么？干什么？揍你！你！灵虚子被吓坏了，没想到沈墨胆子居然这么大，这可是在渡劫，一不留神小命都要搭进去。不专心渡劫就罢了，还想发起进攻，结巴了，话都不会说。沈墨随手掷出9幽楼，长生诀爆发。恰逢此时，第3道天劫也随之而至，灵虚子瞬间被淹没在雷海中。沈墨眉头微微一皱，他感觉古灵生焰在兴奋，难道这天劫也可以吞噬？另一边，万无疆浑身是血，眼神都有些涣散，仅用3道天劫就摧毁了他的豪情万丈。此时他不敢奢望能渡劫成功了，只求自家老祖能够成功就行。可当他转过头，人都懵了，只见灵虚子比他还惨，披头散发不说，胸前还有一个黑漆漆的圆洞，嫣红的血液正从洞口涓涓流出。啊，我好恨！灵虚子崩溃了。以他目前的状态，就算沈墨不继续出手，他也无法应对后面几劫。一招谋划，终究是给别人做了嫁衣。他转头看向沈墨，眼中闪过疯狂之色。既然不让渡劫，那都别渡了。第4道天劫来临，灵虚子索性舍弃防御，朝沈墨冲去。他想要2道天劫同时降临在沈墨身上，就算能抗过，也肯定会受到重伤。他的设想本是好的，可也随了沈墨的心愿。沈墨看见灵虚子袭来，不怒反喜，正愁没地方实验呢。他可舍不得用自己的雷劫给古灵生焰吞噬，万一真吞噬了，他无劫可渡，那不是完犊子了吗？在天劫降落的瞬间，
沈墨大手一挥，古灵生焰顷刻而出，瞬间沾染上属于灵虚子那道天劫。灵虚子整个人瞬间呆住，他的雷劫居然没降临，而是被白色火焰给蚕食了。反观沈墨，度过第4道天劫依旧是很轻松，这就是差距吗？灵虚子眼睛瞪大，第一次对一个人产生了恐惧。在沈墨的感知中，古灵生焰的本体在吞噬了天劫后壮大不少，正朝3阶灵火迈入。他转念一想，便明白了其中缘由。天劫按道理来说也算是一种天地奇物，就在这时，古灵生焰似乎还没吃饱，竟一下子飞入了云层，就连沈墨都一时间愣住。乌云中雷蛇游走，闪电交错，轰隆声响彻天地，似在咆哮。1分钟，2分钟，整整5分钟过去，天劫不再降临。沈墨面色古怪，一股不好的预感浮上心头。尼玛的，抢食啊！他瞬间反应过来，肯定是古灵生焰搞的鬼，果然是个反骨仔。见到能让自己强大的天地奇物，连他这个主人也无视了。沈墨不敢再让他继续吞噬了，他现在才4品金丹，距离9品还差得远。想到此，他纵身一跃，朝着天上的劫云飞去。看到这一幕，众人都被吓坏了。灵虚子瞪大双眼，满脸不可置信，他道心崩了。沈墨，他怎么敢的？这是彻底在挑衅天道的尊严。反观万无将，满脸都是劫后余生的庆幸，只要不让他渡劫，那就好办。虽然身负重伤，但只要躲起来，苟上几年，就又是一尊元婴强者。杨晨心神震动，眼中爆射出一道金芒。沈墨的举动不禁让他升起一丝佩服之意。当初答应沈墨成为其追随者，也是迫于无奈。在他心中，沈墨不过是运气好，侥幸获得了九幽楼罢了。可如今看来，大错特错。运气固然是一方面，但更多的是心性。沈墨敢于面对天道亮剑的举动，无疑让杨晨重视起来。100年内被击败，这个条件似乎还真有可能实现。想到此，杨晨浑身浮现出浓烈的战意。万无将被这股气势给吓了一跳，没有任何迟疑，转身就朝灵虚子飞去。他要带自家老祖逃离此地。哼！看到这一幕，杨晨脸色顿时冷了下来。第一次出场，要是让2人逃掉，他可拉不下这脸。万剑诀，天空中瞬间浮现一柄柄灵剑，数量之多，很快就比肩了天上的乌云，一团黑，一团白，两者共同将整个皇城笼罩。随着杨晨隔空一指，天空中的灵剑如同奔流的巨浪，朝着下方2人袭来。万无将心生震撼，发现居然小瞧了杨晨，这攻击手段比之一些普通元婴都要强上许多，换做他未受伤之前也得慎重对待，更别提现在。他大手一挥，道玄殿浮现，带着灵虚子就躲了进去。恐怖的剑潮疯狂撞击着道玄殿，发出当当当的声音。万无将顿时放下心来。道玄殿虽不是极品宝器，但也差不多了。剑修的攻击是强，但也没强到直接将宝器击碎的程度。就在这时，一声咔嚓声传来，万无将脸色一变，只听到一声熟悉的声音传来，这就是死鬼说的早餐。劫云中，沈墨可就没之前那么舒坦了，他这是纯属自己找雷劈，天劫可不会惯着他。残余的天劫朝他疯狂劈来，沈墨不禁惨叫出了声。他现在是痛苦并快乐着，体内的金丹正以极快的速度凝结纹路，5品、6品眨眼间就达到了8品。你他妈别吃了！沈墨察觉到天劫在不断衰弱，照这样发展下去，肯定支撑不了他9品结丹。然而古灵生焰却跟没听见一样，疯狂缠绕像一道道闪电。特么的，真是拉屎的还能让吃屎的欺负了。系统，给我夺他本源，消耗4000羁绊值，夺取20%本源。随着系统声音落下，古灵生焰猛地惊醒过来，漫天白色火焰尽数收敛，缓缓落回沈墨灵海中。古灵生焰自知犯了错，虽然本源被夺，但屁都不敢放一个，生怕沈墨再下黑手。少了古灵生焰，天劫完全将目标放在了沈墨身上。道玄宗，无数闪电劈落而下，下方响起阵阵哀嚎。众弟子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个劲地呼唤着老祖和宗主之名。月川悄然浮现在一旁，眼中闪过金光。灵虚子啊灵虚子，没想到你会这么疯狂。那道玄宗，我就不客气了。看着灵海中一簇燃烧的紫色火焰，沈墨大脑有些宕机。这是9品结丹的奖励，他感觉到就连古灵生焰这个反骨仔面对这簇火苗都有些畏惧。想来应该是了。无上筑基，获得天道赐福，使他的悟性变得极强。9品结丹也应该得到赐福才对。天空中劫云散去，
万道霞光也缓缓从沈墨身上消失。他一袭青衫，矗立在天空中，俯视着下方众人，仿佛仙人临尘。不多时，沈墨缓缓从天空降落，杨晨和石统天迎了上来。你九品结丹了。杨晨双眸爆射出金光，还有浓郁的战意。如你所见。沈墨直视着杨晨，毫不退让。如今九品结丹，他豪情万丈，也想要和杨晨一战。杨晨读懂了他的意思，你刚结丹，根基尚浅，况且我也不喜欢以高境界欺负你，待你结丹圆满，我俩同进一战。好。沈墨点点头，毕竟有3次机会，他嘴上虽然这样答应，但心中早已想好。回到青山宗，稳固了境界，就找杨晨发起挑战。九品结丹本就是无敌路，又何须境界加持？虽然此时只是结丹初期，但他有信心同境无敌。只要杨晨还是在金丹境，那就不是他对手。剑修又如何？打的就是剑修。死鬼！嘎吱嘎吱，这2人怎么处理？沈墨这才注意到，石统天嘴中咀嚼着道玄殿，手中还拎着2人，正是万无疆和灵虚子。2人此刻的状态都是极差，万无疆早已昏迷，灵虚子好点，意识还在，只是没了2条手臂。看到沈墨的瞬间，灵虚子瞳孔震动，下一秒他摇了摇头，嘴角挂满了苦涩。几10年的谋划，终究是给别人做了嫁衣。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沈墨伸出手，古灵生偃月出指尖。灵虚子脸色巨变，作为道玄宗老祖，活了上千年，他可不想变成寒奴，成为行尸走肉。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可以告诉你。作为交换，我也不奢求你放过我，只是给我一个自裁的机会。啰嗦。沈墨不屑一笑。话落，古灵生焰直接钻入了灵虚子脑海，脑子怕是被劈傻了吧？成为寒奴后，不照样能知道一切？再说了，灵虚子这种千年老王八说出口的话，他也不信。只有成为寒奴才是最保险的。灵虚子本就是重伤肢体，古灵生焰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拦，就控制了他。主人。灵虚子单膝跪地，抬起头看向沈墨，眼中满是崇拜。说说吧，将你知道的事情都讲出来。那年18。停。沈墨满头黑线，这老王八活了上千年，每件事都听，那得听到什么时候？挑重点说，就最近10几年就行。灵虚子点点头，一脸严肃道：10年之前。所以说月川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东海魔族。听到灵虚子说出月川魔族的身份，沈墨一时间愣在原地。是的，他当年来到滇州，我还和他大战过一场，其功法手段是魔族无疑。见沈墨没说话，灵虚子又补充道，而且他的血脉还不低。听到这话，沈墨脑海中无数零散碎片突然聚到一起，一下就想通了其中缘由。马德这才是真正的老狐狸，钟灵儿身上的魂印肯定是他种下的。什么杀掉至亲之人，子母魂印，纯特么扯淡。赵云飞是上眼宗少宗主，将来必定能继承大统。那么李婉柔身上，沃日。沈墨一时间头都大了。原本以为解决灵虚子就天下太平，没想到月川比灵虚子还要阴。要不是有古灵生焰，他肯定会为了钟灵儿将魂印纳入识海，到时候就完犊子了。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就2条路，第一条，舍弃青山宗的一切，带着夏思宁跑路；第2条，当作什么也没发生，回到青山宗。没得选，只能选第2条，要抛弃心爱之人，苟且偷生，他做不到。天道有规则，所有功法都不是完美的，肯定有解决办法。就在这时，杨晨沉声开口道，他这句话倒是把沈墨点醒了。对啊，他猛地想起了纪灵川，作为青山宗的大长老，肯定知道一些隐秘。察觉到沈墨看过来，纪灵川飞身而起，凑上前躬身行礼道：恭喜少宗主9品结丹。月川是魔族。沈墨嘴角微微上扬，笑道：啊。纪灵川抬起头，瞳孔骤缩。看到这一幕，杨晨果断出手，上百道剑气破体而出，直接插在纪灵川的4肢百骸，封住了他的修为和行动。少宗主，这是何意？纪灵川脸色狂变，看来你早就知道了。沈墨眼神微眯，不再给他任何开口的机会。古灵生焰发动，纪灵川面容扭曲，拼命挣扎。但古灵生焰不同往日，在吸收了天劫后，如今已是3阶灵火。仅仅片刻功夫，纪灵川恢复平静，满脸恭敬。见状，杨晨一挥手，剑气消散。参见主人。说吧，月川是怎么回事？沈墨摆摆手，沉声道。得到命令，纪灵川整理了下思绪，缓缓开口道：月川是东海魔皇的第13子，
因得罪了大皇子，被迫逃亡，最终来到青山宗。停！沈墨出言打断，说说钟灵儿和李婉柔是怎么回事。月川的身份他才懒得知晓，他只关心钟灵儿和李婉柔。钟灵儿是飞仙体，天生契合天道，修行速度更是一日千里。至于李婉柔，并不是什么特殊体质，只是用来压制钟灵儿修行速度的工具人罢了。还有主人您所修炼的嫁衣诀，是魔族的至高功法，但你和钟灵儿都是修炼的紫印，月川修炼的才是母印。这功法极为可怕，可以吞噬紫印的一切，包括体质、功法、神通。一旦被种下紫印，纵使隔着数周，也能被母印感应到。看着纪灵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沈墨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所以他只能成为月川的养分。主人不必惊慌。见沈墨表情难看，纪灵川赶忙开口道：嫁衣诀也有弊端，那就是紫印和母印必须在同一境界才行，也就是您必须达到元婴境才能成为月川的养分。听到这话，沈墨松了口气。如今形势反转，敌明我暗，月川肯定还不知道他已经掌握了所有情报，那操作空间就大了。想到此，沈墨重拾信心。不就是一个元婴境魔族吗？或许让杨晨突破到元婴境就能斩了他，根本不需要自己出手。公主，是老臣对不住你了。就在这时，一声生痛哭传来，沈墨这才发现李广正跪在夏周瑜身前，涕泪纵横。在没了万无疆的控制后，他恢复了理智，也记起了之前所做的种种。说着，他捡起一旁的长剑就朝自己脖子抹去。沈墨见状，仅是抬手一点，强大的灵力袭出，瞬间就将长剑震成粉末。将灵虚子和万无疆收回到九幽楼中后，他缓缓从天而降，来到镜前。看着眼前的睡美人，沈墨不免感到一阵唏嘘。昨天还有哭有笑，此时却脸色惨白，听不到任何呼吸。沈墨轻叹一声，将夏思宁放了出来。卓瑜，夏思宁娇躯一颤，要不是沈墨将其扶住，差点就晕倒过去。他挣脱沈墨的怀抱，扑倒在夏卓瑜身上，不停摇晃。卓瑜，你醒醒，我是姑姑啊。他边哭边用青鸾燕替夏卓瑜疗伤，试图让其恢复生机。杨晨和纪灵川在一旁直摇头，以他们的见识，夏卓瑜生机全无，就算大罗金仙来了也无济于事。沈墨，你救救他！夏思宁回过头，脸上挂满了泪水。沈墨很是心疼，伸出手揉了揉他的秀发，张了张嘴，欲言又止。能说什么呢？要是有一线生机，他肯定会拼尽家底也要帮忙。可夏卓瑜都没了呼吸，这还怎么救？看懂了沈墨的眼神，夏思宁浑身一颤，但紧接着他猛地伸手抓住沈墨的衣袖。我能感应到卓瑜还没死，还有办法的，他只是被抽走了气运，只要重新再给他注入气运，肯定能起死回生。真的？沈墨面露疑惑，转头看向杨晨，后者点点头，理论上是如此，但夏渊已死，大夏的气运应该已经彻底消散了。听到这话，沈墨表情变得古怪起来。谁说大夏的气运没有了？他身上不就有吗？可是当初他是被夏思宁通过那种方法传递而来，难道现在要他和夏卓瑜沈墨？你不愿意吗？夏思宁有些落寞，惨笑道：修仙者要是具备一定气运，那往后的道路将会一帆风顺，更何况是整个大夏所凝结出来的气运。沈墨不愿意拿出来也情有可原，毕竟他不欠夏卓瑜。不是，我是怕你不愿意。看到夏思宁的表情，沈墨知道他肯定误会了，于是赶紧解释道：那好，咱们找个偏僻的地方吧。夏思宁立刻开口，生怕沈墨反悔。好吧。沈墨实在是拗不过夏思宁，只好答应下来。一挥手，三人顿时出现在了九幽楼一层。你要不要回陛下？沈墨尴尬道。虽然早就和夏思宁有过肌肤之亲，但这样被人看着做，还是头一次，他难免有些不习惯。回避干嘛？你自己一个人能搞定。夏思宁翻了个白眼，蹲下身轻轻扶起夏卓瑜。况且我不在旁边给你讲如何传递气运，你能明白？你脱衣服干嘛？夏思宁见到沈墨自顾自脱衣服，不由得俏脸一红。现在正是救卓瑜的关键时刻，你就算再急，忍一忍不行？回去我再给你。听到这话，沈墨大脑宕机。不是说传气运吗？不脱衣服怎么传？但下一秒他就明白，是他想多了。只见夏思宁将夏卓瑜双掌抬起，做传功姿势。还愣着做什么？把手贴上来。沈墨尴尬挠了挠头，赶紧伸出手贴了上去。还好夏思宁跟着进来了，要不然他真就以那种方式听我指令。
在夏思宁的教导下，沈墨屏气凝神，一缕缕金色灵气从他体内涌入，引导龙气沉入丹田。你在做什么？我都说2遍了。夏思宁愠怒道。沈墨回过神，尴尬一笑，立刻重新操控起龙气。过了2个时辰，夏卓瑜脸色不再惨白，变得些许红润，还没醒呢。要不我再给他输送点灵气？说着，沈墨就要再度拿起夏卓瑜的手。听到这话，夏卓瑜睫毛轻颤，陡然睁开了双眼。他其实早就醒了，但太尴尬，一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只是没了气运，并不是彻底死去。沈墨之前做了什么，他一清二楚。在他的感觉中，沈墨很奇怪，特别是在姑姑夏卓瑜提醒后，沈墨不但没将龙气沉入他丹田，还不断在小腹上游走，最后竟然操控龙气往下。想到此，夏卓瑜脸色更加羞红，脸蛋这么红，看来是恢复了。沈墨眯起眼，如长辈般笑道。夏卓瑜浑身一颤，往夏思宁怀中又缩了缩。没事了。夏思宁轻轻抚摸他的秀发，安慰道。那出去吧，外面还有个烂摊子等你去收拾呢。见夏卓瑜已无大碍，沈墨站起身，拍了拍道袍上并不存在的灰尘。3人走出九幽楼。公主，您没事，真是太好了。面对李广，夏卓瑜只是轻轻点头。他环顾四周，看着满目疮痍的皇朝，眼神中少了往日的俏皮。李将军，去查一下，看还有人活着没。遵命。李广浑身一颤，立刻跪地领命。他抬起头看向夏卓瑜，在余晖的照耀下，恍惚间竟然变成了夏渊的身影。沈墨一个人躺在屋顶，看着天空中的明月，陷入了沉思。他起初的目标只是想长生而已，但随着实力增强，月川、上眼宗2座大山逼得他不断前行，稍有不慎就会形神俱灭，他所爱之人也会跟着遭殃。原本打算突破金丹就大量吞服丹药，早点化阴，但现在情况好像有些变了，又陷入了死循环。不化阴，没实力与上眼宗抗衡；化阴，立刻就会遭到月川的觊觎，到时候钟灵儿、李婉柔一个也保不住。还有4年，李婉柔就要出关，难道真就眼睁睁看着她嫁给赵云飞，换取自己苟在金丹境上百年？沈墨越想，思绪越乱。就在这时，旁边瓦砾响起脚步声，他侧头一看，原来是夏卓瑜。这次多谢你了。夏卓瑜来到沈墨身旁，径直坐下。沈墨摆摆手，举手之劳罢了，只要你不记恨，我杀了你父皇就好。听到这话，夏卓瑜睫毛轻颤，没有回答。2人一时间沉默下来，隔了许久，他才轻启红唇。就算是你不杀，到头来父皇也是死路一条。哦。沈墨转过头看着夏卓瑜的背影，疑惑道。你这是开悟了，我还以为你要找我大吵大闹呢。夏卓瑜叹了口气，有些落寞。以前的我太天真，天塌下来，上面有父皇和姑姑顶着，还以为只要父皇能够苏醒，任何难题都会迎刃而解。唉。沈墨见状也不知道如何劝解，只能跟着叹了口气。2人再次陷入沉默，最终还是夏卓瑜打破了尴尬。我会成为新一代夏皇，就不回青山宗了。哦。沈墨点点头表示理解，毕竟大夏如今这么大个烂摊子，需要有人收拾，总不能让夏思宁去吧。你就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夏卓瑜鼓起勇气回过头，目光紧紧盯着沈墨。沈墨有些尴尬，不知该说什么。说恭喜，人家刚死了爹，不太好吧？恭喜。夏卓瑜明显一愣，脸色变得古怪起来。你和姑姑是不是？沈墨顿时有些懵逼。不是，这思维也太跳跃了吧？怎么就扯到他和夏思宁？之前在塔里，你们的对话我都听见了。夏卓瑜低下头，眼中闪过一丝难过。啊！沈墨瞪大双眼，瞒了这么久，还是暴露了吗？那，你对我做的那些，我也感受到了。沈墨，此刻他尴尬的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当初操控龙气进入夏卓瑜小腹，也只是好奇，发际线怎么这么高，并不是真的想要窥探。现在怎么跟人家解释？难道直接说出来？他还要脸？夏卓瑜抬起头，目光灼灼。沈墨不敢直视，慌乱躲避，还没等他想好措辞，一张红唇就印了上来。卧槽，姓夏的都喜欢这么玩。沈墨刚想回应夏卓瑜浅尝即止，他站起身，脸色恢复往日的平静，只是多了些霸气。你的心意，朕已知晓，待朕将大夏重建，必将厚报。此时，沈墨这才注意到，夏卓瑜身上赫然穿着黑色龙袍。女帝吗？不等沈墨回答，夏卓瑜快速离开。隔了许久，沈墨抿了抿嘴唇，会心一笑，看样子有点甜啊。
听到夏思宁的话语传来，沈墨被吓了一激灵。你何时来的？哼，我跟卓瑜一起来的。夏思宁双手抱胸，轻哼道。沈墨挠了挠头，有些尴尬，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于是赶忙解释道：我和他。行了，我都看见了。夏思宁走上前，白了沈墨一眼。卓瑜是个可怜孩子，接下来还要一个人挑起整个国家的重担，你不留下来？沈墨下意识问道。在他印象中，夏思宁和夏卓瑜一直都是成双成对出现，但从他话里的意思是，好像不打算留下来帮夏卓瑜。在沈墨心中，倒是希望他留下来，毕竟青山宗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安全。天知道月川会不会对夏思宁出手。你想我留下来？夏思宁双眼微眯，一股杀意倾泻而出。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让我留下来，你好回去青山宗和江陵双宿双飞。沈墨，不是，我的意思是……他话还没说完，夏思宁直接扑了上来。我咬死你！咱们换个地方吧。沈墨插嘴道。我不。不多时，屋顶就传来了旖旎的声音。角落中，夏卓瑜并未离去，听着二人传来的声音，他现在走不是，不走也不是。以二人金丹境的实力，只要他发出任何响动，就能被察觉。呸！夏卓瑜满脸通红，娇躯止不住颤抖。他很想用灵力封住自己的耳朵，但又好奇直到5个时辰过去，两人喘着粗气，停止了苦修。没过多久，就传来匀称的呼吸声，似乎是睡着了。夏卓瑜这才松了口气，一屁股跌坐在墙角，总感觉像是他在亲身经历般。第二天，沈墨带着夏思宁几人踏上返程的道路，李广律亲兵送行，唯独不见夏卓瑜。沈墨表示理解，毕竟昨晚听了那么久，很累，众人乘坐灵舟快速朝着青山宗返回。在途中，沈墨就将灵虚子和万无疆给放了，让他们回去重振到玄宗，随时准备发起宗门大战。他已经决定好，只要将月川斩杀，就立即挑起战争，将整个滇州统一，再以此抗衡上眼宗。1个月过去，灵舟紧赶慢赶降落在青山宗门，纪灵川的身影浮现，似乎早就恭候多时。少宗主，宗主找你，跟我走一趟吧。在纪灵川的带领下，沈墨很快就来到了后山，还是钟灵儿的洞府前。月川一袭白袍，悠然自得坐在石桌前。看到他的一瞬间，沈墨心中咯噔一声，元婴圆满，他被吓了一跳。这才出去1个多月，这老阴笔居然突破了。察觉到被人窥视，月川转头看了过来，一双眸子变得深邃，紧接着便是浓浓的喜悦。我果然没看错你，居然这么快就突破金丹了。侥幸多亏了师尊的培养。沈墨躬身行礼，显得十分谦虚。月川摆了摆手，这都是你自己的努力，与我无关。说着，他指着面前的石凳，坐。沈墨不敢反抗，只能照做。屁股还没坐稳，月川的声音又传了过来：你是几品结丹？9品。沈墨如实回答。纪灵川说过，月川是7品结丹，勉强踏入上3品。他说出9品，要的就是得到月川的重视，从而获得更多资源倾斜。只要他没到元婴境，暂时还是很安全。果然，在听到沈墨说出的9品后，月川整个人变得十分激动。他猛地伸出手搭在沈墨肩膀，眼神凌厉，十分骇人。真的？侥幸，多亏了金不悔引动天劫，助我踏入9品，不然我也只能8品结丹。金不悔？月川微微一愣，立刻就明白了其中缘由。他不禁嗤笑一声，内心暗自嘀咕：灵虚子啊灵虚子，你还真是个废物，居然玩起了夺舍，没想到给我做了嫁衣。很好。月川收拢思绪，意识到有些失态，赶忙重新坐了回去。9品金丹，我青山宗崛起有望了。他笑盈盈看向沈墨，越看越是喜爱。等你突破元婴，我就将宗主之位传给你。沈墨缩了缩脖子，他娘的，已经忍不住要嘎自己了吗？要不是从纪灵川那知晓了内幕，还真上了这老阴笔的当。察觉到沈墨的动作，月川眉头微皱。怎么了？沈墨回过神，赶紧低下头。我感觉自从结成了9品金丹，突破变得异常困难，想要达到元婴境，恐怕短时间内不行。在这之前，我想先将本命法宝淬炼出来。他现在感觉天地间灵气十分活跃，这些灵气都想往他体内钻。就算没有丹药辅助，他也有信心在10年内达到元婴境。但月川只是7品金丹，并不知晓9品金丹是怎么样的，想怎么说还不是全凭沈墨一张嘴。果然，在听到这话后，月川眉头深深蹙起，似在思考得失。良久，他轻声一叹：你说的不无道理。你打算何时炼制本命法宝？沈墨等的就是这句话，缓缓开口道：
徒儿乃是九品结丹，寻常本命法宝根本无法入我眼。如今寿元又增加了近千年，徒儿想出去游历个几百年，寻找天地奇物作为坯子，炼制出一个极品本命法宝。他并不是真的想出去游历几百年，毕竟离李婉柔出关仅剩4年，而是恐吓月川，让其报金币。不行！月川立刻喝止，察觉到自己有些过激，他赶忙换上一副笑脸，语气温和道：金丹境修行主要就是在前面几百年，你要是因此荒废，后续几百年很难再有所精进。沈墨抬起头，一脸严肃道：徒儿知晓，只是成为铜境最强已经成了我的执念，如果不能炼制出一个极品本命法宝，我的修为根本无法进步。他有理有据，倒是把月川整不会了。等待几百年，那断然是不行的。他可不是灵虚子，没那么好耐心，几十年已是极限。要不是沈墨突然崛起，他都打算让钟灵儿突破元婴进行吸收了。为了不引起沈墨的警觉，他这才制止了钟灵儿突破。沉思良久，月川翻手间，一块黑色陨石出现在桌子上。这块天外陨铁乃是为师偶然所得，其打造出的本命法宝，就算不如天地奇物，也相差不远了。多谢师尊厚爱，但徒儿不需要。沈墨义正言辞道。喝一块陨铁就想将他打发，想多了。月川呼吸一滞，脸色有些难看。要是在魔族没得罪大皇子月天前，以他13子的身份，肯定能为沈墨弄来天地奇物。可今时不同往日，他当年是被迫逃亡，哪有功夫带宝物？瞧见月川这副模样，沈墨继续火上添油道：刚好师尊找我，我原本就打算休整2天就来向师尊辞行，先逛逛滇州，然后去隔壁兖州，再去建州、西州。100年不行就200年，200年不行就500年，我相信一定会寻到天地奇物。月川听后脸都黑了，但看到沈墨一脸认真，不似作伪，宝山就在眼前，却无法开采，他心中跟吃了屎一样难受。这一去几百年和灵儿的婚事，无奈他只能搬出钟灵儿了。大丈夫生于天地间，情情爱爱固然重要，但事业更重要。沈墨站起身，眼神坚定，灵儿会理解我的。要不师尊放灵儿出来，我和他立即完婚，然后我再出门游历。月川要不是给沈墨种下了魂印，这又吃又拿的，有那么一瞬间，他都感觉沈墨是在坑他。思虑良久，月川轻叹一声：罢了罢了。在滇州与兖州、建州交界处有一城，名为奇宝城，那里十分繁华，应该会有你所想要的。多谢师尊。沈墨脸色一喜，当即躬身行礼。师尊是想让我去杀人掠货吧？我一定不会暴露自己是青山宗弟子。此话一出，月川脸色瞬间黑了下来。他岂会不明白沈墨话里的意思？没钱，但一想到沈墨这么努力都是在为自己做嫁衣，他心中又好受不少。想到此，他拿出一个储物袋放到桌上，这里有3亿下品灵石，是整个青山宗10年来的收入，能买就买，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杀人越货。那里的修士来头都不小。告别月川，沈墨回到了外门住所。师尊，你终于回来了。丹阳子冲上前跪倒在地，死死抓住他的裤腿，失声痛哭道：我还以为师尊不要我了呢。沈墨嘴角一抽，最近事情太多，倒是把这货给忘了，还想着下山前去内侍堂找找看有没有快速提升境界的丹药。现在不用了，眼前不是有尊顶尖3阶炼丹师吗？想到此，沈墨轻声道：你可知道金丹期一般服用什么丹药来提升境界吗？师尊说的是聚顶丹。丹阳子抬起头，有些意外道。沈墨眼前一亮，果然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丹阳子居然真的知道，于是继续追问道：那丹方你有吗？自然是有，可是这是3阶丹药，师尊您。丹阳子吞吞吐吐道：我已经是3阶炼丹师了，这点你无需多虑。哦，好，我这就给。丹阳子下意识从储物袋翻找起来，可下一秒他就发现不对了。什么？在他的印象中，沈墨之前还是2阶炼丹师，这才过了半年就3阶了，那他几百年才晋级，还被世人奉为天才，那算什么？跟沈墨一比，连蠢材都算不上，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我看看。哦，听到沈墨的催促，他赶紧翻找起来。不一会儿，聚顶丹的丹方就被他拿了出来，检测到新丹方是否领悟。检测到聚顶丹丹方有误，已花费100羁绊值进行修正领悟，当前剩余50羁绊值。伴随着系统声音落下，沈墨满头黑线，这羁绊值还真不够用，好不容易存了4000多，一下就用在了古灵生宴上。好在是又增加了20%的本源，不然就亏大了。走吧。去哪？丹阳子疑惑道。当然是去灵草峰采集灵草。
沈墨笑道：“这个免费劳动力，他可不想浪费。采完灵草就勉为其难让他观看一下，顺带给点小小的震撼。拿捏这种丹疯子比拿捏其他人简单多了，只要丹道造诣比他高，他就不可能背叛。来了，师尊。”丹阳子脸色一喜，赶忙追了上去。这半年来，他炼制聚灵丹都快炼吐了，现在一炉出丹，运气好，10颗有个8颗完美。他才更加明白沈墨的炼丹技术有多强，这也支撑着他日复一日的炼制聚灵丹。不多时，两人来到了灵草峰，参见少宗主，参见丹阳子前辈。管事的长老名叫齐柳，金丹初期2阶炼丹师。在看到沈墨和丹阳子联袂而来，立刻起身相迎。沈墨点点头，一张纸从他袖口飘了出来：“我需要点灵草，应该可以吧？”“那是自然。”齐柳很会来事，赶忙躬身接过纸条。就算沈墨不是少宗主，有丹阳子在，他也会照办。没办法，这就是人的名，树的影。灯心草100斤，乌绸木200斤，五柳根200斤，天灵果400斤。齐柳念完纸张上的文字，整个人都傻了。谁家摘灵草论斤算？别人都是按株或者按克采摘，沈墨倒好，这是想将整个灵草峰搬空。丹阳子也跟着抽了抽嘴角，他一下子就明白了沈墨想做什么。熟能生巧，菜就多练。原来师尊让炼聚灵丹真没诓他。愣着干什么？有什么问题吗？少宗主，这量有点。你刚喊我什么？少宗主啊，怎么了？那不就得了，照办就行，出了事找我。沈墨不耐烦摆了摆手，找他？谁会闲着没事？大长老是他的人，岳川暂时又不敢动他，只要他不是做出毁灭宗门的事。现在的青山宗几乎可以横着走。是。齐柳低下头不再反驳，躬身回道：“这位主儿以后可是青山宗的宗主，他可不想得罪。”有了丹阳子帮忙，两人采摘草药的速度极快。沈墨则躺在摇椅上悠闲地喝着茶。1个时辰后，齐柳将储物袋恭敬地放到桌上，沈墨瞥了一眼，将其揣入怀中，又客套几句后，这才带着丹阳子返回到竹林。一听说沈墨要炼丹，夏思宁顿时来了精神，比做那种事还兴奋，嚷嚷着让他快点。看着两人期盼的眼神，沈墨无奈耸了耸。原本是打算前往奇宝城的路上炼制，但既然夏思宁都开口了，他也只好满足。刚取出聚鼎丹炼制所需要的4种灵草，丹阳子就已经摆好了丹炉。看到他那猴急的模样，沈墨不由一笑。他走上前，将4种灵草一股脑投入进了丹炉中，白色火焰瞬间将整个丹炉包裹。丹阳子有些吃惊，哪有将主药和辅药一起炼制的方法，又是不按套路炼制。但见夏思宁这个师娘没有说话，又结合之前沈墨的天马行空，他也跟着保持沉默。随着时间流逝，丹炉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气。沈墨撤去火焰，大喝一声：“开丹！”砰！一股强大的灵力瞬间冲破了丹炉顶盖，5颗洁白通透的丹药悬浮在半空。看到这一幕，丹阳子直接跪了。又是完美，颗颗完美。他之前还以为沈墨是想要靠粮取胜，都做好了失败后上前安慰的话语，如今看来是不需要了。夏思宁眼中满是小星星，这就是自家夫君，不仅那方面强，就连这方面也是强的没边了。他扑进沈墨怀中，吧唧就是一口亲在沈墨脸上。沈墨自然是不能让他占便宜，当即就发动了反击。俩人你一嘴我一嘴，眼看情况不对劲，丹阳子赶紧干咳2声，他要再不阻止，这俩人说不定能在这干起来。听到声音，夏思宁才觉失态，小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娇嗔一声推开了沈墨。沈墨挠了挠头，伸出手将丹药取回，一口吞下1颗，丹药入体，霎时间灵气爆发，化作灵液直奔他灵海中的金丹而去。金丹很是饥饿，短短几秒钟就将灵液吞噬得一干二净，同时他体表的9条纹路也亮了些许。还差得远呢。沈墨轻声呢喃，天道果然是有规则。9品金丹虽然是强，但也不是普通人能玩得起，光是这进阶难度就是个无底洞。寻常金丹境吃上几枚聚鼎丹说不定就能突破，但他则需要几百枚甚至上千枚才能突破。还好他是炼丹师，能够自给自足，不然哪来那么多灵石给他造？师尊，什么还差得远？丹阳子眼神已经从之前的崇拜变成了狂热。什么叫天才？这就是颗颗完美，还嫌差得远。他要是能做到如此，恐怕要宴请整个滇州。而沈墨却云淡风轻，想到此，丹阳子更加坚定了跟随沈墨的决心。夫君，什么还差得远？听到夏思宁开口，
沈墨这才回过神。哦，没事。转过头，发现二人还处于意犹未尽的状态。沈墨耸了耸肩，无奈又开了一炉。半个时辰过去，这次并没有暴击，只有2颗完美巨顶丹，但这足以彻底颠覆丹阳子的世界观。他猛地想起，好像沈墨出手最差的品质也是完美。嘶！他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这乃是天才，明明就是丹仙转世。夏思宁似乎见怪不怪了，倒没有像丹阳子那样失去面部管理。在他心中，沈墨越强越好。夫君真棒！夏思宁又凑上前吧唧奖励一口，沈墨哪还忍得住，立刻就将他环抱起来。啊！夏思宁娇嗔一声，翻了个白眼。有外人呢？外人？丹阳子站起身，四处打量。师娘，没有其他人啊？沈墨，夏思宁，师娘放心，没有外人，师尊可以放心炼丹。丹阳子现在一心沉迷在沈墨的炼丹手法上，对于夏思宁的话，他根本没过脑子，只是单纯的认为是怕暴露沈墨丹仙转世的秘密。况且他可是亲眼看到，更是亲身参与。沈墨在灵草峰拿走了几百斤灵草，这才2炉，损耗只不过9牛1毛。他还想看沈墨近乎奇迹般的炼丹手法。嗨，你要不先回去？沈墨忍不住提醒道。我和你师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不碍事，以师尊的能力，定然可以边做边炼丹。丹阳子一脸认真道。滚远点！你这老东西真是没眼力见。沈墨满头黑线，张口就是国粹。话落，他抱着夏思宁头也不回地走进身后的房间中。丹阳子张了张嘴，这才反应过来，顿时老脸一红，赶忙捂住耳朵朝竹林外跑去。小妮子，这才几天不见，又想了。沈墨将其抵在桌子上，调笑道。呸！夏思宁翻了个白眼，还不是怕你出去沾花惹草，想着把你喂饱点。真是大言不惭，就你也想喂饱我？沈墨欺身上前，却被夏思宁制止。听说你要去七宝城？听到这话，沈墨立刻停下了手中的揉搓。谁告诉你的？这件事明明只有他和月川知道，按理说不应该有第3个人知晓才对。哼，你果然想瞒着我独自去。夏思宁轻哼一声。谁告诉你的？沈墨一改往日的嬉皮笑脸，严肃道。见沈墨如此认真，夏思宁愣了一下，回答道。岳宗主，怎么了？说你性格莽撞，七宝城势力繁杂，怕惹到不该惹的人。他传音告诉我，让我和季长老陪你一起去保护你。沈墨双眼微眯，果然是那老阴底的手段。保护，更多的是监视吧。光派季灵川是怕自己起疑，于是叫上跟他很熟的夏思宁，打消疑虑，真是好算计。可惜他没能算到季灵川和夏思宁都是自己的人。想到此，沈墨的表情放缓。怎么了？夏思宁追问道。没事，咱俩继续。沈墨笑了笑，轻轻解开了他衣服上的束带。事关重大，他决定先隐瞒，等最终解决了月川，再如实相告。继续什么？夏思宁拍开沈墨的手，嘟起嘴。你刚凶我，别闹。沈墨将他手拿开，将头埋了进去。尽管做了很多次，夏思宁还是忍不住一阵羞红，象征意义上反抗了几下，便没了动静。去换件衣服。换什么？就你上次穿的那个丝裙。不换，被我扔了。为啥？你还好意思说？上次你把那件衣服弄得那么脏，我还怎么穿？那不是激动吗？不多时，房间中升起旖旎之声。一连过去好几天。俗话说得好，要想征服男人，就先征服他的胃。夏思宁也在践行他的诺言，不把沈墨喂饱，誓不罢休。沈墨见他有些虚弱，刚将他轻轻推开，他又瞬间恢复活力，如八爪鱼一般缠了上来。沈墨也是来了火气，将其狠狠收拾了一顿。最终夏思宁惨败，倒在床上沉沉睡去。很难想象，这是一名金丹境的大修士，连沈墨在一旁炼丹发出沉闷的声响也没将其吵醒。又过了好几天，沈墨成功炼制出了50颗完美巨顶丹，他没有服用，而是放在储物袋中，等去七宝城的路上再尝试突破到金丹中期。青山宗毕竟是月川的地盘，能低调就低调。夏思宁醒了，没有废话，他又扑了上来。沈墨人都骂了，这事业心也太重了。原本在他的计划中，为了照顾众女情绪，决定按认识的先后顺序进行排位。大姐江玲，二姐李婉柔，三姐钟灵儿，四姐才轮到夏思宁。但现在情况好像有变，他都在考虑要不要把大姐的位置让给他算了。毕竟他事业心太重了，要是得知自己是排行老4，那岂不天天缠着自己思考之际，沈墨的衣服又被扒了个干净。气氛都到这了，沈墨当然不会扫兴，
当即决定教训他一番。5个时辰过去，夏思宁又沉沉睡了过去。沈墨耸了耸肩，原来是回光返照，真是又菜又爱玩。他决定了，等解决了月川，就让几个女人见一面，提前完成大被同眠的梦想。往后10几天，沈墨都沉浸在炼丹中，时不时奖励一下夏思宁。这种日子过得很是惬意，都有些乐不思蜀了。这也更加坚定了他除掉月川的决心。到时候占山为王，就苟在青山宗，美女作陪，岂不快哉？转眼1个月过去，沈墨手中的灵草也被消耗完，该动身前往七宝城了。得到通知，纪灵川早早就候在了宗门山前。这次出发带上了丹阳子，也是他毛遂自荐，说是曾经在七宝城生活过一段时间。沈墨这才答应。众人一一登船，直到离开了青山宗范围，又行驶了很远。沈墨将高飞和杨晨从九幽塔放了出来。整个滇州十分庞大，从青山宗前往七宝城需要3个月时间，如果用九幽塔赶路，或许只要1个月就能赶到。但实力未到前，沈墨可不敢这么嚣张。据杨晨描述，九幽塔是九幽魔宗的至宝，而九幽魔宗是这片大陆人人喊打的存在。按理说，他应该算是师出谷连幽，所以严格意义来讲，沈墨也是九幽魔宗的一份子。对此，他只是呵呵一笑。什么是正道？什么是魔门？还不是胜利者的一面之词。道玄宗不就是标榜正道魁首吗？结果呢？为了一己私欲献祭上万人，只为引来天劫，九品结丹，这样的行为也能称为正道吗？你打算炼制什么样的兵器作为本命法宝？见沈墨站在甲板上许久未动，杨晨忍不住走上前询问道：“你有何建议？”沈墨回过神，侧头笑道：“到了金丹境，才算是真正迈入了修仙者一列，不再像之前炼气筑基那般凡体肉胎。金丹不灭，断肢亦可重生，只是需要花费点时间罢了。金丹境的强大，主要就是靠本命法宝来实现，特别是他这种9品金丹，底蕴磅礴，没有合适的法宝，根本无法发挥其强大。如果把9品金丹算作10层，没有法宝，最多只能发挥出3层的水准；有法宝，则能发挥出其威能的一半。但如果有契合的本命法宝，便可发挥出9层，剩下1层便是由法宝品质决定。法宝品质决定上限，9品金丹保证下限。沈墨是无上筑基，又是9品金丹，就单论基础这一块，放眼整个大陆，也算是排得上号的天才。这样的天才，总不能用一个垃圾本命法宝吧？就好比夯实了一个无比牢固的地基，结果上面修了一间茅草屋，这谁受得了？反正沈墨是不愿的。他之前跟月川说的话，并不全是谎言，至少关于本命法宝这块，他说的是实话。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我的建议是剑。杨晨认真道：“剑乃兵中王者，如果你想要将本命法宝炼制成剑，我可以传授你苍天剑种的无上绝学。”他话音刚落，角落中就传出一道大喝：“不行！”两人同时回过头，发现来人居然是丹阳子。丹阳子一直都在角落研究丹方，只是2人并未注意。见杨晨在蛊惑沈墨将本命法宝炼制成剑，作为沈墨的忠实徒弟，他哪受得了？师尊要是成剑修了，那他岂不是也要跟着成剑修？哦，你有何高见？杨晨脸上写满了不悦。要不是丹阳子是沈墨的徒弟，以他的性格，早就出剑招呼了。丹阳子站起身，先是给沈墨恭敬行了一礼：“师尊，徒儿认为本命法宝炼制成丹炉最好。”不等沈墨开口，他继续讲述其中利益得失。一来，师尊作为炼丹师，其天赋更是无与伦比，有了本命丹炉加持，所炼丹药必定再上一个档次。二来，众所周知，丹炉是一个消耗品，但炼制成本命法宝就不一样了，它会伴随着实力增强而增强，完全没有这一后顾之忧。话落，丹阳子仰起头，挑衅地瞥了杨晨一眼：“剑修，不过是一耍帅的穷鬼，除了攻击力强点这一优点，其他全是缺点。他们丹修才是最强的，要实力有实力，要资源有资源，最关键还受人尊敬。”哼！杨晨读懂了他眼神中的意思，不屑道：“丹修，一剑斩之。”莽夫！丹阳子转过头，轻蔑一笑。眼看丹阳子要挨揍，沈墨赶紧出声制止：“好了好了，你们先下去吧，我自己思考一会儿。”杨晨说的没错，要是将本命法宝炼制成剑，以他9品金丹的底蕴，将会无限放大其威能，真正做到一剑斩之。但丹阳子说的也不无道理，他的最大底牌还是炼丹一途，将本命法宝炼制成丹炉，未必不是件好事。沈墨一时间又纠结起来，做你想做的。就在这时，一道轻柔的女声响起：“
沈墨不回头，就知道是谁来了。夏思宁从背后轻轻抱住沈墨，柔声道：“无论你炼制什么法宝，我都会一直陪着你。”虽不知沈墨即将面对怎样的敌人，但作为亲近之人，他能感受到沈墨身上无形的压力，真当他是浪荡之人，只不过是想用那种方式缓解下沈墨的压力。所以无论什么姿势，无论何地，只要沈墨开口，他都会满足。沈墨伸出手，将夏思宁的纤细玉手握在掌心。是啊，倒是自己这香了，连本命法宝的材料都还没凑齐，就先想着炼制了。想到此，沈墨无奈一笑：“娘子，走，回船舱大战300回合。”呸！折腾了好几天，沈墨将炼制的1000枚巨鼎丹拿了出来。经过夏思宁的开导，他眼神变得坚定，决心突破。就算月川氏元婴圆满又如何，也不能改变他的计划。5年内达到抗衡上眼宗的实力，将钟灵儿和李婉柔拉出泥潭。不再犹豫，他一把将巨鼎丹塞入嘴中，磅礴的灵气如天上银河倒灌，疯狂洗刷灵海中的金丹。9道纹路变得熠熠生辉，随着丹药不断入体，金丹也在缓缓变大，从最开始的龙眼长成了桃子大小。金丹吸收了灵力后，又反哺到沈墨身体，灵力所过之处，奇经八脉泛起淡淡金光，原本就很是宽敞的经脉又被扩充了不少，他的骨骼也发出咯吱咯吱的轻响。金丹反哺的灵力太过浓郁，逐渐蔓延到了体表，身上升腾起白色雾气，乍一看还以为是仙气。时间飞速流逝，转眼已过3月，沈墨依旧沉浸在这玄而又玄的状态中。又过了几天，他兀地睁开双眼，眸中金光四射，火焰燃烧，5种天地元素从他眼中一一流过。金丹中期，沈墨握紧拳头，感受着体内奔腾的力量，嘴角微微上扬。马德9品金丹还真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这才突破一个小境界，居然吃了900颗完美巨鼎丹。师尊，到七宝城了。听到丹阳子的呼喊，沈墨当即收回心神，稍微整理了下衣着，他缓缓走出船舱。映入眼帘的是一方巨大城池，城墙上各种眼花缭乱的玄奥符文闪烁着白色光芒，隐隐将奇宝城笼罩，使人看不清城内的状况。四周不断有修士经过，或是脚踩飞剑，或是乘坐灵舟，鳞次栉比，好不热闹。这就是修仙界的城池吗？沈墨颇感好奇。嘿嘿嘿，师尊是第一次到这种城池吧？丹阳子挺直了胸膛，很是得意道。与丹阳子不同，杨晨的目光一直落在沈墨身上。你金丹中期了。哟，不愧是剑修，我隐藏的这么好，居然还是被你发现了。得到沈墨的肯定，杨晨瞬间瞪大了双眼，满是惊骇。尼玛，完呢！要不是身为剑修有涵养，他差点忍不住爆了粗口。沈墨何时突破的金丹境，他可是一清二楚。这才多久，3个月左右，就又突破了。他是8品结丹，深知突破的困难程度，更何况沈墨是9品金丹，其难度比8品翻了10倍不止。他突然恍然大悟，难怪之前提的3个条件，沈墨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起初他并不认为沈墨能够做到，但现在看来100年好像定得太长了，按照这速度，恐怕再来几年，沈墨就能压着他打了。想到此，杨晨心中升起一股后悔之意。怎么怂了？沈墨调侃道。哼！听到这话，杨晨重拾信心，眼中闪过浓郁的战意。作为剑修，他的字典里就没有认怂这2个字。一旁的高飞看着两人，面无波澜。被古灵生焰控制了，没办法像杨晨一样对沈墨产生其他情感，他的思维里只有忠诚。丹阳子更是直接傻掉，在他印象中，沈墨不是住寂静吗？啥时候成金丹了？还是金丹中期？他也才金丹初期而已，丹道一途天赋异禀也就罢了，修行一道还这么强，还要不要人活了？但转念一想，当初选择拜沈墨为师是多么明智的选择，他暗自下定决心，以后说什么也不离开沈墨，不就是金丹中期吗？至于这么惊讶吗？沈墨撇撇嘴，有些无语道。杨晨扭过头，懒得再开口，怕被打击。夏思宁操控灵舟缓缓落下，几人下了船，朝着城门口走去。站住！就在这时，门口的卫兵拦住了几人去路。沈墨抬眼一看，好家伙，居然是个筑基圆满，放在青山宗那也是关门弟子，竞争首席大弟子一行列的人，在七宝城居然只是守门。一个守门，一个关门，好像也差不了太多。沈墨随即释然。诸位前辈，请出示下身份牌。见到沈墨一行人全是金丹境，守门弟子语气放缓了不少。身份牌？沈墨有些好奇道。师尊，是这样，
丹阳子凑上前，赶紧解释道：“七宝城作为3州交接的重要枢纽，每天来往的人很多，人多城小，为了防止人满为患，所有进入七宝城的修士都需要购买相应时间的身份令牌。例如只待1天就只需要100灵石，第2天则需要200灵石，第3天400灵石，以此类推。”听完丹阳子的解释，沈墨点点头，表示理解。之前他就见识到了，外面的天空中全是修士。等沈墨消化的差不多，丹阳子又继续开口道：“身份令牌还分外城和内城。”沈墨转过头，大感困惑。七宝城之所以这么受人欢迎，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在城内，修行速度会比外界强上好几倍。其建造之初，便是由好几名顶尖5阶阵法宗师共同打造了一个大型聚灵阵为城基。越靠近中心内城，其灵力越加浓郁，当然价格也就越贵。那内城又是什么价格？沈墨疑惑道。内城第1天需要1000下品灵石。丹阳子回答道。听到这话，沈墨不禁撇了撇嘴，这哪是城池啊，明明就是聚宝盆，很难想象这城主敛了多少财。前面的墨迹什么呢？没钱就赶紧滚蛋，不要挡着大眼，我进去消费。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想要观看七宝城，大可离远点看，我还有重要事情进城呢。马德，这守城士兵今天这么善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几位前辈，你们打算买什么样的令牌？守门士兵看了眼后面排队的人群，忍不住催促道。沈墨回过神，脸上闪过一丝歉意，抱歉，第一次来，那就先买1个星期的内城令牌吧。此言一出，守门士兵愣了愣，他还第一次见到如此豪横的修士。1个人1个星期，那就是127000下品灵石，在场5个人，一共635000下品灵石。他作为守城大队长，可以从中抽取1%，也就是6350下品灵石，赚大发了。守城士兵立刻变得恭敬起来，这都是月川那老鹰比的灵石，沈墨花起来一点都不心疼，就算花光了也没事。这不还有丹阳子这个顶尖3阶炼丹师吗？以他的人脉，让他去卖屁股，肯定还能大赚一笔。慢着！见沈墨打算掏钱，丹阳子立刻出声喝止：“我在这城中生活过几年，好歹也算半个地主，怎么能让师尊买单呢？”听到这话，沈墨会心一笑，倒是把丹阳子给忘了。他好歹是顶尖3阶炼丹师，成名已久，其底蕴想必还是很丰厚的。谁付灵石，守城士兵压根不在意，有人给就行。他转身看向丹阳子，伸出手，一脸期待。丹阳子走上前，轻咳2声，在怀中摸了摸，笑道：“刷脸。”守城士兵微微一愣，就连沈墨几人也将目光投了过来。丹阳子自觉有些尴尬，赶忙将手从怀中拿出来，一枚古朴的棕色令牌落入守城士兵手中。令牌上龙飞凤舞，1个大大的白字。看见令牌的瞬间，守城士兵脸色一变：“几位大人，里面请。”随着几人走进城中，沈墨和夏思宁都是一阵无语。还真可以刷脸。丹阳子挺直胸膛，大步流星走在前方。在青山宗憋了这么久，终于轮到他装逼了。他可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特别是在沈墨这个师尊面前。你刚拿的那是啥玩意？沈墨忍不住好奇道。一点小把戏，不足挂齿。丹阳子捋了捋胡须，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沈墨额头浮现出几道黑线，沉声道：“说人话。”听到这话，丹阳子回过神，讪讪一笑：“师尊，这是白云下的身份令牌。”说着，他将之前的令牌悬浮于空中，解释道：“白云下是一个由炼丹师组成的特殊组织，本部在中州，其势力遍布整个大陆。下发的身份令牌记录了炼丹师的品级，就如我3品顶尖炼丹师，这令牌上就有3道丹纹。凭借此令牌，出入任何城池都不需要花费灵石。”听丹阳子这么一解释，沈墨顿时来了兴趣。他伸手将木牌攥进手中，仔细打量，还真如丹阳子所说，棕色的令牌上赫然有3道丹纹在发光。仙翁何处炼丹砂，一缕白云下，有点意思。沈墨眯起双眼，第一次感受到一个大势力的恐怖之处，居然连滇州这种偏远的地方都有其身影。那是自然。丹阳子自豪道：“师尊不必羡慕，您是炼丹师，也可以加入其中。对，还有师娘。”沈墨哑然一笑，摇了摇头：“我不喜欢被规矩束缚。”师尊你想多了。丹阳子急忙解释道：“加入白云下不但没有规矩，还有很多福利，就比如入城免费，这只是其中一项。因为都是炼丹师，性格桀骜，组织只是提供平台，并不做约束。当然，以师尊您的天资，也可以申请成为白云下的核心成员。一旦成为核心成员，
其地位远超我们这些外围成员。在白云下，无论是购买灵草还是购买丹药，都将享受极大的优惠。成为核心成员，几乎是各大势力争相追捧的对象。只要您一句话覆灭一个势力，简直易如反掌。上眼宗的那个4阶炼丹师也是白云下的成员。任凭丹阳子说的天花乱坠，沈墨本来是没在意的，但听到上眼宗3个字，他立马来了精神。他是外围成员还是核心成员？自然是外围。丹阳子不明所以，老实回答道：核心成员考核难度极高，首先第一条就是要达到5阶炼丹师。沈墨，好吧，这个组织确实牛，5阶炼丹师几乎可以在整片大陆横着走了，才只是其核心成员的入门砖。突然，沈墨灵光一闪，想到一个驱虎吞狼的好办法。既然上眼宗那位4阶炼丹师地位很高，那要是能说服他去帮忙解除李婉柔的婚约，其成功率应该很高吧。虽说自己只是3阶炼丹师，但有金手指在，完全不亚于5阶炼丹师，只是灵活等级未达到罢了。看来的人前显圣，吸引白云下的目光，试一试能不能破例成为核心成员。以核心成员的身份再去找上眼宗那位，想必他肯定不敢拒绝。想到此，沈墨眼前一亮，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解决了李婉柔的麻烦，事情就变得简单了。就卡在金丹境，就算不突破，耗也能耗死月川那个老阴笔。带我去白云下瞅瞅。好嘞。丹阳子兴奋至极，在他心中，以沈墨的能力加入白云下，岂不是轻轻松松？他也能在那些老友面前大肆炫耀一番。这位可是他的师尊。刚迈出没2步，一旁的杨晨却停了下来。沈墨回过头，有些疑惑。杨晨面露纠结，欲言又止，思虑了许久，他还是开口道：沈墨，我知道这件事不在那3个条件中，但……沈墨微微一愣，立刻就明白了他想做什么，摆摆手将其打断：你自己去吧，到时候来白云下找我们即可。杨晨的遭遇他知道，在剑冢苦修，刚结丹，出门就撞上了古莲幽，一关就是上千年，好不容易出来放个风，想要自己去到处看看，也能理解。杨晨虽未说话，但眼神中充满了感激，抱拳郑重行了一礼：多谢。婆婆妈妈的，这可不是你的作风。沈墨调笑道。杨晨点点头，转身便走。等等，身后传来沈墨的声音。杨晨微微一愣，这是后悔了，不打算放自己单独行动。也是，自己只是和沈墨达成了口头协定，虽立下剑心崩碎的誓言，但沈墨并不是剑修，不理解这份誓言的分量也能理解。正当他准备放弃离开之时，一个储物袋飞了过来。你说你走那么急干什么？你的都可比脸还干净，就算是憋了上千年也不用这么急吧？难不成你还想搞霸王炮？霸王炮？杨晨有些愣神，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看到沈墨那古怪的面容，他一下子反应过来，冷峻的脸上陡然升起一抹羞红。我……不等他解释，沈墨揽着夏思宁快步离开了此地。看着储物袋中安安静静躺着1亿下品灵石，杨晨张了张嘴，一句话也说出口：你要不要也出去逛逛？沈墨侧过头看向高飞，一脸认真道。高飞摇了摇头：不必，我跟在沈兄身边即可。放心，在七宝城内有规矩，不能伤人，况且我现在的实力可比你强。沈墨笑道。高飞依旧摇头拒绝：一座小城池罢了，没啥可逛的。太初仙族的主城比这个大几百倍，我都逛腻了。沈墨，你闭嘴吧。沈墨一阵无语，合着人家压根没看上七宝城。也对，他可是太初仙族的少族长，能以仙族自居的家族，其实力底蕴可见一斑。要不是一堆糟心事拦着，沈墨当初还想着结丹后想办法带高飞去太初仙族，换取仙族秘法。随着实力不断提高，他才知道当初的想法是多么幼稚。突然，前面传来了一道戏谑的笑声：哟，这不是丹阳子吗？听说你给一个小辈当了徒弟，按照辈分，是不是该喊我一声爷爷？爷爷，一点都不好玩。我早就说过了，是你非要跟着我来。白云下的大殿中，一名须发皆白的老者品着茶，他的面前站着一名少女，正嘟着嘴撒娇。我不管，我不管，爷爷你说过要带我玩的。张子霞轻哼一声，双手抱胸腔，头扭至一旁。好好好。张海潮揉了揉眉心，无奈回应道：身为一名5品炼丹师，走到哪别人都是客客气气，唯独在他孙女面前，他是一点头也抬不起。最关键是张子霞对炼丹一点兴趣也没有，这就导致他的炼丹师品阶形同虚设。每次都是这样说，能不能拿出点实际行动？张子霞撇了撇嘴，埋怨道：好好好，
眼看张子霞真要生气了，张海潮只能缓缓站起身，朝外面走去。走吧，今天出去逛逛，爷爷最好了。张子霞顿时喜笑颜开。沈墨眉头微皱，眼前出言嘲讽的几人明显和丹阳子有些仇怨，但一想到此行的目的，他摇了摇头，径直朝着白云下走去。丹阳子见状，立刻跟上。沈墨没发话，他纵使心中憋着一股怒气，但也不敢发作。哼，丹阳子，这就是你拜的师傅，真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你作为炼丹师的傲气呢？丹阳子将头埋下，不做回应。他本就是极其好面子之人，但想到此行是让沈墨加入白云下，只好忍下来。毕竟刚来就闹事，对沈墨不利。沈墨刚走上前，就被门口的2名看门人员拦了下来。白云下重地，请出示身份令牌。沈墨眉头微挑，竟然是2名金丹初期的守卫。要是放在宗门，那可是长老一职，但在这只能守门。他对白云下愈发产生了兴趣。丹阳子赶紧凑上前，将自己的身份令牌拿出。我带我师尊前来参加白云下的考核，劳烦通融下。2名看门人见到令牌，面露古怪，2双眼睛不停在沈墨和丹阳子身上来回扫视。沈墨虽一头白发，但看起来生命力旺盛，和丹阳子的迟暮形成了鲜明对比。但丹阳子却称呼沈墨为师尊，没搞错吧？有问题吗？沈墨转过头轻笑道：没有。看门人将令牌还给丹阳子，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要知道，在这修仙界中，修为达到一定程度是可以做到返老还童的。他们没能从沈墨身上感应到任何气息，那只能说明沈墨的境界比他俩高出太多。他们可不敢得罪。之前出言嘲讽的几人听说沈墨要参加白云下的考核，顿时来了兴趣。哟，哥几个今年运气这么好，居然能一睹炼丹宗师的风采。听到这话，丹阳子脸色瞬间黑了下来。炼丹宗师可不是随便就能叫的，就连他身为顶尖3阶炼丹师，也不敢说自己是炼丹宗师。炼丹师一脉对身份极为看重，胡乱称宗师只会遭人唾弃。沈墨压根不在乎这些条条框框，他只是想借白云下的事，对几名嘲讽之人丝毫没放在心上。朝2名看门人点点头后，径直走了进去。接连被无视，孙乾瞬间来了脾气。同为顶尖3阶炼丹师，他和丹阳子明争暗斗多年，好不容易抓住丹阳子的把柄，他怎么可能放弃？想也没想，就带着一众追随者跟了上去。今天他不仅要让沈墨出糗，更是要让丹阳子的名声彻底毁掉。沈墨还没走出几步，就被孙乾的一众追随者团团围住。怎么想切磋？这些人还真是蹬鼻子上脸，他顿时来了脾气。呵，此话一出，孙乾差点笑出了声。一个炼丹师品阶都没有的人，居然向他这个顶尖3阶炼丹师发起挑战。之前青山宗发生的一切早就传开，沈墨炼制3阶丹药，他也早有耳闻，但他不以为意，毕竟沈墨那是2个人才炼制出来，其真实实力应该是2阶炼丹师。他作为顶尖3阶炼丹师，又何惧怕的道理？好啊，给你个机会，跟我切磋。沈墨转头看向高飞，后者点点头，大步迈出。一个金丹初期，刚好给高飞练手了。看见高飞走出，孙乾脸色顿时黑了下来。沈墨太狂了，明明是他提出的切磋，但却派手下人出战，是怕输了丢面子。孙乾嘴角上扬，露出一抹嘲讽的笑容。谁来都一样。砰！话音刚落，一道闷声响起，众人回过头，发现孙乾嵌入了一旁的墙壁中，而高飞已经再次回到了沈墨身后。垃圾！丹阳子、夏思宁，众人，原来沈墨说的切磋是这个切磋啊！走吧。沈墨扫了一眼孙乾，还有气，也就不再过多理会。门口的2个看门人也发现了这一状况，但他俩选择了保持沉默。刚高飞那一击太快，他俩都没看清，现在冲上去跟找死没啥区别。再说了，他俩是看门人，这进了门就不归他们管了。孙哥，你没事吧？孙哥，来吃点气血丹。杀人了，还有没有天理？一众追随者围绕孙乾，叽叽喳喳打抱不平。孙乾回过神，从墙上挣脱下来，自己被打了多少年了？自打他成名以来就没受过这种屈辱，知道炼丹不是对手，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他越想越气，不行，必须找回场子。要是让这件事传出去，他以后还怎么在七宝成婚？你站住！怎么不服？沈墨顿住脚步，侧头看了眼高飞。看到这动作，孙乾只感觉后背发凉。他咽了咽口水，将目光落到沈墨身上。有种你和我切磋！砰！沈墨收回手，甩了甩，一脸无语。真是小蜜蜂摸电门，妈了个逼！
挨打也会上瘾，真以为自己比高非弱。孙乾再次嵌入墙壁，双眼上翻，失去了意识。沈墨太不讲武德了，他是准备和沈墨切磋单道，结果话还没说完，沈墨就出手了。就在这时，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你很能打。”沈墨回过头，只见一名须发皆白的老者正站在后面，他眼眸低垂，一双眼眸夺人心魄。元阴镜。沈墨有些骇然，白云下的管理者。爷爷，赶紧走吧。听到声音，沈墨这才注意到，张海潮身边还有一个穿着粉色衣裙的少女。姓名：张子霞，性别：雌性，年龄45，一千，体质武灵根，境界金丹初期，好感度0。小屁股，小胸，大概一只手就能完全拿捏，和夏思宁没法比，就连江陵都比他大，不是自己的菜。沈墨仅是扫了一眼就收回了目光。至于45岁的金丹初期，在见识了高飞和杨晨后，根本入不了他的法眼，更何况他自己32岁就金丹中期了，还是9品金丹，要不是被蒙制了10几年，还会更快。殊不知他这一细微的动作敏锐地被张子霞捕捉到了，他能感受到沈墨那一丝丝嫌弃的意味。啥意思？本小姐和你认识，就这么不受待见？见过张大宗师，丹阳子才从懵逼中反应过来，眼前之人是白云下的核心成员。10多年前他还有幸听过张海潮讲道。宗师。沈墨双眼微眯，大概猜到了对方的来头，真是瞌睡来了想枕头。想到此，他也跟着躬身行礼。见过张大宗师。哼，张海潮根本不吃这一套，冷声道：按照白云下的规矩，发生内斗该如何处理？丹阳子浑身一颤，结结巴巴说道：收回令牌，逐出。白云下。很好，交出来吧。张海潮面无表情，朝沈墨伸出手。沈墨微微一愣，有些不好意思道：那个，我不是白云下的成员。张海潮这下倒把他整不会了，一时间愣在原地。我不是白云下的成员。怕他耳朵不好使，沈墨又重复道：殴打他人应该不算违规吧？张海潮好像确实不算违规，身为白云下的成员，走到任何地方，只要令牌一出，都会受到最崇高的敬意和礼遇。挨打，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打炼丹师？以后不想吃炼丹师炼制的丹药了。至于炼丹师与炼丹师之间发生矛盾，大多数都是以切磋炼丹技艺解决。打架，那是粗鄙之人才干的事。张海潮脸色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阴沉下来。丹阳子见状，赶忙上前解释道：张大宗师勿怪，我师尊第一次来白云下，不知道规矩。师尊。张海潮抬眼仔细观察了两人，一个血气旺盛如大海磅礴，一个血气衰败形同朽木。不对吧？听到这话，张子霞也跟着来了好奇心，一双俏皮的眼睛仔细打量起沈墨，白发清澈的眼神，冷峻的脸庞，还挺帅。哼，勾结外面的人，肆意殴打白云下成员，你还有理了？张海潮回过神，森冷道。不等丹阳子做出解释，他抬手一招，丹阳子腰间的令牌就自动飞了出去。沈墨眉头微微皱起，张海潮刚想抓住令牌，却被沈墨抢了先。虽知这一举动无疑是在激怒张海潮，但沈墨不得不做。丹阳子的性格他了解，本性不坏，就爱点面子，要是被收回令牌，比杀了他还难受。况且事情是因自己而起，没必要连累丹阳子。前辈，这事是我干的，与他无关。沈墨恭敬行礼，很是诚恳。此时孙乾悠悠醒转过来，看到张海潮的瞬间，他立刻一个俯冲，跪倒在地，抱紧张海潮的大腿，欲语泪先流。张宗师，您可要为我做主啊！放心，有本尊在，定会为你讨回公道。张海潮双眼微眯，强大的灵魂之力倾泻而出，瞬间袭向沈墨。沈墨眉头轻挑，真把他当软柿子捏了。要不是考虑初来乍到，又有事相求，张海潮如此不讲道理，换做之前，他早就让石统天出来教育了。他迎上前，催动9品金丹进行抵抗。张海潮的灵魂之力刚没入沈墨体内9幽塔震荡间，就将其碾碎，根本不需要9品金丹出马。张海潮呼吸一滞，脸色有些难看。他虽不善战斗，但也是实打实的元婴境，刚那道灵魂攻击，面对金丹境居然会失效。沈墨见状，也不想彻底得罪白云下这个组织，赶忙强行催动灵力逆行，一口鲜血喷出，整个人瞬间变得虚弱下来。前辈厉害，晚辈受教了。师尊。沈墨。夏思宁和丹阳子被吓了一跳，
赶忙冲上前，一左一右将他扶起。老东西，你敢伤他？看着地上嫣红的血液，夏思宁怒了。他才不管张海潮是什么人，伤他夫君就是不行。噗嗤，青鸾焰绽放，剧烈的高温瞬间喷薄而出。青鸾焰，张海潮瞪大了双眼。天地灵火，越是排名靠前，越是稀有。青鸾焰高居第30名，他自然是认得。整个白云下拥有天地灵火的炼丹师不少，但大多数排名都靠后，拥有排名前50的炼丹师更是一只手都数得过来。他一下子就动了爱才之心。姑娘，你听我说。张海潮连连摆手，可此时的夏思宁哪还听得见其他话？他眼中杀意翻涌，只想杀了眼前之人。思宁，住手！沈墨见状，立刻喝止道。可是他，夏思宁眼神恢复清明，刚想解释，看到沈墨在眨眼睛使颜色，他识趣的闭了嘴。是啊，夫君那么强，怎么可能会受伤？原来都是装的。张大宗师，抱歉。沈墨上前一礼，很是诚恳。张海潮此时哪里还有心情理会沈墨，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夏思宁。要不是他接下来说的一番话，沈墨都差点忍不住动手了。你可愿拜我为师？不愿。夏思宁回到沈墨身后，冷声道。他对张海潮没有一点好感，又怎么可能拜其为师？听到二人的对话，一众白云下成员脑袋都有些晕乎乎的，就连丹阳子也瞪大了双眼。张大宗师收徒居然被拒绝了，还是秒拒。张海潮微微一愣，但并不生气。他捋了捋发白的胡须，朗声笑道：你可知我是谁？丹阳子见状，立刻识时务地开口道：张大宗师是白云下的核心成员，顶尖5阶炼丹师，其门生故吏遍布整个大陆，但亲传弟子却只有2人。师娘，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张海潮挺直了胸膛，很是志得意满。我拒绝。夏思宁依旧不改变想法，换作是以前，面对5阶炼丹师的邀请，他肯定当场就同意了。但现在相比较炼丹，他更想和沈墨缠绵在一起。更何况沈墨的炼丹技术未必就比张海潮差。听到这话，张海潮老脸顿时有些挂不住了。以前都是他拒绝别人，今天居然被别人拒绝，还是2次，真是天道有轮回。看见张海潮吃瘪，张子霞忍不住笑出了声。他看向夏思宁，莫名产生了一丝好感，但众人哪敢笑，连大气都不敢喘，场间顿时陷入一片死寂。张海潮尴尬的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了。就在这时，沈墨出言缓和道：思宁，不得对张大宗师无礼。张大宗师可是我的偶像，我从小就听张大宗师的故事长大，你不知道。听到这话，夏思宁翻了个白眼。沈墨真是张口就来，从小就生活在青山宗，听张海潮的故事长大，这不纯扯淡吗？你听说过我的故事？张海潮微微一愣，有些迟疑道：那是自然。沈墨诚恳点头，就比如那次您炼制那枚丹药，现场人山人海，出丹后那场面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张海潮疑惑道：天心丹？对对对，就是您炼制天心丹那次。沈墨赶紧补充道：还有那次您的成名之作我也听说了，那手法那丹品让我日日夜夜魂牵梦绕。张海潮肯定道：玄元丹？对对对，就是玄元丹。沈墨脸不红心不跳，开口道。张海潮脸上满是笑容，看向沈墨的眼神都温和了不少。他已经十分确信沈墨就是自己的忠实粉丝，但作为一代宗师，该有的体面还是要有的。嗨嗨，那都是些小手段，不足挂齿。身后的张子霞看见这一幕，一眼就识破了沈墨的伎俩，但他并未拆穿，反而露出2颗小虎牙，津津有味地看起戏来。丹阳子更是对沈墨佩服得五体投地，满眼都是小星星。这就是师尊吗？拿捏红颜也就罢了，就连老人也是手到擒来。张大宗师，您可要为我做主啊！见势不对，孙乾立刻哀嚎道。听到这话，张朝海瞬间回过神，好小子，差点就被骗了。沈墨，他刚想开口呵斥，但看到沈墨一脸真诚，还有那清澈的眼神，一下子又犹豫了。万一对方真是自己的忠实粉丝，这样呵斥会不会寒了心？况且那女子好像是他道侣，想要让其拜师，指不定还需要他从中撮合。想到此，呵斥的话语到了嘴边，都被他强行咽了下去，沉静内敛，莫存于心。是个好名字啊！孙乾懵了，不是怎么就扯到名字上了？还不等孙乾反应过来，张海潮再次开口道：孙乾，肯定是你无事生非，不要仗着是白云下的成员就可以胡作非为。
这次暂且饶过你，再有下次，定当逐出白云下。话落，他直接无视孙乾，抬头先是看向夏思宁，想了想，还是憋住了收徒的话语。俗话说，事不过三，要是再被拒绝，那可真是丢脸丢大了。他将目光落在沈墨身上，小友来我白云下，是想加入吧？前辈明鉴。沈墨躬身行礼。张海潮捋了捋胡须，看向沈墨，也越发有好感。这孩子真是太有礼貌了。他决定，要是沈墨考核不过关，看在是自己忠实粉丝的份上，帮其一把。既然是第一次来白云下，那我就给你介绍下吧。张海潮嘴上说着，目光却是再次移到夏思宁身上，其目的不言而喻。加入白云下的前提便是成为一名炼丹师。白云下分为外围成员和核心成员，外围成员只用享受组织带来的福利即可，并不需要做出任何贡献，只要不做出有损组织名誉的事情，就不会被惩罚。成为核心成员后，就需要为组织添砖加瓦，相应的获得的好处也会更多，权力也会更大。沈墨早就听丹阳子说过，但为了照顾张海潮的面子，他还是耐着性子听下去。毕竟这些炼丹师就吃这一套，死要面子。能让丹阳子叫你师尊，想必也是一名炼丹师吧？张海潮笑道：前辈慧眼，当初就是听了您的故事，才指引我走上炼丹师一途。沈墨躬身行礼，严肃道。听到这话，张海潮脸都快笑烂了。他有意无意瞥了身旁的张子霞一眼，看见没，你爷爷名气这么大，让你跟着学炼丹，你还不学？有的是人学。张子霞自然是明白张海潮的意思，他嘴角微微上扬，对沈墨也越来越感兴趣。好好好。张海潮频频点头，既然如此，那就开始考核吧，谨遵前辈意思。一句话，一个躬身，沈墨可谓是将礼貌演绎到了极致，整得张海潮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这也太有礼貌了。他干咳两声，不必多礼，前辈的，太生分了，你叫我爷爷吧。沈墨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奶奶的明着占老子便宜，我还是行礼吧。看到这一幕，张子霞再也忍不住，掩嘴轻笑起来。张海潮满头黑线，呵斥道：子霞，不得无礼。沈墨抓住机会，赶紧开口道：前辈，天色不早了，咱们还是快点考核吧。张海潮点点头，忽略了叫爷爷这件事。你是几阶炼丹师？3阶，顶尖吧。沈墨有些不自信道。古灵生焰吞噬天劫后，顺理成章达到了3阶灵火，有系统，按理说他是顶尖3阶炼丹师也没任何毛病。张海潮看向沈墨，难得正色起来。他是在300多岁时才突破到顶尖3阶炼丹师，可沈墨才多大？在他的感知中，沈墨最多不超过50岁，如此年轻就达到顶尖3阶炼丹师，其未来不可估量啊！光顾着拥有青鸾宴的夏思宁差点看走眼了。很好，那给你安排3阶炼丹师的考核吧。前辈，我想考5阶。啊！此话一出，全场所有人一时间都愣住。丹阳子眨了眨眼睛，又揉了揉耳朵，生怕自己听错了。就连最亲近的夏思宁也忍不住投来疑惑的目光：你认真的？张海潮确认道。沈墨点点头，他自然是认真的。要想让上眼宗那名4阶炼丹师帮忙，以白云下3阶炼丹师的身份肯定是不行的，那就必须达到5阶，成为核心成员。虽然他的灵火只有3阶，并未达到5阶的标准，但他听了丹阳子讲解的考核内容，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漏洞。那你知道考核标准？张海潮反复确认道。他看向沈墨的眼神都有些变了，不似之前的喜爱，反倒产生了一丝厌恶。好高骛远，难成大器。一旁的张子霞摇了摇头，难掩失望。虽说他不是炼丹师，但也是知道5阶炼丹师的含金量。要是人人都能成为5阶炼丹师，他爷爷也不会如此被世人推崇。当然知道。沈墨恭敬回答道。想要拿到白云下的5阶令牌，首先便是要完成万种灵草的识别，其次炼制出一颗上品5阶丹药。听到沈墨完整将考核内容复述出来，张海潮脸色变得无比阴沉。既然沈墨知道还想要考5阶，那只能证明他是在拿自己开涮。什么忠实粉丝都是狗屁。丹阳子，哦不，应该叫你丹疯子，哈哈哈！还以为你拜了个了不起的师傅，没想到是拜了个疯子。他才多大？50岁有吗？这么年轻就想成为白云下的5阶炼丹师，真是狂妄。丹阳子，我为之前的行为感到抱歉，没想到你已经病入膏肓，疾病乱投医了，哈哈！听到孙乾几人传来的讥讽声，丹阳子就差找地缝钻进去了。沈墨参加3阶考核，那肯定是手拿把掐，但5阶，说实话，他根本不信。面对嘲讽，沈墨倒是显得十分镇定。他仰起头与张海潮对视，
万种百草图辨别，这都是小事，有系统在，别说万种，就是100万种，那也不在话下。至于第2条，炼制上品5阶丹药，但也没说谁炼制的呀。他钻的就是这个漏洞，不然他为何之前一直讨好张海潮？目的就是想让其帮忙炼丹。他说步骤，张海潮提供5阶灵火，炼制出的丹药，按理说应该是算他炼的吧？胡闹！张海潮一拂衣袖，转身就准备离开。他对沈墨的好感一降再降，要不是之前沈墨表现得十分谦卑，他早就动手赶人了。沈墨这种做法，无疑是在挑衅5阶炼丹师的权威。要是5阶丹药真那么好炼，他的地位也不会如此之高。我愿意做你徒弟。就在这时，夏思宁突然开口道：“真的？”张海潮转过头，脸上重新挂满笑容。排名第30的青鸾燕啊，就连他的灵火也不过是排名第78。真要是将夏思宁收做徒弟，他有信心能在短时间内就让其炼丹水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到时候代表他这一脉前往儋州参加100年一度的丹品会，然后一举夺魁，扬名整个大陆，想想都令人兴奋。不过我有个条件。夏思宁一脸认真道：“什么条件？你说，我都答应。”张海潮隐隐已经猜到他想说什么了，但为了能让夏思宁拜师，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果然，夏思宁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就开口道：“让我夫君参加5阶炼丹师的考核。”没问题。张海潮一口答应。之前他不让沈墨参加考核，无非就2点：第一，5阶考核他根本做不了主，需要6阶炼丹师主持；第二，他跟沈墨非亲非故，干嘛要帮忙？但现在不一样了，夏思宁是他徒弟，而沈墨又是他徒弟的道侣。严格意义上来讲，沈墨也算是他的半个徒弟。既然是半个徒弟，让他试试5阶考核也无妨，反正又不能通过。这回答得太快，以至于沈墨都愣了2秒。好你个老狐狸，原来在这等着自己。他感激地看了夏思宁一眼，这才朝着张海潮躬身行礼：“多谢张大宗师。走吧走吧。”张海潮反而变成了那个最急迫的人。他上前不由分说拉住沈墨的胳膊，就朝白云下的考核之地走去。直到几人离开这小院，孙乾才回过神。他有些明白张海潮的做法了。炼丹师最在乎的是什么？当然是脸面。沈墨能成为5阶炼丹师，那不纯扯淡吗？但张海潮还执意要这么做，只能证明一点：张海潮想让沈墨丢尽脸面。是了，一定是这样。孙乾越想越激动，原来张大宗师一直是向着自己的。想到此，孙乾嘴角微微勾起，朝几名跟班吩咐道：“立刻去将这个消息散播出去，就说白云下有1名5阶炼丹师要开炉炼丹，但是谁不要透露。”跟班们不愧是跟孙乾混了这么久，一点就通。他们很快便四散离开。白云下作为一个中立势力，其考核之地并不像其他宗门那样只允许宗门内弟子观看，而是将考核之地设置成对外开放。一来可以体现出白云下与世无争的态度，二来也算是给其他修士一个近距离观看炼丹师炼丹的机会。最主要的还是照顾炼丹师的脸面。作为一名炼丹师，谁不想人前显圣，受人吹捧？将自己名声打出去后，上门求丹之人将会络绎不绝，到时候灵石名声都将水涨船高。所以来到这考核之地的炼丹师无一不是有十足的信心。不多时，沈墨便被张海潮拉着走进了考核之地，是一个类似2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圆形场地，中间摆放着各色丹炉，不少身穿道袍的炼丹师正在专心炼丹，而四周一圈则是看台，看台上只有零零散散10几人。看到张海潮到来，炼丹师们赶紧停下手中动作，站起身恭敬行礼。张海潮摆摆手，示意其继续。现在可没工夫去指导这些人，他只想快点让沈墨参加考核，然后收下思宁为徒。开始吧。话音落下，张海潮一挥手，场地中央凭空出现了上万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面都摆放着一株药材，还有一张白色的宣纸，限时3天将所有药材的属性用途写在纸上，超时视为失败。沈墨点点头，没有一丝犹豫，径直走向第1张桌子。众炼丹师看到这一幕，纷纷停下了手中动作。1万张桌子，这不是5阶考核的内容吗？他们看向张海潮，试图询问，发现张海潮早已盘膝闭上了双眼。无奈，他们又将目光落到丹阳子身上。丹道友，这是在干什么？面对询问，丹阳子挺直了胸膛，颇为得意，仿佛参加考核的不是沈墨，而是他。看不出来吗？我师尊在参加5阶考核。丹阳子拜师，他们早有耳闻，还以为只是传言，但如今听他亲口承认，
众人一时间还是有些转不过脑子，毕竟沈墨除了一头白发，其他都显得太年轻了。而且丹阳子的炼丹水准，他们也是有目共睹，能让丹阳子拜师，那得多厉害。他们转头看向沈墨，眼珠子都快掉到了地上。就在他们愣神之际，沈墨已经闲庭信步走过了10几张桌子，每张桌子上的宣纸都留下了密密麻麻的文字。这才过去多久？就算拿着标准答案抄，也不能这么快吧？他们还真没猜错，沈墨就是在抄答案，只需要眼睛一瞟，系统就将面前的药材事无巨细地告诉了他。1个时辰过去，沈墨已经写完了1000张宣纸，效率之快，令人胆寒。四周的观众席上，从零零散散的几十人到现在上千人，在孙乾的推波助澜下，人数还在不断上涨。又过去了2个时辰，观众席上早已人满为患，座无虚席。主要还是孙乾讲的太夸张了，5阶炼丹师亲自炼丹，在场众人至少有 99% 的人都没有见识过。他们来此的目的很简单，瞻仰传说中的5阶炼丹师，留个好印象，结个善缘，要是能结交一番更好。可众人到场后就发现不对劲了，5阶炼丹师呢？怎么还不开始炼丹？你别告诉我，中间那白头发写字的年轻人就是5阶炼丹师？狗日的白云下，现在也学会诈骗了吗？一旁的角落中，孙乾早已满头大汗，原本想着能有几千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他没想到会招来这么多人，这下可麻烦了。沈墨丢脸是小，白云下名声受损才是重，事后只需简单了解，轻而易举就能查到他头上，届时他肯定会被逐出白云下，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现在后悔无比，祈祷沈墨成功。算了，还是想想后事吧。四周的声音越来越大，张海潮被打断修行，缓缓睁开了眼，他瞬间愣住，齐宝城的炼丹氛围这么好，不就是5阶炼丹考核吗？八字还没一撇呢，至于这么引人关注？可渐渐的，他就发现不对劲了。作为元婴境强者，神识敏锐，一下子就从众人口中得知了真相。在场好像就他一人是5阶炼丹师吧？他何时说过要亲自下场炼丹了？人前显圣固然很爽，但也分场合吧。就好比挖鼻屎，挖起来很爽，但别人强行帮你挖，那就不爽了。张海潮现在的心情就是这样，他脸色瞬间阴沉下来，神识散开，一句句刺耳的话语传来。他很快就锁定了角落中的孙乾，察觉到张海潮看过来，孙乾心中咯噔一声，不等其出手，他立刻飞身上前，恭敬跪倒在地。张大宗师，我……哼！张海潮冷哼一声，一掌将其拍飞。他懒得再和孙乾废话，当务之急先得挽回白云下的形象才行。嗨，诸位稍安勿躁，老夫张海潮，白云下核心成员，顶尖5阶炼丹师。此话一出，全场激情瞬间被点燃。卧槽，还真有5阶炼丹师！妈妈，你儿子出息了，居然见到活的5阶炼丹师了！张大宗师，赶紧开炉吧！张海潮满头黑线，等众人宣泄的差不多，他才举起手往下按了按，示意安静。看到张海潮的动作，众人识趣的闭上了嘴，整个会场上万人瞬间变得鸦雀无声，落针可闻。这就是5阶炼丹师的影响。张海潮看见众人期盼的眼神，顿了顿，一时不知如何开口告诉真相。他现在倒有点下不来台了，但让他炼丹，他又不愿。在他眼中，在这些人面前炼丹不是人前显圣，而是掉价。5阶炼丹师怎么可能随意出手？想了想，他还是决定将事情原委告知众人。诸位，其实这次并不是老夫炼丹，而是……他转头看向沈墨，瞬间呆立当场。这才过去多久，沈墨就已经写完一半了。难道自己睡了一天？不应该啊！该不会张海潮脸色一下子变得无比阴沉。相比于炼丹技术，一个人的人品更是值得考量。在他心中，沈墨根本不可能写这么快。那只有一个答案，沈墨是在乱写。在白云下考核中乱涂乱写，这无疑不是在狠狠打白云下的脸。想到此，张海潮黑着脸走上前，打算喝止沈墨，你……然而他无意间瞟了眼宣纸上的文字，工整有序。不应该啊！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随意拿起了一张纸，顿时瞪大了双眼。纸上写的内容全对，就连一些书籍上未曾记载的药材属性都被写了出来。身后的几名炼丹师发现了张海潮的异常，也来了兴趣，赶忙凑上前。天香豆性平，多生长于高原地带，可用于炼制补充气血之类的丹药。万花丝性热，其根可口服，微甜，其蕊多用于辅药。五阴草性寒。这
这几名炼丹师张了张嘴，内心震动。光是识的这些灵草属性不难，他们也能做到。但沈墨写了多久？这才过去3个时辰，沈墨就已经写了快5000种灵草，这已经是达到4阶炼丹师的水准了。换做他们来，拿到一株灵草都要仔细观察，然后回忆。而沈墨呢，提笔就是写。他们一时间好奇心愈发浓重，想要全部看一遍，沈墨到底是真有实力，还是就前面10几种是真的，后面全在弄虚作假。张海潮也是好奇的紧，于是开口道：命你们作为考官去检查下。怎么话说一半不说了？张大宗师还有那群炼丹师在做什么？嘿，道友，一看你就很少来白云下观摩炼丹吧？道友，此话何意？很简单，这是白云下的考核之地。考核之地能干嘛？当然是考核。道友的意思是？没错，那名白发青年正在接受白云下的考核。马德，我们被骗了。我说怎么会有5阶炼丹师来这犄角旮旯炼丹？原来是虚假宣传。吃，道友，看来你真不懂炼丹。你好好看看，场地中央有多少张桌子？1万张。怎么了？3阶炼丹师是1000张桌子，4阶炼丹师是5000张，1万张代表什么？道友，你是说那白发青年考核的是5阶炼丹师？观众席上还是有不少常来观摩的人，他们一语就道破了场上发生的一切。往常来观看炼丹，真正抱着学习心态的人很少，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是来自各大势力，目的也很明确，挖掘新人。毕竟那些名气大的炼丹师受各方势力追逐，其加入条件也相当离谱。而这些刚晋升的炼丹师就不一样了，很多都还没有出名，他们只需为炼丹师提供灵草，给予报酬，从而就能第一时间获取想要的丹药。而炼丹师通过一次次炼丹增长技艺，是一个双赢的选择。这也是白云下为何开放考核之地的重要原因。快回去通知家主，让他务必来这。不，回来，还是我亲自去。同一时间，看台上各个角落都在发生这样的事。5阶炼丹师考核，沈墨的价值已经不是他们能够决定的了，必须要让家主或者更具话语权的人出面，才能展示出诚意。与此同时，沈墨还在奋笔疾书，他的身后不远处，5名顶尖3阶炼丹师正在朗读他书写的内容。要不是为了避嫌，丹阳子都差点自告奋勇上前了。正确。听着几人报出的答案，张海潮手指攒紧，有些失态。他有一次看走了眼，没想到沈墨的天赋竟比夏思宁还要高。难道他真是5阶炼丹师？但也太年轻了吧。又过去2个时辰，全场一片安静，只有5名炼丹师抱着正确的话语回荡在四周，不过速度越来越慢。5个人报幕的速度完全跟不上沈墨书写的速度，因为触及到知识盲区了。前1000种灵草还能游刃有余，过了1000种就开始翻看起各类古籍，一一对照，直到完全对上，他们才宣布答案。至于沈墨多写的那些，他们也不知道是否正确，但只要古籍上有的，沈墨又写了，那就是正确。又过了1个时辰，沈墨停笔，扬起脖子晃了晃，发出咯咯的响声。他妈的，累死老子了。他这才注意到观众席上坐满了人。卧槽，这是干嘛？刚不是才10几人吗？师尊，您请坐。丹阳子见到沈墨书写完毕，立刻搬来把椅子。待沈墨坐下后，他又贴心的帮其揉捏着肩膀，将夏思宁的活全给抢完了。观众席上不少人都是见过丹阳子的，能让顶尖3阶炼丹师如此卑微，更加坐实了沈墨是5阶炼丹师。张海潮思索了片刻，缓缓来到沈墨跟前。沈墨见状，立刻从椅子上站起，躬身行礼道：前辈。张海潮点点头，一脸严肃道：不必如此，既然都是5阶炼丹师，你我道友相称即可。在他心中，尽管不想承认，但也不得不承认沈墨就是5阶炼丹师。毕竟他当年考核5阶炼丹师时花了整整3天，在最后关头才踩点过线。就算是现在，他也要花上小半天才能将上万种灵草的属性书写出来，远不如沈墨这般轻松写意。听到这话，沈墨顿时变得有些尴尬。5阶炼丹师，这不扯淡吗？有几斤几两，他还是很有自知之明。前辈，其实我并没有达到5阶炼丹师，反正迟早张海潮都要知道。沈墨索性坦白。张海潮微微一愣，声音都不自觉拔高了好几度。不是。沈墨挠了挠头，憨笑道：请前辈恕罪，这些灵草是我偶然在一处秘境中见识过，然后通过死记硬背，背了好几年才全部记住。听完沈墨的解释，张海潮人傻了。
紧接着便是厉声呵斥道：“胡闹！那你还要参加5阶炼丹师考核，不行吗？”沈墨嬉笑道：“当然不行。”张海潮气得牙痒痒，要不是人多，他真想将沈墨按住暴揍一顿。5阶炼丹师考核内容你忘了？没忘。第1条，3天内识别万种灵草属性。第2条，炼制1枚5阶丹药，其品质不低于上品。见沈墨胸有成竹复述出来，张海潮更加火冒三丈。你既然知道，还整这出？第1条也就罢了，就算你能过关，第2条呢？5阶丹药你怎么办？别看我可不会帮你徇私舞弊。沈墨凑上前小声道：“前辈误会了，不就是炼制5阶丹药吗？但也没说让谁炼制吧？我说步骤，让人帮忙操作，应该也算是我炼制的吧？”胡闹，太胡闹了！张海潮气的胡子都飞了起来，沈墨这算盘打得也太响了，居然想钻白云下的规则漏洞。就算规则允许，5阶丹药岂是说炼就能炼成？况且哪有5阶炼丹师愿意帮忙？等等，他突然恍然大悟，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沈墨：“你是想让我出手炼丹？”“多谢前辈。”沈墨郑重点头，又是深深一礼：“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张海潮厉声呵斥，难怪沈墨一直这么谦逊有礼貌，搞半天居然是在给他挖坑。他一下子便反应过来，哦，原来是这样。沈墨无奈一叹，转头看向夏思宁：“思宁，咱们回去吧。”“好。”听到这话，夏思宁甜甜一笑，上前挽住沈墨的胳膊就要离开，对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恋。看见这一幕，张海潮脸色顿时黑如锅底，犹豫挣扎了许久，他最终还是重重一叹：“仅此一次。”